欢迎最后一个种族蓝星人族，全民70亿人来到无尽大陆。这里即将进行一场原本生存于宇宙星空亿万种族们的领主争霸赛。谁能问鼎领主争霸赛的巅峰，谁就能掌握一切起源的终极秘密，超越长生不朽，成就永恒不死的无上至尊。为保证绝对的公平竞赛，幸运除外，每一个人都将随机获得一片领地，一个具有不同属性和种族的初始兵种建筑，助力诸位掠夺资源，发展领地，拓展势力。诸位将以蓝星种族的领主身份，与无尽大陆之上那些其他无尽数的种族领主们同一时间参与这场领主争霸赛。祝诸位好运！正在随机分配领地，正在随机分配初始兵种。分配结束，地球人族领主开始降临。伴随着最后一声机械不分男女的声音响彻于脑后中落下后，面容英俊帅气的方远在一座30来米高的小荒山上，眼神由迷茫到震惊地打量着四周。自小荒山上向四周望去，方远入目地是一片全部是10几米高树木组成的广阔树林，在略微昏暗的天空照耀下，那些树林的阴暗处有着一道道幽绿色渗入的光芒，忽明忽暗地闪烁着。不时之间，一声声诡异的嘶吼声还会从那些树林的阴影处响起。就在方远抬头看到一头体长至少10几米、长得像翼龙的怪物从他头顶飞过，惊呼卧槽的时候，一声声如同先前机械公告声的语言，以虚拟面板文字的形式，一边在脑海中响起，一边于他眼前列字显现。无尽星空维度，最后一个具有参赛资格的种族降临结束，无尽大陆领主争霸赛现在开启。注意，诸位领主的领地只7天无敌保护期时间，7天之后各种族领地所在区域将迎来第一轮随机灾难淘汰挑战。随机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怪物受潮、地震、海啸、瘟疫、天降陨石。祝诸位好运！也就在这些信息显现完最后一句话后，方远脑海中陡然间涌入近一道道关于领主属性面板、区域交流频道、种族交流频道、交易市场等一系列功能的使用信息。无尽大陆亿万种族争霸，领主无上至尊。方远在接收完那些涌入脑海中的信息后，不由呢喃了一声，随后怅然地感慨道：这样也好，与曾经孑然一身，再加上997看不见前途的福报相比，如今我的未来充满了未知与可能。感慨一声后，方远低头看看自己身上仅有的那件套在他胯间的红色本命年裤衩，不由无语道：这早不穿越，晚不穿越，非在我睡觉的时候就穿了，搞得我现在只有条裤衩傍身，简直了。得亏两个领主间的领地相隔甚远，不然被那万一有恶趣味的邻居领主用领主系统面板交流频道的拍照功能将我拍照上传到交流频道的话，我高低的在那些认识的人面前狠狠地射死一波。嗷呜！就在方远心中思绪从射死转移到准备查看领地属性面板的时候，一声宛若狼鸣的吼叫声自他所处的这座小荒山西南方向响起。方远循声向那西南方向望去，便见到一头头通体灰色，头顶上有着大灰狼 LV2 字样的狼群向着他的这座小荒山靠近。不过就在那些狼群靠近到方圆领地小荒山附近边缘那片荒土时，一道暗金色的光幕陡然升起，将那些狼群全部抵挡在了领地范围之外。无敌护照 LV999。 看了那眼那升起的暗金屏障，通俗易懂的信息名称。方远听着护照外那些群狼们不断叫出的嚎叫声，想起先前眼前所显现的7天无敌保护期限信息，心中陡然间升起一种急迫的危机感。那种危机感宛若将他的头按在古代斩首的断头台上，一柄大刀悬在半空中，随时要落下来将他斩首一样。如今还没有到7天后初始灾难降临的时候，我便已经被一群大灰狼堵了家门。我必须尽快查看我的领地初始兵种是什么，并召唤出来，不然以我如今这领地的荒芜程度，想必不用7天后的灾难降临，我就得在被一群大灰狼的围困下活活给饿死。心中这样想着，方远当即唤出脑海中的领地属性面板。领地名称未命名，领主方远，半生灵物混沌元晶，无法鉴定，无法交易转移。领地等级 LV1， 面积1000平方米，建筑地龙洞地级精英品质加，已具现于小荒山东面洞口。领民 1%， 粮食0，资源普通木材0，普通石料0，升级领地建造建筑所需产物元晶0，提升领地各类建筑以及召唤兵种或提升其等级的根本能量晶体。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方远原本想要看向兵种建筑的目光不由聚焦在了属性面板上那散发着五光十色光辉的半生灵物一栏上。伴随着方远的目光与意念汇聚在那混沌元晶字样所展开的图标上，只见那样是如同他从小便一直佩戴在身上的父母遗物，一个灰黑色晶石吊坠，陡然间射出一道五光十色的光辉进入到他的脑海之中，一道信息面板随之显现于方远眼前。混沌元晶，宿主方远，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无法鉴定，
根据领主已知功能信息暂定此等级。功能：消耗一定元晶，可以无限制强化任何物品，提升到任何品质等级。备注：混沌元晶激活，其宿主可拥有一次不消耗元晶便能无限制提升任何事物品质等级的机会。看完面前混沌元晶的信息面板，方圆喜悦的神情无法克制地展露在面容之上。在大笑几声后，听着那些群狼正在撞击护照的砰砰声，方远的目光当即锁定在了初始兵种建筑的地龙洞信息栏中的加号上。伴随着一道信息提示，各种强化列表瞬间罗列于方圆眼前。使用混沌元晶之能，可以提升地龙洞品质，为以下序列：强化序列1 C 级优秀品质飞龙洞1万元晶；强化序列2 B 级卓越品质巨龙巢100万元晶；强化序列3冒号 A 级稀有品质真龙巢1亿元晶；强化序列6 SSS 级神话品质无上龙巢1000亿元晶。无限制提升次数1。看着那一排罗列于眼前的强化序列，方圆想都没想便直接选择了强化序列6，开局立省10万亿元晶。伴随着方远的强化选择确定，一道璀璨的金光瞬间笼罩方远身下的整座荒山，伴随着整个领地内地动天摇般的动静声响起。与一团金光笼罩，在山顶站得稳稳的方远，其眼前领地属性信息面板建筑一栏原本只是地级精英品质的地龙洞，转瞬变成了 SSS 级神话品质无上龙巢。第二章青眼白龙。当金光散去，天地轰鸣声销声灭迹之后，方远看着身下那膨胀变大到占据整个领地面积大小，如今近乎100米高，自内山体内部溢散出五光十色光辉的山峰，不由无语地骂道：我他妈真傻，我应该先下山进洞窟的，如今我怎么下山进我无上龙巢召唤英雄啊？就在方远这句话音落下后，彻底完成品质强化的兵种建筑信息面板显现于他的面前。无上龙巢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 LV1， 兵种青眼白龙1/10。功能：根据当前兵种建筑无上龙巢的等级，每10日无上龙巢都将自行召唤出一头必定不低于 B 级品质的巨龙会降临，并解锁该巨龙兵种召唤信息。有一定概率召唤降临出含 A 级以上的真龙，并解锁该真龙的兵种召唤信息。解锁该龙中的兵种信息后，消耗一定量元晶，可以召唤此龙中的兵种生灵降临。备注：1. 无上龙巢所召唤降临的龙的等级均为初始的 LV1。2. 领主使用元晶所召唤的龙的等级初始等级亦为 LV1。3. 在无上龙巢的强制限制下，所有龙的好感度初始值皆为80。4. 每提升1级，10日的刷新时间则缩减1天。在看完面前无上龙巢的属性信息后，就在方远的意念汇聚面板上兵种青眼白龙几个字样上的时候，一声嘹亮充满威严的龙吟声自山下龙巢洞窟传出，响彻方圆数公里之地。只见一头体长10余米，一展20-30米，通体银白色，生有锋利健硕4足，龙瞳为暗青色的青眼白龙，双翼震动间翱翔于半空飞舞。在那青眼白龙翱翔半空中，见到方远的身影后，便立即振翼俯冲飞向方圆所在的山顶。砰！当那青眼白龙落至方圆所站的狭小山顶上，锋利健硕的4足盘踞在山顶各处，低下比方远整个人都还要大的头颅俯视着他时，见到自己兵种竟然是这种狂拽酷炫的青眼白龙，鬼迷心窍的方远便想要伸手触摸对方龙首。见到方远这一动作的那青眼白龙，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皎洁光辉。只见在方远的手将要触碰到那青眼白龙的龙首时，对方陡然用龙手顶了他一下。在方圆懵逼的眼神中，他瞬间被顶飞出了无上龙巢的山顶，向着下方100米的山脚之地坠落而去。感受身体那下坠时的失重感，看着眼中越来越大的地面，方远从心的大喊道：卧槽，救命啊！啊呀！就在方圆感觉要全剧终完结撒花的时候，一道银白色的庞大身影自方远下坠的视角中闪过，伴随着方圆感觉自己的裤衩子一紧，视角出现180度翻转的时候，方远已经坐在了青眼白龙的脖颈处，在身下青眼白龙吼吼的怪笑声中，向着占据整个领地面积无上龙巢的龙窟洞口落去。当青眼白龙载着方远平稳降落在无上龙巢洞口后，方远在身下青眼白龙脖子一抖下，便立即飞落在了洞窟中那散发着五光十色光辉的光滑地面上，滑行出去数米远。吼吼吼！听着青眼白龙那怪笑声，方远从光滑的地面爬起身，刚想怒斥青眼白龙刚才的危险行为，其眼前浮现出一道道信息：青眼白龙好感度+3，青眼白龙好感度+6。青眼白龙当前对领主好感度为90，评定为亲密。看到眼前的亲密度信息提示，方远回想起关于好感度的评定信息，当即打消了怒斥还在打滚怪笑的青眼白龙的想法。不同种族不同好感度有不同的表现，而龙族的不同好感度由低到高的表现可分为0
一生必杀之敌。10，我要吃了他。20，讨厌的东西。30，你谁啊你。40，这人能教。50，勉强允许骑我。60，骑我就骑吧，无所谓。70，他怎么还不骑我。80，骑我了，嘿嘿嘿。90，一天不被骑就浑身难受。100，他对我为所欲为了也。看着不远处在欢乐打滚怪笑的青眼白龙一眼，方远无语的叹气一声，感觉自己的这头龙脑子都是有些问题。随后调出青眼白龙的属性面板进行查看起来。兵种名称：青眼白龙，姓名未命名，品质 A 级稀有品质，等级 LV1 1%，好感90，当提升至100将会锁定好感。成长形态：幼年期，10级后进入成长期，30级成熟期，60级完全期。心智性格：6岁小孩，调皮、冲动、贪吃。成长形态：心智、性格随着等级的提升将会发生变化。属性：体魄50，精神50，元力60。A 级稀有品质生灵中 LV1时所能拥有的最高属性值上限160。技能：毁灭白光 A 级，龙啸炮弹 A 级，撕裂风暴 A 级，青铜极光 S 级，极限超体 S 级。看着这头青眼白龙的属性面板信息，尤其是那只是1级便高达160点的属性值总和，方远不由调出自己的属性面板，与之进行了一番对比。方远，半生灵物，混沌元晶，品质 F 级劣等，加消耗元晶可提升，等级 LV1 1%，属性体魄1，精神2，元力1，功法无，技能无，装备红色本命年裤衩，除了结实并无其他卵用。看着自己与青眼白龙相差40倍的属性值，方远表示不愧是特么 A 级品质的种族生物。同时方远心中暗自做了决定，在领地发展走上正规，元晶足够的情况下，一定要将决定它属性值每一级提升不同数量的个人品质提升上去。因为身为一个领主，方远可不想再重蹈覆辙，被所召唤出的其他龙或如今这头青眼白龙给当猴一样玩弄戏耍了。就在方远思考怎么能快速提升青眼白龙和他之间的好感度时，只见原本躺在地上笑累了休息着的青眼白龙突然翻身震动双翼，飞向领地半空，向着领地护罩外那在天空上不断盘旋飞行的一头翼龙模样的怪物发出一声龙吟咆哮。喷火翼龙 LV15。 看着那怪物头顶上显现的信息，方远当即便想要呼喊青眼白龙快点回龙巢，不要冲动。可惜方远终归是开口慢了一步，或者说是青眼白龙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只见青眼白龙见自己龙吟咆哮一声后，他见天空上那与他同等体型的喷火翼龙还不离开后，青眼白龙便以为那喷火翼龙在挑衅他一般，想要入侵他的地盘，顿时心中愤怒情绪翻涌。愤怒的青眼白龙用力扇动双翼，身影瞬间化作一道银白色的红光，转瞬冲出数十米，突破领地上空的无敌屏障，向着那喷火翼龙便是迎面张开了他的血盆大口。咔哧！那头贪恋除龙血脉而来的喷火翼龙，在青眼白龙冲出领地护罩，还未来得及兴奋进行捕食的时候，其尖长的脑袋便被青眼白龙直接一口咬碎，脑浆鲜血瞬间崩溅而出。叮！青眼白龙击杀 LV15 喷火翼龙，领主获得元晶15。在无上龙巢洞窟中，听着脑海中的提示声，不由一脸震惊地说道：“真是牛逼被牛逼开门，牛逼到家了 ！LV1 的青眼白龙居然直接给 LV15 的喷火翼龙秒了，这就是品质上的真正实力差距吗？当真是恐怖如斯！”在半空中确定被自己咬碎脑袋的喷火翼龙，已经彻底死掉的青眼白龙，随即便叼着那喷火翼龙的尸体回到了领地之中，降落在龙窟门口位置，将那喷火翼龙从遍布锯齿的嘴里放下后，青眼白龙蹦蹦跳跳的来到了见到喷火翼龙庞大尸体陷入短暂惊愕中的方远身前，用头顶着方远向那喷火翼龙的尸体靠近，差点再次被青眼白龙一顶而摔倒的方远回过神，立即转身摸着青眼白龙的头，制止住他再顶自己后，向其问道：“你不会是想让我吃了这喷火翼龙吧？”听不懂方远说的喷火翼龙是什么的青眼白龙，但顺着方远手指的方向看到是他先前干掉的猎物后，青眼白龙连连点头，表示方远说的没错，并吼吼的叫2声，表示多吃饭能快快变强变大。因为是领地领主的身份，方远自然听懂了青眼白龙吼叫声中的意思，脸上挂起了感动与高兴的神情。先前心中暗自对于这头青眼白龙打上恶龙标签看法的方远，不由重新刷新了对眼前这头如今看起来还挺可爱的青眼白龙的看法。不过在接下来青眼白龙的行为下，方远表示他先前高兴的属实太早了。第3章原味出售升本奖励。青眼白龙见方远迟迟没有对他眼前
他捕捉回来的猎物动口进食，再看了看方远那较小的体型后，以为方远太小，咬不开他那猎物皮毛的青眼白龙，便晃动着身子来喷火翼龙的尸体前，探头一口咬在喷火翼龙的腹部，伴随着血肉被强行分割开所发出的扑哧声响起，青眼白龙叼出一大块带着肠子的血肉吐在了方远的面前，然后方远就被青眼白龙吐出的带血的血肉落地后所溅起的鲜血给溅射了一身，就跟用血水洗了个澡一样，通体沾着粘稠的血液，浑身散发出浓郁的血腥气。按照身为正常人的方远来说，如此浓郁的血腥气冲入鼻孔体内，理应会让他造成生理不适的。但在方远不小心将嘴边的鲜血吸入口中后，方远的身体居然出现了对于喷火翼龙血肉强烈的吞噬欲望。回想起记忆中关于吞噬怪物血肉能变强的领主指南信息，如今迫切想要变强的方远立即用手捧起身上那如同血红色果冻般粘稠却是甘甜味道的鲜血，放入口中吞咽入腹。在那捧血入肚后，方远顿时感觉全身血液宛若沸腾一般火热，一股强大的力量流淌遍他的全身，滋润他全身的血肉与骨骼。待到方远体内那股源自吞噬喷火翼龙血液的力量被其身体消融一空，浑身火热感平息后，方远立即调出了自己的属性面板进行仔细的查看。在方远的目光落在等级上后，便见到等级的经验值提升3点，如今显示为 LV14100。虽然早就知道了除了用元晶或者修炼功法提升自身等级的经验值外，吞噬强大的怪物血肉亦能提升经验值，但只是喝了一口血便直接给我提升了3点经验值。若是我将这整头喷火翼龙吃了，我这等级不得飞跃式增长啊！就在方远心中这样想着的时候，见到方远喝血的青眼白龙，以为方远只喜欢喝血的他，于是屁颠屁颠的又来到了喷火翼龙尸体旁。喷火翼龙尸体，扑哧血肉撕裂声再次响起，只见青眼白龙的头钻进喷火翼龙的尸体腹部中，大口吸了不少鲜血后，来到了正打算再喝一口血的方远面前。哗啦啦！在方远还没反应过来青眼白龙又要干啥的时候，一道宛若血瀑般的水流自他头顶上青眼白龙张口的狰狞巨齿巨口中流出。嗨嗨！待到青眼白龙将口中的血液吐完，被一层厚重血液包裹的方远从那宛若血池般的果冻血液中钻出，剧烈的咳嗽了一番。坚守忍字道的方远叫停打算再次去吸血的青眼白龙，对其无奈的说道：不要了，不要了，这些就够我吃了，不要再给我喷血了。青眼白龙听完方远的所说后，打量了下方远的身板，见一点都没有变大，连忙摇摇头表示拒绝。然后在方远的惊骇的目光再次跑向那喷火翼龙的尸体。见此，方远只能祭出大招，调出领地内物资表，选中唯一物资喷火翼龙尸体，直接选择了分解的功能。只见原本庞大的喷火翼龙尸体在一道白光笼罩下瞬间消失，化作以每吨为一单位没有皮毛切工整齐的血肉、血液、骨骼，储存在方远消耗1元金，期限为7天临时租的20立方米的随身空间之中。见到那么大一具喷火翼龙尸体从眼前突然消失的青眼白龙，先是瞳孔睁大，人性化的表现出懵逼的神情，随后便急躁的低吼着四处张望，寻找他先前捕获的猎物。见青眼白龙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情绪激动，四处乱转着低吼。方远生怕目前他唯一的战力单位这头有些神经质的青眼白龙失控冲出领地，主动跑到距离领地很远的区域，再去抓一只喷火翼龙回来，然后在半路上被强大的怪物干掉，死在外面。方远便连忙来到青眼白龙面前，为其表演了一番瞬间收纳的本事。方远那一手凭空变物的本事，当即将青眼白龙看呆了。在方远停下表演后，青眼白龙甚至还用头拱方远，让他再次表演，仿若迷恋上了一块块血肉在他眼前消失又出现的感觉。方远在查看再召唤一头青眼白龙需要1000元金后，迫于手头上紧的一批，便只能顺着他目前唯一的战力宝贝龙的心意来了，不断为其进行空间收纳的表演。而方远则一心三用，一边喝着一捧捧鲜血入肚，一边闲来无事的查看起领地面板的其他功能。好友通讯录见到有几个曾经关系还不错的同事所提交的好友申请信息，方远随意的选择了通过。龙夏国区域交易中心、蓝星全人类交易中心2个交易面板上，随着方圆每一次的关闭打开，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物品上传到上面进行拍卖竞价。那些物品奇奇怪怪，其中最先映入方圆眼帘的便是什么原味丝袜、原味内衣等等女性用品。这些东西所拍卖竞价的物品还都是人类生存所需的食物、水等生存资源。而且方远看那原味分类的交易成交量居然与那些人类生存必需资源的排名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对此他心中不由感慨，全球 LSP 中的变态果然还是多。龙夏国交流频道、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这2个交流频道中，又细分着以一个个地级市为单位大小的就近区域交流频道。每个交流频道中，所有蓝星人类领主们都正聊得火热。在方远的观察下，每一个交流频道显示的总人数数据
都在以每分每秒的速度不断锐减着。就拿方远所处的，基本上都是驻江城市人的就近区域交流频道，原本近10万人的领主数来说，如今基本上每秒都会有2-3个数字锐减消失，然后在这交流频道之中，最底下的真人头像便会出现2-3个黑白样式的头像图片。见此，方远心道，这些如今处于无敌保护期的领主们，其死亡速度就如此惊人，那等第一轮天灾降临，岂不是死亡速度更加夸张？对此，方远最大的感触便是打定主意，无需必要，绝不离开领地半步。同时，方远心中对于变强有了更加急迫的危机感，因为不快速变强，等待他的必将如同那些交流频道中头像变成黑白的人一样的结果。就在方远的注意力放在就近交流频道中的交流记录上时，一则出现在全交流频道的公告显现于其眼前。公告：为刺激亿万种族，初始阶段各种族内的领主们积极且加快提升领地等级的速度，率先提升领地到各个等级的领主将获得以下不同程度的奖励。领地率先升到第5级者，每升1级的第1名奖励 B 级卓越宝箱，前100名奖励 C 级优秀宝箱，前1000名奖励 D 级精良宝箱。领地率先升到第10级者，第1名将获得 S 级史诗宝箱，其余前10名奖励 A 级稀有宝箱，前1000名奖励 C 级优秀宝箱，前10000名奖励 D 级精良宝箱。第4章震惊诸国领主。蓝星全人类所有交流频道上显示的公告在维持3分钟时间后转瞬消失不见，而这时属于蓝星种族的各个交流频道中，所有还活着的领主们在此刻对于公告中的奖励纷纷议论不止。江城市就近交流频道，李然，兄弟们燃起来了呀！本作开局 B 级卓越品质的烈焰虎兵种，不说前100名升级到领地第5等级，前1000绝对没有问题。现在投资我，以后我必定带你吃香的喝辣的，好吧？慕容觉又在这里骗吃骗喝，我投资一坨我刚拉的粑粑，你叫以我生爹我就给你。林凡，笑死！本作开局 A 级稀有品质的哥斯拉兵种，你这 B 级卓越品质的烈焰虎兵种，在我面前算个屁，也敢在我面前称尊？在林凡所说的话下面附带着2张图，一张是2米高的 LV1 级哥斯拉实拍图，一张则是哥斯拉的属性面板信息。刘文，我靠，大佬开局居然真的是 A 级稀有品质的哥斯拉兵种，这运气简直逆天了，求抱大腿啊，大佬！叶倩倩语音，大佬，人家人美声甜还会暖床，大佬只要肯带我飞，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呢。语音下附带一张穿着黑丝的一双纤长美腿以及一身旗袍御姐范的美女实拍照片。方远在见到叶倩倩发的实拍图后，便见到下方的交流信息开始剧增，其中以 LSP 中的口嗨舔狗居多。张龙，我靠，没想到居然是曾经江城的第一网红美女叶倩倩，真人居然比视频上看到的还美，姐姐语聊吗？我超会叫哦。王天，在下不才，开局 C 级精良品质的噬魂白虎兵种，叶倩倩美女若是不嫌弃，我倒也能护你1-2。罗风林，好舔，加我一个。我不仅是 C 级精良品质的魔焰星星兵种，还是个帅哥，美女请优先选择我。洛天灵，怎么都是 A、B、C 级品质？难道这频道里就我一个 F 品质的吗？说好的祝好运，我这运气是根本一点不沾边啊！一众此频道成员加10086。看了一会他们越聊越偏的聊天内容，觉得无聊的方远便直接退出了这个交流频道，然后调出先前所看过的龙夏国区域交易中心、蓝星全人类交易中心2个交易面板，看着2个交易面板上升级领地所需的普通石料、普通木材交易量剧增的分类信息。当然，2个交易量剧增的资源，其价格也在2个交易中上逐渐呈直线上涨。方圆转头看了看此时饿了正吃着一吨吨剔骨喷火翼龙肉没心没肺般的青眼白龙一眼，随后他皱眉思索一番，便决定将手中在所有交易中心都未曾有过上架记录的怪物肉，尤其是 LV15级的喷火翼龙肉拿去卖掉，换取升级领地等级除了元晶外所需的木材和石料这2样基础材料。正常来说，这些喷火翼龙的肉绝对属于战略级的提升兵种等级以及领主等级的顶级稀缺资源，常人绝不卖掉。但对于方远来说，这些肉只要他再召唤出几头青眼白龙，绝对不会缺。1000元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而这只能召唤一头根据如今他领地等级降临的 LV1级的青眼白龙，而只用一些喷火翼龙肉便将领地升级以及将无上龙巢升级到5级，所需的木材石料2样资源都筹齐的话，方圆只需要再搞够升级领地和无上龙巢所需的元晶，那么他便可以缩短原本需要10日，在无上龙巢5级后只需要5日便可免费再次召唤降临一头，不论品质还是其初始等级都可能更高的一头龙。这对于7日后所将要降临在各领地的灾难试炼来说，无疑是对方远最有利的选择。至于为什么不无脑提升青眼白龙的等级，这主要因为领地规则的一条限制，领地内的领民等级不得超过领地3个等级，因此提升领地等级是一个绕不开的选项。不过方远心中自有一套，
不拖变强速度的办法，那便是优先提升它如今最强也是唯一的作战兵种单位青眼白龙。只要保持青眼白龙的等级一直在领地等级和无上龙巢等级的3个等级以上，方远便有信心在这场只是蓝星全人类领主们等级提升大赛中至少也是前100名存在。一单位 LV15级喷火翼龙肉交换20枚元金，备选50单位石料，50单位木料，剩余数量10单位。在方远将这样的交易信息在龙夏国和蓝星全人类2个交易中心传货上架后，瞬息间方远这个交易商品引起了早就想说过怪物肉加快且无伤提升他们兵种等级的那些领主们的注意。喷火翼龙肉蓝星全人类竞价交流区，棒子国李俊秀 LV15级的喷火翼龙肉，15级我没看错吧？这才多久就有大佬能干掉这个等级的怪物了？大米国莱昂拉西，我不服，我全球第一国都没有强者能够这么短时间成长到能干掉 LV15级的怪物的程度，这个龙夏国的人怎么可能做到？龙夏国龙鳞选自己不行就说别人不行，大米国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臭不要脸。龙夏国夏文新，买不起就直说，在这里哗众取宠装什么呢？世界格局如今早已经重新洗牌，真以为你还是全球霸主国呀？脑残！小日子国三田一郎，全球格局洗牌，我小日子国的领主们必将登顶诸国第一，成为蓝星全人类领主们的领导国。哈哈哈！龙夏国夏文新，别来沾边，自己岛国有多少人，又有多少是老弱病残的，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还全人类领主们的领导国，可真是搞笑。看着自己挂单下方几乎在传送货物上架存储交易中心的瞬间，便不断于竞价交流区涌现出各国针锋相对的交流评论。再注意到龙夏国夏文新这位真人头像高冷御姐气质十足的黑长直女人回怼其他诸国所发表的毒舌发言后，方远不由嘴角露出一抹笑容道，这女人有点意思，嘴够毒的。也就在这时，他的通讯好友列表传来各国领主们的添加好友信息，转眼添加人数的显示便变成了9999加的字样。对此，方圆果断选择了拒绝一切添加好友的一键设置，将所有人的添加好友信息一律全部瞬间进行拒绝选项。远在距离方圆领地几千里外，一处绿水青山仿若有凤凰啼鸣的领地内，夏文新看着面前弹出的方远拒绝加好友的信息，不由眉头紧皱的呢喃道：这人我必须得想办法将他拉到我的同盟之中，不然之后他必定会成为我征服统一龙夏亿万民众，重组龙夏国的一大劲敌。第5章资本联合，你们也配？全球与方远同名的自然也有，但和方远同名还长得一样的那绝对是没有的。江城市就近交流频道，此频道中的一些闲人在发现群内名叫方远的人与那交易中心出售喷火翼龙肉是同一真人头像的人后，不过瞬息间在此频道中因为方远设置拒绝加好友，频道中的众人便开始疯狂艾特方远，想和方远套近乎，抱方远的大腿。理然，如今升级领地的公告并没有显示有人升到5级，再加上我们降临的时间还不到5个小时，不知道方远兄弟的初始兵种究竟是何等品质等级。慕容觉，没想到小小江城市中居然还有能和我的初始兵种品质比肩的人，我当真是有些小瞧天下人了。张明，楼上别沾边装逼行不？方远大哥的初始兵种品质必定比你强，你居然说他和你比肩，可真是不要点逼脸。你真有那本事就也去狩猎一头 LV 级的怪物啊！叶倩倩语音，方远哥哥，妹妹我好冷好无助，想找一个像你这样能够给我温暖的人，你想让人家干什么，人家都会答应你呢。附图：纤细黑丝美腿，旗袍裙底半遮半掩诱惑图。张龙，姐姐居然这么快想要沦陷他人怀抱了，亏我昨天和你视讯，让你好一顿满足呢。叶倩倩柔弱语气的语音：方远哥哥，这个污蔑我才不是他说的那种女人，你一定要相信我啊。王天，就是，叶倩倩美女怎么可能是那种女人？毕竟我昨天添加她好友都被直接拒绝了呢。罗风林，好舔啊，沸羊羊，我自愧不如。看了眼刚才疯狂艾特他的众人所言，发现是一些毫无卵用的屁话后，方远果断选择了交流频道中消息接收但不提醒的功能。就在方远退出这个江城市就近交流频道后，一则一单位喷火翼龙交易完成的提示信息出现在方远的眼前。在那交易完成的信息中，还显示着作为买家向他留言的话语：尊敬的方远先生您好，我们曾经是全球第一财团的犹大财团，我们希望与您今后达成同盟的合作关系，强联手合作共赢，一同掌控整个交易中心的联合控制权，统治全人类经济的权利。看完留言信息后，方远面色一冷，嗤笑道：犹大财团都全民穿越成领主了，还想搞经济垄断的那一套手段，试图控制蓝星全人类，当真是异想天开。方远说犹大财团异想天开并没有错，因为在这个个体力量便可以超越集体力量的全民领主时代，还妄图搞联合统治其他人的存在，其结果可想而知。
面对那些强者获取的稀缺资源，他们联合起来不妥协，必定会落后于人，然后在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中步入毁灭。而犹大财团如今拉拢强者入驻他们势力的这种行为，无异于与虎谋皮，自掘坟墓。再回了犹大财团，你们也配这个字样后？一则一单位喷火翼龙肉交易完成的信息，随之陆续再次展现于方远面前。再给其中也是曾经全球各大财团表示想和他联盟的那群人全部统一回话你们也配的内容后，方远看着最后2则交易成功的买家留言，陷入到了短暂的沉思。我是夏文心，龙夏国夏求恩的孙女，请您同意我的好友申请。我是龙鳞雪，龙夏国龙泰安的孙女，请您同意下我的好友申请。我有要事相谈。夏求恩、龙泰安分别是曾经蓝星石龙夏国上一届和本届的国家首脑，而龙家和夏家基本上是龙夏国最强2大家族，有着历代轮换国家首脑位置的顶尖权力。这2个龙夏国最强2大家族的孙女想要添加我的好友位，一定是与政治权力相关。方远细细分析一番后，最终念在自己终归是身上流着炎黄子孙血龙夏国议员的份上，从关闭消息提示的好友列表中同意了2人申请。就在方远同意完夏文心和龙鳞雪的好友申请后，方远眼睛余光中的青眼白龙浑身冒起一道金光，这是直接将领地各功能面板全部关闭。方远转头便向青眼白龙看去，只见原本就已经够庞大的青眼白龙在身上金光的笼罩下，全身各处都在延伸膨胀。数秒过后，一头比先前体长多了1米，一展间距多了2米，浑身白银色鳞甲更加光滑璀璨的青眼白龙完成升级进化。青眼白龙好感度+1。好！感受着自身力量变强了的青眼白龙兴奋的吼叫一声，便一个滑铲来到方远面前，瞬间将方远扑倒在地，目露喜悦神情地伸出一条红色舌头舔舐着方远全身。力量上根本不是青眼白龙对手的方远，只能一脸死灰地受着青眼白龙的舔舐，同时心中庆幸青眼白龙的舌头没有像猫一样有倒刺，不然方远感觉自己多半要被这头神经质的青眼白龙给舔得生活不能自理。在被青眼白龙舔了一会，然后对方兴奋地嗷嗷叫唤，向自己讨要喷火翼龙肉再次吃起来的时候，方远这才用手擦了擦脸上的口水，调出青眼白龙的属性面板查看起来。兵种名称青眼白龙，姓名未命名，品质 A 级稀有品质，等级 LV2 6100，好感91，成长形态幼年期，心智性格7岁小孩，调皮冲动贪吃，属性体魄90，精神90，原力100，技能毁灭白光 A 级，龙啸炮弹 A 级，撕裂风暴 A 级，青铜极光 S 级，极限超体 S 级，升1级，总属性值直接提升了120点，不愧是被评为在 A 级稀有品质中最初属性变顶尖的青眼白龙。方远看着青眼白龙升1级所提升的属性值如此之多，心里羡慕的牙痒痒的同时，感慨了一句话后，目光便落在了这头青眼白龙那位命名的属性一栏上。话语今后肯定要召唤出其他青眼白龙兵种，总得给这家伙起个名字才行。青眼白龙取白为姓吧，加上这家伙比较神经质，那就叫他白神好了。伴随方远确定将这头青眼白龙在属性面板上命名为白神后，青眼白龙白神便心有所感，知道自己有了专属名字，而且还是带神字称呼的他，在对方远好感度再加3点的情况下，龙吟一声便在方远卧槽声中再次将他扑倒，和他进行他自以为的亲密玩乐行为。一片遍布山川江河的广袤区域内，一座1000平方米面积大小的领地山峰上，名为龙鳞雪的貌美少女身旁，此时正环绕着2头3米高的双翼白虎。那2头体型不小的双翼白虎正分食着龙鳞雪家族中分配给他的从方远那购买到的喷火翼龙肉。看着逐渐身体散发出金光，开始升级进化的2头双翼白虎，龙鳞雪无奈地关闭了与方远对话的聊天面板，在心中不由猜忌地想到，方远这人多半是在玩欲擒故纵的把戏，好以此来抬高他的身价。随后龙鳞雪看着身旁望向他，双眼中还渴望着要吃喷火翼龙肉的2头双翼白虎，无奈评判道：你们好歹也是 A 级品质中属性顶尖的存在，想吃高等级怪物的肉就赶紧去狩猎升级，到时候怎么想吃多少吃多少好吧。第6章哥布林部落入夜，一轮血红色的月亮高悬苍穹之下，洒落下诡异猩红的光辉，照耀世间。在一直喝喷火翼龙的血将自己的等级终于提升到 LV2 后，躺在爬浮地面睡觉的青眼白龙白神身旁的方远这才调出关于升级领地以及无上龙巢所需的信息面板。领地 LV1 升级至 LV2， 需原金100枚，普通木材100单位，普通石料100单位。无上龙巢 LV1 升级至 LV2， 需原金100枚，普通木材10单位，普通石料100单位。当前领地资源剩余，原金
15普通木材，1000普通石料，500。买我喷火翼龙肉的那些人，居然一个用元金购买的都没有，看来都知道元金的珍贵性。目前就元金没有满足升级条件了，晚上领地外的区域太过阴森诡异，还是等白天再让白神出去狩猎吧。心中这样想着，今天精神高度集中，如今有些疲倦的方远，于是打着哈欠便爬到了白神的背上，开始趴着睡觉休息。至于为什么不在地面上睡，他怕被万一有梦游习惯或者是睡觉不老实的白神不小心一脚踩死或压死。深夜，就在方远一边梦见无数龙女仆环绕自己身边，一边身体不自觉地抬手放入红裤衩内挠痒痒时，一双双猩红的眼睛自他领地外的树林中亮起。在他们走出树林，沐浴在诡异月光的照耀下后，其身形彻底显露了出来。那是一个个手持木质棍棒，其中少数持有着铁剑的一群矮小绿皮侏儒，他们长相宛若恶鬼，丑陋无比。要是方圆此时醒来看到他们身形面貌的话，不用看他们头顶显示的怪物信息，都能猜对他们的名字，惊呼一声绿皮哥布林。那些哥布林是被他们部落的哥布林祭祀派出到部落领地外寻找先前附近响起的雏龙咆哮声所在的先遣战士。他们要在找到雏龙所在后，派回几只哥布林战士通知哥布林祭司，然后在哥布林祭司调动部落中所有哥布林战士到达他们所在地后，一同来狩猎那头雏龙。只要成功狩猎到雏龙，他们便能在哥布林祭祀以雏龙之骨血为祭品所施展的秘术强化下，成为龙血哥布林战士。一旦他们一族部落中的哥布林战士成为龙血哥布林战士，那么以他们部落为中心，方圆上百平方公里内所栖息的一切生灵都将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将彻底奠定他们这支哥布林部落在此区域内的霸主地位，甚至能够有机会再次向外扩张势力版图。就在树林中，一位有别于矮小的哥布林战士体型，有着3米高、极为健硕身躯的大哥布林战士走出幽暗的树林，然后手拿着一枚闪烁着光辉的黄色宝珠，来到了方圆领地前的护照后，确定雏龙在其中的大哥布林战士对身旁的几个矮小手握铁器利剑的哥布林战士用哥布林语说道：“就是这里了，那头雏龙就在这里，你们快回部落告诉祭司大人，让他率领全族战士来围攻狩猎那头雏龙。”就在那几个矮小的手握利器、身穿铠甲的哥布林战士领命刚准备向着身后幽暗的树林中退去时，一个对比他们来说庞大的身影出现在他们头顶上空，将猩红诡异的月光给完全抵挡，带着狂风呼啸声轰然落下。砰！大地轰鸣，尘烟在月光照耀下滚滚飞起。只见在一对10几米长的双翼山洞下，一阵狂风呼啸将滚滚尘烟吹散过后，浑身闪烁着银白色光泽，龙首青眼闪烁着幽光的青眼白龙白神俯瞰着下方一众跌倒在地哥布林普通战士。此刻脚踩着数只哥布林普通战士尸体的白神，嘴里正咬着那头先前拿着宝珠的大哥布林战士锋利锯齿般的牙齿，在其咀嚼动作下正分割着对方的尸体。白神在将那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大哥布林战士2、3口吞了后，被这群哥布林靠近领地吵醒，有着起床气的白神此时正目光悠悠地看着四周跌倒在地，在他强大的龙威气息不敢动弹分毫的一群哥布林战士。嗖！在恐惧的求生本能的驱使下，一个弓箭哥布林战士在白神的身后射出了一支箭矢，射向白神的后背。啪！那支箭矢在飞出的瞬间，连同射出这支箭矢的那弓箭哥布林战士便在白神甩动的冰冷寒光闪烁的银白色龙尾横扫下，被直接拍击横飞了出去，撞在一棵粗大树干上破碎炸裂开。好！本就在起床气的气头上的白神，在刚才那还敢偷袭他的弓箭哥布林战士的偷袭下，瞬间震怒咆哮一声，然后白神扇动双翼飞向半空，接着狠狠地俯冲落下，将一个个哥布林战士给踩成一具具炸裂开的碎尸。待到将那些出现在领地附近的所有哥布林战士全部发泄似的踩成一堆碎尸，白神这才头也不回地飞回领地中，接早就先前商量好的方远过来此地回收可用物资。方远在从白神脖子上下来后，看着满地疮痍炸散到各处的哥布林碎尸，其身体没有生出任何一种想要将之食用的欲望。闻着空气中哥布林碎尸洒满这片大地上的黑红色血液所散发出的如同臭水沟般的恶臭气息，方圆忍住反胃想要呕吐的冲动，连忙摸着那一具具哥布林碎尸，将他们的尸体上架在龙夏国以及蓝星全人类的交易中心上。至于从他们尸体消失后所掉落下来的那些装备，方远再留下几件他能用的后，其余的也上架到了2个交易中心上进行出售。就在身穿一身不合身铠甲，手握铁质利剑的方远打算离开此地打道回府的时候，一道距离他领地荒地很近，与那稀松泥土中散发出的微弱黄色光辉，让扫视四周的方远注意到了。以为是有什么宝贝出世的方远，身上铠甲碰撞叮当作响着，快步来到那片稀松泥土前，用手中铁剑挖土，将那枚并未埋多深的一枚黄色宝珠挖了出来。在方圆手握住那枚出土后散发着璀璨黄色光辉的黄色宝珠时，
其面前出现此物的信息介绍面板：寻龙珠，种类秘宝，品质 C 级优秀，功能寻找百里内出现的龙族生灵位置。介绍：此珠由一位哥布林部落中的哥布林祭祀通过带有龙血气息的水晶用特殊秘法打造而成。备注：此物有着那位哥布林祭祀的精神烙印，请谨慎被远方的哥布林祭祀锁定你的领地位置。看着手中这黄色宝珠的信息，方远不由呢喃道：有意思，这么看来我领地的附近是有一处哥布林部落存在的。如果这哥布林部落并不是很强的话，兴许我在将白神提升到4级后，便可以搞一波大的，将那哥布林部落灭了，筹其升级领地所需的元金。第7章，第一位 A 级附庸领主。就在方远一边做着白神回领地龙窟，一边心中思绪连篇的时候，全人类领主们在看到交易中心所上架的那毒一类的物品情况下，当即又是一阵喧嚣不止。江城就近交流频道，林凡，我靠，本以为这叫方远的大哥白天已经够屌了，没想到晚上居然还敢派手里的兵种外出狩猎，当真是个猛人啊！刘文，方远大哥收小弟吗？你说会道超会舔，求求大哥收下我当小弟吧。叶倩倩娇柔语言，方远哥哥，晚上我这里好冷，能不能来将我带走抱抱我，给我一点温暖呢？罗风林，楼上的越来越骚了，你这算盘敲的都崩子到我脸上了。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棒子国张秀娜方远，欧巴好帅，可不可以通过下人家的好友申请，我有好东西给欧巴看呢？小日子国风莲叶，在棒子国早被财阀玩烂的货色，怎么敢勾引我方远哥哥？达咩达咩哟！小日子国田涛一雄6，身为万千宅男偶像的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句话的？毛熊国俄罗斯坦，狗咬狗真有意思。大米国约翰塞纳，你们在这里闲聊，难道就没有发现那叫方远的人卖的东西都已经被那些曾经在全球有很大影响力势力的子弟秒空了吗？交流频道中原本嘴炮交流着的各国领主闻言纷纷一惊，调出他们的交友中心面板，查看起方圆所上架货物的成交人有哪些。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将方远上架的商品秒了的全是那些顶级家族势力中的人，其中龙夏国朝帮中的画事人都在其中。这充分地说明了宗族势力在这世界格局大洗牌的境况下，依然有着不俗的团结凝聚力，同时表明出了相比于那些单打独斗的领主们来说，除非像方远一样胆大且实力不俗，头一天便敢疯狂狩猎怪物种族，其余领主很难在短时间内在交易中心上购买获得如今那些兵器或怪物肉的高级资源，使他们召唤出初始兵种变强进化。一片清澈的小湖在猩红的月光照耀下显得血红，宛若一处血池。在全交流频道上到处可见的夸赞或诋毁方远的话语，深深让这个曾经身为江城顶级富二代，走到哪里都备受瞩目的心生嫉妒。林凡最终没能忍受住心中争强好胜的欲望，在这个深夜的时候，便带着他的哥斯拉幼崽来到了领地附近外这处不过30几米直径长的林中小湖。看了眼四周寂静无比的环境，林凡不由感觉周遭有些瘆人，将身上单薄的外套裹了裹。哗啦啦，水面发出声响，只见一头哥斯拉幼崽叼着一条30几斤的鱼，向着岸边的林凡游去。看着在水中游荡过来，尤其是嘴里叼着一条鱼的哥斯拉幼崽，林凡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可是不等林凡开口对他的哥斯拉幼崽进行夸赞，试试能不能再长些好感度，他便见到哥斯拉幼崽将口捕获了鱼吐了出去，发出一声怒吼咆哮，其嘴中更是快速亮起一道蓝光，准备释放出一道原子吐息轰向林凡所在的方向。看到哥斯拉的那个样子，心中顿时吓了一跳的林凡当即向着哥斯拉原子吐息瞄准的区域外夺命的快速跑去。轰！就在林凡刚跑出去没有几步之际，一道幽蓝色的原子吐息射线便向着他刚才所站的位置轰然射去。只听一声爆炸轰鸣声响起，跑出去几步，在爆炸冲击波扩散下跌飞出1、2米的林凡回首望去，只见刚才哥斯拉原子吐息攻击的地方，一头身体手臂被消融洞穿，体型达到5米高的狼人正在月光的照耀下，诡异的血红双眼正死死地盯着他。狼人 LV10 血月状态，血月之下的生灵在见到降临无尽大陆的领主后，将会对领主保有极大的敌意与杀意。看了眼那断臂狼人的信息，再看到那狼人身后的树林中陆续出现的5头狼人，尤其是其中一头狼人头顶显示的是狼人精英 LV16 的字样后，林凡顿时感觉心中一凉，心中暗骂和后悔地说道：操 ，LV12 级别的狼人，而且还不止一头，其有一头还是 LV16 的狼人精英，妈的，我这也太倒霉了吧！早知道这样，他妈我说什么都不会带我的哥斯拉在这晚上出领地半步。可是世间难买回头药，面对如此近乎绝境的情况下，林凡最终只能自食他极度的恶果。加起来一共6头狼人，一边盯着正快速游上岸站到林凡身前保护他的哥斯拉，一边充满杀意地盯着林凡。嗷呜 X6！ 在一声声群狼望月长啸下，
身上宛若披着一层猩红月光力量，身体比先前膨胀了1倍的狼人们，身影一闪间，向着林凡以及其身前的哥斯拉幼崽，狠狠地快速挥动利爪攻击了过去。砰！距离最近攻击而来的那头狼人，直接被哥斯拉幼崽以及神龙摆尾，连带着其身后的几头狼人给一同拍飞了出去，撞在一棵粗大树干上。噗嗤！那头 LV14等级的狼人精英随后冲至哥斯拉幼崽面前，强壮的身躯挥动利爪下，只见寒光一闪，一声血肉撕裂破碎的声音响起。林凡便见到他身前的哥斯拉幼崽，坚硬的身体外壳破开一道大口子，鲜红的血肉外翻而出。吼！吃痛的哥斯拉幼崽对那头一击得手便退开的狼人精英发出一声愤怒的怒吼。而此时的林凡早已经吓破了胆子，身躯跌倒在地上的他快速爬起，转身便向着他身后不远处的领地跑去。至于他的哥斯拉幼崽，当然是留下断后当肉盾，帮他拖延回到领地的时间。在哥斯拉幼崽身体不断受伤，依然拦住一只只想要追杀林凡的狼人情况下，最终林凡成功的逃回了他的领地。而他的哥斯拉幼崽在群狼不断的快速围攻然后又推开的攻击下，此时已经伤痕累累，随时将会无力的倒在地面上，被群狼分而食之。不行，我这 A 级稀有品质的哥斯拉兵种召唤建筑，每100天才会自动刷新出一头。一旦他现在死了的话，7天后的灾难一旦降临，我必死无疑，我绝对不能让他现在就死掉。再想到脑海中，一个领主同意成为别的领主附庸领主，签订附庸领主协议，对方便可派兵，是距离消耗一定数量元金，便可传送入驻到附庸领主领地的这一领主系统中的一个功能后，林凡当即便调出那个领主附庸功能，向如今能最快救援来的方远提交了附庸领主申请契约。一旦方远同意他林凡成为其领地的附庸领主，那么林凡也就意味着将自己的生杀大权交给方远。给自己的领地名为无上荣誉的方远，在刚结束对白神用元金进行等级提升这一事宜，准备查看白神如今属性面板的他，一道通过方远先前便设置好的只接收拥有 A 级兵种的领主递交领主附庸申请契约拦截程序的申请契约信息出现在他的面前。看着那道申请契约以及其中对方的紧急真实录像求救诉求，方远看了看身旁升级完后十方亢奋的白神，笑道：有意思，没想到第一个拥有 A 级兵种向我提交领主附庸申请的居然是林凡这个在群里表现很傲的家伙。随后方远便在那领主附庸的申请契约上选择了同意申请。也就在方远选择完同意申请的时候，一则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的语音公告响彻众人耳边。第8章毁灭白光。公告：蓝星全人类领主方远成功解锁第一位拥有 A 级稀有品质兵种领主，选择成为其附庸领主的成就，现以此进行通告。达成评级为 A 级稀有品质的成就，特奖赏方远获得 A 级稀有品质宝箱，以示解锁该成就第一人的嘉奖。伴随着这则通告响起在如今还活着的蓝星全人类领主们耳边，瞬间各大交流频道之中，本来今天就一直是众人讨论中心的方远再次推上了议论的顶峰。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大米国特朗普西 Oh my god， 这叫方远的初始兵种到底有多强？为什么在全球初始兵种排的在 TET 队的 A 级初始兵种领主都甘愿成为其附庸？棒子国叶秀娜，欧巴真是太有魅力了，这就是真正的强者风范吧。小日子国三上优雅，欧巴也是你这种贱货可以教的，请不要侮辱我家的哥哥，谢谢。龙夏国刘文，方远大哥是我的啊，你们不要和我抢。谁有可以让人变性的兵种？麻烦帮我变成女的，谢谢。龙夏国陈秋，楼上的请你注意一下发言，不要让国外的人误会。补充一句，我喜欢伪娘，你变不了女的，穿女装我可以选择给你温暖。龙夏国张国民，楼上说的给温暖，那温暖正经吗？就在诸国领主们在交流频道中议论纷纷的时候，此时的方远看着面前陡然出现的一个青色 A 级稀有品质的宝箱，果断的直接选择将其开启。开启 A 级稀有品质宝箱，恭喜获得英雄转职水晶1，元金1万，稀有木料蟠桃树100单位，稀有石料太阳玄石100单位，随身背包空间1万立方米。由于物品为高级品质产物，已直接存入领主的背包之中，请自行查看。看着面前宝箱开出来的奖励，方圆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顿时震惊的他一脸懵逼。老大，快来救救我的哥斯拉啊，再不然真要死了，到时候我怎么给您干活啊？听着耳边林凡用领主附庸契约的心灵通话功能向他发出的求救语音，方远顿时从刚才巨大的幸福感中回过神，快速调出附属领地的传送面板，在骑上亢奋的白神脖子上后，方远便直接消耗10元金，在一道白色光束从半空中落下将他们笼罩后，白神和方远的身影伴随着那道光柱的快速收缩，瞬间消失在他们的领地之中。群狼环伺，满身伤痕累累的哥斯拉幼崽，此时一只手臂早已经在狼人们轮番针对性攻击下被撕扯掉，
尾巴一时断了一大半。呼哧呼哧，被群狼围攻，进退两难的哥斯拉幼崽不断的大口喘息着。体内能量耗尽的哥斯拉幼崽如今再也施展不出原子吐息，满是一道道划痕的脸，此时再配合他那凶狠的眼神，狰狞无比。可是再怎么狰狞，他如今已步入油尽灯枯之境，随时都有可能在狼人们下一轮攻击中彻底倒地不起。当然，他对于逃走后只在领地无敌护照内叫喊给他加油打气再也没有出来的林凡，好感度锐减了不少。就在那些狼人认为这头哥斯拉幼崽已经可以彻底解决掉，准备发起最后一轮攻击的时候，一道在黑夜中璀璨的白色光柱陡然间自林凡领地上空出现落下，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待到那道光束降临至林凡领地地面，随后转瞬消失，一只体型达到20多米、一展40多米的青眼白龙随之发出一声仿若君临天下般的龙吟咆哮。好！在那一声龙吟声扩散中，林凡和领地外的哥斯拉以及狼人们顿时震惊的一愣。而在他脖子上的方远跳下地面后，白神双翼一震，其巨大的身躯瞬间升空下，在猩红诡异的月光照耀下，他全身的银白色龙甲反射出妖异的银红色光辉。嗖！升空后的白神看向被6头狼人围攻哥斯拉幼崽的方向，在双翼猛然扇动下，宛若箭矢急速飞驰般俯冲而去。啊！6头狼人在见到一头体型碾压他们的龙降临俯冲而来的情况下，围攻哥斯拉幼崽的阵容顿时大乱。他们嗷嗷叫唤着，狼人语翻译便是：撤退！这头雏龙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只有我们的狼王才能与他一战。撤退！我们好不容易搞死了这头高等血脉的幼兽，就这样放弃了？就是要走，我们应该将那幼崽给搞死一起带着。这可是能让我等狼王血脉升华更进一步的高等血脉的幼崽，怎么能如此放手？作为这支狼人队伍中的最强的狼人，狼人精英则最终快速下令说道：库萨、库曼、你们3个被那幼兽的吐息攻击击中过，如今身躯又各处关键部位残废，一会你们便施展血月狼啸2次强化，拼尽全力拦住那头雏龙，而我们则给予那2角幼崽最后一击，将其尸体带回部落。就在那狼入精英安排好后，众狼人领命准备执行时，在下坠俯冲半空中2次加速的白神，以他们预料不到的速度，在他们眼中其身影正不断的放大。狼入精英，都快散开！库萨，你们3个快点施展血月狼啸2次进行！砰！那狼入精英一边后撤一边喊出的话刚一出口，其喊出的声音便淹没在了一声巨大轰鸣之中。借助自身庞大体型俯冲攻击的白神，将其冲击践踏撞击的地面，直接轰出了一个直径长30米、深3、4米的大坑。而在坑中，除去被他在俯冲至地面瞬间用尾巴卷的哥斯拉幼崽外，其余在此范围中的5头狼人，如今浑身骨骼尽碎，身体被一块块石头贯穿的死在大坑中的4臂以及白神的脚下。白神先是嫌弃的将哥斯拉幼崽这个方远附属领地的弱鸡兵种生灵随意的自由落体放入大坑中，随后便充满兴趣的看向那望月长啸，猩红月光汇聚笼罩下，身躯快速膨胀到10来米高的狼人精英身上。吼吼！白神兴奋的叫唤了一声，表示这狼人精英一定比先前吃的哥布林好吃后，便震动着双翼起飞离开地面中的大坑，向着那狼人精英就直冲了过去。当白神转瞬间冲至那狼人精英面前，探出其身前闪烁寒光的2只粗壮手臂前的龙爪，对着那狼人精英双肩抓去的时候，那2次强化过后生命力量快速流逝的狼人精英双目猩红嗜血，看着迎面来白神所探出抓来的龙爪，他的双臂瞬间肌肉一块块鼓动起来，一根根大筋显露其外充满力量的双臂便向着白神的龙爪硬刚而去。砰！在青眼白龙那巨大的体型和吨位的冲击下，那头不自量力的狼人精英其双臂瞬间被白神顶断撕碎，整个身躯被压着地面上滑行摩擦。待到撞断一棵棵大树滑行出一段距离，白神一口将那2次强化的狼人精英脑袋给吃掉后，地面上一道深长的沟渠映入观战的方远和林凡眼中。就在白神觉得那狼人精英肉的味道比喷火翼龙还好吃，打算对狼人精英的尸身再咬上一口的时候，一道充满威压气息的黑雾瞬间自那狼人精英的尸体上漂浮而出，将白神吓得顿时双翼震动，撤离向身后的半空中。而那黑雾如同枯骨之虫般紧跟而去，在半空之中凝聚出一只巨大狰狞的狼手，便是直接咬向即将追上的白神。好！白神感受到一种会受伤的生命威胁感，顿时暴怒地发出一声龙吟咆哮。倒飞着的白神口中快速凝聚出一团璀璨白光，在那诡异黑雾所化的狰狞狼手扑面而来咬下狰狞巨齿之际，轰！庞大的轰鸣声响彻半空，一道璀璨的仿若能毁灭世间一切的白光瞬间自白神口中轰然射出。那诡异黑雾所化的狰狞狼手在白神释放的毁灭白光大招的贯穿下，哀嚎一声，
随后便转瞬消失在了贯穿他轰然射出100米远的那道璀璨白光所照耀的半空之中。第9章，暴走哥斯拉，急速升本。叮！青眼白龙、白神击杀狼人王复魂的狼人精英，以及5只普通狼人获得元金86。在耳边响起这一道领主系统提示声后，方远这才在林凡敬畏的眼神下，快步跑出了他的领地。方远出林凡领地，当然是去收取明显比先前哥布林尸体要完整，也要等级更高些的狼人尸体。就在方远靠近刚才白神轰出的大坑时，一道金光自其中闪烁。方远从大坑边向其中看去，便见到了啃食着一只狼人尸体的哥斯拉幼崽。其在升级后，身体上的各种创伤乃至断肢都在飞速愈合重生。还未等皱眉的方远说什么，见方远从领地无敌护照中出来，从半空中落下的白神见到大坑中自己猎物被偷吃的一幕，顿时怒吼一声：“好！”在看到白神俯冲向那哥斯拉幼崽的画面，方远只得对生气的白神喊出一句：“留点手，别打死打残。”伴随着方远话音落下，一道轰鸣声随之响起，轰轰轰，大地不断轰鸣震颤。从大坑边上观战的方远便见到白神右手龙爪握住哥斯拉幼崽的脑袋，便是抬起落下，来回不断的撞击着地面。面对白神的这一番暴力的攻击，那头从一开始就被砸得头晕的哥斯拉幼崽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当然，要不是白神听了方远的话留手了，在最开始的一击下，白神便会直接用出全力体魄的力量，一击将那哥斯拉幼崽的脑袋锤爆。在砸到那头哥斯拉幼崽彻底不省人事后，白神抓起那头哥斯拉幼崽，便向着在领地中紧张无比的林凡甩了过去，像是在告诫林凡管好他的兵种生灵一样。领地内，林凡看着从天而降飞来的哥斯拉幼崽，想都没想便向着一旁快速跑去。毕竟就他这小身边，若是被如今4米高体重至少2-3吨的哥斯拉幼崽砸到，那可就能直接领归西的盒饭了。砰！一声重物落地的声音响起，跑出一段距离的林凡便看到他的哥斯拉幼崽躺在地面上的一处小坑中，后脑勺朝上肿起一个诡异的大包，不省人事的趴在那里。看着身躯完整只是被揍得昏过去了的哥斯拉幼崽，经历一系列事故的林凡不由自责的叹道：“没死就好，没死就好，都怪我不好。要是我能克制住心中的欲望与嫉妒，也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了。”而这时，安抚好白神情绪的方远则快速的将剩下的所有狼人尸体全部收入他开宝箱所得的大空间随身背包之中。做完这些后，方远这才爬上白神的脖子，飞回林凡的领地之中，落至他的面前。俯瞰着下方浑身狼狈不堪的林凡，方远对其淡漠的说道：“成为我的附庸领主，在享受我的保护同时，自然也需要付出等同于你生命的价值。若如两者不能在我这里成正比，那么就算你有资格成为我的附庸，也会被我当作劣质资产抛弃处理掉。”说完这2句话后，方远没有提出对林凡的任何要求，便在一道白光笼罩下，转瞬消失在了林凡的领地中，回归方远的无上龙域领地。没有提要求便是最大的要求，林凡今后为了不被方远处理掉，那么必定会想尽办法去证明他自己的价值，为方远源源不断的提供他需要的资源。一道白光自半空中降落至方远的领地，随之一闪而逝消失后，方远和白神回到了先前所传送离开时无上龙巢的龙窟洞口。大丰收的方远这才开始唤出领主系统，打开领地面板，查看起他如今这1天1夜的所有收获。领地名称：无上龙域，领主：方远，半生灵物：混沌元晶，领地等级 LV1， 面积1000平方米，建筑：无上龙巢，领民 1%， 粮食：喷火翼龙肉5，狼人肉50，资源：普通木材2000，普通石料1200，稀有木材蟠桃树100，稀有石料太阳玄石100，元金10086。看着属性面板上突然暴富一样的资源数据，方远感慨道：“本来以为还得过1-2天才能攒够升级领地和无上龙巢的元金资源呢，没想到这才过1天就凑齐了，甚至还要多得多。”感慨一声过后，方远便意念汇聚在领地等级和无上龙城上，随之2个升级面板显现于其眼前。意念控制2个面板上的加号，方远将领地和无上笼罩所能提升的等级同时拉动到对称的最大等级后，2道最终定格下来的信息显露于方远的眼前。领地 LV1 升级至 LV4， 需元金600枚，普通木材乘600单位，普通石料乘600单位。无上龙巢 LV1 升级至 LV4， 需元金乘600枚，普通木材乘60单位，普通石料600单位。普通石料终归是少了些，不然我这一波升级绝对能直接将领地和无上龙城等级一同提升到5级。看来只能先搁浅下无上龙巢所能提升的等级，优先提升领地等级了。心中有了决定的方远重新进行领地和无上龙巢等级提升的分配，并直接进行确定提升。叮！
消耗原晶1000枚，普通木材1000单位，石料1000单位，领地等级升至 LV5。叮，消耗原晶100枚，普通木材10单位，石料100单位，无上龙巢等级升至 LV2。伴随着2道领主系统的提升声响起，站在龙窟洞口的方远，只见一片白光瞬间将整个无上龙域领地所笼罩。伴随着那一片白光融入进方圆领地内的每一处角落，只见原本荒芜的领地，除了面积在扩大外，土地在1000吨普通木材用部分元晶力量所提炼出的自然力量滋润下，整个领地都变得充满生机起来。原本稀松的土地，如今纷纷凝实以及肥沃了不少，甚至土地之中还散发着微薄的元力，使这片领地上残留的一些植物种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长着。而在领地最中心的无上龙巢，除了其内五光十色的光辉更甚外，便是它的高度和底座再次拔升拓展了10来米。看到这一幕改天换地般景象的白神，双眼瞪得圆圆的，视线不断在方远和外面的景象身上交换，难以掩饰其心中的震撼。待到领地内的白光融入进领地各处之中，彻底消失后，一则前不久才响起在全蓝星人类领主们耳边的公告声再次响起。而那些领主们在听到公告的内容后，纷纷有一种他们和方远完全不是参与的同一个领主争霸赛的感觉。第10章假蟠桃树，真蟠桃核。公告：蓝星全人类领主方远第一位将领地升级至 LV5， 现以此进行通告。特奖赏方远获得 B 级卓越品质宝箱，以示嘉奖，请其余领主再接再厉。龙夏国交流频道。张秋生将领地升级到 LV5， 初期那些普通木材和石料除外，所需要的元晶便足足要1000枚。而根据击杀怪物所得原点的规则信息，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1级品质的怪物将其击杀，每一等级只会提供相同等级数量的元晶，而击杀D级品质的怪物所得原点则是在前者同级情况下的0至10倍不止。那么方远究竟是如何在这么短时间内筹集如此庞大数量的元晶资源呢？周国华，除了对方的兵种远超我们想要的强大，或者是那 A 级精英宝箱中开出的资源外，我想象不出方圆有什么其他手段能够在1天内获得1000枚元晶。王淑仪，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将领地升到5级，那必然是兵种强度远超你们的喽，不然你们觉得自己能在降临后不久便击杀一头 LV15级的喷火翼龙吗？李长生，想这么多有什么用？我只知道随着他和我们等级越拉越大，到时候下一个成为其附庸领主的兴许便是我们了，当然人间收不收还不一定呢。张秋生，确实如此，想这么多了，我们如今也不能和其分一杯羹，与其想这想那有的没的，抓紧时间提升我们自身的实力才是我们当前最应该想的。毕竟都已经成为了如同割据一方宛若古代封侯封王一般的领主，谁又能在乾坤未定时甘心成为别人的附庸呢？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争他个天翻地覆，称王问帝无人敌。李然，这话说的我都燃起来了，简直比我看博人还要燃，这鸡汤我先干为敬。就在原本严肃讨论方远究竟如何短时间内变得如此强，然后楼歪喝鸡汤的时候，此时的方远正在为之后攻打哥布林部落做准备，给饥渴难耐的白神使用元晶为其进行升级进化。LV1 到 LV10之间，每1枚元晶能够给兵种生灵提供10点等级经验值。伴随着白神从先前的 LV1 级到如今领地生灵所能容纳极限的 LV8 级，他一共花费了280枚元晶。看着如今体长30多米，一展60-70米的白神，因为龙窟无法完全将他容纳，他便带着方远来到了领地内的一处草地，当做他们两个的新家。对此方远只是摇摇头，坐在白神的脖子上，一边看着他啃草丸，一边查看起他升级后的属性面板。兵种名称：青眼白龙，姓名：白神，品质 A 级稀有品质，等级 LV8 1%，好感94，成长形态幼年期，心智性格9岁小孩，调皮冲动贪吃，属性体魄330，精神330，元力340，技能毁灭白光 A 级，龙啸炮弹 A 级，撕裂风暴 A 级，青铜极光 S 级，极限超体 S 级。每提升3级，白神的心智就长1岁吗？等到他的心智达到成年的岁数，也就是说要等他至少33级起步了。看着白神除了属性值暴增外，还有心智年龄随着升级的变化，方远心中随意总结了一句。随后方远这才调出他的随身空间背包面板，查看起先前开 A 级稀有品质宝箱，除了获得的元晶外，其他3样稀有品质的物品。至于那 B 级卓越品质的宝箱，因为已经开箱过一次宝箱，怕自己运气变差开出垃圾的方远便选择将之暂时无视掉，等待明日再开。将意念依次集中在那3样物品的图标上，方圆眼前便有一道道介绍信息面板随之显现而出。 A 级稀有品质木料蟠桃树， SSS 级先天灵根蟠桃树，
第3代果核生长所成型蟠桃树，该品质等级的蟠桃树，每棵初始等级便重达100吨，其灵果千年一结果，吃了可增寿3000。A 级稀有品质石料太阳玄石，一颗太阳破碎后，太阳本源精粹于黑洞力量牵引下所凝聚而成，具备牵引太阳本源之能。A 级稀有品质转职道具英雄转职水晶，使用此物的 A 级兵种生灵能够从兵种单位转化为种族英雄单位，视其本身品质高低，有一定概率在转职过程中提升其品质等级。看完这3样物品的介绍后，方远便意念控制着背包面板，将那3件物品取了出来。砰砰，随之2声轰鸣声在地面上轰然响起，吓了原本吃草丸的白神一跳，双翼震动间快速腾飞到了半空中。要不是方圆反应快，在白神跳起来的时候抱紧了他的脖子，不然他高怕是要被直接给甩飞出去。安抚好白神，重新落至地面上，方远这才在白神小心向前挪动下，靠近地面上的2个2合1的数米大坑。方远拍了一巴掌白神的脑袋，无语的翻身，直接从他低手探头的脖子上跳在了地面。然后方远便快步向那地坑走去，站在坑外边缘，他便见到了在地坑中3个只有拳头大小的事物，正在其中散发着莹莹光辉。方远仔细地对比了下这3样事物与先前物品介绍时的图片间的差异，随即他就发现，除了英雄转职水晶与介绍图没有什么区别外，那说好的蟠桃树居然只是一个大桃核，而那本应该是五光十色、宛若小恒星的太阳玄石，则是一块巴掌大的深红色石头。得亏没有将这几样东西召唤出背包中时选定将之落在手上，不然就我这小身板，不得瞬间双手尽废才怪。心里清醒了下的方远，这才跳入地坑之中，摸向那枚最靠近他的大桃核。在方远的触摸下，那枚大桃核表面上随之显露出了其多种使用途径，以及它消耗多少元晶、混沌之心才能为其进行强化，使其各个使用途径的品质等级提升。种植、筑气、炼药、布阵、吞服5个使用途径中，除了吞服外，其他与其字面使用途径意义基本相同。吞服，兵种生灵直接将此物吞服，正常情况下获得大量升级经验外，还可能促进该生灵觉醒特殊能力，一定概率促进其品质等级进化。一旦该生灵品质等级处于进化状态，此物所有能量都将用于推进品质等级进化，将不再具备增长经验值效果。第11章，被龙少女扑倒。普通木料除了建造一些建筑外，其最大的用途便是结合元晶中的力量所提取出的具备丰盈生机的自然原力。而拥有最低地级精良品质的木料，其用途便可以是用于种植，或者是炼制灵宝、灵符，乃至炼丹、布置阵法。同样的，拥有最低地级精良品质的石料，其中一些矿石产物便可用于炼器，一些具备特殊功能的石类产物更是可以用于打造坚固不可破、具备种种神异威能的战舰飞舟。在看完那蟠桃树桃核的各种使用途径，以及用混沌之心进行强化所需元晶之庞大后，还未等方远将那蟠桃树的桃核收回空间背包，一颗硕大的银白色龙脑袋出现在他身旁。白神拱了下方远，并嗷嗷叫唤着，表示想要那吃掉那颗蟠桃树桃核以及英雄转职水晶。在白神表示蟠桃树桃核和英雄转职水晶他吃了能够变得更强，甚至觉醒特殊能力，品质更是有概率能够升级的情况下，方远思索了一番，摸着白神的脑袋，对其极为宠爱地说道：行吧行吧，作为你最亲的人，你想吃的话，我怎么能不给你吃呢？去吃吧。伴随着方远的话音落下，对于方远这种能将他种族天赋所认为的稀世之宝都随便给自己吃的白神，在瞬间对于方远的好感度直接提升了6点，达到了好感度满值的100点。就在方远一副得逞的表情，且心中有些意料之外，震惊好感度一下子满值了的情况下，白神已经张口就将那坑中的蟠桃树桃核和英雄转职水晶连同坑中的一些泥土一同咬在了嘴中。也就在这时，一团璀璨的金光瞬间自白神的龙身上释放，照耀整个深夜下的方圆领地。而那身为金光放射源的白神，此刻全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变大，甚至一些骨肉结构都在发生剧烈的演化。在方圆紧盯着白神的体型变得越来越大，超越50-60米长，甚至还在变大的情况下，收回太阳玄石回，果断向着远处的草地跑了过去。方远怕自己要还待在那地方一动不动，被体型变得比先前庞大了许多的白神在此时神智朦胧的进化蜕变状态下，不小心碰到他，给他碾死。就在原本笼罩整个领地的金光开始收缩，最终完全归于白神体内之际，白神的进化蜕变到此也就结束了。只见方远面前100米外的白神，如今体型近乎100米，背后肆意展开间距200多米，通体银白色的龙甲各个部位宛若天生掠食者一般狰狞无比，银白色的龙甲外上还散发着流光四溢的绚烂光晕，整体看上去简直神异无比。吼！一声恐怖龙吟声
自如今酷炫无比的白神那巨大龙首口中传出，响彻方圆数十里区域。砰！就在白神迈动一脚，使地面轰然震动一下，并令100米开外的方远都不由身体一晃，险些翻倒时，意料到如今自身质量远超领地内大地所能承受极限的白神，当即停下了向方圆走去的想法。只见一道银白色的光团完全笼罩住白神如今的庞大身躯，待到那团光在维持2-3秒就炸散开的时候，方远便见到漫天银白色宛若纯洁羽翼的光辉四处飘散。而在先前笼罩白神的银白色光团所炸散开的中心半空处，一名浑身雪白如玉，身穿银白色连衣长裙，裸露出完美线条的小腿玉足，满头银白色长发飞舞的少女，自半空中展开4道银白色的光翼，直接迎面飞向方远。看着清雅绝美的少女于这如梦似幻般的光雨中自半空向自己飞来的身影，方远在短暂的懵逼愣神后，回过神的他惊讶地自语道：这不是只有怪物类兵种生灵在 LV 时候才能有的化形吗？我记得白神如今最高只能升级到8级才对，难不成吞噬那2样物品能够打破规则限制？呢喃自语地说完这2句话后，还未等方远调出白神的属性面板进行查看，扑通！方远被迎面而来白神所化形的龙少女给直接扑倒在地，脑袋直接撞在草地上，眼睛紧闭着，感觉有些吃通的方远嘴里嘶了一声后，便想下意识地伸手摸他脑袋，但就在他双手微微抬起时，白神一双雪白如玉的双手也抬了起来，然后一把抓住了方远抬起的双手手腕，给直接扣在了方远头顶处的草地上。这一番场景瞬间变成了清雅绝美白毛少女骑在破旧铠甲男腰间，尚未强制束手在地的画面。在白神身上所散发出的一道流光四溢的光晕照射下，头疼很快消失的方远这才睁眼看到与他眼睛对视着的面容清雅绝美的白神。看着白神那紧盯着他的那一双宛若星辰般璀璨的青眼，方远咽了咽嘴里的口水。作为一个男人必然心动了的他，有些紧张的随口扯个话题问道：白神，你现在的身体状态如何？白神歪了歪脑袋，白里透红的小嘴张了张又闭上，数秒后一道清纯御姐音控福利党狂喜的声音自己白神口中说出：人类的语言是这样说的吧，我现在的身体状态除了很饿以外，其他各方面都比先前要好上很多。听完白神说的话后，方远这才说道：这样啊，没有什么问题就好，你既然饿了的话就先开我下，我给你拿吃的。白神听到方远要拿吃的给他，面容展露一笑，便听话的从方远身上挪开了身子，盯着方远的脸就那么一直笑着。看着白神那张顶级纯欲绝美的脸上所展露出的宛若春风拂面的笑容，方远微微愣了下神后，便连忙将空间背包中还储存着的喷火翼龙肉和他操作领地资源面板分解处理好的狼人肉纷纷意念控制取了出来。很快20-30吨的怪物肉便堆积在了两眼放光的白神眼前。吼吼吼，太棒了！下意识用龙语说了一声的白神，在一旁方远的示意下，抬手抓起一块数百斤重的肉块，便直接张口飞快地啃食了起来。看着宛若绞肉机一般略显恐怖的正飞快进食的白神一眼，方远这才调出白神的属性面板，仔细地查阅了起来。在调出白神的属性面板后，方远顿时瞪大了眼睛，大有一副表示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的样子。第12章气得跳脚的夏文星。英雄种族名称：青眼圣光龙，姓名：白神，品质 S 级史诗品质 S 级是品质高低，1级基础属性区间 160-320， 等级 LV8 1%， 好感100，成长形态幼年期，心智性格9岁小孩，调皮冲动贪吃，属性体魄430，精神430，元力440， S 级是品质高低，每级提升属性值上限为 70-140， 技能青铜神光 SS 级，极限超体 SS 级，治愈圣光 S， 自然掌控 S， 撕裂风暴 A。 这属性总值要是原来品质等级的白神，估计得12级才能比如今这高达1300点的属性值要多一些。最主要的是，本就是 A 级稀有品质中最高极限品质的白神，在晋升后居然依然能够达到 S 级史诗品质中的极限品质。方远看着白神那达到 S 级史诗品质，当前等级所能达到的该品质最高属性值，心中震惊不已。震惊过后，想到限制白神当前等级的领地等级，方远不由调出了相比于龙夏国交易中心要大上不少倍各种资源交易体量的全球交易中心面板。然后当方远再看到木料、石料这2种类别的资源在全球交易中心面板上都为空后，顿时静默了一下。尤其是方远在刷新了面板页面，发现一个刚上架的 0.5 单位的木料瞬间被买走后，顿感无语。看来想要单独购买那些领地升级的物资是想都不用想了。那些曾经在全球顶尖单独势力家族居然还能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
当真是那些中层领主们想要发展变强的一大阻碍。这样想着，方远不由转头看了眼，不过数分钟便炫了数吨怪物肉的白神一眼。心有所感的白神手拿着一块血淋淋的大肉，进食状态下牙齿呈现锯齿状的白神顶着一张带血的尖牙纯玉脸与方远对视了一下。见方远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的白神与方远对视了一眼后，便又继续炫起了如今令他感觉并不能快速饱腹的低级怪物肉。被白神纯玉的样子吓了一跳，但已经练到面不改色的方远，在白神转移目光再次炫肉的时候，这才伸手抹了下额头的冷汗。操，老子怕什么？好感度达到100，我可是能对他为所欲为的呀！这么想的话，一会补觉是不是可以直接抱着白神睡？就在方远这样想的时候，他面前的蓝星全人类交易中心面板上陡然弹出一道视讯信息：夏文心，这女人给我打视讯干嘛？被打断某种逐渐向邪恶向发展思绪的方远，看着面前夏文心打来的视讯弹窗，皱眉低声说了句，便直接将那好友才能打的视讯给挂断。接着，方远调出好友面板页面，便见到了好友列表上一个个好友留言基本上在10加以上，从上到下排在最顶上的便是发送信息留言最多的夏文心，发送信息数达到了100加。先将那些一开始同意好友申请，如今头像已经变为黑屏的好友删除列表。方远这才点开对他发着信息，让好友通讯面板滴滴响着的夏文心的头像进入到和他的聊天对话框中。入目的便是夏文心的一条条复制粘贴的话：方远，看到信息请回我下，我有要紧的事情与你商量。看到这句话的方远大有一种一直问在吗，但不说找你干什么，大概率找自己借钱的感觉。滴滴，看着又发了条相同信息过来的夏文心头像，方远心中有种想将他给直接删掉的冲动。不过在想到对方的身份，兴许真的有什么与自己相关的信息要说，方远便在聊天对话框中用意念写字回消息道：在，有事直说，不要废话。凌晨深夜，一处绿水青山的领地内，一棵梧桐树于一座最高的山尖上屹立，其上有着一只火凤凰中的楚火凰，在树上的树叶巢穴中蜷缩休息着。而在那棵梧桐的树下，夏文心此时正不断的给刚才挂断他视讯证明上线了的方远进行复制粘贴的信息轰炸。在看到方远所回的信息后，夏文心面色一喜的同时，手指不由握成拳紧了紧。这混蛋给他发了100多条信息，可算是回我了。心里骂了句的夏文心很快便将早就想好方远若是给他回消息了，自己该说什么话吸引他的一段话给发送了过去。方远您好，很高兴能得到你的回复，与您的领地能够更加快速的升级有关，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合作。看着面前夏文心那抓住他当前心中迫切想要解决领地升级问题的这关键点信息，不由来了兴趣，回道：怎么个合作法？夏文心，我出领地升级所需的资源，以双倍的价格购买您挂单在蓝星全人类交易中心上所出售的一切物品。方远，虽然交易中心直接出售的物品在出售规则的约束下，定价不能超过指导定价的3倍，但可别忘了出售的物品还可以选择拍卖的模式。你认为就我所卖的东西，其价值在如今所有人都还未发展起来前，就只值我挂单定价的2倍吗？夏文心，我们都是龙夏国人，出价在你挂单价格的2倍，已经相当于让你赚6倍利润了，看着同为龙夏国人的份上，知足吧。方远，在当前全人类各国人都无法100%自保的情况下，我很难理解你是以什么样的想法对我说出这样一句话的。如果你是想对我进行道德绑架的话，我只能对你说，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聊下去的必要了。梧桐树下看到方远所回到的那句话，夏文心大骂了一声国贼白眼狼后，便回道：抱歉方远，我并没有想要对你进行道德绑架，我先前只是一时间口误，还望见谅。既然您对我所提出的条件不满意，那么请你说出的你出售的物品与我进行第一优先级交易的条件。然后在夏文心等了10分钟都没有见到方远的回复，他试探地对方远进行视讯，发现视讯反馈说方远未在线后，夏文心高冷的脸上露出气愤的神情，一拳便打在了身后的梧桐树上。那棵数10米高的梧桐树在夏文心的一拳下一点动静都没有发生。在那拳落在树干上发出砰的一声中，鸟窝巢穴中的雏黄不由探出了头，看向了此时正抱着手一脸痛苦面具跳脚的夏文心。第13章再次召唤出兵哥布林部落。方远为什么突然关闭面板不回夏文心消息了？这是因为他再次被白神给扑倒了。看着怀里将所有怪物肉吃完吃饱了后，便将他再次扑倒，蜷缩在他怀里睡觉的白神。方远抬了抬无处安放的手，最终手放在了白神如光滑如玉般裸露于银白色长裙外的肩膀上。在白神随着方远的手落在他肩膀上后，很微妙地动了动身子，满色银白色长发的头顶着方远下巴，上身娇躯贴靠在方远的胸膛上，而下身则抬一条纤细完美的长腿搭在了方远的腿上。闻着白神那银白色长发间所散发的发香，方远顿时感觉全身都不由放松了下去，
整个人的灵魂意识都仿若陷入到春日暖阳的包裹之中。在那种令全身心都无比放松的状态下，折腾了一天的方远根本来不及想些比较 H 的东西，很快便进入到了梦乡之中。直到第二日的大上午，方远这才刺眼的阳光下从熟睡中迷迷糊糊的睁眼醒来，感觉到一只手正握着一个柔软的事物，他下意识的捏了一捏。当方远睁眼看向自己所捏的事物是什么后，手顿时一顿，在白神那不解的眼神中，若无其事的从其连衣裙中将手抽了出来，然后表面没有丝毫面容波动，内心悸动无比的方远便从草地上直起身，闭眼回想起凌晨深夜梦中所梦到的那不断捏着手中白色软球的梦境画面片段。手下意识的握了握，方远这才睁眼看向身旁静坐起身，睁着一双银白色宛若星辰般眼睛，一直盯着他看的白神。咕噜噜噜，一阵肚子饿了的咕噜声随之自白神的肚子处传了出来，进入方圆耳中。我饿了，主人。听着白神那御姐音的声音说出拉长音的主人两个字后，方远顿时身体一阵酥麻。就在方远立即打开空间背包，打算拿出怪物肉给白神进食的时候，他看着除了一个 B 级卓越宝箱和太阳玄石外，空空如也没有任何肉食的空间背包，顿时想起来那些怪物肉在昨天的时候便已经被白神给吃光了。想到这，方远思索了一下后，对白神认真的说道：这附近有一座你昨天深夜所杀的绿皮怪物们的哥布林部落，其中哥布林祭祀有很强的实力等级，应该很符合你当前的食物所需。为了确保你的安全，我会再召唤2头属于你青眼白龙种族的兄弟姐妹们降临，和你协同去那哥布林部落一起作战。听到方远说要召唤他同种族的兄弟姐妹们降临，白神起初是欣喜的露出笑容，随后很快便流露出了对于方远这本属于他翼龙的主人那不舍与纠结的委屈神情中。好感度达到100，能感受到白神心意的方远当即想到了白神这副模样的原因，连忙安慰道：你是我的第一位召唤出的龙，不论今后我会有多少多强的新召唤的龙，你都将是我独一无二的宝藏，绝不会冷落无视你的。在听到方远那满是认真与坚定安慰他当前情绪的话后，对于方远所说的话，如今有着100%信任的白神这才不再是刚才那副人见人怜委屈巴巴的神情。在不断的点头回应方远知道了情况下，白神这才逐渐展颜笑了起来，摸了摸笑起来无敌清纯可爱的白神那顺滑无比满色银白色长发的小脑袋，方远这才笑着调出无上龙巢的属性面板。无上龙巢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 LV2， 兵种青眼白龙1/10，下一兵种随机召唤倒计时7日10小时，每提升1级缩短1日。将意念锁定在兵种一栏青眼白龙这4字上，方远面前转瞬便出现了该兵种的召唤的页面。没有所谓的高低级召唤，属于青眼白龙的同一龙种的兵种召唤只有1000元金召唤一次的唯一选项。召唤出来的兵种青眼白龙，其品质等级依然还是在 A 级稀有品质中最顶级的存在。伴随着2000元金的转瞬消耗，方远的元金余额在显示剩余6706数的同时，领地内那无上龙巢的洞窟陡然间释放出璀璨的青色光辉，伴随着那青色光辉在闪烁3秒后转瞬消失，2声宛若当初白神降临所发出的龙吟声自那洞窟中响起。只见2声龙吟响彻过领地后不久，2头10几米体长的青眼白龙从无上龙巢的龙窟中飞出于半空中翱翔。那2头刚一降临，由于无上龙巢等级的缘故，便有着初始 LV2 等级的青眼白龙，在空中翱翔了数秒，在一股强悍的同族龙类的龙威席卷下，他们连忙降落到了他们的主人和种族英雄的白神面前。看着匍匐于他和白神面前的2只青眼白龙，方远再又消耗540枚元金后，那2头青眼白龙转眼便也提升至了 LV8 的等级。为了省事，懒得想明且为白神心中打下宠爱的印象，再给这2只没有转化为英雄单位的青眼白龙兵种生灵，起名为白1和白2后，方远这才对他们下令道：先去捕食你们觉得能够填饱肚子所需的食物，然后再一同去寻找那绿色哥布林部落所在的具体地点，将他们全部干掉。如果你们觉得有危险的话，在我通过与你们间的心灵感应下达撤退命令后，一定不能上头，要及时撤退，听懂了吗？见众龙点点头表示听懂了后，方远这才转头看着白神说道：那就立刻带着他们去执行任务吧。如果顺利覆灭了哥布林部落，白神你到时候要回来接我一趟，去那哥布林部落摸尸，好换取能够将我们领地等级提升的资源。白神，好的主人。在说完所有要交代的话后，方远这才对众龙挥挥手，准许他们离开领地去执行任务。呼，狂风呼啸，白神重新变形，显化出真形，巨大绚烂的龙身展开在空中，能够遮盖数百米区域的4翼。他带着与他先前 A 级稀有品质 LV8 等级时体型相差无异的2头青眼白龙白1白2，在空中震翼山洞下的狂风下，转眼化作3道银白色长虹，从方远的领地中飞出，向着领地外那茂密的森林中飞去。
也就在方远通过领主与满好感度的冰种生灵所能够产生的心灵感应能力切换到白神的视角观察领地外树林环境时，林凡那有别于好友可屏蔽的附属领主视讯，在不久后便打了过来。方远在选择接受视讯申请，那面前的视讯面板还未显示出画面的时候，他便听到了林凡高声喊道：“主人救命啊！我的领地被上百只狼人给围攻了，根本出不去获取您所需要的资源，求您再次出手救援一下。”第14章叫板白神的哥布林祭司。接通林凡打过来的视讯后，方远一眼便看到了林凡背对着的领地护罩外，此时正聚集着一头狼人。伴随着林凡在他领地上的小山上转动一圈，方远粗略地扫了眼下，便见到那领地护罩外有着将近100-200头狼人，将林凡的领地给团团围住。看着林凡这一副凶多吉少的领地外的场景，方远心中感应了下白神他们如今已经飞出40公里之外了后，便对林凡留下一句现在没空的话后，直接挂断了通讯。心灵感应重新回到白神的身上，透过白神那广阔的视角，方远见到了距离他们这支3龙队伍1公里外有着一座规模不小的村寨。在那村寨中，有着一个个绿皮哥布林，宛若蚂蚁一般在地面上走动着。就在白神他们靠近哥布林部落还有1里地的时候，一个个在哨塔上发现白神3条庞大体型龙影的哨兵吹响了作为全部落进入警戒状态的号角。从一个山洞中被一众4-5米高大哥布林战士抬着轿子出来的哥布林祭司抬眼看向空中那越来越大的龙影，扑通！在看到白神那庞大体型的瞬间，只觉得一头 B 级巨龙降临的哥布林击杀，顿时感觉心跳一紧，扑通一声。丑陋的面容上流露出恐惧的神色，身上带着的一条条兽骨项链，在他心中一紧缓和的大口喘气下，正哗啦啦地碰撞着，发出一阵宛如脆铃的声音。手里拿着一柄魔杖和一颗紫色水晶球的哥布林祭司，在呼吸缓和过来后，跳小轿子，站在高台上的哥布林祭司连忙对着四周围拢聚集到一起，站到这高台前广场上的一众哥布林们，严肃且充满振奋哥布林们情绪地说道：“我部的哥布林的战士们，一头近乎成长期的巨龙正在来袭，拿起你们的武器，拼尽一切的杀了他吧，以那头龙的鲜血与尸体，成就我们这支哥布林部落的无上荣耀。”伴随着这哥布林祭司的话音落下，一道名为无畏之战的军团技伴随着哥布林祭司手中的魔杖扩散出的橙色光辉笼罩在了如今广场上的所有哥布林战士身上。那些大小不一的哥布林战士们纷纷发出了兴奋的嚎叫声，陷入到了无所畏惧的癫狂状态中。其中属于他们哥布林部落，除了哥布林祭司外，另外一位英雄单位的巨剑哥布林英雄，此刻更是发出一声威严充满气势的咆哮声，举起了他手中那把与他同高的7米巨剑，死死地盯着天空上白神3龙越来越近的身影。而哥布林祭司此时则偷摸地带着他的一众大哥布林护卫回到了他先前出来的山洞之中。通过那山洞之中一处隐秘被遮挡的洞穴，这部落的哥布林祭司带着他的护卫们便急迫地向着洞穴连通的一处偏远山口逃去。一边急迫地通过洞穴密道逃着，那哥布林祭司心中一边想着，明明先前预知术显示的只有一条雏龙而已，怎么一下子出现3头皆在成长期左右的巨龙？心中这样想着，那哥布林祭司便拿着手中的紫色水晶球，再次施展出一道关于附近龙的预知术。当得知预知术显示的人为雏龙，且是3头雏龙之术的时候，那哥布林祭司顿时眼中充满了贪婪的欲望。不过在死亡的恐惧下，他的那欲望很快便压了下去，口中惊讶地感慨道：“没想到居然是3头在 A 级稀有品质等级的真龙种的雏龙，怪不得这体型能够堪比那些 B 级卓越品质等级的巨龙种的成长期巨龙。”也就在这哥布林祭司感慨过后，砰！轰隆隆！一声巨大的轰鸣声自他头顶上的山体响起，随之而来的是洞穴密道在不断摇曳中出现崩塌的状态。洞穴密道要塌了，所有护卫赶快给我原路退回去，快点退，不然我们都得死在这地下。在那哥布林祭司急迫地催促着身后的护卫们抓紧时间向着原路返回撤退的时候，他们来时的洞穴密道陡然间坍塌，没有退路的哥布林祭司站在原地，当即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随后便开始念诵着一道道咒语，抬起手中顶端魔石散发出绿色光辉的魔杖，便向着他头顶上的洞穴密道顶部指去。一道绿色光束击中洞穴密道的顶部，化作一道绿色光纹扩散。转眼间，那密道上遍布出了万千藤蔓，将一块块地底岩山挤碎破开，向着上方的地面钻去。而那哥布林祭司与一众护卫在看到头顶上方20多米高，便可以见到太阳光的时候，皆是不由一惊。哥布林祭司看着头顶上那遍布藤蔓的大洞上的景象，不由震惊地对四周的哥布林护卫们疑惑地问道：“山呢？原来在上面的那么大座山呢？”就在他话音落下之际，一柄7米巨剑从他头顶上的洞口落了下来，咚当，巨剑落在了哥布林祭司后退几步前不远处的洞穴地面上。看着那柄从天而降的无比熟悉巨剑，哥布林祭司以及其一众哥布林护卫，
他们感受着空气中由他们头顶洞口地面上所弥漫下来的强大威压，皆是不由自主地缓缓抬起头，看向了头顶上大洞的出口。只见那大洞的出口，此时正有一头散发着绚烂流光的巨大银白色龙首，而那龙首此时嘴里正叼着他们上半边身子露在外面的巨剑哥布林英雄。咔嚓咔嚓，两声咀嚼声自白神的口中响起，巨剑哥布林英雄随之彻底消失在了地底洞穴中哥布林祭祀以及他的一众护卫们的眼中。俯视着那坑洞下的一众哥布林，白神的目光最终锁定在了那哥布林祭祀身上。不等那与白神对视上后，吓得有些手抖的哥布林祭祀施展什么术法攻击白神。砰！轰隆隆！在一阵宛如地动山摇般的轰鸣声中，一只10几米大的巨大狰狞龙爪破开了这一众哥布林们头顶的层层岩石，一爪便向他们抓了过去。知道此时再不出手必死无疑的哥布林祭祀连忙施展其一道禁术，伴随着一道道诡异的黑雾涌入那些哥布林护卫的身体之中，在数息间将他们吸干后，张嘴将一道道黑雾吞噬入体的哥布林祭祀，一道道诡异的黑色纹路浮现于他的体表，其身躯随之快速膨胀变大。哥布林祭祀从一阶瘦弱法师，不过转眼间便成为了一尊10米高、健硕无比的哥布林战士外貌。感知着自己充满力量的身躯，哥布林祭祀膨胀的向头顶上方的白神发出一声像是在叫板的咆哮声。第15章灭杀部落奖励，开双宝箱暴富。听到哥布林祭司的那一声对自己叫板的咆哮嘶吼声，白神落下的那一只巨大的龙爪陡然间力量暴增，瞬间挤碎那剩下的10米深的岩石，向那哥布林祭司由抓的动作改成了拍。砰！一声地动山摇的巨响声自白神拍下一爪的地底中响起。在白神抬起他的那一爪时，其爪心中央粘着一具炸散万千不成样子的血肉残骸，从那血肉残骸中依稀可见镶嵌着一只魔杖和一颗紫色水晶球。由此可以推测出这具如今宛若一张血肉大饼的尸体，其主人正是先前施展禁术变强膨胀的哥布林祭司。翻爪看着自己掌心中那哥布林祭司血肉残骸中蠕动的诡异黑色纹路，白神一脸嫌弃地将那尸体中的魔杖和紫色水晶球扣出后，那一堆血肉残骸就被白神随手甩到了地面上。在白神口中的一道白光喷射下，哥布林祭司那诡异扭曲的血肉残骸瞬间灰飞烟灭，化作尘埃消散。看了眼正在大快朵颐的白1、白2，白神扇动庞大的4翼飞起半空，越过一座近乎整座山峰被推倒破碎的山石，飞回领地去接方远过来。当方远把玩着白神带给他的魔杖和紫色水晶球，乘坐着他降临到这座如今满目疮痍的哥布林部落时，地面上较为完好的哥布林尸体几乎都已经被白1、白2给吃了个精光。至于那些残尸残骸以及地面上那随处可见的一件件兵器，方远自然没有眼高手低的将之一气放过，统统全部收集进了空间背包里，随后上架到了蓝星全人类交易中心中进行拍卖出售。拍卖出售虽然卖的速度要慢上很多，但如今在确定没有其他人登顶5级领地的情况下，方远自然也就没有那么急切的选择根据交易中心的指导定价而进行定价出售。就在方远路过一座废旧的草屋，在化作少女的白神陪同下打算进入其中搜刮一番时，只见白神美丽的双眼目光一凝，陡然间松开抱着方远的手，化作一道银白色的残影冲入那草屋中。方远紧随其后连忙跟上，便见到白神数拳挥动下，几只哥布林和其怀里抱着的小哥布林瞬间被隔空轰击成了碎尸残骸。在那些碎尸残骸的身后，可以见到将草屋中那木板墙壁轰穿，印在其上的数个脸盆达到全印。也就在这几个哥布林被白神击杀，方远脑海中随之响起击杀奖励多少元金的播报时，一则若再次响彻于蓝星全人类脑海中的公告声响于方远的脑海中。公告：蓝星全人类领主方远成功覆灭一座哥布林部落，解锁部落首杀的成就，现以此进行通告。该成就评级为 B 级卓越品质，特奖赏方远获得 B 级卓越品质宝箱，以是解锁该成就第一人的嘉奖。公告声结束后，方远面前一道光柱从天垂落，穿透草屋降临他身前。随着那道光柱的消失，一个闪烁着绿色光辉的宝箱随之显现于方远面前的地面上。看着面前散发着绿色光辉的 B 级卓越宝箱，方远不由想起来那放在空间背包里的另外一个准备留在今天开启的同等级宝箱。方远伸手摸了摸走到他身前，好奇地打量着宝箱的白神的脑袋，蹭蹭运气。蹭的白神转头看他露出疑惑表情的时候，方远这才将他空间背包里另外一个 B 级卓越宝箱给取了出来。看着面前两个摞在一起的 B 级卓越宝箱，方远的意念汇聚在那两个宝箱上所显示出的是否打开的选项上。方远控制意念在那选项上确定打开后，两个宝箱便化作无数绿色的荧光，转眼消失在了方远的眼前。随之出现的是他面前的一道道奖励信息：开启 B 级卓越品质宝箱2，恭喜获得 B 级英雄转职水晶2，元金1000，
B 级木料紫金铜木100单位 ，B 级木料血髓灵道10单位 ，B 级石料运神石100单位 ，B 级石料九幽阴石100单位 ，B 级功法血杀诀，随身背包空间1000立方米。由于物品为高级品质产物，已直接存入领主的空间背包之中，请自行查看。看着面前的面板上所显示出的开箱获得的物品，方远感慨道：“还真是丰富呢。”感慨一声后，方远这才调出空间背包面板，逐一查阅起那一件件 B 级卓越品质的物品。先是看了眼与 A 级英雄转职水晶，确定两者间只是作用生灵的品质等级不同，存在差异外，其他能力效果都相同的 B 级英雄转职传承水晶后，方远的目光随之落在了 B 级木料紫金铜木以及其他物品的图标上，一道道详细介绍信息也随之显现于他眼前。B 级紫金铜木100单位，吨，重量为其木一整株幼苗，具备吸引天雷之能成长，同时可以用于生灵每10级突破时所需要度的雷劫之中。B 级血髓灵道，用不同生灵不同品质等级的血进行浇灌，可以培育出不同品质等级的灵道，上限为 B 级卓越品质。所用之血的体量越多或等级越高，该种血髓灵道也就随之生长得越快。B 级运神石，吸纳天地元力，躺在其上熟睡的生灵，每日获得一定量灵魂精神等级提升，达到魂魄等级必阶时随之停止。B 级九幽阴石，聚九幽阴煞之力形成阴域，将生灵骨骸和灵魂投入阴域之中，可以获得不超过 B 级卓越品质等级的亡骸和死灵为之作战。B 级血杀诀，除去其中蕴含的各种杀戮之术外，修炼此法杀戮任何生灵，都能在杀戮之中快速提升自身的等级，适用等级上限50级封顶。看完所获得之物的所有介绍后，令方远有种赚大发简直暴富的感觉，其中让他感觉收获最大的便是那 B 级修炼功法血杀诀。实际上真要论价值高低的话，其他物品必定都在那 B 级血杀诀之上，但对于目前没有丝毫战斗能力的方远来说，那 B 级血杀诀的修炼功法却显然是最具价值的。毕竟还有差不多5日多的时间，笼罩领地上的无敌护照就会消失，不知名灾难亦将随之降临。而面对不知名且不知威胁程度的灾难降临，还有白神都有可能无法完全保护方远的情况下，方远将自身的实力能提升上去，显然对于提升他自保能力有非常大的注意。第16章血杀狼人。在看完 B 级卓越宝箱开箱后获得的所有物品介绍后，方远这才直接意念汇聚在那本 B 级血杀诀上，在是否学习的选项上选择了是。轰！伴随着方远确定学习 B 级血杀诀的选项瞬间，一股宛若洪流般的记忆信息一刹那便涌入进了他的脑海中。瞬间双眼一闭，站着昏睡过去的方远，脑海中的其他所有思绪都在瞬间消失，他的意识随之完全沉浸于那血杀诀的信息中。在方远感觉仿若修炼了那血杀诀很多年，才彻底将它完全修炼至圆满，意识随之恢复的时候，方远的身体便开始自行运转起那血杀诀中的修炼法。伴随着那血杀修炼法的运转，一道血色波动随之从他体内扩散而去，数百近千道血色细线自地面上那些哥布林尸体曾经所留下的血液中凝聚飞起。嗖嗖嗖，那些血色丝线悬浮于半空中，在一道血色波动回缩下，那些血色丝线便随着回缩的波动一同归融于方远的体内。一道道凝聚怪物血液中精粹力量所演化出的血气凝聚成的血色丝线，在融于方远体内后，便快速遵循其体内修炼法的运转轨迹，一边流淌一边融入便方远的全身，那每一寸血肉骨骼乃至一个个微小的细胞之中，在身体不断变强，逐渐每一处血肉都充斥超凡力量的同时，方远的灵魂意识亦是伴随着那些血气中所汇聚的血煞之意涌入他的灵魂内，在血炼杀魂这一修炼魂法的运转下，而不断的进行着锤炼变强。在方远灵魂意识苏醒，运转功法凝聚淬炼怪物鲜血中精粹的时候，便已经察觉到这一变化的白神。他在发现那些血色丝线对方远有益的情况下，于是就静静的在方远身旁守着他，一旦发现方远有所异常的表现，白神会立即出手救治方远。时间流逝，宛若男人独自犒劳自己一样，转眼数分钟过去。在最后一道血色丝线被方远吸收的一干二净后，从修炼状态中退出来的方远这才睁眼看向他调出的个人属性面板。连升3级，我的总属性值连白神1级时的属性值一半都没有，果然个人品质等级太低，太影响自身力量的强弱了。感慨一句，方远先是将自己的等级通过消耗元晶直接拉到了8级，随后又将刚才开宝箱以及白神们覆灭这哥布林部落中生灵所获得的还有1万多的元晶，用混沌之心的品质等级提升能力消耗了1万之数的元晶，直接将自身的品质等级从 F 级提升到了 B 级卓越品质。在一道金光包裹方远数秒散去后，显露出了如今身材近乎完美比例的方远。此时感觉自己宛若脱胎换骨般的方远，立即看向他那属性值大变样的个人属性面板，
方远，半生灵物，混沌元晶，品质 B 级卓越，加，等级 LV8 1%，属性体魄120，精神140，元力120，功法血杀诀 B 加，技能血杀九剑 B， 杀魂冲击 B， 杀戮意识 B， 嗜血修身 B， 装备哥布林普通铁甲一件套 F 加。就在方远看完面前自己如今与先前差异颇大的属性值后，他便有了一种想要大展一番身手，想看看自己如今有多强的想法。看了看身旁靠过来不断打量变了些样子的自己的白神，方远果断将想要和白神或者白一白二这些实力属性值远超他的青眼白龙们打上一场试试的想法给打消掉。随即方远便想到了此时还在被数百狼人给围攻赌家出不来，先前向他求救的哥斯拉领主林凡，正好愁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好好试试手，验证我如今实力强弱的怪物，就让那些狼人来做我的磨刀石吧。这样想着，方远一把便抓住了一脸好奇，想象他如今远超从前，突破内裤束缚刚才血脉膨胀下如今还高高顶起的地方摸去的白神的手。伴随着10几枚元晶的消耗，4道白神光柱自天空落下，瞬间将方远以及白神还有白一白二给笼罩，转眼消失在这一片断壁残垣的哥布林部落。吼吼吼吼！在领地边缘看着和一群狼人对吼的哥斯拉，回想起先前脑海的响起的方远灭了一个怪物部落的公告声，林凡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不过这种挫败感来得快，去得也快。老子如今都是那人的狗了，有什么可挫败的呢？比起那些如今已经挂掉的一个个人类，以及我的父母，我现在还活着便已经非常不错了。自我安慰洗脑一番，好让自己不彻底陷入空洞的绝望中的林凡。满身泥土狼狈不堪的他，这才从地面上站起身，打算回召唤哥斯拉的兵种建筑洞穴中躺上一觉，看看那些狼人会不会无果后直接退去。也就在林凡快走到洞穴的时候，一道道庞大的白色光柱随之出现在他的领地上。吼吼！2声令此方数公里内生灵都瞬间一惊，威压的让他们静止不动的龙吟响起。只见白光散去后，2头40-50米体长、双翼覆盖近100米左右的庞大银白色巨龙出现在林凡的领地上空。而在那2头无比醒目的巨龙中，其中一头银白色巨龙的头顶上，此时正站着2个男女的身影。待到方圆指挥着白一和白二向着地面林凡领地外的狼人们俯冲而去时，林凡这才看到站在那头比先前他所见大了不少的青眼白龙头顶上，身穿一身中世纪铠甲的方远正搂着一个无比漂亮的白毛少女。好漂亮，这少女是人还是兵种生灵？嘴上不由自主地惊叹一声的林凡，心中更是破防的嫉妒道：操，这方圆怎么这么离谱，有这些恐怖的巨龙，而且还不止一条线不说，居然还有这种美女傍身，特么开挂都没有这么离谱啊。也就在林凡心中破防自语的同时，被一道红光笼罩全身的方远在那头青眼白龙下坠到地面上，用4肢激荡起层层碎石飞起的瞬间，化作一道红光闪烁的残影飞出。方远手持着长剑，身影闪烁，不断躲过那些飞射起的石块。唰！在方圆闪至白夷剑踏的边缘区域，手中长剑一声剑鸣响起的刹那，一道弥漫着血色的寒光瞬间自那一头 LV9 的狼人脖子处闪过。血杀9剑第一剑，一剑封喉。第17章狼人王，不堪一击。噗嗤，鲜血喷涌，一颗硕大的脑袋随之飞起坠落。一道比先前方远用蚕食碎肉所凝聚出的血色丝线更加深邃的数道血缘精粹汇聚融于方远的体内丹田之中。在刚才瞬间跨越10几米，然后使出封喉一剑的方远，在那道血缘精粹融入体内丹田中之后，刚才所消耗的血缘力得到了补充。只要在战斗中血杀诀的功法依然一直运转着，那么只要方远杀得够多，他体内的血缘力就永远不会陷入枯竭之境。感受到血杀诀这功法的恐怖之处，脸上带着些许狼人血液的方远不由嘴角挂起了笑，心道：如此哪怕白神他们陷入到群战之中，我也能有所自保之力，不拖他们后腿了。嗷！一声狼嚎声自身后左边响起，在如今受过淬炼的灵魂意识感知之下，方远瞬间感知到了身后不断向他靠近而来的杀意。唰！方远转身瞬间，手中的长剑再次施展出封喉一剑，于方远身后不过1步之距，举着一只脸盆达到狼爪，原本要抓向他脑袋的那头狼人，伴随着喉咙脖梗处逐渐放大的血口，噗嗤一声，鲜血自那狼人脖梗处四周喷涌的刹那，那头 LV10的狼人亦是在此瞬间身首分离，死在了方远的那一剑下。就在方远打算向着面前不远处其他几头在白衣的那剑踏一击下所受伤倒地的狼人进行补刀时，一道腥风陡然间向方远呼啸而来，在瞬间被一道庞大阴影所笼罩的方远，还未等他下意识的后撤进行躲闪，一道银白色的身影带着背后肆意绚烂光辉的白神
陡然间从方远的面前闪过，向他身后的那道庞大黑影冲去。砰！只听一声巨大的轰鸣声自身后响起，方远转身看去时，便见到了一头高达6、7米的黑灰色巨狼不断倒飞出去，最终砸入那林凡领地附近的一片小湖之中。嗷！一声巨大的狼鸣声响起，只见先前砸入小湖中的黑灰色巨狼化作了一头高达10几米的巨大狼人，从那小湖中一跃而出。砰！小湖中的湖水在那庞大狼人双足的跃起的巨力作用下，宛若在湖中放了一枚炮弹炸开一般，瞬间翻涌爆洒向四周。看着头顶着 LV25 狼人王字样的巨大狼人从高空落向白神一拳挥下的身影，方远便见到丝毫不打算躲闪的白神抬起了他那白玉般的纤细手臂，向着头顶上那落下的巨大狼人拳头便是对轰而去。轰！一道恐怖的轰鸣声自那狼人王和白神所碰撞在一起的拳间响起，随之一道冲击波自半空扩散，将一棵棵巨树吹拂摇动，可见两者力量间碰撞的恐怖。就在方远看到白神的身躯开始从半空逐渐下降，认为只有原来1/2的实力，人形态下的白神可能不是那狼人王对手，马上要开龙形态的时候，只见白神满头的银白色长发陡然间翩然飞舞，其扬起的头的口中此刻正散发出一道璀璨的白光，毁灭白光。轰！一道璀璨的仿若能摧毁一切的白色光束自白神的口中轰然释放而出，轰击向白神头顶上空那想要将他压向地面的狼人王的脑袋。砰！狼人王的脑袋以及上半身在那道快若闪电的白色光柱击中下，瞬间被贯穿炸散开。叮！青眼白龙白神击杀 LV25 狼人王，领主获得元金75枚。在脑海中响起系统击杀提示声后，狼人王就这在我白神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方远呢喃一声，便见到白神单手举着失去力量控制要掉落下地面的狼人王尸体，煽动着他背后那4道绚烂光翼就直接飞到了他的面前。砰！巨大的狼人王尸体伴随着白神松手落至方远身旁的地面，陡然间发出地动，发出一声轰鸣声。看着面前的狼人王尸体，方远对收起光翼，落在他身旁的白神询问道：“你不吃吗，白神？”白神摇摇头，对方远轻声说道：“主人，我现在并不饿，还是你吃吧。”生怕方远拒绝，白神又快速地补充道：“这头狼人比主人你先前吞噬的哥布林和那2头狼人所炼化出的血缘精粹蕴含的能量更加的丰厚庞大，你吃了一定能比先前变得更强。”听完白神所说后，方远心中一暖的同时哑然失笑道：“我现在已经达到等级上限了，要想比先前变得更强，那可得等我将领地等级升上才行，不然我吃再多都要和你如今所感觉的受到的禁锢一样，是无法进行升级突破的。”说完，方远伸手触碰那头狼人王的尸体，在将之收进了空间背包中后，又对白神说道：“你现在还是在长身体的最佳时候，每天需要进食不少蕴含高能量食物，供你维持充盈的体能，所以我先把这狼人王的尸体给你存起来，等到时候你饿了你再找我要，补充身体基本运动所需的能量。”白神闻言，见方远都已经将那巨大狼人尸体给收进空间背包中了，便只得点点头应了声好。随后方远便在身旁白神的陪同下，与白一白二一起狩猎着那些狼人王死后向四处溃散逃窜的狼人们。林凡在领地内看着护照外，在方远带着2龙1女降临后，不久便溃散向四处逃散的狼人群。当即心中有了决断的林凡，立即命令向护照外张望的哥斯拉幼崽：“如此好机会，你还不快去追杀那些逃散的狼人？还看个屁呀！现在赶紧去狩猎啊！”好！那头先前被白神暴揍过的哥斯拉幼崽向着林凡吼叫一声，连忙摇头表示不去。对于那些狼人们的狩猎，那是完全属于占据碾压上风的那些青眼白龙的事情。他这小小哥斯拉幼崽入场狩猎的话，那可是再犯了上次抢食的罪行。想到上次被白神暴揍经历的哥斯拉幼崽，不由流露出了一抹恐惧，随后便摇着尾巴回召唤洞穴，打算将自己隐藏起来。猜出这头哥斯拉幼崽意图的林凡顿时感觉脑袋有些充血。想到如今那头哥斯拉幼崽对于他的好感度已经跌到50了，林凡最终只能在心中气急败坏地骂道：“操，我服了，我怎么就召唤出了个这么个玩意？这么个好机会都不珍惜，回头那方远要是看我没有价值，把我给弄死了的话，到时候他成为方远的召唤兵种生灵，他以为他就能好过吗？”第18章紫金桐木雷霆原叶。时间就像马桶按下去水，哗啦啦的便转眼消失。在一只都没有落下，解决完那些溃散的狼人后，将所有尸体收入空间背包中的方远一人3龙便在这片密林中寻找一番降临到那群狼人所在的部落，随之将部落中的所有狼人都给屠杀一空。伴随着方远脑海中响起一道系统提示声响起：成功覆灭一座狼人部落，奖励300原石，获得地级精良品质英雄单位生灵狼人王幼崽1。
方远看完面前奖励提示面板中的内容，发现没有成就奖励后，方远看了眼从无法容纳已经降生的生灵的空间背包，伴随着白光落至身前的那头像小狗一样的狼人王幼崽，索然无味的摇摇头。方远这才随手将那在三龙威压下差点窒息的狼人王幼崽给直接挂在了蓝星全人类交易中心上，进行整个交易中心各个平台首个英雄单位的生灵的拍卖竞价挂单。感知着周围淡下去的龙威，方远这才开始快速收捡起这个狼人部落中那些留守的老弱病残的狼人尸体。当所有尸体或者方远认为有价值之物被其全部收入空间背包中后，方远一人三龙这才飞回到林凡的领地中，看都没看那林凡一眼，便伴随着一道道白色光柱笼罩他们，转眼消失在林凡的领地之中。一道道白色光柱降落无上龙域领地，随之数秒转瞬消失。回到自己领地的方远站在无上龙巢的山顶上，四处眺望整个领地的环境。此时他正思考着他先前开宝箱所获得的那些物品该在领地内怎么划分区域进行布置。稀有石料太阳玄石100单位， B 级英雄转职水晶2，元晶1000， B 级木料紫金桐木100单位， B 级木料血髓灵道10单位， B 级石料运神石100单位， B 级石料九幽阴石100单位。看着开宝箱所获得的那些高品质的物品，方远经历一番思考后，终于想到了该怎么进行布置这些物品。只见方远抱着白神的小蛮腰，便从那无上龙巢的山顶上飞起，向着领地内的正东方向飞起。在领地内正东方向的中央，一片生有寥寥几棵小树的地面上，抱着白神小蛮腰的方远缓缓落至此处的地面上。方远看了看面对的地面，随即便将一个1米高但却重达100吨的紫金桐木从空间背包中取了出来，落在他面前的地面上。砰！一声地鸣震动的声音响起，随之方远和白神还有好奇他们要干什么在天空上飞着的白1、白2，便见到了地面上的一个数米大坑中，一株缠绕着紫色雷霆的紫金色树苗屹立于其中不倒。是否在此地种植紫金桐木？是。伴随着方远在那坑中的紫金色树苗旁浮现出的提示框中选择确定种植后，只见一道金光包裹那棵紫金桐木树苗以及其身处的那片大坑，转眼间方远所处的大地下便整动了起来。抱着白神的小蛮腰飞至半空上，一人三龙便见到了地面上条条电蛇翻涌下，滚滚碎石化为齑粉下。不过数息间，地面上就出现了一片直径长达40米的雷池。在那雷池的正中央，紫金桐木只有小半截树身，露出那雷霆交错如同水流一般的雷霆水池。LV1 紫金桐木，品质 B 级卓越品质。功能：1. 每一个自然日可以凝聚出一滴紫金雷霆原液。2. 可以吸引雷雨天气的雷霆或生灵渡劫的天雷归于其中，演化和拓展雷池。3. 紫金桐木开花后，每一朵花中皆孕育着一枚雷霆符文，每枚雷霆符文都是打造特殊兵种的上等素材。在看完紫金桐木的介绍后，方远向着雷池中的紫金桐木抬手一招，一滴只有米粒大、散发磅礴雷霆原力的紫金雷霆原液便自紫金桐木的树身上凝聚而出，化作一道紫金色流光，转眼划过半空，浮现于方远的面前。紫金雷霆原液，品质 B 级卓越品质。功能：1. 具备雷系天赋或雷系修炼功法的生灵，服用可一定概率提升其雷霆天赋品质等级，或大幅度提升其修炼速度。2. 不具备雷系天赋或雷系修炼功法的生灵，服用不死的话，可以达成淬体淬炼魂的效果，并且有较低概率觉醒出紫金雷霆天赋。不具备雷系功法或者雷系天赋，我吞服这紫金原液终归不是很安全，还是给能察觉到不对瞬间治愈自己的白神服用，看看有什么效果吧。心里这样想着，方远就拖着掌心中悬浮的那枚紫金雷霆原液放置在了白神的面前，让他吃下。如今对于方圆100%服从的白神，自然没有拒绝一口，便将那紫金雷霆原液给直接吞入进了口中。伴随着那紫金雷霆原液入肚，身体各处传来数秒酥酥麻麻的感觉后，白神眼睛一亮的转头看着方远，对其露出愉悦的表情说道：“好吃，好玩，我还想要吃。”摸了摸白神的头，方远对他以及对上空盘旋那两头同样想吃的白1、白2说道：“这棵紫金雷霆树如今只有1级，因此每天只能凝聚出1滴紫金雷霆原液。要想让它每天凝聚出更多的紫金雷霆原液，那么你们就要去杀更多的怪物获得元晶，然后给它升级才行。”说完，方远看着他们跃跃欲试想要出去狩猎的眼神，又添一料的补充道：“我会根据你们杀的怪物多少来为你们进行分配，每一位能得到几滴紫金雷霆原液，因此你们在将那些怪物杀死后，可一定要把那些怪物的尸体带回来，不然你们杀了多少我也不知道，到时候可就不能统计出你们到底一天杀了几只怪物，也就无法公正的为你们分配那紫金雷霆原液了。”众龙听了方圆所说后，便连连点头表示明白，同时他们的眼神中还带着一抹龙族生来便有的胜负欲。对此方圆表示乐在其中，
毕竟元金数额有多少是用来提升那紫金瞳目的，最终都是由他来暗箱操作的。第19章，王海死灵，龙夏议会。在种植好紫金瞳目后，迫不及待的白1、白2便在方远的批准下，前往就近的树林中进行起狩猎。至于一副大姐大先让他们去狩猎，胸有成竹亦能反超之的白神，则带着方远来到领地的北面，再将一块1尺长重达100吨，宛若一块板砖的9幽阴石取出落在领地北面的中央地面中后，随着方远在9幽阴石上出现的提示框中选择确定安置。原本施加于那9幽阴石上的力量封印，如同先前的紫金瞳目一般瞬间解开，9幽阴石所处的地面区域随之出现变化。只见一道道黝黑的阴风呼啸下，一道直径长达10米的黝黑坑洞随之出现在地面上。看着在那黝黑坑洞中闪烁着黑紫色光辉的10块9幽阴石，方远面前出现其属性面板。LV19 幽阴石，品质 B 级卓越品质，功能1，凝聚天地阴气，汇聚于此可演化或拓展一方9幽阴域，对于鬼邪类型的有很大吸引力。2，将不同的生灵骨骸或灵魂投入进此阴域之中，可以获得不超过 B 级卓越品质等级的王骸和死灵宫领主驱使作战。上限灵石，9幽阴石等级越高，转化的不同等级的王骸和死灵的速度越快。看完安置好的9幽阴石所展现出的详细后，方远直接从空间背包中将它回到领地后，便已经通过领地物资分解功能，骨肉分解好的狼人王的骨骸给扔进了下方的9幽阴域之中。在那化作一堆的骨骸完全沉没进9幽阴域中之后，方远便见到了那一堆骨骸上所显示出的一条长达1888小时的进度条，以及进度条后的一个小问号。方远的意念汇聚在那小问号上，便见到3个信息提示框显现于眼前。地级品质英雄单位狼人王，转化时间24，基础转化时间3，品质等级倒数第3 25，生前等级等于1888小时。由于当前9幽阴石等级限制，转化的生灵骸骨以及灵魂以每24小时提升1级为标准提升进行转化。只要骸骨以及灵魂转化成王骸和死灵，基础时间24，品质等级排序，便可无视等级的恢复进行驱使作战，作战等级是之前的恢复而定。看完眼前显示的信息，方远顿时感觉眼前的这片9幽阴域作为一处废物利用之地的潜力之大。随即方远便将9头狼人精英的骸骨给扔进了下方的9幽阴域之中进行转化，使其达到当前等级所能容纳转化的单位达到上限。之后方远便在白神带着飞的情况下去了领地的西南这2片区域。在这西南2片区域中，方远让白神显现出真身龙形态，几爪子下去便挖出了10亩将近6666平方米的稻田。在那稻田之中，方远按照血髓灵道的提示，在白神挖的稻田中一共播撒了10单位的血髓灵道进行种植。至于稻田中的养料，当然是一具巨狼人和哥布林尸体所分解后除去血肉中的鲜血外积攒下来的近100吨怪物鲜血。给那些稻田灌溉完怪物血，抱着再次化为人形态的白神飞在半空中的方远，便见到如今 LV5级有着5万平方米的整个领地，比之先前空荡荡的只要一些树苗和小草场景要多了一些别样的风景。终归还是过于空旷了些，回头让白神他们狩猎的时候，看看那些树林里有没有什么上品质的灵材，到时候带回来进行移植。早晚我要将领地内的所有土地都物尽其用。这样想着，方远便命令像是喜欢上他抱着自己腰的白神飞进了无上龙巢的龙窟洞口，将那重达100吨只有脸盆大的运神石取出。方远算是彻底完成了宝箱物品安置的任务。LV1 运神石，品质 B 级卓越品质，功能1，躺在上面睡觉能够快速的入睡且梦境受到保护。2，修炼精神修炼法的生灵触碰此时进入修炼状态，能够增进其修炼速度。3，魂魄长时间受到运神石中的力量滋润，有一定概率突破当前生灵等级和品质等级的限制，提升精神属性值的上限。概率高低是运神石等级和品质决定，超越 LV50 级和 B 级品质等级的生灵无法提升精神属性上限。看完运神石的详细功能详细介绍后，方远拉着白神便脑袋直接躺在了那运神石上，看了眼空间背包中留着用于与太阳能力相关的 A 级生灵突破品质等级用的太阳玄石一眼。奔波一天的方远在运神石的力量下，很快便搂着白神酥软飘香的身子进入到了梦乡之中。龙夏两家是曾经燕国真正意义上控国长达1000年的顶级千年世家，虽然在近代由于思想解放改革，他们不再拥有皇朝时期那些超然的权力，但他们的家族经历1000年不朽而不灭的积累下，在如今这混乱的领主时代，他们有着非常恐怖的家族凝聚力和执行力。入夜后，1000年亦敌亦友的龙夏两家通过领主系统的临时群聊功能，展开一场两家全族内外人员多达万人的大型会议。夏求恩和龙泰安两个白发老头是当初轮换国家首脑位置的人，
分别是夏家和龙家的当代家主，也是此处大型会议的主持人。夏求恩，诸位对于收购方远出售的物品，以达成私下垄断交易为目的，给他出售物品定价的5倍，有什么看法？龙家当代家主孙子 A 级兵种拥有者龙仙羽，5倍的资源足够我们先将各家的潜力种子人员，他们的领地等级提升上去。那方圆所出售的物品，在当前阶段，除去极为稀有的那些物品外，我认为不值。夏家当地家主孙女夏文心，若真有极为稀有的那些物品，我们有100%的把握从其挂上交易中心的竞拍中，面对全球各国其他顶级世家的竞价下，将那物品竞拍到手吗？说完，夏文心不等开口的龙仙羽再次说话，又补充道：例如今天智库那些人推测的，方远覆灭哥布林部落后，又覆灭的另外一个狼人部落所获得的地级精良品质，当前出现消息的唯一一个英雄单位的狼人王幼崽。我记得我们在竞价中好像败给了那曾经便对我龙夏国虎视眈眈、心藏狼子野心的犹大财团的犹大家族吧。说完，在龙仙羽短暂的沉默中，夏文心掷地有声地说道：如今天下混乱无国，难道各位就以为那些外族人没有重聚国家，对我等炎黄子孙数亿民众没有覆灭或奴役之心吗？请注意该场议会的探讨方向，我们不应该考虑方远出售物品到底值不值那个价，而是应该考虑我们拉拢这个一步先步步先与我们流淌着相同炎黄之血的领主方远，他到底值得我们付出多少资源，以及他又能给我们带来多少远超那些顶尖潜力领主们现阶段所能给予的超等回报。第20章，哥布林王凌乱的白神。听到夏文心那一连串的发言，这通讯会议中的龙家人不由皆是皱眉起来，尤其是那龙仙羽更是握紧了拳头。龙仙羽的妹妹龙凌雪见其情绪明显有些不好，刚想出声说些什么的他，便听到神色不变但明显话语中有些发怒的龙仙羽说道：愚蠢！现在当务之急是提升我们保命的资本，我们自身领地的实力等级，消耗大量资源去拉拢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你认为他能在7日后的不知名灾难降临中抛弃自己的领地去支援其他人吗？而且这支援是想支援就能支援的吗？那得成为对方的附庸领主才行。你是想让我们各位成为那人的奴隶吗？夏文心闻言龙仙羽的最后一句话，顿时惊得哑口无言。原本他还想说什么，此时在那成为方远的奴隶这句话下，仿若说再多都是虚无的。夏求恩仔细地打量了下这比曾经变化不少，如今有着些许君王气质的龙仙羽一眼，随后对其他安静听着脸上看不出一丝变化的老狐狸龙泰安问道：所以你们龙家的方针是优先提升自己家族的潜力种，对于方远出售的物品稀罕有用才争，不去拉拢方远了？龙泰安不点头也不摇头，只是淡淡的说了句：靠人不如靠己，求人不如求己。夏求恩点点头应了声：我明白了。说完，夏求恩看着通讯会议屏幕上众人的面孔说道：如今吾等身处乱世，确实有求于外人，不如求我们自己。那么之后就优先提升各自家族中的潜力种吧，也让我们看看等级提升上去的潜力种们所能带回给家族诸位成员的回报有多少。倘若所有人加起来所创造的价值，其中权重占比最高的怪物肉远没有方远狩猎到的怪物肉多的话，那么我们再接着谈拉拢方远是消耗10倍资源，还是20、30倍？夏文心听到夏求恩所说的10倍到30倍，瞬间明白了他话中所指的是龙夏两家，那加起来的一共30位初始 A 级兵种的潜力种们升级所需要花费的资源。在夏求恩说完话后，通讯画面便瞬间黑屏，在众人面前的面板上弹出一道道是否同意的匿名投票提示选择框。说实话，采购方远出售的怪物对于他们龙夏两家的一众 AB 级初始兵种等级的领主们来说，在如今初期阶段是绝对百利无一害的。毕竟除了家族中某些初始兵种等级处于中低阶段的那些人领地所处的区域周边是一片树林或石场，便没有什么怪物盘踞外，其余 A、B 级初始兵种等级的潜力种们的领地周边可都盘踞着不少怪物，甚至有猜测皆有一个怪物部落盘踞于他们领地附近。两家底层人员采集到的木料和石料，换取方远狩猎到的怪物肉，优先提升他们 A 级兵种的等级，再出去狩猎的话，可比他们出动最初只有1级的兵种出去领地进行狩猎要安全稳健的多了。最主要的是，一旦他们的 AB 级初始召唤出的兵种生灵在外出狩猎中被怪物围攻杀死的话，他们想再次召唤出该兵种生灵，那所需花费的元金可不是他们乃至身后家族所能承担得起的。夏文心看了看面前面板上的投票提示框，然后又看了看头顶用梧桐树叶做的鸟窝中现在才 LV 2级的火黄一眼，最终他在面前的投票提示框中选择了否。也就在他去确定选择后，2个投票选择的票数变化也随之展现在了夏文心的面前。一群目光短浅的人看着只有寥寥几票投在否上，其余都是投的是上选择的夏文心，不由低声骂了句，随后便是一股无奈的释然。用自己人所获得的资源去讨好另外一个家族外人，何尝不是在行当初那些渔民讨好杨大人之举？
纵然我等家族在如今乱世还有着不小的凝聚力，但稍有一步之差，那便会导致没有上层绝对实力压制的家族最终分崩离析，不复存在。距离方圆领地所在的上百公里区域外，一座占地10平方公里的苍茫古城屹立于一座高山平原之上。在那古城中来来往往的皆是方远先前指使青眼白龙们所杀的绿皮哥布林，一个个哥布林兵队护送着一个个哥布林商队进出于这座掌管辖方圆数百公里区域哥布林王达罗斯所建立的哥布林王城。这座哥布林王城的中心，一座高30几米的大殿中，哥布林王达罗斯倚靠在王座之上，俯瞰着下方的一众哥布林英雄和祭司，听着下方哥布林大祭司所汇报的各种情报。当听到有一个统辖区域内东方边缘之地的哥布林部落被灭，而且疑似是巨龙所为后，哥布林王达罗斯顿时不由目光一凝。尤其是在之后听到那在他统辖区域北方边缘之地曾经多次他亲自出兵征讨让他吃瘪的诞生有一头狼人王的狼人部落也毁灭在巨龙所为的情况下，哥布林王达罗斯的神情变得凝重起来，对着下方的10几位哥布林英雄和祭司们严肃地说道：那些异域邪神领主降临，我等哥布林之神降下神谕告知于我，说他们那如今无敌的护照将于数日后便会失效，届时以他们那还弱小的实力，必然不是我等的对手，随手便可灭之。但如今巨龙降临的情况下，我等必须先做好应对巨龙来袭的准备，确定那推测好像不止一条的巨龙是否也是针对那些异域邪神领主而来，或者是否离开我等王国所管辖的区域。不然面对残暴贪婪的巨龙，我等要么死，要么就会成为其奴隶。一众哥布林英雄和祭司们应道：谨遵吴王命令。就在这个不过刚刚立国没多久的哥布林王国，哥布林王达罗斯下达全境戒严调查巨龙宗的命令之后，全境数百公里区域内的上百个哥布林部落在哥布林祭司们的魔法手段互相告知下，很快进入到了戒严状态，停止外出狩猎以及扩展等事宜。至于领地处于这个哥布林王国东方边缘区域之地的方圆领地内，此时的方远正睡得无比香甜，侧身躺着的他将白神当作玩偶一样夹抱在怀里，其中一只正面朝上垂落的手正搭在白神身上，那写出来绝对不过审的部位上。被睡觉不老实的方远搞得长裙凌乱的白神，此时一睡着的他不知道做了什么梦，面色有些异样的潮红之色，不时有着一声声娇软化骨的哼声从白神的微张的粉红小嘴中传出。第21章王孩大军的构想。当方远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他降临这无尽大陆的第3天早晨了。当然他醒来不是因为睡久了自然醒，而是在龙窟洞口外白一白二一声声对着洞窟内叫喊的龙鸣声吵醒的。手很自然地从白神身上抽出抬起，看着揉着眼睛睡眼朦胧醒来，面色带着些许红晕的白神，方圆表面一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来到了龙窟的洞口，然后丝毫不害臊的在白一和白二好奇的目光下掏出了身下铠甲裙摆内已经无法被原来内裤所包裹之物，迎风尿10丈般释放着睡醒后身体某部是个男人都会有的压力。抖了一哆嗦，快速收工的方远这才抱着已经面色恢复如常睡醒过来的白神小蛮腰，在白神展开4道光翼扇动飞向半空后，一人3龙便向着雷池的方向飞去。在半空中看着满地堆积如同小山般高的怪物尸体，方远发现其中就属哥布林的尸体最多，其他怪物种族的尸体甚至不及其1/10，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一些想法。就近的那哥布林部落便是50里外，我先去派遣白神带着白一白二所灭的那哥布林部落。白一白二出去狩猎一夜，来来回回狩猎并运回如此多哥布林的尸体，必然是飞出50里以外的区域了。这样想着，脸色变得很差的方远转头看向飞在身后不远处的白一白二，严肃地训斥道：怎么回事？我不是说就让你们在就近的树林中狩猎吗？怎么都给我跑出50里以外的区域了？知不知道外面有多危险？要是遇到什么你们解决不了的危险，你们的白神老大也不能及时支援你们的话，你们还要不要你们的命啊？面对方远的训斥，原本以为方远睡着了，应该不会知道他们跑出上百里方圆所规定的区域外很远距离进行狩猎的白一和白二，在感受到白神因为他们违抗命令浑身散发出的上位龙族对于低其一位龙族成倍增长的恐怖血脉威压下，白一和白二顿时露出害怕忏悔的情绪，吼吼地叫着表达出他们知道错了的歉意。有错不罚，变相奖励，下次更是容易再犯，我之命令今后岂不是如同虚物？这样想着的方远便对白神说道：先把我放回地面，你好好的教训这2个小家伙一遍，留点手别打残了。说完，如今脸上仿若遍布寒霜的白神点了点头应了声知道后，便化作一道流光，先将方远放至下方地面，随后在一声恐怖的龙吟声中，白神显露出骑龙形态真身。白神那比白一白二加起来还要大些的庞大体型，龙威释放下充满了压迫感，2头吼叫着求饶的青眼白龙顿时心慌之下向着领地外跑去。
见到白120居然还敢逃跑，白神顿时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作为他们的大姐大没有管好他们，可是他的失责呢？如果是因为他的过错导致方远不开心的话，达到满值好感度的白神则会感觉错在他身上而被方远讨厌。被方远讨厌，这在白神的眼里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因此见到原本犯错应该乖乖受罚的白120居然敢逃跑的情况下，白神心中顿时震怒不已，惩罚教育他们的手段也更加的凶猛残暴了些。咚咚咚，护照外的树林不时响起一阵阵的大地轰鸣声，看了眼护照外那尘土飞扬，不时有一棵棵大树和巨石飞起的画面。方圆转头看向面前那一座由各种怪物尸体所堆积而成的尸山，伸手触碰下，全部瞬间被他收入进了空间背包中。方远看着面前空间背包面板中自动分类好的怪物尸体，随即使用在领地内可以使用的分解功能，将所有怪物的尸体都进行了骨肉分离。做完这些事，方远再看了眼昨天挂售竞拍的物品，全部卖空所获得的资源足够领地升级到 LV9 后，当即便在领地面板上确定直接给等级 LV5 的领地升级到 LV8。领地 LV5 升级至 LV9，消耗原金2600枚，普通木材2600单位，普通石料2600单位。由于剩余的一些资源不足以将领地等级从来 LV9 升级到 LV10，方远便将那些资源直接用于升级无上龙巢的等级了。无上龙巢 LV1 升级至 LV4，消耗原金600枚，普通木材60单位，普通石料600单位。做完这些后，方远这才将白120猎杀怪物时获得的原金消耗其中一部分，将紫金桐木的等级从 LV1 提升到了的 LV5。将紫金桐木升级后，产出的5滴紫金雷霆原液收进空间背包中。方圆打算一会施行棒子加大枣的策略方针，分白120一笼2滴，剩下的1滴则给白神当作零嘴。这样想着，方远随即便看了眼空间背包面板中各种怪物尸体图标上的分解进度，5分钟差不多就全部分解完了，倒是够我快步走到九幽阴域了。嘴里嘟囔一声，方远随即便向着他的领地北面九幽阴域所在的方向快步走去。不用说都知道，他这是要给九幽阴域内的九幽阴石升级一番，顺便再埋些骨骸进去，以备之后灾难降临的备用兵源。九幽阴石 LV1 升级至 LV9，消耗原金360枚。LV9 幽阴石，品质 B 级卓越品质。功能1，凝聚阴气形成九幽阴域，面积直径达130米，每级拓展10米。2，当前等级可将不同的生灵骨骸或灵魂以每日恢复9级的速度将之转化为亡骸和死灵，供领主驱使作战。上限19灵，每24小时恢复9级。如此来看的话，就算之后不给这九幽阴石升级，也不打算将那些亡骸恢复到他们生气等级。就我空间背包中储存的，全部加起来起码上千具的怪物骨骸。5日过后，灾难降临的如今时候，我岂不是至少能够拥有450具 LV9 的亡骸，供我驱使作战？想到华典的方远，顿时神情变得激动高兴起来。毕竟增加自保能力的底牌又多了一个，他怎么可能不激动高兴？尤其是这九幽阴石之后，更是能够源源不断的给他生产亡骸大军。方圆此时心中已经构想起，他如同曾经看的古王动漫中的主角一样，驱使数百万亡骸排兵列阵的宏大场面了。第22章，哥布林大英雄4臂剑魔。就在方远脑海中构想完亡骸大军的使用，将一具具空间背包中最高等级怪物的骸骨分配倒入进九幽阴域中后，一声狂暴的呼啸声在方远的头顶上空响起。方远抬头一看，便见到龙形态的白神拖拽着2头浑身伤痕累累但四肢还是健全的白120落至了他身前。呼！伸手挡住眼前白神落下时煽动飞起的沙尘，待一阵绚烂光辉闪烁，重新化作人形态，身穿银白色长裙的白神随即便落至在了方远的面前，展露出一副担惊受怕的神情。因为好感度满值的缘故，方远自然知道白神这副神情到底是在担惊受怕什么。先是看了眼身受重伤四肢健全的白120一眼，方远心中感慨了下白神刚才下手真是踩着他命令的边执行后，随即抬手摸了摸白神的脑袋，接着一把将白神拉入怀中，抱着他的肩膀，对着他的小耳朵轻声说道：别怕，这可不是白神的错哦，哪怕就算是白神犯了错也无需担惊受怕，因为在我这里你只被我偏爱。说完，方远按着白神的肩膀，将抬手抱住他的白神拉开一小段距离，低头看着白神那仿若有水雾弥漫的那双美丽青瞳，认真的说道：你要记住，你是白神，是第一位我所取名的龙，亦是我第一位升级为英雄单位的龙，这些你都是第一。不管今后有无其他更加强大龙被召唤出来，我要你记住在我的心里，今后你亦是我所偏爱之龙的第一。听完方远的安慰后，白神双眼弥漫的水雾终是化作了滴滴晶莹透亮的泪珠，划过脸庞滴落至了地面。由于那些泪珠受到白神的情绪和力量影响，落在地面上后转眼便化作了浓郁生机。
使地面原本受到九幽阴郁影响，变得光秃干裂的灰黑色大地，瞬间湿润化作肥沃的黑土地，生长出覆盖数米、直径范围的草木嫩芽。见到这等场景，方远在短暂的惊讶了下后，便又将白神抱进怀里。这次他什么都不再说，只是静静的等着白神情绪彻底平复下来。待到10来分钟后，恢复如常的白神便跟着方远来到了趴在地上喘息着、一副快嘎了的白翼和白二两龙的面前，对着两头因为白神听他话，将他们狠狠揍了一顿，而心生敬畏好感度随之提升到90。如今装死的白翼白二，方远无奈的开口道：“行了，别装死了，白神只是给你们狠揍了一顿，又不是把你们直接的打得半死，就别装了。”伴随着方远话音落下，生怕自己再不听话，然后方远又让白神把他们揍一顿的白翼白二，顿时乖乖的从趴着地面上站起了身。见他们乖乖听话，不再装死，方远面露一笑，随即装逼的打出一个响指。只见2道升级金光在他打出的响指瞬间，便将白翼白二笼罩在了其中，为他们升级的同时，也把身上的创伤给完全修复好了。伤势痊愈，等级更是达到 LV12的白一和白二，比之先前白神体型还庞大一些的他们，一股源于力量暴涨所带来的膨胀感油然而生。看着在高空中咆哮散发着龙威，好了伤疤忘了疼，膨胀起来想要和白神再较量一番的白翼白二，方远随手便又打出了一个响指，一道随之金光笼罩住了身后的白神。转眼间，伴随着白神的等级也提升到了 LV12， 金光随之消失后，于半空中显化出龙形态真身的白神，展开他那一展近600多米的庞大肆意，伴随一声恐怖龙吟自他龙首巨口中传出。白神那完全碾压白翼白二长达300米直径的庞大身躯显现于半空之中，在肆意煽动下，于一道在半空中轰然响起的一声洪亮音爆声中，白神那庞大的身躯瞬间化作一道绚烂流光包裹的银白色长虹，冲向高空中盘旋飞舞耀武扬威的白翼白二。生灵的品质等级相差越大，他们的等级越高，哪怕是处于同一等级，他们间的实力差距也随之越大。没有任何意外，在与白神展开和先前一样的肉搏下，白一和白二联手都未能打过对他们比先前留守了不少的白神。被再次教育了的白一和白二也从升级后所带来的我又行了的膨胀感中彻底恢复了过来。站在白神那庞大的龙首上，方圆俯瞰了下在领地东边靠近雷池卧在地上等待身上轻伤自愈的白一和白二一眼，随后便在白神煽动了下羽翼，转眼他们来到领地的西南方向，在空中洒落成吨的怪物血液灌溉下方覆盖10亩地的血水林道。做完这些后，方远这才让白神给白一白二释放治愈能力的技能，让他们快速恢复伤势。看着身上的伤口，没过多久便在白神那一道治愈绚烂流光中，伤势快速恢复且不留任何伤痕的白一白二重新焕发精神，给白一白二每一头龙分了2滴紫金雷霆原液吞下。在他们享受完宛如男人事后一哆嗦浑身酥酥麻麻的快乐感觉后，方远这才对他们以及身旁的化为人形态的白神严肃认真的说道：“现在你们的实力比之先前更是要强了不少，也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那么我也就可以稍微放心的给你们安排个任务了。”说完顿了下，以教育白一白二为借口，方远将剩下的1滴紫金雷霆原液给了白神，当做他的零嘴。随后方远接着说道：“你们今天的任务只有一样，那就是负责侦查领地周围的环境。白一白二负责侦查领地方圆100公里内有哪些怪物部落存在，数量又有多少，而白神你则化作人形态隐匿身形，悄悄跟在他们身后，以确保遇到突发情况下他们2个不会被那些怪物干掉。”说完，在方远挥手示意下，白神和白一白二这3龙便在煽动羽翼间转眼消失在了领地，以堪比常态下堪比民航的飞行速度飞入远方的树林区域。1个小时过后，哥布林王城中心大殿，哥布林王达罗斯坐着的高大王座面前，哥布林大祭司正焦急地汇报道：“巫王，根据各个部落中的祭司传来消息，巨龙现身了，而且还是2头银色巨龙。由于巨龙通有的抗魔能力，他们施展探测术无法探查出那2头巨龙的等级，但根据他们的观察，那2头银色巨龙体型直径长度达到上百米，可以判定为是成熟期的巨龙。”在听完哥布林大祭司的汇报后，哥布林王达罗斯以及身前大殿2侧的哥布林英雄们此刻皆是面容严肃紧皱。约莫数息，哥布林王达罗斯悠悠叹息道：“这2头巨龙不是我们所能抵挡的。大祭司，你负责联系一下哥布林帝国的祭司，告诉他我们愿意献祭1万子民和10万元金和1克国运金沙，看看能不能请来那位在多年前便已经达到40多级的哥布林大英雄4臂剑魔前来助阵。”第23章一击灭国，恐怖如斯。也就在哥布林王达罗斯话音落下，刚打算询问那2头巨龙飞到哪里了，他便感受到来自高空放射下来的龙威。体型高达20多米，身穿一身散发着橙色微光精良铠甲的哥布林王达罗斯率领一众哥布林英雄和哥布林祭祀走出大殿，
只见他们在走出大殿后的瞬间，纷纷抬头仰望向了那在高空中盘旋飞舞的两头巨大银白色巨龙。受到哥布林神的神谕影响的哥布林王达罗斯，看着头顶上空盘旋飞舞的那两头银白色巨龙，瞬间便感知到了一股名为异域邪神领主的气息。糟了，这两头巨龙不是我域的生灵，竟然是来自异域邪神领主的领地生灵。感受到那股异域邪神领主气息的哥布林王达罗斯，瞬间神情巨变，惊呼了一声。听到他叫喊之声的一众哥布林英雄还有祭司们，顿时神情变得惊慌。其中哥布林大祭司更是当场施展术法，联系起哥布林帝国中的帝国级祭司。这由不得他们不如此的惊慌。毕竟根据久远传说记载，异域邪神领主们的领地生灵，只要发现一个本土世界种族生灵所在，那么他们的领主便会派兵倾巢而出，将之进行灭绝。面对本土世界成熟期的巨龙，他们还有一丝生还被奴役的可能，但面对异域邪神领主的巨龙，等待他们的便是种族生灵大灭绝。吾王，刚才我已经联系上帝国祭司了，他们说同意我们的这场交易，并已经派遣哥布林大英雄四臂剑魔火速赶来了。哥布林王达罗斯没有说话，因为他此时正全身微微颤抖的看着那两道巨龙的身后不远处悬浮在半空中的4亿女人。在哥布林王达罗斯宝贵的 C 级优秀品质的器具宝物能够窥视生灵真形的真形之眼的加持下，哥布林王达罗斯此时的眼中所见到的便不再是白神如今所化作的少女模样，而是他的龙形态真身。一头在哥布林王达罗斯眼中遮天蔽日般庞大，即将进入到完全期被绚烂流光包裹的4亿巨龙。而在察觉到身上某种窥视感的白神，目光瞬间便顺着那股窥视感锁定了下方哥布林王城中的哥布林王达罗斯。在白神目光的注视下，哥布林王达罗斯所见到的景象便是遮天蔽日般庞大的巨龙，此时正低头用他那闪烁着诡异青光的双瞳死死地盯向了他。被这么一头恐怖的庞然大物盯着，哥布林王达罗斯脑袋快速低了下去，双腿也下意识地开始打颤。察觉到哥布林王达罗斯异样的一众哥布林英雄还有那些哥布林祭司纷纷上前询问他刚才看到了什么，居然让他刹那间给惊吓成副样子。可是不等哥布林王达罗斯说什么，通过白神远程观望的方远，对于敢窥视他家白神的家伙，他可不会让对方好过。在看到窥视他家白神的哥布林王达罗斯那头顶上的标志 LV27 哥布林王达罗斯后，方远当即便给白神下达了命令，将整个哥布林王城中的哥布林，尤其是那哥布林王给全部干掉。被陌生人，尤其是在白神眼里连优质食粮都算不上的哥布林窥视，这令白神如同方远一样同样不爽。在得到方远的命令后，白神瞬间在半空中显化出了他那恐怖庞大的龙形态真身，张开的巨大龙首口中更是凝聚出一道璀璨的白光。不等哥布林王达罗斯说什么，一众感知到生命危险的哥布林英雄和哥布林祭司们瞬间抬头看向了天空中前一秒还没有，后一秒就出现了的恐怖庞大的4亿巨龙。而且这头恐怖庞大浑身绚烂流光笼罩的巨龙，此时狰狞的遍布锋利巨齿的口中更是凝聚着一道让他们感觉生命岌岌可危的骇然白光。完了，这体型一看就是近乎完全期的巨龙，我们根本跑不出对方龙系的攻击范围，死定了，全部都死定了。怎么会这样？接近完全期的巨龙怎么会来我们这种偏远的域界？该死，传说记载不是说刚开始降临的邪神领主们实力都不是很强吗？那怎么会刚降临没多久就有域外邪神领主能够拥有这种层次的巨龙生灵攻其驱使？原来传说都是骗人的，我们都得死，不止我们会死，整个苍蓝森海的所有种族生灵都会死。该死的域外邪神领主，我诅咒他们一定会不得好死。在地面上响起一句句咒骂的声音下，一道数十米直径宽的璀璨白色光柱轰然自高空向他们的所在灌射坠落而来。轰！在一声惊天动地的恐怖轰鸣声中，地面上转眼间浮现出一道不断膨胀的白色光球。那白色光球膨胀所覆盖的区域内，伴随着大地撕裂轰鸣声，一切建筑还有其中的生灵都转眼间被白光所淹没，摧毁消失得一干二净。数息时间过去，当白光随之消失之后，原本屹立在这片高山平原之上，那座象征着此片区域哥布林王国的王城，如今早已见不到任何踪影。留在那片高山平原之上的，只有一座直径长达10几公里，宛若天降陨星轰击出的一座巨坑。看到白神最大输出的毁灭白光竟然造成如此大恐怖的威力，通过远程观看的方远以及就近观看的白一白二皆是震惊不已。也就在这方远震惊的说不出话的3秒后，一道蓝星全人类的公告声随之响起于每个人类领主的耳边。公告：蓝星全人类领主方远领主成功覆灭一座哥布林王国之都，解锁王国首杀的成就，现以此进行通告。该成就评级为 A 级稀有品质，特奖赏方远获得 A 稀有品质宝箱，以示解锁该成就第一人的嘉奖。伴随着那道响彻在蓝星全人类耳中的公告声播报结束，瞬间各个蓝星全人类们的交流频道中
本就依然处于话题中心的方远，又再次成为全人类领主们此时的讨论对象。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大米国特朗普西 ，Oh my god， 这人也强得太离谱了些吧？我们还在和普通怪物对战呢，这家伙怎么都把一个怪物的王国之都给灭了？棒子国韩秀明，这个人一定有着我棒子国的血统，不然说不通他为什么能够如此强大。龙夏国张超凡，棒子国一贯尿性发言，求你要点逼脸可以吗？真当全宇宙但凡牛逼些的都和你棒子国血统沾点边是吧？小日子国田野三郎，没错，棒子国总是这副的性，明明方远君是有我小日子国皇室血统之人，非要说成和他们那件谁都贵的血统有关，当真是可笑。龙夏国夏文新，你这小日子国不也见谁都贵吗？在这里叫什么？还你们皇室血统呢？当真不要和我族炎黄血统沾边硬靠好吗？毛熊国俄洛伊斯，你们为什么老在讨论些无关紧要的？我们不是应该探讨下方远这个人为什么能够3日不到就拥有远超我们的实力吗？第24章开箱打造修罗魔剑。就在众人于那位毛熊国俄洛伊斯的话语下，短暂重归讨论方远到底为什么变强如此之快，然后没多久又在几个骚东西的干扰下彻底歪楼之际，领地内的方远再给白神他们下达了将他们先前所发现的所有哥布林部落全部毁灭并带回尸体的命令后，他则退出了与白神共享视野的状态，打量起眼前散发着青色夺目光辉的宝箱。是否开启 A 级稀有品质宝箱？是。恭喜获得 A 级英雄转职水晶1，原金1万， A 级稀有铁料修罗魔铁100单位， A 级稀有石料悟道石头100单位， A 级稀有建筑筑气塔。看着面前开箱后所出现的开箱宝物列表名单，方远随之调出空间背包，将它们全部取了出来进行一一查看。修罗魔铁不具备升级特性，无形升级。品质 A 级稀有品质。功能1，可以打造为杀伐类的武器。2，具备嗜血噬魂之能，吞噬的生灵血肉与灵魂越多，所打造的武器其威能越强。3，能够创造修罗魔域，魔域之中以血肉与灵魂为祭品进行献祭，可以召唤出修罗魔族。所召唤的修罗魔族的数量和等级以及品质等级，是武器的等级、献祭的血肉物品多少和品质等级高低决定。介绍：由修罗魔族生灵的血肉与灵魂之力所浸染的玄铁，需经历数百上乃至1000年演化，方才能形成修罗魔铁。看完修罗魔铁的介绍，尤其是第3条的时候，方远看着地面上那差不多长3米、宽半米的黑红色修罗魔铁，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种想要钓鱼刷怪的冲动。用少量的祭品钓上一头修罗魔族，然后我再将它宰了的话，貌似是一条不错的发财之道啊！一边对自己的这一想法表示肯定，方远一边将视线落在了修罗魔铁旁1米直径长布满玄奥符文的白金色石台悟道石 LV1 悟道石。品质 A 级稀有品质。功能1，悟道石可以供 A 级品质及以下品质的生灵每日悟道1次，有一定概率觉醒技能，小概率提升该生灵的品质等级。2，每提升1级，悟道石的体积会变大外，每日所能供生灵悟道的次数也会随之增加。介绍：除去天地间由天地生灵造化、自然演化诞生的悟道石外，其他悟道石皆由智慧种族或强者死后的灵魂融入进魂石之中，以特殊阵法塑造，经历雷劫后的造化之力洗礼，方才能形成一枚悟道石。看完悟道石的详细属性面板信息，方远看着那通天白金之色的石台，尤其是那上面的一道道玄奥符文所流露出的生灵魂魄气息，他可以肯定面前的这悟道石绝对是由生灵的灵魂后天打造而成。A 级稀有品质的悟道石，打造这玩意得用了多少生灵的灵魂才能将之打造而成？方远感知着那悟道石其中一道玄奥符文上所流露出的数万道的不同的灵魂气息，不由有些难以想象面前这枚悟道石打造而成消耗了多少生灵的灵魂。没有闲的细细去感应每一枚符文中到底有多少道不同的灵魂气息，想不明白的方远索性便不去想那些与提升他实力无关的东西，随之将注意力放在了最后一件物品筑气塔上。是否在此安置筑气塔？看着面前的系统提示，方远先是将修罗魔铁和悟道石全部收回了空间背包，随后才在这靠近雷池有个100来米远还算宽敞的地面上确定了筑气塔的安置。一道青光快速扩散之际，方远面前那原本只有模型大的筑气塔瞬间迎风而长，不过瞬息间便化作了一座高60米的6层高塔。整座高塔占地共3000平方米，通体呈现暗金色的色泽，充斥着古老苍茫的气息。在这座筑气塔安置好后，方远的面前随之出现了这座高塔的详细属性面板信息。LV1 筑气塔。品质 A 级稀有品质。功能1，打造 A 级品质等级及以下品质等级的神兵利器。2，每层可招募拥有不同筑气匠艺的匠师，匠师的实力等级以及数量决定所打造的神兵利器完成的时间，
3. 将士的实力等级以及数量由筑气塔本身等级决定，上限060，当前等级每层将士上限为10。一边看着筑气塔的详细信息，方远一边迈步走进了筑气塔之中。进入到筑气塔中，入目便是一片白色望不到尽头的苍茫空间，以及10座各种器具齐全还带着屋子的筑气作坊。逛了逛这空无一人代表铸造 F 级劣等品质器具筑气塔的第1层区域，方远便根据筑气塔的指引，心念一动便直接来到了筑气塔的第6层 A 级稀有品质器具的铸造区域。在方远出现在这一层后，入目的便是一幅灵气充盈的江南园林之景，在这景色其中10座楼阁屹立于其中。方远看了看与第1层相差极大的第6层铸造区域环境后，看着面前的招募面板，随之便直接拉满，消耗1000枚元金，召唤出了10个具有 A 级稀有器具打造能力的匠师。青色华光一闪，方圆眼前瞬间便出现了10名样貌不同、穿着衣物却一致的男女。看着面前刚一出现便向他行跪拜之礼的10名男女匠师，他们头顶上顶着的名字和 LV1 等级的框框，方远倒是省了给他们排号取名，没有和这些由于筑气塔属于他的缘故而对他最低好感度同样都在80，畏惧情绪占多数的10名匠师废话。方远从空间背包中取出重达100吨的修罗魔铁，落在坚固的丝毫没有破损的地面上，对10名匠师下令道：我需要你们将之打造成10柄长剑，你们需要多久能够完成？10名匠师听到方远下达的命令询问，先是在仔细打量了一番修罗魔铁，随即在互相眼神交换下才异口同声地说道：以我们当前的实力等级，最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听到他们的回道，方远眉头一皱道：1个月？我可等不了1个月，我若是要在3日后便拿到这修罗魔铁打造的长剑，你们至少需要提升到什么等级？一名较为年长、白发与两鬓的将师向前一步对方远躬身说道：回领主大人，要想在3日内将您所需的10柄修罗魔剑铸造完成，且只由我等10人来打造的话，我等10人的等级最低需要在10级。若是领主大人将筑气塔升至3级，再召唤20位与我等相同将役的将师，与我等一同进行那10柄修罗魔剑的打造，那么时间差不多1天，我等便可完成您所下达的任务。听完这将师所言后，方远点点头，让他们先打造着，便身影一闪出了筑气塔。出了筑气阁的方远抬头便看到了头顶上用着一张张巨大藤蔓网装着一堆堆哥布林尸体，飞回领地中的白神还有白1、白2这3龙。看着那每一张白神创造出的巨大藤蔓网中所装着的至少数千具哥布林尸体，方远感慨道：时间就是生命，这么多哥布林尸体以及他们身上的器具来播全民大促销，绝对够我获取到将领地还有无上龙巢都升级到10级以上的资源了。第25章诡异狰狞的白眼魔神，清仓大甩卖哥布林血肉盲盒。介绍：每个盲盒为1单位哥布林血肉，品质等级随缘而定，最低1级，最高地级。主选10单位石料，20单位木料。备选10枚元晶，剩余数量1000单。清仓大甩卖各类武器防具盲盒。介绍：每个盲盒中必有1件，品质等级随缘而定，最低1级，最高地级。主选2单位石料，4单位木料。备选5枚元晶，剩余数量10000单。方远铸器个人店铺。介绍：承接 A 级品质等级以下各类器具打造委托材料自付，委托订单品类价格表如下。 F 级劣质品质委托，每件物品收取费用1元金，可接单0时。1级普通品质委托，每件物品收取费用10元金，可接单0时。D 级精良品质委托，每件物品收取费用100元金，可接单0时。C 级优良品质委托，每件物品收取费用1000元金，可接单0时。B 级卓越品质委托，每件物品收取费用10000元金，可接单0时。A 级稀有品质委托，每件物品收取费用10万元金，可接单10%。备注：请在下单前准备好所打造之物的材料，一旦下单成功1日过后，未通过交易系统上传材料到本店铺，则默认放弃该订单。放弃该订单的客户，先前下单时所交付的元金一律不退回。在方远将所有哥布林分解完，以交易系统中的盲盒形式进行出售血肉和各类器具后，方远随之在交易中心中，在他拥有铸器类建筑、符合铸器类开店条件的开店页面上缴纳1000元金，注册编辑并上架了蓝星全人类第1个个人店铺。方远的这一番操作顿时引起了大批在蓝星全人类交易中心实时关注他一举一动数以万计的领主们的注意。龙夏国交流频道，张秋生，一步仙，步步仙，这方远的成长速度实在是太恐怖了，这必然与那些成就奖励有关。周国华，离谱，离了个大谱，我们就是来陪跑的是吧？李长生，服了你们了，
总是想这么多有什么用？实力才是根本，才是去获得那些成就奖励的基础。要想变得和方远一样强，就努力的变强好吧。李然，那个我买盲盒还差些资源，有无组队一起的买的，到时候开了盲盒获得的东西，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公平划分。李长生，算我一个，把你在交易中心开的合资抢单链接直接私发给我或发在群里，到时候交易系统会自动进行开箱分配。李然，没了，所有方远出售的盲盒全部被抢空了。李长生，操，我去看了眼，真他妈被抢空了，这才过去不到2-3分钟吧，就直接被抢空了，真他妈离谱。张秋生，像我这种穷逼，从来不去看方远卖的东西，一买不起，二抢不过。群员众人瞬间加1，直达上线10086。私人小群长生者联盟群员69。李长生，得亏咱们下手快，不然方远卖的东西，特么的可能又直接被那群世家的人给瞬间抢空了。方虚眼，主要还是我们的群员初始兵种都在 B 级以上，综合实力还算不错，每个人都能够搞到购买盲盒的资源，不然就我们这点人凑够能排进前列的购买订单份额，可想而知是很困难的。叶呗，狼多肉少，能抢到就不错了。像那些小散下单后，由于订单份额太低就直接被留单了，他们想获取在如今交易中心那些算是稀缺的资源，简直是在做梦。09夜，强者恒强，古人诚不欺我。看着自己出售的盲盒在短短不到3分钟的时间里被抢空，调出购买订单查看购买人的方远，直呼那些世家还真是团结一致富的一批。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世家什么时候才会在那些随着力量膨胀、野心疯狂在内心中滋生的那些人手里分崩离析。感慨一句的方远，在化作少女形态的白神环抱下，飞向半空之中，俯瞰整个领地。看了眼如今比先前了丰富了许多的领地，方远调出他的领地无上龙巢、筑气塔3个属性面板，分别对他们进行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升级规划。领地 LV9 升级至 LV15，需消耗元金15900枚，普通木材15900单位，普通石料15900单位。无上龙巢 LV2 升级至 LV10，需消耗元金3900枚，普通木材390单位，普通石料3900单位。筑气塔 LV1 升级 LV10，需消耗元金450枚，普通木材450单位，普通石料450单位。领地达到10级后，每一级所消耗的资源都是此级个位数的1000倍。无上龙巢达到10级后，每一次升级与领地升级所需的各种资源所需量达到了完全一致的地步。这两个东西简直是资源消耗大户，达到20级每升1级的话，岂不是木料石料每级都得消耗个10000吨起步？得亏筑气塔升级的资源比无上龙巢和领地升级所需少了10倍，不然将其升级到10级，估计我还得等到白神他们再次出期狩猎一趟回来才行。心中感慨完的方远，随之便对3个已经规划好升级等级的属性面板进行最后的升级确认。在一阵璀璨的金光包裹整个领地，内外不断变化，领地范围不断向外扩展之际，感受到一股从领地外的高空传来的若有若无的威压。方远抬头向天上望去，便见到了一张数万米直径那么长宽、无比庞大、充斥着诡异神威的狰狞人脸，瞪着他那将近100只的巨眼，俯瞰着下方的他。魔神这2个字在方远看到那张狰狞白眼人脸的瞬间，便随之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就在方远看到那张狰狞巨脸上的白眼散发出诡异的紫光，轰射出上百道令天穹撕裂的紫色光柱之际，一只比那张狰狞白眼人脸还要庞大、闪烁着宛若宇宙星空般光辉的巨大怪物灵爪撕裂苍穹，显现于高空之中。也就在那怪物灵爪出现的一瞬间，那张庞大的狰狞白眼人脸转眼便在那只巨大怪物灵爪上所释放出的无尽宇宙绚烂光辉笼罩下，宛若如同一道泡影一般，同那只巨大怪物灵爪一起消失于如同什么都未发生，依然是蓝天白云的高空。第26章6翼红龙。操，怎么会有魔神这种超标的东西，想要对我动手？难道是因为我发育过快，导致这场万族争霸赛那些幕后黑手中某些家伙看我不爽，要对我进行打杀？就在方圆脑洞大开、胡思乱想之际，距离蓝星全人类领主们所处的这片名为苍蓝域的域界之外，一处极为遥远之地，无数巨山林立于这片连绵不绝的横古山脉，闪烁着无尽神光，高达数千万米的庞大神山屹立于那山脉的最中央，散发着那具有不朽之意的浩瀚气息。在那庞大神山之上，一座伟岸的神殿建造于山顶之上，此时自那神殿之中正散发着成千上万道恐怖气息的魔神。位于神殿之中，一位看不清样貌但有着伟岸身躯和最为恐怖气息的魔神端坐于大殿之中最上位的神座之上，俯视着下方分作2列神座之上的众魔神。一名手掌中心悬浮着一件千面之镜的魔神开口对殿中的诸位魔神汇报道。无一例外，所有对那些在7天保护期内达到10级以上的领主们出手的魔神，绝大部分都失败被抹杀了。
其中小部分则是被那些降临的本身便是强族生灵，且在他们族中便是佼佼者的领主们给直接正面干掉了。领主争霸赛的管理者以及那些强族生灵实力实在是太强了，那些在恒古禁域之外的下位魔神远远不是他们的对手。一个身后有着一轮黑日光轮悬浮的魔神笑着说道：“哼，能够将我们这些主神和神王都给强制封禁于恒古禁域，那位管理者怎么可能不强？至于那些刚被放出去没多久的下位魔神，不过是用来阻碍那些强族生灵领主们发育速度减缓的工具而已，当然也是那些后起之秀的领主们踏上曾经我们走过历程的垫脚石罢了。”坐在主位上的那位伟岸魔神声音带着些许回忆意味的感慨说道：“是啊，我们这些曾经领主争霸赛的失败者们，也终将随着领主争霸赛的进程不断降世，参与到那充斥着无尽杀戮的乱世之中。也不知道，当那领主争霸赛进入到末尾，在座的各位还有几个能活下来？当那领主争霸赛结束，又是否能够诞生出真正的无上至尊，肃清像我这等活了一个个纪元的伪至尊？”听着那位伟岸魔神的感慨，在场的一众魔神，或者说曾经领主争霸赛的失败者们，皆是不由陷入到了短暂的沉思与自我审视之中。在遇到魔神袭击后，总有些心神不宁的方远，在考虑到外界可能不太安宁的情况下，最终在给所有龙下达了不准出领地的命令。原本打算把领地升到10级获得的宝箱放在明天再开，直接抱着白神便准备躺在运神石上好好睡一觉安下神的方远，伴随着一声龙鸣声自无上龙巢的龙窟内响起，他瞬间想到了什么一样，调出了无上龙巢的属性面板。无上龙巢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 LV10， 兵种青眼白龙3100，六翼红龙 1%， 下一兵种随机召唤倒计时10日。功能根据当前兵种建筑无上龙巢的等级，每10日无上龙巢都将自行召唤出一头必定不低于 A 级品质的真龙会降临，并解锁该真龙兵种召唤信息，有一定概率召唤降临出含 S 级以上的真龙，并解锁该真龙的兵种召唤信息。解锁该龙中的兵种信息后，消耗一定量元金，可以召唤此龙中的兵种生灵降临。果然，在我将无上龙巢升级到10级之后，无上龙巢的随机召唤倒计时也已经结束了。就在方远心里如此想着的时候，一头长达10几米、通体血红色、生有6翼、身负狰狞鳞甲的幼龙，自如今变大了许多的龙窟深处直接飞了出来。看着迎面撞过来的6翼红龙，还没等惊呼一声卧槽的方远进行躲闪，一道银白色的身影瞬间便从他身旁闪过。砰！一声重物砸地的巨响声随之在方远的面前不远响起。方远定睛看去，便见到刚才气势汹汹迎面撞来的6翼红龙，如今已被白神单手抓着脑袋死死地摁在了地面上。而且不论那6翼红龙怎么用尽全力挣扎，面对此时面容冰冷的白神那强势镇压下，他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挣脱镇压的可能。甚至随着不断的挣扎，那6翼红龙还感觉到，但凡白神再用点力的话，他的脑袋可能就会当场裂开。意识到这一点的6翼红龙，原本还极为不爽疯狂挣扎的他顿时老实了下来，整个身子趴在了地面上，嘴里还出呜呜的求饶声。虚惊一场的方远想到这刚才想迎面撞来想要扑击戏弄他的6翼红龙，与当初白神刚出世时那调皮的性格近乎相似的情况下，他当即便调出了面前不远6翼红龙的属性面板进行查看。兵种名称6翼红龙，姓名未命名，品质 A 级稀有品质，等级 LV1 1%， 好感85+5，对于领主拥有如此强大的手下产生崇拜。成长形态幼年期，心智性格6岁小孩，暴躁好战慕强。属性体魄70，精神40，元力50。技能龙怒暴君 S 级，龙炎风暴 A 级，极炎暴龙拳 A 级，战斗狂热 A 级。性格居然是当初白神调皮性格的升级版，暴躁，这倒是有些出乎我所料，看来刚才这家伙是想和我打上一架啊。属性值总数倒是与当时还是青眼白龙 LV1 级时的白神相同，证明6翼红龙与青眼白龙相当，一样属于 A 级稀有品质当真的顶级生灵种族。心中对6翼红龙进行了一番点评后，想到背包中的那块 A 级太阳玄石与这6翼红龙刚好近似，本想直接给他进行转职进化的方远，在想到这家伙性格中那慕强性格的情况下，最终方远决定还是等到他将这家伙的好感度提升到满值后再进行转职进化。第27章龙怒暴君极炎暴龙拳。无尽大陆领主争霸赛第4日，这一日方远先将白神的等级提升到第18级，然后便给他下达了小心谨慎探查四周，确定有无强大生灵存在的命令。在白神出去执行方远交代的任务时，方远则悄悄交代白1、白2轮流去欺负他取名为红莲的6翼红龙。而他则在红莲被欺负的时候，
宛若救世主一般降临赶走白1、白2，大大的刷了一波好感度。在白神回来，确定方圆至少100公里内绝对没有什么强大的生灵存在后，方远便在白神的陪同下，带着红莲来到了一处哥布林进行练级。除了方圆假装想要帮红莲变强，出来打怪升级刷好感度外，方远其实主要是想试试在昨日睡觉前 LV10筑基塔中召唤出的百名 A 级将士连夜打造出的10柄修罗魔剑的威能。修罗魔剑品质 A 级稀有品质，等级 LV18 11800，一元金等于10等级经验值，武器提升超过使用者等级，使用时根据武器特性会遭到不同种类程度的反噬。功能1血魂式，吞噬生灵血肉以及灵魂转化成精粹，反哺使用者，供其恢复伤势或修炼。2杀戮盛宴，使用者展开厮杀时将会受到修罗魔剑的影响变得嗜杀，使用者的全属性数值会随着杀戮生灵的数量越多而逐倍提升，1至6倍。3修罗魔域，魔域之中以血肉与灵魂为祭品进行献祭，可以召唤出修罗魔族，最强可召唤出 A 级 LV18 的修罗魔族。看了眼身后悬浮的10柄黑红色的狰狞魔剑，他们那相同的属性信息。站在红莲头上的方远随之低头看向了下方那一座规模不小，起码有2000多哥布林数量的哥布林部落。在那座哥布林部落的哨兵发现空中6翼红龙的红莲准备吹响号角时，只见10道黑红色的流光自方远身后闪过，转眼化作10道黑红色长虹，飞至下方所有哥布林哨兵们所在的哨塔。不过瞬息间便将那300-400米外地面上哨塔中所有的哥布林哨兵们的脑袋全部给洞穿消手。除了寥寥一些先前仰头望着半空的哥布林们发现10道黑红色长虹在眼前闪过，随后哨塔内飞起又落下的哥布林哨兵头颅，这一幕恐怖诡异场景外，其他哥布林此时皆在忙活着他们手头上的工作，不知生命危险正悄然而至。就当那些发现这一幕恐怖诡异场景的哥布林仰头看到从高空上快速俯冲下来的一头6翼红龙发出震惊他们四周哥布林的尖叫时，轰！不过转眼间宛若风暴一般的血红烈焰从天而降，刹那间映照于那些察觉到异样抬头望天的哥布林眼中。啊！一个个哥布林还未来得及嚎叫撤散开，便被从天而降的血红烈焰给彻底笼罩全身，在一瞬间连连发出了一声声恐怖的哀嚎声。可是他们那一声声恐怖的哀嚎声还未叫喊多少下，伴随着一道道黑红色的剑光穿梭，他们那一个个脑袋便如同西瓜般被一柄柄飞速穿刺的修罗魔剑给直接贯穿破碎。那哀嚎的叫喊声随之戛然而止，血红烈焰在不断燃烧扩散，10柄狰狞的修罗魔剑在方远的控剑诀下不断的击穿那些哥布林的脑袋进行收割。这一幅场景若是将那些哥布林换成人的话，那便是一场惨绝人寰的人间炼狱。但不论哪种生灵，在这样的场景之中，方远和身下不断喷吐血红烈焰的红莲都属于那些被屠戮的生灵们眼中的恐怖恶魔。该死，我们将部落迁徙到这片密林中，居然还会遭到那些巨龙的袭击。既然那驾驭恶龙的异域邪神领主不给我们活路，那我们就和他彻底拼了，就算是注定要死，也要让他尝尝我们的血溅他一脸的滋味。吼吼吼！伴随着这个哥布林部落的哥布林英雄对一众哥布林精英发表振奋他们气势的话语，这些哥布林精英皆是发出一声来自他们胸腔深处那族人被屠戮的怒吼声。然后那些哥布林精英们便随着那名手持巨斧高10几米的巨斧哥布林英雄一同冲出了以山而建的地窟，向着低空飞行的红莲以及其头顶上的方远杀去。经过淬炼凝聚出杀魂之心的方远，在那些哥布林冲出地窟的瞬间便感知到数百米外针对他而来的杀意。转头看着那些身上涂抹着某种青色泥浆能够短暂隔绝血红烈焰焚烧，在一支 LV15级的巨斧哥布林英雄带头冲锋下袭击而来的大批哥布林精英队伍，方远露出一声嗤笑，双手快速掐指换绝间，10柄修罗魔剑转眼间便被充斥杀戮之意的深红剑芒给完全覆盖。随后在方远遥遥一指挥动下，瞬间化作一道道剑光飞出，在那巨斧哥布林英雄带头冲锋而来的路径上斩下一道道凝固于半空中的剑光，编织出一张巨大密集充斥着震慑灵魂精神的杀戮之意的深红色剑网。扑哧扑哧扑哧！除了那拥有庞大体型身躯健硕坚固的巨斧哥布林英雄外，所有穿过那张深红色剑网的哥布林精英在一声声血肉切割分离声中刹那间便被肢解成万千尸块。好！听着身后在死亡前的那些哥布林精英所发出的一声声痛苦哀嚎声，那虽然没有被肢解成万千尸块，但此时浑身也出现一道道深可见骨重伤的巨斧哥布林英雄，使用通灵语术法向方远发出一声怒吼与诅咒。异域邪神领主，我诅咒你一定不得好死！听着耳边响起的他能够听懂的一声怒吼诅咒声，方圆眼前一柄被那巨斧哥布林英雄用尽全身力量投掷而来的7、8米大的巨斧
随之在他眼中不断的放大。就在悬浮于方远身后，一直守候着他的白神准备要出手，将那柄闪烁锋利寒光的黑色巨斧给直接随手轰碎的时候，在红莲放出一声怒吼咆哮下，白神刚举起的手随之放了下来。而那发出一声怒吼咆哮的红莲，在使用其龙怒暴君 S 这一技能下，体型在一瞬间便膨胀了2-3倍。体型膨胀的红莲随之化作了他开启龙怒暴君技能下那浑身庞大肌肉群隆起的大鸡巴龙人形态，口中流溢出道道血红烈焰，双臂肌肉鼓动顶起那一片片狰狞的龙甲，血色烈焰凭空燃烧环绕下，红莲蕴含怒意的极炎暴龙拳随之轰出。轰！一条血色烈焰组成的庞大龙手顿时自红莲轰出的那一拳带动的滚滚如同江河般的血红烈焰汇聚而成，转眼间将那柄巨斧以及充斥着绝望与怨恨的巨斧哥布林英雄给淹没吞噬，化作无数尘埃灰烬。第28章转职进化6翼式阳龙，消耗元晶450枚。6翼红龙红莲从 LV1 提升至 LV10。由于您将6翼红龙红莲的等级提升一大阶段，好感度加5，当前好感度达到100满值。覆灭那个哥布林部落，回到自己领地中的方远见红莲属性面板上对他的好感度已经达到95，想着给其表演一手快速升级，应该也能涨点好感度，兴许好感度直接拉满了也说不定。于是他便直接把红莲的等级给提升到了 LV10。而红莲对于他的好感度也在方远并没有对此抱多大期望中，直接达到了100的满值。折腾了一天，总算把这家伙的好感度给升到满值了，这样也就可以给他进行转职进化了。再又给每提升一级，消耗是曾经等级个位数10倍的元晶的红莲，直接给提升到当前领地上限等级的 LV18后，在比先前扩大了许多倍的领地内一片空地上，方远将太阳玄石以及英雄转职水晶取出，示意嘴角不由流下口水的红莲吞下，开启他的转职进化。得到示意的红莲当即便将这2样东西给吞进了口中，伴随着一道金光的笼罩，其体型以及身体结构开始快速变化重塑。待到笼罩红莲身上的金光化作无数银光消散，一声无比宏大威严的龙吟声震慑九霄般的从高空中盘旋飞舞的红莲口中发出。抬头望天，方远便见到了通体黑红色狰狞龙甲以及龙鳞覆盖全身每一处角落，体长将近500米，6翼展开直径达到1000多米的红莲，四爪以及6翼燃烧着黑红色的烈焰，盘旋飞舞于高空之上，威武霸气。心中对红莲如今模样做了个点评后的方远，随即调出了红莲的属性面板。英雄种族名称6翼式阳龙，姓名红莲，品质 S 级史诗品质，等级 LV18 18000，好感100，成长形态成长期，心智性格12岁小孩，暴躁好战慕强，属性体魄1140，精神800，元力900，技能龙皇之怒 SS 级，噬日之光 SS 级，毁灭神阳 S 级，无极炎龙拳 S 级，战斗狂热 S 级。牛逼，尤其是在战斗时间越长，怒气积攒越多的情况下，使用龙皇之怒这个最高可以提升全属性达到7倍增幅的神技，可以说几乎相同天赋品质或等级内的生灵，没有任何一个会是他的对手。方远心中刚一感慨完红莲转职进化后的属性之牛逼，一声宏大威严的龙吟咆哮声便再次从高空中响彻四方。而从那红莲再次龙吟咆哮声中听出挑衅意味的方远，刚想训斥红莲不要搞事，只听像是回应红莲挑衅的龙吟咆哮声一般，显化出与红莲同样体型真身龙形态的白神，同样发出了一声宏大威严的龙吟咆哮声。伴随着白神所表达的要战便战的龙吟声响起后，轰！方远便见到自他身后飞起的白神，绚烂流光包裹的4翼山洞下，发出一声巨大的音爆轰鸣声，瞬间便向着飞向领地外的红莲追去。见此，短暂思索了下的方远，连忙通过好感度满值的心灵沟通能力，对这2个一副要一分高下，谁才是老大的家伙说道：“你们要分个高低可以，但一定不能打出真火，将对方打个半死。为了约束你们，我给你们制定了一个比赛规则，3分钟后，只要谁是落在地上的，便算输。你们必须按照我制定的规则来对决分高下，不然谁一旦违规，我就判谁输。而且到时候我还会讨厌对方，不再理会他。”听到方圆所说的违规惩罚，绝对不能接受被方圆讨厌的白神和红莲，原本想只要不把对方搞死，就用尽全力镇压对方的他们，顿时打消了这一念头。只有3分钟对决时间，又要速战速决，又要留守攻击的两龙，便展开了一场对于他们2个来说并不激烈的交战。林凡的领地附近，此时的林凡正在他的领地内烤着一条1米长的大鱼，当做他的晚饭。至于他的那头哥斯拉幼崽吃什么，林凡看着正在不远处，如今小20米高，如同一栋小楼一般，吃着他自己捕食来的一堆低级怪物尸体的哥斯拉，
表示饿不着且吃不死。万事开头难，我也就刚开始运气太背了些，要是没有遇到那些狼人的话，只要我这哥斯拉杀几头低级怪物升级，那些狼人绝对不是我哥斯拉的对手。想到这，林凡就心中一顿悔恨。操，妈的，当初我真是傻逼，为什么不能等天亮了再让哥斯拉出去狩猎？要不然老子现在也就不用给那虽然实力超群，但完全不拿正眼看我的方远当狗了。心中这样骂了一句，想起明天给方圆准备的木料和食料资源还没准备齐全的林凡，所有的不满和怨言都化作了一声叹息。也就在他这一声叹息落下的时候，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鸣声伴随着2声宏大嘹亮的龙吟声在他领地外不远处响起。什么情况？疑惑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林凡当即便向着领地内的一个山坡高处跑去，登顶向着刚才闹出巨大动静方向看去的他，一脸吃惊地看着2头遮天蔽日般庞大，一展近乎覆盖他如今数个领地面积，起码达到方圆1平方公里的一头黑红色巨龙从他头顶斜前方高空飞速坠落而来。砰！一声巨大的撞击轰鸣声自林凡领地上空所笼罩的无敌护罩上响起，然后林凡便见到了无敌护罩所笼罩的领地外，在恐怖的力量冲击下，一层层大地轰然皲裂，一块块巨大岩石居然悬浮倒飞向了半空之中。好，在那黑红色庞大巨龙燃烧着黑红色烈焰的6翼山洞飞起之际，滚滚如同洪流般的黑红色烈焰转眼间燃烧林凡领地外那些树木，化作火海不断扩散出去。林凡在高坡上看着领地外那扩散出一道10几米宽、深数10米的深坑沟渠，以及不远处仿若要燃烧天空的黑红色烈焰，将一颗颗他准备献给方远的木料资源转眼焚烧成无数灰烬飘散的景象。此时的林凡心中充斥着对于那巨龙的恐惧，以及大概率无法完成资源上缴任务的无奈，和对于这个世界的绝望。多日来心中不断升起的高压，在此刻终于压垮了林凡心中的那根控制心理情绪的弦。跪在那高坡之上，握住头脑袋不断磕着地的林凡，双眼流着泪滴落在那草地之上，嘴里哽咽无法说话的他发出一声声低沉的哭嚎。在林凡的身后不远方，他的哥斯拉默默地站着，一边看着宛若小孩一样撕心裂肺般痛哭的林凡，一边看着在那天空中不断交战向远处的2头巨龙。在他的眼中闪烁着想要变强，想要与那些巨龙一战的意志流光。第29章龙皇之怒 vs 青铜神光。江城市就近交流频道。李然，我靠，我的领地附近刚才听到一声巨响，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特么的居然是2头超级大的巨龙在打架。上传视频，白神和红龙短暂激斗画面。张明，牛逼，这青眼圣光龙和那6翼是阳龙，只有 LV18 的等级就有这么庞大的体型，那要是等级再高点，其体型有多庞大，我简直不敢想象。王天，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老祖宗承不起我。李然兄弟，你那片森林区域估计算是废了。罗风铃，你们这次怎么正经起来了？话说那叫叶倩倩的网红美女怎么头像灰了？咋死的？王天，别提了，那天晚上我花费了点小代价和叶倩倩正视频那啥呢。你们猜怎么着？在一处荒土区域的叶倩倩因为没办法从四周搞到食物，那只因为饥饿对其好感度降低到50数值以下的大蜘蛛，那天在看到叶倩倩嫩肉情况下，然后当着我的面就直接把她给吃了。得亏当时我挂断通讯的快，不然就那惊吓程度，现在的我高低得患有阳痿病。罗风铃666，你小子深藏不露啊！就在李然上传到江城市就近交流频道中的视频，经过一个个人的手传到龙夏国交流频道、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中，引起不少领主注意讨论的时候，此时计算着时间的方远已经能够感觉到白神和红莲距离领地起码有个300-400公里了。2分多钟，一边打一边飞出300-400公里。好在方圆想到了他们那庞大的体型，也就觉得没觉得多离谱。最后10秒，开始倒计时。伴随着方圆给白神和红莲使用心灵沟通能力进行倒计时，白神和红莲2龙瞬间拉开彼此间的距离，停止了先前那不断试探小打小闹的攻击模式。随后纷纷调动起各自体内的元能，准备施展出最终决定他们这场比试胜负的大招。只见2道璀璨的一白一黑红的庞大光柱在半空中瞬间闪过，轰击在一起。轰！巨大的轰鸣声响彻于那片天地，一股蕴含恐怖力量的冲击波随之扩散轰击向天地四方。只见高空之上一片厚重的云层瞬间破开一道巨洞，激荡分散万千，大地之上轰鸣不断，一棵棵大树随之断裂破碎，轰然倒塌。而在那天地中间释放出那恐怖冲击波的源头，一颗2道庞大光柱力量冲击下所形成的黑红白3色光球正不断的膨胀变大。最后3秒，在白神和红莲2龙脑海中响起方远的最后3秒倒计时的时候，对波皆未分出胜负的2龙顿时停止口中喷射出的能量光柱，使用出他们压箱底的招数。只见红莲在使用他的 SS 级技能龙皇之怒后，
全属性增幅达到4倍的他，其身躯瞬间便膨胀了2倍之多，化作了一尊高达1000米直立龙人形态的庞然大物。而反观白神在使用他的 SS 级技能极限超体后，其体内的蕴含的元能之力瞬间暴涨了8倍，溢散出的磅礴气息化作了白神整个身躯上那闪烁着无尽光辉的绚烂流光。轰！体型庞大红莲扇动背后的黑红色狰狞6翼，在一道可以肉眼所见的空爆在其背后的空中爆开的瞬间，红莲转眼便飞跃穿梭千米，挥动由黑红色烈焰所凝聚出的庞大龙拳，向着咫尺之间的白神轰击而去。而白神竟然没有丝毫闪躲之意，体内磅礴的元能涌动之下，青色龙瞳陡然间闪烁出2道绚烂流光包裹的青色神光，迎着红莲落下的庞大烈焰龙拳轰击而去。使用出青铜神光这一 SS 级技能的白神，2颗青铜眼中所释放出的2道具有分解能量以及生命力量的神光，砰！于一声庞大的轰鸣声中，在一瞬间便分解溃散了红莲的那庞大的烈焰龙拳，轰击在了他那落下的黑红色狰狞龙甲覆盖的拳头上。伴随着硬质物体破碎的咔嚓声响起，红莲那拳头上的黑红色狰狞龙甲随之应声破碎。出于对生命安全的本能反应，心惊的红莲顿时扇动背后6翼，到飞向一侧，不敢与白神眼中迸射出的2道青铜神光硬碰硬。也就在红莲堪堪扇动6翼，闪开白神那紧追不舍扫射过来的青铜神光之际，一道方远的对决时间倒计时结束的声音出现在白神和红莲2龙的脑海之中。听到方远下达对决结束，全部回领地指令的白神，原本还想乘胜追击红莲的他，想到不遵守规则的惩罚，心中流露出不甘情绪的他，顿时散去眼中迸射出的2道青铜神光，看都没看红莲一眼，头也不回的便扇动绚烂流光包裹的4翼，飞回方远的领地无上龙域。而红莲在见到白神收手后，想到违规的后果，便也没有了再战之意。看了看右手上破碎出道裂痕的红莲，随即散去心中怒意，在一阵黑红色荧光飘散下，恢复成了原来的体型和形态。随即便扇动黑红色烈焰翻涌，狰狞鳞甲所覆盖的6翼，快速追向前方的白神。争强好胜的他打算先白神一步，回到领地无上龙域。将一切看在眼里的方远对此只能摇头苦笑一声。龙族生灵都是争强好胜的主，强制勒令他们不发生争斗，那只会让他们在积怨颇深爆发的时候所造成的争斗损伤更加猛烈惨重。与其这样，倒不如不定时让他们来一场比斗，在拥有同级别的对手比试下，还能磨练下他们的战斗水平。待到白神先一步回到领地，化作身穿银白色长裙、纯欲绝美少女出现在方远面前。争强好胜终归没有赢过白神先回到领地的红莲，随之化作了一个身穿黑红色旗袍，顶着2个比白神大了至少2个量级硕果，一副旗袍御姐样貌同样绝美的她来到了方远的面前。比白神更加主动的她直接对方远 A 了过去，抱住了凹陷于他胸膛的方远的手臂。做完这些后，不等他挑衅的回头白神一眼，白神已经先一步双手抱住了方远的另外一只手臂。感受着双臂传来的不同程度的柔软，方远心中念诵了一番简易版清心咒，发现对他身上某物的镇静无用，又挣脱不开2龙的束缚的情况下，方远只得乐在其中的对他们2龙公布了刚才双方比斗平手的结果。在这平手的结果公布之后，一声龙吟咆哮声随之从无上龙巢的龙窟中传出，响彻四周。方远，第30章商讨，不，这是命令。看着面前不远处，在白神和红莲那上位龙种族的强大的龙威下，匍匐在地面上的一头5、6长的黑色巨龙，方远想到无上龙巢在升级到10级后，曾经的每10日随机召唤一次 B 级或小概率召唤 B 级以上品质等级的信息，便明白了眼前这出现的一头黑色巨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看来无上龙巢在升到10级后，还保留了第1阶段的刷新规则。虽然之后这第1阶段的规则不能刷新出 A 级以上的兵种，但是每日固定抽出一个 B 级的兵种也还是很不错的。方远一边心中这样感慨着，一边调出了这头黑色巨龙的属性面板。兵种名称：黑龙，姓名：未命名，品质 B 级卓越品质，等级 LV1 1%，好感90加10，畏惧崇拜，成长形态幼年期，心智性格6岁小孩，好战，嗜血，慕强，属性体魄30，精神25，元力25，技能黑岩吐息 B 级，腐化沼泽 B 级，近战反甲 B 级。今后我领地内的龙必定会越来越多，必须给他们进行一个合理分工规划才行，不然到时候他们全部出去狩猎，领地内就我一个人打理，早晚得累死。这样想着，方远便给这头黑龙取名为了小黑，下达了一个长期任务，让其每日从天亮到天黑的这一个时间段去森林中伐树为方远不断搜集木料，若是伐树累了，就找找有没有石堆，挖些巨石回来当做搜集的石料。
这黑龙的技能与打理领地无关，将其安排去收集木料和石料最为合适。等我回头再多召唤几头黑龙出来，到时候领地升级所需的资源也就不用全部都去交易中心购买了。想到这里，方远脑海中灵光一闪，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周边资源终归有限，一旦我的隆重生灵多起来，到时候一定会陷入到食物资源不足的境地。不如将那些 A 级以下只属于巨龙种的 B 级兵种生灵，打着附庸领主们福利的口号，送到那些与我签订契约的附庸领主们的领地，进行收集资源以及饲养。这么一想，方远顿时感觉自己简直是天才。这一方法既解决了自产自销、获取领地升级所需资源之事，又解决了饲养巨龙所需的资源，简直是一箭双雕。若是再加上同时还解决了一大部分同袍领主们的生存问题，以及获得大众领主们的一致好评，那就可以算是一箭四雕，赚妈了。一直不缺执行力的方远想到这便立马行动了起来，调出附属领主申请面板，将 A 级以下初始等级兵种生灵的领主们所申请的信息全部选择显示在申请页面后，一声声叮咚叮咚的申请提示声响随之不绝于耳的响起。对这些显示在附属领主申请面板上的申请信息进行以初始兵种等级排序显示的设置，方远这才开始仔细挑选起那些并未取消申请的领主们。操，这个家伙的领地怎么离我有11亿公里远？我的兵种生灵要想传送过去，到时候岂不是得让我破产才行？好家伙，像这样的家伙还真不少，最关键的是还都基本上是那些外国人。看了一些拍在最上面那些附庸领主申请名单的基本信息后，方圆吐槽了2句，随之重新开始设置筛选名单。虽然他全部都同意申请也可以，但他终归有自己的底线。既然那些人的资源他无法获取，他也就没必要将那些想要傍大佬求生的人给死死的捏在自己手里，让他们自生自灭。不然高低在他们快挂的时候，会在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上不断以此做文章，败坏他的名声。这样一来，显然是吃葡萄不成，被倒打一耙。虽然方远对于名声这东西并不在意，但是能不沾坏名声还是不沾的为好，全当给自己积点得了。看着眼前重新设置好筛选条件所显示出的申请列表，方远从同属于曾经江城人降临区域中达到 C 级以上初始兵种等级的领主们当中，挑选出了100位的领主数量，全部同意了他们的附属领主申请，并同时表达了愿意为他们的领地提供一只 B 级卓越品质中属于顶尖属性值且达到 LV5 的黑龙进行常驻支援保护之意。其中100位领主当真93位都给方远回消息表示万分感谢，而另外7位领主则回复他表示不需要，他们有能力做到自保发育。同时这7位领主还诚恳地希望方远能够念在都是同胞的份上，解除因为他们忘记取消附庸领主申请如今已经缔结完成的契约。看到他们的回复已经是他们顶头领主的方远忍不住的嘴角露出一抹冷笑，当我这里是善堂，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成，还拿同胞这身份来道德绑架我，真是搞笑。调出他们的领地信息，仔细查看了一番的方远瞬间便明白了为什么他们拒绝的原因了。怪不得不需要我的常驻支援保护，除了本身就具备 B 级初始兵种外，他们本身也敢打敢拼，单打独斗就能把领地升到3级。坐拥几头达到 LV6 的 B 级兵种生灵，自然也就瞧不上我这明显带有抢占他们领地周边资源意味，常驻他们领地只有 LV5 等级的黑龙了。调出无上龙巢黑龙兵种生灵的召唤面板，方远直接召唤了5头，并对他们全部进行升级提升到 LV5 后，方远将他名下的所有附庸领主全部都拉进了他创造的异私人交流群中，并直接开启交流群中的视讯议会功能。待到所有没有能力拒绝方远所下达任何之事命令的附庸领主们全部露脸进入到视讯议会中后，方远没有任何废话的说道：有7位先前给我递交了附庸领主申请契约信息的领主，如今在我同意申请契约后想要反悔不做我的附庸领主了。我这人一向仁慈，自然是同意你们决定的，但是我这里终归不是善堂，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所以那些想要我解除附庸领主契约的7位领主，只要能够用你们所有的兵种生灵击败我那原本派遣镇守诸位领地 LV5 等级的黑龙，我便立马给你们解除附庸领主契约，还给你们自由。说完这些后，看到那7位申请将讲话的领主信息方远全部拒绝后，掷地有声的严肃说道：我没有在和你们商议讨论，而是在下达命令，赢了给你们自由，输了就给我老老实实的乖乖听话。第31章一面倒的对决杀戮。伴随着方远那一声充满着毋庸置疑的气势的话音落下，那原本挤满议会屏幕的100人视讯框陡然间只剩下7个，而那7个视讯当中的领主正是先前反悔向方远提出解除附庸领主契约的领主们。视讯当中的画面逐渐拉高拉大，呈现出了那7个领主们的领地全部面貌，当然也呈现出了7道降临在各自领地当中的白色光柱。就当那7位领主看到白色光柱消散后，出现的那一头头30多米直径长度的
黑色巨龙后，被方远陆续放开。在视讯上说话权限的7位领主连声高声喊道：“1号领主，方圆，我们只是想解除附庸领主契约而已，至于做这么绝吗？2号领主，你这样两败俱伤的做法，难道就不心疼吗？每一个兵种生灵都是用来猎杀怪物的，而不是用来与自己人进行争斗。3号领主，我等不想与你为敌，这样两败俱伤的做法对你有什么好处？7号领主，就算最后你赢了又怎么样？我们的兵种一旦损失惨重，届时你肯定也不会出资源帮我恢复兵力，到时候我们必定将你的恶行告知给所有的领主，让你今后别想有高潜力的领主们来投靠你。”听完这些人所说的话后，方圆只觉得有些可笑。如今弱肉强食的时代，谁掌握了强大的力量，谁便有话语权。任何质疑问责声，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那都是过往云烟般的浮云罢了。尤其是最后那位领主以此来威胁方远，简直是可笑至极。他居然还沉浸在舆论至上，能够影响绝大多数强者制定的潜规则的时代。冷笑了一声，没有理会这些逞口舌之能的家伙。方远直接通过那7位领主的领地权限，隔空对那些黑龙下达了开始攻击的指令。吼吼吼！伴随着方远的指令落下，一声声龙吟咆哮声响彻于那7个领主的领地高空之上。随之便是7头比他们领地的兵种生灵要大了小1倍的7头黑色巨龙，从高空之中俯冲而下，向着他们7位领主领地内的兵种生灵们直接冲击而去。见到这一幕，知道彻底没有交谈余地的7位领主纷纷立即命令他们的兵种生灵部队攻击俯冲而来的那些黑龙。俯冲下半空的一头头黑龙，在临近那些同属于 B 级卓越品质的兵种生灵们攻击范围之内时，轰轰轰，瞬间前身飞扬而起，一团团磅礴的黑色烈焰汇聚于他们的口中，随后化作一道道黑色火流，从半空之上轰然喷涌洒落，覆盖向那些察觉到危险立即纷纷向四周散去的一个个长相各异的兵种生灵。3号、4号、6号、7号领主3个领主在见到他们的兵种在那黑色巨龙一击之下便损失惨重之后，立即便高声喊道投降。可惜此时已经没有在视讯上开口说话权限的他们，并不能发出任何一点声音。察觉到这点的他们，眼见他们的兵种生灵即将在那些黑色巨龙展开第2轮攻击下，出现兵种生灵大量死亡的时候，那4位领主顿时焦急地跪在地上，不但用头磕着地，向方远表达歉意，并表示今后一定老老实实的乖乖听话，方远下达的所有命令一律拼尽全力的去完成。深知兵种一旦全灭，面对之后降临的灾难，便没有了任何保障的4位领主，此刻他们心中原本升起的野心，都在此刻消失得一干二净。对比能够保住性命活下去，他们那所谓的野心和自由，此刻显得那么渺小可笑。见到他们都磕得头破血流，认真表示忏悔后，方远这才让那4位领主们领地当中的4头黑龙停手，并给他们下达指令，常驻在那些领主们的领地中，获取他所需的领地升级资源和他们自身成长维持行动能力的血石资源。在处理完这4个领主后，议会视讯上的屏幕便只剩下代表1号、2号、5号领主们领地内的直播画面。5号领主宁死不降，在他的兵种全部死亡后，便用一把匕首直接自杀了。伴随着5号领主的死亡，方远面前随之出现了那5号领主的领地即将崩溃消散的倒计时。领主在享受附庸领主所带来的资源供奉等种种利益的同时，还承担着保护附庸领主的职责。虽然附庸领主死后，其所附庸的领主不会受到任何主观形式上的惩罚，但附庸领主们的领地完全崩溃消散，对于其所附庸的领主来说，那无疑是一种资源上的极大损失。就全当杀鸡儆猴了吧。方远心中呢喃一声，随即便消耗一些元晶，开启传送光柱，将那处于5号领主领地当中极为不安四处盘旋乱飞的那头黑龙给传回了领地。1号领主在那头降临到他领地当中的黑龙施展出腐化沼泽这种具有很大污染性的技能下，最终看着他那数个化作腐烂枯骨的兵种生灵向方远跪地求饶，选择了投降。如此，整个会议面板中便只剩下一个占据整个面板的视讯屏幕，播放着2号领主的那一个个实力强悍的兵种生灵与方远那头降临其领地的黑龙不断交战的画面。看着那播放画面中双脚从未离开过大地，利用大地之能掀起一座座土墙壁垒，抵御黑龙吐息和腐化沼泽攻击的兵种生灵大地骑士，方远调出那大地骑士的属性面板，看着他技能一栏当中 A 级稀有品质等级的技能大地之子，心中不由感慨该技能的强大。大地之子 A 级，只要双脚不离开地面，大地骑士体内的元能将会源源不断的被大地中抽取的元能给补满，同时对于控土技能的威能振幅，最强可达到该技能的6倍。要是这技能出现在我 B 级黑龙的身上，其品质等级绝对不再是 B 级，高低能够算是 A 级中下游的品质。也就在方远心中感慨，那勉强堪称土系生灵神技的大地之子技能，
为什么不是出现在他那黑龙身上的时候？只见屏幕画面当中的那黑龙在鏖战如此之久，还破了那些小人龟壳的情况下，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咆哮。随后在所有观战的人眼中，如同怒火攻心上头一般，直接冲进了那些大地骑士的攻击范围之中，向着那些大地骑士便直接冲了过去。就在那2号领主脸上露出惊喜，给那些大地骑士下达指令，不留余手的将那头黑龙给击杀掉的时候，意料不到的一幕出现在众人眼前，所见到视讯屏幕之中。第32章恶行曝光。你们看我怕吗？砰砰砰，一根根10几米粗长的土刺自地面上凝聚显现，穿刺向迎面扑击而来的黑色巨龙。就在这2号领主以及他的7位大地骑士兵种生灵都认为胜券在握的时候，那黑色巨龙口中黑绿色的浓雾瞬间喷涌而出，将那些穿刺而来的土刺顶端给直接腐化大半。随后那黑色巨龙的全身笼罩在一道黑色流光中，直接撞向了那些顶端肩部断掉了的粗大土刺。砰砰砰，一根根土刺在那套着的近战反甲技能所形成的防护反甲的黑龙撞击下，全部轰然破碎。见到这一幕，观看的一众附庸领主震惊的同时，方圆冷笑自语道：黑龙最强的地方便是体魄，在近战反甲这种抗物又抗魔，还能反弹身上所受到攻击的一部分威能的技能加持下，其近战能力可是非比寻常的。2号领主的领地当中，那黑龙在撞破一根根土刺后，其庞大的身躯瞬间便向着面色一惊，合力凝聚出的一座厚重壁垒的7位大地骑士直接撞了过去。砰！巨大壁垒发出一声剧烈的轰鸣声，整体外层除了出现一些数米直径的小裂缝外，并没有多少其他变化。也就在其中的大地骑士们一边调动力量修复那壁垒上的裂缝，一边在那壁垒上凝聚出一根根土刺，再次穿刺向黑龙。砰砰砰！一根根土刺根本破不了这头黑龙的防，在穿刺在其身上后，瞬间被那一身闪烁着黑光的近战反甲所反弹的冲击力量以及黑龙本身体魄的力量下，全部再次轰然破碎。2号领主看到这一幕，不敢置信地大喊道：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黑龙的防御能力怎么能有这么强？我的大地骑士比他等级更高一级，甚至还是7个联手，都被这头黑龙给压着打，怎么可能？然而事实摆在眼前，那2号领主的大地骑士兵种生灵，哪怕有7位，也确实不是方远那头不过 LV 的黑龙的对手。气急败坏的2号领主原本想用积攒的资源打造他最近获得的特殊建筑的他，当即便将那些木料石料资源全部都用来提升领地等级了，在领地在一道金光升级到 LV4 等级的领地后，随之便消耗元金将他的7位 LV6 等级的大地骑士全部升级到了 LV7。砰！一只巨大的石壁巨拳自那厚重的壁垒之上凝聚显现，轰击在那头不断喷吐腐蚀毒物的黑龙身上，伴随着一声巨响，将之给直接轰飞向了半空之中。嗖嗖嗖！那巨大的石壁巨拳转眼间化作成百上千道粗长石矛，向着半空中倒飞出去的黑龙便是直接灌射了出去。见到这一幕的方远不由握紧了拳头，没有多说任何一句废话，他直接调出那头黑龙的属性面板，消耗元晶将其等级给瞬间拉到了18级。比升级，他方圆敢说，在整个蓝星全人类领主里，他称第2就绝对没人敢称第1。2号领主看着在一道金光笼罩那黑龙，转眼又消散后，其头顶上显示的等级便连升13级，达到 LV18级，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就在那2号领主气急攻心，不要逼脸的骂着方远无耻不守信用的时候，方远那头升级到18级后，体型直径便达到了100米的黑龙，龙吟咆哮一声，看着眼前那些灌射而来的粗长石矛，口中一团闪烁着黑光的黑炎轰然释放，化作一道能够覆盖数百米范围的黑色炎流席卷而出。轰！所有的石矛在那黑色炎流的席卷覆盖下，都在瞬间消融为了岩浆，化作灰烬洒落大地。然而那黑色炎流去势未减，转眼便落在了地面上的那厚重壁垒上，将之焚烧成了一颗黑红色岩浆遍布其上的巨型椭圆球。接着在那2号领主惊恐的眼神中，庞大的黑色巨龙飞速从天而降，裹挟着磅礴气流产生的风暴，转眼间粗壮的四肢撞在了那已经变得脆弱不堪的壁垒上。轰！一声巨大的轰鸣声随着地面的震动轰然响起。当所有人除了2号领主通过会议屏幕中显示的画面向那发出巨大轰鸣声的地方看去时，随着烟尘散去，众人便见到了一头庞大的黑色巨龙立于一处直径200-300米的大坑中。而在那大坑之中，7个已经成为一滩肉泥的人形生灵大地骑士正被踩在那头庞大的黑色巨龙脚下。见到这一幕的2号领主顿时情绪崩溃的大喊大叫了起来。在方圆给其打开会议说话权限后，那2号领主的一声声带着哭腔的谩骂声随之传入众人的耳中。方圆，你怎么这么狠？你把我的所有兵种生灵杀死了，你让我怎么活啊？你一定会不得好死的！方圆，老子一定不会放过你，
刚才所经历的一切我都录屏了，我这就将你的恶行公之于众，你就等着被所有的领主们厌恶，联手抵制吧。哈哈，方圆你个狗东西，你现在只要求我，那么兴许能够在曝光你的时候少骂你几句，哈哈哈。说到这，那先前崩溃的精神有些异常的2号领主像是想到了什么，连忙改口说道：你只要给我元晶，再召唤出7个大地骑士，并将他们等级全部都升到7级，我就不会将你的恶行公之于众。怎么样，我们做个交易吧，只要你肯给我元晶，我今后肯定会乖乖听话，绝无2星的，求求你给我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然而对于这2号领主所说的交易，方远只是嗤之以鼻的笑了笑，便开启传送光柱，将那头如今等级最高的黑龙给传送回了自己的领地。在做完这事后，方远对那不断叫嚷着一会祈求原谅一会威胁的2号领主冷漠地说道：跳梁小丑，哪里来这么多废话？来，我就给你1天的时间，将我的恶行散播出去，你或者说其他一些也录制了视频，别有用心的附庸领主们，你们给我好好看看，我到底怕这个。第33章，万剑问天剑阵，舆论顶尖。无尽大陆领主争霸赛第5日，天刚亮便醒来的方远将手从环抱着他的白神和红莲的胸口处抽出，随即直起了上半身。看着搭在自己2腿上的2条白玉般晶莹剔透、细瘦完美的2条大长腿，方远默默地将他们那占领高低的完美长腿从他身上分开。来到无上龙巢的龙窟外，方远将背包中的那升级奖励 S 级史诗品质宝箱取出，当即便直接选择将这宝箱开启。恭喜获得 S 级英雄转职水晶1，元晶1万， S 级稀有阵法万剑问天剑阵，随身空间背包10万立方米。看着这次朴实无华的宝箱奖励信息，方远调出空间背包的面板，意念汇聚在那万剑问天剑阵上，随之其属性面板浮现于他眼前。 LV1 万剑问天剑阵，品质 S 级史诗品质，功能1，以万剑为阵，凝聚剑域，笼罩整个领地，形成一道剑域屏障。2，汇聚天地元力进行转化提炼，当前等级每日可凝聚1滴剑元液。3，斩天一剑，集万剑之力凝聚问天巨剑，一剑之下剑破长空，寒光纵横1000万公里，威能是万剑之力强度决定。备注：一冒号万剑护宗阵的威能主要由其中为各个阵点的万剑决定，万剑越强，剑阵则越强。2，布置此阵时请选择绑定主体，一旦确定无法修改，且布阵后无法收纳进任何空间装备中，所以请慎重进行选择。3，阵法类事物不受领地等级限制，资源足够可以提升到最高等级。看完这万剑问天剑阵的详细信息，方远看着备注当中的最后一条信息，在仔细思考了一番后，瞬间便明白了今天开的宝箱为什么只有那万剑问天剑这一样东西了。无视领地等级便可提升等级的东西，只有资源足够，前期可以说有着万剑问天剑阵基本上就是无敌的存在。随即看着备注第2条消息，方远在思考一番后，他最终觉得自身如果绑定这阵法，今后不论走哪都万剑环绕，简直就是活靶子的情况下，便决定还是将此阵绑定整个领地的好。正好领地缺个防御措施，用这个万剑问天剑阵来代替传统的城墙，倒是更为省财耗力，还安全系数更高。方远心里有了决断，便立即将那代表万剑问天剑阵的一柄通体黑金色透亮的长剑从空间背包中取了出来。 LV1 问天剑，品质 S 级史诗品质，功能1，展开并维系万剑问天剑阵的运转，是万剑问天剑阵的阵眼核心。心中感慨激动了一番，方远的目光随之放到了在问天剑上一旁显示出的安置绑定目标的提示框上。在那提示框中显示出的选择目标选项中，选择整个领地无上龙域后，方远随之便迫不及待地确定了万剑问天剑阵的安置选项。然后一道黑金色光辉陡然间自那问天剑上扩散，笼罩向无上龙域整个领地。随着那道黑金色光辉的扩散停止到刚好覆盖整个方圆的领地，一道道神秘玄奥有着无数道符文铭刻勾勒的阵纹随之出现在了那黑金色光辉所覆盖的高空之上。在那些神秘玄奥的阵纹全部显现笼罩方圆整个领地后，方远面前的那柄悬浮的问天剑转眼间便飞向了领地高空之中，化作了一柄无比庞大的黑金色巨剑，悬浮于领地上空，释放出恐怖浩瀚的剑意。这一动静自然将领地内2个众龙之首白神和红莲给惊醒。在他们2个快速来到方远身边，一同向天上望去的时候，那柄黑金色巨剑在一瞬间释放出万千黑金色流光，照耀整个领地以及四周方圆数十公里区域，随后转眼化作了万柄黑金色长剑，飞向高空之上那笼罩整个领地的神秘玄奥阵纹上，那一个个万剑问天剑阵的阵点上。枪一声同一瞬间响起的剑鸣声，在万剑归于其位上后，瞬间响彻于这片天地之间。一声剑鸣响，天地四方惊。只见高空之上一片庞大的云层不断旋转，
转眼化作为了一道庞大的漩涡。于那庞大漩涡之中，方远以及众龙能够清晰地感应到其中所蕴含的磅礴天地元气。只见一道璀璨的五光十色的元气光柱从那庞大漩涡之中轰然笔直地坠落在看那万剑问天剑阵之上。砰！一声惊天动地轰鸣声响起，不断吸收那磅礴天地元气的万剑问天剑阵之上，陡然间形成一层数亿米宽的空间隔膜问天剑域。于问天剑域之中，可以见到滚滚黑色具有毁灭气息的剑气充斥于其中。而那万柄问天剑分化的每一柄，在方远调出属性面板观察，只有 A 级稀有品质的问天剑分剑。此刻则在那滚滚剑气之中吞吐着那一道道五光十色的天地元气，转化出一道道黑色剑气，填充剑域内的每一处空间。待到高空上的天地元气光柱被那问天剑域中的万剑吸收一空，转瞬消失后，问天剑域中的每一处空间区域都充斥着具有恐怖毁灭气息的磅礴剑气。那些磅礴毁灭剑气在那万剑问天剑阵的阵道力量控制演化下，散发出极为恐怖的威能气息，威慑着方圆四周近1公里内的所有生灵。可守可攻，虽然如今这剑阵的等级只有 LV1， 但其最远攻击却有着1公里之距，简直恐怖。方远感慨了一句，便开始研究起这万剑问天阵的种种功能、具体威能和作用。与此同时，经过一晚上，那2号领主以及联合另外一位对于方远依然不服的1号领主，不断呼朋唤友，在各个交流频道中曝光方远的恶行之事。本就是蓝星全人类讨论热点人物的方远，在一些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下，逐渐被数以亿计的蓝星各国领主们在各个交流频道中进行批评和谩骂诋毁。因为谩骂诋毁方远的领主数量实在是太多，哪怕先前有心想要花费大代价拉拢方远的那些势力，在如今重新拓展势力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不为方远说话，因为在如今犯众怒的话，对于他们的损失更大。而做出他们这一选择的主导人，在今后的岁月里，一旦谈及此事，皆会后悔不已。第34章舌战群儒下文星。消耗了1万枚元金，将所有问天剑分裂的 A 级子剑全部给升级到 LV2， 笼罩整座领地的万剑问天剑阵随之升级到 LV2， 然后他如同先前一般，开始狂暴吸取天地元气，转化为毁灭剑气，充满如今长度达到2米的问天剑域空间中，感知着万剑问天剑阵那比先前强了起码几百倍的恐怖气息。方远一边将其气息外泄所形成的威慑能力关闭，防止下跑四周所有的野生动物或小怪物，一边点评道：只是升到 LV2 就花了1万元金，这元金资源的消耗属实有些大，简直是个超级吞金大户。不过对比起其威能来说，这些元金消耗所换来的力量倒也算得上是血赚不亏。毕竟这万剑问天剑阵在先前方远的实验当真 LV1 的时候便能够勉强硬抗红莲不使用龙皇之怒技能的轮番攻击，其防御力可谓是不容小觑。甚至在方远操控这万剑问天剑阵进入攻击模式，万剑齐出的情况下，红莲与之硬抗下，他也会受些轻伤。由此可见，这攻守兼备的万剑问天剑阵耗费那么多枚元金才能升一级，也就合情合理了。询问了下红莲如今等级为 LV2 的万剑问天剑阵，他如果开启龙皇之怒是否能攻破？而红莲的回应则是不能，不仅不能破防，甚至还说这万剑问天剑阵在开启攻击模式对他进行攻击的话，很可能被重伤。一旦使用这万剑问天剑阵的最强攻击斩天一剑，他兴许可能一剑便会被斩死。听到红莲回应所说，方远面露惊讶之色的同时，心中随之狂喜。有了这万剑问天剑阵守着领地，届时那无敌屏障消失，领地内的所有龙也就不用按照原计划那样留下一大批负责守家了，倒是解放了我不少兵力，能够让他们从事狩猎远征，产生更多的利益价值。想到这，伴随着一声龙吟声自无上龙巢的龙窟内响起。新一天刷新的 B 级卓越品质巨龙，一头善于控水，属性数值除了体魄和元力与黑龙是反着外没什么太大差别的蓝龙，从龙窟深处中深处飞出，出现在了查看着他属性面板的方远面前。还未等他这头性格上是调皮的蓝龙笑呵呵的向方远喷水闹着玩，极为护主的白神一个箭步上前，抬手抓住那蓝龙的脑袋，便在一声飓风呼啸中将其给直接甩飞到了数百米的高空上。方远揉了揉飓风从耳边呼啸而过有些微明的耳朵，对白神轻声说道：那些孩子刚召唤出来都是这样的，下次出手教育他们的时候记得下手轻点，可别一个不注意锤死了。白神见方远说得很随意，便也没有多想，就点点头应了声是。随后方远便一边拿出一块块以吨为单位白神他们猎杀的高品质等级的怪物肉，开始制作早饭，一边调出各个交流频道的页面，查看起经过1天的时间发酵，那些吃瓜跟风的领主们对自己进行的批判谩骂发言。站在道德制高点对方远进行批判谩骂之人占据绝大多数，支持方远的人就目前他在各个交流频道中
所看到的那些发言信息来看，基本上没有。有，也在面对人数众多的喷子们狂喷下，也变成没有了。就在方圆打算关掉这些交流频道的时候，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中不断快速变换的信息引起了方远的注意。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龙夏国夏文心，方远这么做有什么问题？强者当道的时代，他已经给过那些在古代相对于想要另投他主或解除契约恢复自由身的人机会了。你们凭什么一直批判谩骂他？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契约精神的人。棒子国张英秀，嘴常在我们身上，我们想骂就骂，关你屁事！小日子国田野三郎，那方远残忍对待先前想要投靠他的附庸领主，如今证据确凿，你还在为他洗，简直可笑。月览国赵强，将附庸领主们的兵种生灵全灭了，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有什么好喜的？毛熊国俄洛伊斯，你们月览国不是经常嘎腰子吗？好像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吧？建议你们国家的人不要说话。龙夏国龙仙羽，虽然如今是乱世国非一国的时代，但我们终归是现代人，怎么能用古代的思想去思考问题？就事论事的来说，这方远确实下手有些过分，哪里是比试对决，分明是不从他者，他就要将其赶尽杀绝。尤其是最后一幕，那领主只是将大地骑士升了1级而已，而反观那方远却是直接升了13级，你认为这公平吗？龙夏国龙鳞雪，文心我哥说的话可能有些冲，还请见谅，但就事论事来说，方圆所为却是太不地道了。龙夏国夏文心，我们的关系也就平平罢了，还请别叫我文心。至于你们所说的那就事论事，简直可笑。明明是那大地骑士的领主气急败坏不守规矩，突然在比试对决中进行升级，你们居然说出方远不地道这话，简直是不长脑子。龙夏国龙鳞雪，就事论事的讨论，请你别上升到我们身上进行人身攻击。龙夏国夏文心，哼，自己蠢还不让说了？你真以为我还像从前一样顾忌点你的身份不会骂你吗？抱歉还就想人身攻击，我早就想骂你了。你个自恋的脑残女，从小到大抢些追我的男人，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你是真的恶心下头。要不是你的领地离我较远，我高低有机会的话，一定去将你狠狠地揍一顿。看着面前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页面上显示的夏文心舌战群儒的一条条信息，感觉有意思。方远一边笑着吃着面前红莲烤好的怪物肉，一边调出了夏文心给他发了不少消息的好友聊天框。意念点击消息提示旁向上的箭头，只见聊天框中的页面飞速上拉，页面上显示的对话消息便回到了当初方远关闭这个聊天框的时候。逐个查看夏文心先前发来的那些信息，当翻到昨天晚上夏文心所发来的消息的时候，方远面色一变，不由回想起了当初被白神覆灭的那座哥布林王城。等级达到45级的哥布林大英雄4臂剑魔，这家伙据夏文心所说，正向我这片区域方远快速行进，怕不是来找我寻仇的吧？第35章叛族。利益面前，我很抱歉，我的势力才初见，班底还很薄，再加上我的班底只处于我这一片江城人降临的区域，因此对于一些较远区域的信息资讯获取能力有很大缺陷。看来在我还未有能力纵横无尽大陆前，还是需要一些盟友进行互相利用扶持的。这样想着，方远看了眼还在交流频道中和各国人进行对喷之人夏文心，随后若有所思的便在自己和对方的聊天框中回复道：谢谢你的情报和支持，作为回报我告知你一则目前只有我知道的一则信息。看了眼在交流频道中停止和那些对喷对自己所发消息显示已读的夏文心头像，方远意念转眼间打出的一段字随之发出：我从 B、A 2个等级的宝箱中开出过不同等级的英雄转职水晶，使用此物可以使对应等级的兵种生灵从兵种单位转化为种族英雄单位。英雄单位的生灵除了对原有种族具备绝对的掌控力外，其各种属性能力都比该兵种生灵要强了很多，是兵种生灵本身品质的高低，在使用英雄转职水晶后，有一定概率在转职过程中提升其品质等级。方圆所说的关于英雄转职水晶之事，对于之后那些将领地率先升级到 LV5 的人来说，早晚会知道。但就目前来说，方远是唯一知道这一信息的人，而且这一信息的价值非常高。当然，方圆所说的这些信息只是明面上的信息而已，他还是留了一手的。兵种生灵进行英雄转职后，吞服同品质等级且属性相合的资源，能够增加转职生灵晋升品质等级成功率的这一信息，他可没有说出来。这一消息要是说出来了的话，那些人所获得的英雄转职水晶可就不会那么随意的给那些高品质的兵种生灵进行使用了。到时候经历过第一轮灾难，进入到全民领主度过初期阶段，进入扩张争霸阶段的话，他方圆所遇到的对手可能就多出好个拥有 S 级英雄生灵的家伙了。而此时看着方圆所发消息的夏文心，则一边回复方远进行感谢，一边拨通了他爷爷夏求恩夏家家主的视讯。滴滴滴，在视讯铃声响了好几声才被接通后，视讯屏幕中便显现出了提升自身等级
头发从花白色变成黑色，面容也年轻了不少的夏求恩。夏求恩皱眉看着视讯屏幕中的夏文心，声音中气十足，充满威严地说道：“不听家族命令，和那些人对骂的你，找我有什么事？如果说是为方远站台的话，那就免谈吧。”听着夏求恩那很明显不满意他先前为方远站台，与诸多国内外之人进行对骂之事的话，星系家族的夏文心先前得知方远消息而激动的情绪顿时平复了下去。有着自己野心的夏文心看着等级提升上去越活越年轻的夏求恩，最终在快速思考了下后说道：“我刚刚从方远那里得到一则极为重要的消息，与兵种生灵转制成英雄单位有关。”听到夏文心提到方远，本就被众多家族元老评判管教不严的夏求恩，原本想直接挂断视讯的他，在听到夏文心后面所说的内容后，陡然变得严肃认真了起来，向夏文心问道：“方远所说的消息具体是什么？”夏文心摇摇头，并没有直接将方远对他所说的信息告知先前还表现出不耐之色的夏求恩。夏求恩明里暗里总共有7个老婆，生下的孩子多达10几个，而那些孩子也就夏文心父亲那辈人所生下的夏求恩的孙子孙女可不在少数。因为是女儿身，再加上自己的父亲能力有限，并不受宠的缘故，夏文心曾经与夏求恩的关系说实话很淡，淡到他从小到大都未曾被这个当国家首脑的爷爷给正眼看过。要不是因为蓝星全人类被神秘强大的存在给搞到了这片无尽大陆，参与那什么领主争霸赛，而他夏文心又恰好在初始阶段分配到了 A 级稀有品质等级的兵种召唤建筑，而且还 A 级当真顶尖存在那种。就以夏文心曾经的身份资格来说，他可不配拥有能够直接不经过上报便联系夏求恩的这一特权。因此虽然心中向着夏家，但也就向着那么一点的夏文心，对着并没有多少好感的夏求恩提出要求道：“这一消息价值很高，高到能够提升我们夏家核心人员实力，直上一个阶梯，所以我需要在保证我自身利益是否合理的前提下，再决定是否说出来了。”不等脸色被他这句话气得开始涨红的夏求恩开口骂他，夏文心一边调出交易中心上架物品面板进行一番物品价值评估操作，一边快速对夏求恩说道：“为了证明我所的信息与我所需求到的利益是否对等且有富余，我通过交易中心的上架物品定价系统进行了价值评估，这个价值评估表截图已经发送到了我和你的聊天页面中，请先查看下，再发表你的言论和决定。”夏求恩皱眉深深看了夏文心一眼，这才调出与他的聊天框页面查看起那张价值评估表截图中的信息。看着夏文心报价的那巨大数额的资源只是评估表上显示的价值区间中的最低档，夏求恩顿时面容变化，展现大吃一惊之色。我们都是一家人，都属于同一个家族夏家，你要这么多资源，几乎能够将整个夏家掏空了。你如此行径，对得起家族从小到大的培养吗？你知不知道，你这属于叛族？听到夏求恩所言，早就心有预料的夏文心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的说道：“家族从小到大对我培养，我由衷的表示感谢，但在如今特殊时期，算得上庞大的利益面前，我很抱歉，我无法将那消息免费说出来。如果真要说我叛族的话，那么我会上架这件消息商品，想必其他诸国大势力会很感兴趣。他需要资源，而夏家必定不是一人堂的家族，能够调动所有资源为一个人服务，因此他只能出此下策。只要他在蓝星全人类领主之前成为前10名将领的升级到第10级的存在，那么他从家族那里获得的资源，他也能如同方远那般很快的便还上。第36章，世家不容小觑，领地升级狂潮。信息商品的价值评估，以信息的本身价值，还有知道此信息的人数，以及卖出后是否签订契约，只能买家知道且无法外传，保证知情人数而决定。因此，为了保证该信息的价值，我上架的这件商品必然会限制合资买的买家数量。说到这，和方圆简单聊了几句，见对方便下线了的夏文心看着视讯屏幕中夏求恩那皱眉听后他下文的模样，随即夏文心就淡然一笑道：“我只给你1个小时的时间考虑，1个小时后我将会上架我这件价值不菲的信息商品，同时联系那些各国顶尖世家，合资购买的名额当中，我给家族留了个位置，是愿意独享那价值不菲的信息，还是花费一部分代价与他人共享那信息，就看你们自己会怎么选了。”说完，夏文心不等又想拿道德来批判教育他的夏求恩说什么，便直接挂断了视讯。夏文心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心，因为他所说的独享那价值不菲的信息其实是个坑，还是大坑。一旦夏家落进去的话，必然在只有最后的2日里陷入到极大的困境之中。毕竟掏空家底了，他们哪里还有资源去快速将领地升级，获取那些拥有英雄转职水晶的宝箱？至于将从夏文心那里获得的信息卖掉进行回血，回是能回，但也就回那么一点。毕竟伴随最后2日的安全日到了，肯定有不少将领地升级到5级获得那些宝箱的存在。从那些宝箱中开出英雄转职水晶的信息一旦传出，那么他们夏家从夏文心那里买到的消息
也就将会变得一文不值。决定信息商品真正价值的隐性因素，其实是无法准确预测的，其他人知道这一信息的时间。因此，信息商品的弊端可以说是非常大。一旦下家决策层的那些人过于贪婪，拿出整个下家每日积攒起来，对所有下家人进行不同量级分配的资源，以及库房中积攒的以备万一的资源之后，下家在面对那消息中残酷的现实时，必将陷入到短暂的资源短缺、供给不上的混乱之中。而又由于夏文兴拿着那些资源，一路将领地飙升到10级的缘故，患寡不患君的下家众人，在这人心沉浮的乱世当中，不论哪个时代世界背景，早就想搞事的人，到时候一定借此事站出来搞事。兴许到时候夏家会如同清王朝时期一样，再次出现分家乃至家族灭绝之祸。而到那时候，也就是有野心也有实力的夏文兴利用领主附庸契约重新整合掌控夏家的时候。当然，如果夏家选择后者，合资购买夏文兴的信息商品进行降低风险的话，在这个归根结底实力至上的时代，领先家族众人一大步的夏文兴重新掌控家族亦不过是迟早的事罢了。夏家的家族智囊团显然不是吃素的，在联想到夏文兴只需要资源，不需要家族中某些特权的情况下，不过一会功夫，他们便推导出了兵种生灵转职成英雄单位，很大概率与升级奖励的宝箱有关。于是夏求恩等夏家高层便决定将一个同样拥有 A 级兵种，且曾经在家族严厉教导下非常听家族话的孙子夏平安的领地给率先升级到 LV5 进行查看一番。靠着家族底层人供养，一直为让自己兵种生灵天雷师出去狩猎，积蓄力量将领地升级到 LV3 的夏平安，在家族中那些中高层几十上百人，不论是否自愿，都割掉他们今日所能获得的资源给他进行提升的情况下，夏平安一个不过17、18岁的男孩，在感受到偏爱后的喜悦当中，转眼便将领地提升到了 LV5。伴随着响彻所有人耳边夏平安领地升级到 LV5 的奖励公告声响起，夏平安获得了一个 C 级优秀品质的宝箱。在打开宝箱，得知里面 C 级英雄转职水晶功能后，夏家高层们也就知道了夏文兴出售的信息商品到底是什么了。联想到他们自身兵种的品质等级，这些夏家高层便立即调动所有能调动的资源，给除了夏文兴外，其余拥有 A 级兵种生灵的家族核心子弟进行快速升本。而在听到耳边响起的那一声声公告声的夏文兴，瞬间便明白了，因为如今不处于曾经世界的缘故，他自己一个不注意便小瞧了家族，导致自己那信息商品中的核心信息被逆推了出来。意料到这点的夏文兴，在看到他刚才存于交易中心还未上架的信息商品转眼间价格掉了一大档后，来不及心痛悔恨，心急如焚的他一边联络起那些各国大世家势力的交易人，一边将那件信息商品修改名称上架到了交易中心。夏文兴在和那些各国大世界势力的交易人进行交谈出售这信息商品的时候，重点提及的便是夏家那么急迫给一些人直接升级到 LV5 的原因。由于夏文兴怕出价太高，这些各国大世家势力也搞信息逆推，他对那信息商品所出售的定价并不算高，甚至可以说是低于推荐价格。因此夏文兴在那些各国大世家势力同夏家一样，给家族中核心种子们进行领地快速升级的时候，倒也是赚取了不少资源。赶在升本奖励的前100名末尾，夏文兴一举将自己的领地升级到了 LV5， 获得了一个 C 级优秀品质的宝箱。将英雄转职水晶能够将兵种生灵转职成英雄单位的这一信息直接出售给他所知晓的那些中小型势力后，夏文兴随之便将倒是没多久对他无用的那枚 C 级英雄转职水晶给挂到了交易中心进行拍卖出售。在那枚 C 级英雄转职水晶以比夏文兴靠贩卖信息所获得的资源还有高一些的价格出售出去后，夏文兴利用那些资源已经将自己的领地等级给提升到 LV8， 距离获得前10名升级到10级奖励的 A 级稀有品质宝箱也就只差2级。2级元金倒是好搞，就是那些木料石料资源，在那些各国大世家势力升级领地获得宝箱后，哪怕我低价出售那些怪物肉，获取难度也很大。至于夏家，以我之前的所作为，想必我不被除族也会成为家族边缘人物，很难再从他们那获得资源支持了。这样想着，夏文兴的思绪陡然间想起了作为蓝星全人类第一领主的方远，与他合作的话，想必我能赶在那些各国大世家实力以及7日安全日前，便将领地升级到 LV 时，获得那 A 级稀有品质宝箱。第37章黑心资本家。在白神和红莲出去狩猎，以及探查哥布林大英雄4臂剑魔行进到哪里的时候，看着解除消息提示屏蔽后拨打视讯与他交谈合作事宜的夏文兴，网上冲浪知道对方利用他给的信息赚了一大笔的方圆，不由开口问道：你利用我给的信息赚了不少资源，我不会管你要，因为那是你用自己脑子赚来的。但是如果你要和我合作谋取升级奖励的话，那么就说话直白一点，不要说些客套的废话，直接告诉我与你合作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能够收获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可以了。听着方圆所说的，
那无比直白的话。夏文兴点了点头，表示明白后，便开口说道：“您出升级领地的资源给我，我们签订公证交易契约，到时候获得的 A 级稀有品质宝箱，我只取 A 级英雄转职水晶，其余宝箱奖励都归您，如何？”方远摇摇头，冷笑着回道：“你是在割我这空手套白狼吗？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我们之间的合作交易想必就不用考虑。”意识到方远对于收益不满意的夏文，皱眉不由问道：“A 级稀有品质宝箱在初期的时候获得难度据推测是最低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获得其品质等级的宝箱可就非常难了。而我只差2级便可以升到10级，这2级所消耗的资源也就相当于将一个等级 LV1 的领地升级到 LV5。您开过 A 级稀有品质宝箱，想必应该明白所投资给我升级用的资源与那些 A 级稀有品质的物品相比并不多，而获得那 A 级稀有品质宝箱开启后，其中物品我更是只取英雄转职水晶，其余都归您，您为什么不满意？”方远听着对方的分析，摇头冷笑道：“你自以为是了。虽然给你升级所消耗的资源与获得的 A 级稀有品质的物品相比确实很少，但是我凭什么给一个外人升级领地，获取那份我本就可以唾手可得的资源呢？你别忘了，我手下可是有不少附庸领主的。相比起给你这个外人的领地升级到 LV 时培养出一个我的劲敌，给我那些附庸我的领主们提升级到10级，他们除了会对我感恩佩德外，他们所获得的宝箱奖励，包括其中价值最高的英雄转职水晶，可也都是我的。这么一对比的话，你觉得你所说的能够给我的投资回报与之能有多少可比性？”听着方远的那一句句回答，夏文兴的脸色不由逐渐变得冷漠，沉声问道：“所以你的意思是要我成为你可以掌握我生杀大权的附庸领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确实如你所说，我们之间合作想必不用考虑了。”听到夏文兴的话，方远只是冷笑了下，说出了一句与先前所说的一样的话，便直接挂断关闭了眼前的视讯屏幕。在方远挂断视讯后，夏文兴脑海中便不断回想起他最后所说的“你太自以为是了”的这句话。握紧双拳，面露愤然之色的夏文兴最终低沉的自嘲道：“哼，想想我获得他所说的那一信息后，自己的所作所为还真是自以为是呢。”自嘲一声过后，夏文兴却语气冰寒的低声说道：“自以为是又如何？我就不信我一个人还不能在这乱世闯出一片天了。想要我屈居人下，他简直是在做梦。”就在夏文兴自语的时候，反观此时的方远则再次召开了他的附庸领主议会。这次附庸领主议会的人数，算上方远在内，一共只有94位。至于少的那7位，自然是先前与方远的黑龙进行比试的那7位。除了自杀的那一位已经死亡后，其余的6位领主，不论有没有背后搞小动作，与那2号领主狼狈为奸，都被以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心态做事的方远派出黑龙覆灭了他们所有的兵种生灵，让他们自生自灭。与其说是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如说是让他们这些违背他方远的人好好看看他到底怕不怕那些舆论，以及跟着他方远好好混的那些领主们是如何飞黄腾达的。让那些诋毁他方远的人面对他们曾经所说出的诋毁谩骂之语而感到可笑无地自容，用事实和实力去打脸那些随波逐流的喷子们，让他们显露出无地自容的样子，可比用嘴遁要强太多了。看着面前议会视讯屏幕上按照兵种品质等级进行排序的众人面孔，方远的目光落在与先前大为不同，眼中充斥着一股狠劲，身穿一身兽皮，宛若丛林战士的林凡身上。林凡作为他的第一位拥有 A 级稀有品质兵种的附庸领主，其巨大的变化，方远自然看在眼里。先前调取他领地的监控，便知晓了其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强大的压力可以让绝大多数人变得颓废，但有一部分人则会在那压力之下不断成长，迫切地渴望着变强，为证明自己的价值，实现他们心中的理想而不择手段。方远深深地看了林凡一眼，随后扫视了一眼其余人，便开口说道：“废话不多说，大家应该都知道了英雄转职水晶之事，因此我打算给你们所有人一个获得由我出资帮你们快速升级到 LV 时获得那升级奖励的宝箱的机会。而且这机会所有人都有份，但想要获得这个机会，有个前提必须要事先和你们说明下，那就是你们所获得的宝箱全部都是我的，与你们本人无关，明白吗？”视讯屏幕后的那一众附庸领主，从先前方远展示出的手段，便知道方远是个独断专行之人的他们，连连表示明白。但是林凡此时却超乎那些附庸领主们的预料，居然询问方远道：“我想要获得那 A 级英雄转职水晶，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方远听到林凡的询问，没有立刻表示拒绝。毕竟若是断绝附庸领主晋升之路的话，那他的手下之中除了永远也不会出现高战力的人才外，也将杜绝很大部分除了走投无路外成为他人附庸领主拥有高级品质等级潜力不错的兵种的那些领主们。在沉思了片刻，方远对林凡以及对其余附庸领主回答道：“之后除了每位领主每日需要上缴的资源供奉外，
你们额外上缴的每一单位资源都将获得1积分，当然完成我所交代的任务也能获得一些的积分。用一定数量的积分，便可以从我这里兑换英雄转职水晶，以及那些高品质的稀有木料、石料、宝物等等。而那些物品需要用多少积分来兑换，由交易中心实时变化的价值评估，我再结合物品稀缺性而决定。在方远说完后，那些领主总结方远最后一句话来说，便是需要用多少积分能换取那些物品，完全由他来说的算。方远除了独断专行的标签外，黑心资本家的标签也逐渐打进了绝大多数领主们的心中。第38章灾难公告，无尽受潮。结束会议后，方远调出领地属性面板，查看到元金还剩余30多万后，便直接调出了无上龙巢的属性面板，意念选择黑龙、蓝龙2个兵种图标，不断进行召唤。不一会，方远便消耗了10万元金，召唤出了100头黑龙和100头蓝龙，随后又消耗了9万元金，将这200头 B 级卓越品质的巨龙全部给升级到了 LV10 的等级。随着一道道金光在方圆领地的上空包裹一头头黑蓝色巨龙，闪烁一会后便化作无数金色荧光消失不见。顿时间一声声齐鸣，震天动地的龙吟声自方圆领地上的高空响起。只见200头体型长度均达到50-60米的黑蓝色巨龙遮天蔽日般的翱翔于方圆领地的高空之上，让白神和红莲显化出真形，教训这群刚出来异常亢奋的小龙们老实听话些后，我这小领地可不够你们发展居住，还是去我的附庸领主们的领地找你们的好兄弟们去吧。伴随着方远呢喃一声，一道道璀璨的白色传送光柱自苍穹落下，将那些被白神和红莲威慑的老老实实的黑龙和蓝龙全部笼罩其中，传送离开方远的领地，降临到方远的一个个附庸领地当中。在那些附庸领地当中，和那些先前降临没多久的同族巨龙一起去狩猎、收集木料、石料等资源。无尽大陆领主争霸赛第6日，从昨天过了凌晨进入到今日开始，一则灾难公告信息便出现在了所有蓝星领主的脑海中。灾难名称：初级无尽兽潮。介绍：此灾难共分为14轮，6种不同种族组成的兽潮，每度过1轮兽潮，灾难结算奖励的宝箱品质等级也就越高。所有领主只要度过第2轮兽潮，便算通过此轮灾难，可以自行确定是否继续勇闯兽潮夺大奖。在这公告出现在所有蓝星领主脑中没多久，一道道升级到 LV5 的公告声随之不断响彻于所有蓝星领主的耳边。不胜其烦的方远，由于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关闭公告的领地设置，他只能靠着运神石做着悟道石盘膝修炼起来，以此平心静气，让思绪静下来。还有1天半的时间，7日无敌保护期便结束了，到时候那第1轮灾难也将随之降临。如今将那些如今均在3、4等级领主们的领地升级到 LV10所花费的资源，也就堪堪够我现在升1级到 LV16。虽然只是够提升我1级，但提升9个领地到 LV10所消耗的资源，却是都够我将我自己的领地直接升级到 LV20了。想到这，方远不由思考起是先着重提升自己的领地等级的重要，还是获得那些 A 级稀有品质宝箱重要。获得宝箱的途径，除了这个升级奖励外，也就只能通过第1位达成各种隐藏成就才行。就如我先前覆灭了一个哥布林王国，获得了一个 A 级稀有品质宝箱一样，成就等级越高，获得的奖励宝箱品质等级也就越高。但其中有一个重点，那便是该成就奖励仅限第1位达成者，不具备复制性获得奖励机制。这如今灾难公告出来，知晓其对我的生命安全没有多少威胁的情况下，还是优先获得那些 A 级稀有品质宝箱的好。至于那需要拿命闯才能获得宝箱的兽潮，还是等到时候闯过机关看看强度再决定吧。心中有了决断的方远，在这凌晨血月的高空下，随即便调出领地属性面板，查看起那些不眠不休一直狩猎收集资源的众龙们，将资源通过附庸领主们传送到自己领地中，如今到底积攒了有多少。领地名称：无上龙域。领主：方远。半生灵物：混沌元晶。领地等级 LV15。面积50平方公里。建筑：无上龙巢 LV10 SSS 级。筑基塔 LV10 A 级，每层目前100人。万剑问天剑阵 LV2 S 级。领名807-50000。粮食：血髓灵道50吨，哥布林肉300吨，狼人肉50吨，地犀肉600吨。资源：普通木料16万吨，普通石料3万吨。A 级悟道石 LV18， B 级紫金铜木 LV18， B 级运神石 LV18， B 级九幽阴石 LV18， B 级英雄转职水晶2 S 级英雄转职水晶。元金265万余。在方圆每个附庸领主的领地几十公里内，基本上都有一个或多个怪物种族部落。那些怪物种族部落平均生灵数量在3000左右，平均等级在 LV6。击杀那些怪物，根据不同等级以及品质等级所获得的元金数量也大有不同。
因此造就了方远这堪比一夜暴富的原金数据。看着领地属性面板上那与木料相差5倍之多单位的石料，方远不由皱眉道：江城人所降临的区域几乎全是森林地形，能够获得石料的石场地形少之又少，这就有些严重拖我发展的后腿了。简单思索了下，方远心道：看来得让手下附庸领主们从江城就近交流频道中打听下，这片区域哪个领主附近挨着石场了，到时候威逼利诱一番，看看对方能不能成为我的附庸领主。不能成也无所谓，到时候派几头黑龙先去探查下那附近有无危险，确定没有危险后，再让白神和红莲过去，直接把那片石场区域给我挖空了。也就这时，自方远的领地外远处，每隔2-3公里便有一头黑龙放哨的区域，响起一声声由远至近的龙吟声。这是那头我让所有放哨的黑龙注意的哥布林大英雄四臂剑魔来了。前不久他不是还在距离我700-800公里外的91号领地周围吗？我收到消息，距离如今才过去3个小时不到，这家伙这么就到我领地附近50公里外了。岂不是说这家伙的移动速度基本上是音速2倍还多，相对于白神和红莲高速飞行下的速度了。就在方远心生感慨的时候，2声宏大威严的龙吟咆哮在领地上空响起，白神和红莲庞大的真身显现于方远头顶的高空之上。在方远通过心灵感应能力的叮嘱下，他们煽动了下龙翼，随即便化作2道不同颜色的长虹飞出了领地，向着那极为狂暴横冲直撞毁灭一片片树林，不断向着方圆领地而来的哥布林大英雄四臂剑魔飞速杀去。第39章，按在地上摩擦的剑魔向伟大血腥之主进行献祭。吼！一声宛若洪荒猛兽般的兽吼咆哮声在这一片广袤的森林中响起，一棵100米高的巨树随之被一头100米高、全身墨绿肌肉隆起、生有4臂的哥布林连根拔起。砰！伴随着一声破空声响起，这哥布林大英雄四臂剑魔将那一棵大树狠狠投掷了出去，砸向那迎面飞来的2道庞大巨龙的身影。通过心灵感应切换视角，方远便见到一棵巨大的树木如同一支利箭一般飞速射向飞在前方的红莲脑袋。砰！对于那迎面射来的100米长数十米宽的巨树，红莲内心毫无波澜，任由那棵巨树撞在脑袋，发出一声巨树尽碎的爆响声，继续向着前方不远处的四臂剑魔飞快冲去。连日赶来，得知那座本应该给他不菲报酬的哥布林王国被巨龙灭了，愤怒无比的四臂剑魔见到红莲完全无视他攻击飞来的样子，本就属于癫狂性格的他，嘴角不由露出了一抹狞笑。2头堪堪进入成熟期的巨龙实在是太棒了，将这2头巨龙杀了炼制成秘药的话，想必足够将我的品质等级天赋提升到 A 级了。到时候苍兰域哥布林帝国英雄殿中，以我的天赋实力，必定能够成为除了哥布林大帝韦恩外实力最强的哥布林大英雄。心中这样亢奋地想着，体型不小的哥布林大英雄四臂剑魔，四肢粗壮，手里铭刻着黑色诡异符文的他，伸手将背后的4柄巨剑紧握在手中。砰！随后伴随着一声大地崩裂的轰鸣声，自那4臂剑魔向后撤开一步蹬出的一脚下响起，空气随之发出一声巨大的爆破轰鸣声，一道狂风乱流轰然席卷，那4臂剑魔的身形转眼化作一道道残影飞出，向着前方快速飞来的红莲对冲而去。在那4臂剑魔飞速冲来撞向自己的瞬间，红莲抬起龙首以及前身，其身下庞大粗壮的龙臂挥动，一记燃烧着熊熊黑红色烈焰的龙拳轰击向那4臂剑魔。4臂剑魔在红莲挥动那一记龙拳的瞬间，顿时察觉到危险，立即抬起手持4柄巨剑的4臂，做出格挡的招式。轰！在红莲那一记龙拳落下，碰撞在那4臂剑魔格挡招式交叉的4柄巨剑上的瞬间，大地轰鸣，一道道裂痕随之快速在大地上蔓延开来，层层碎石泥土倒飞而起。操！这头龙的力量好强，不能硬抗！心中暗骂惊呼了一声，感觉到自己手上握着的那4柄巨剑上所传来的恐怖高温，4臂剑魔连忙抬头看向转眼出现灼烧感冒起灰烟的4臂手掌，心中惊叹道：这家伙的火焰能力也极其强，也得避开他的火焰攻击才行，哪怕触碰到也不能抵挡太长时间，不然我绝对会被其直接烤熟。心念于此，短暂交锋便感觉到红莲的肉身力量绝对高于他的那4臂剑魔，顿时施展出了他的一个 B 级技能瞬闪，原力气息涌动，那4臂剑魔身影快速闪动，其真身刹那间便出现在了红莲的头顶上空。那4臂剑魔手中的4剑华光一闪，瞬间4剑合而为一，化作一柄200-300米长、50-60米宽的巨剑，散发着诡异黑光，向着红莲的龙首便垂直刺落下去。砰！一道庞大的绚烂流光闪过，白神单手握住那4臂剑魔以及他下握的巨剑，俯冲将之扣击于地面，顿时间一声巨大轰鸣声再次响起。砰砰砰！一声声重物不断轰击在地面上的声音响起，大片树木倒塌的地面深坑中，
白神单手扣着那想要挣脱的四臂剑魔，不断向着他身下那片残破不堪的大地猛砸而去。在方远的视角下，那 LV46 哥布林大英雄四臂剑魔在被白神不断的猛砸下，一边被其手中紧握的巨剑破开血肉嵌入身体疯狂流血，一边震荡出内伤，不断口喷鲜血。不行，再这样下去，我一定会被这头力量丝毫不逊色于先前那头黑红色的6翼巨龙的4翼光龙给活活砸死。就在那四臂剑魔心中如此想着的时候，白神在身后响起了一声宏大威严的龙吟声下，立即将手中的那四臂剑魔用力甩在了深坑之中，随即便扇动身后流光四溢，飞上了高空。原本还想用什么办法挣脱白神束缚的四臂剑魔，被白神主动松手甩开的他，还未来得及欣喜，一股恐怖的危机感随之瞬间弥漫上他的心头。四臂剑魔遵循自己达到 A 级的技能战斗质感，自地面中一边将身上镶嵌的巨剑拔出，一边快速抬头向着头顶上空望去。只见一颗庞大的火球以极快的速度从天而降，恐怖的气流压强随着其下降的高度越来越低，挤压着下方他所处的大片空间区域。以5掌中血晶献祭给伟大血腥之主，换取血肉掌控之能。在战斗质感的感知下，知道自己避无可避的四臂剑魔当即从自己手上戴着的空间手镯中取出了一大袋猎杀各种怪物生灵，用他们的血肉以秘法炼制的血晶。低语念诵着秘术献祭之语，向无尽大陆掌管血肉法则之神血腥之主进行献祭，换取强大的临时的血肉掌控之能。伴随着四臂剑魔脚下快速蔓延出一座猩红色的法阵，一条长着诡异血红眼睛的触手随之从法阵中破空探出，张开其遍布利齿的诡异血瞳，将他手中的一大袋血晶吞噬。四臂剑魔脚下的猩红色法阵在那诡异触手收缩消失后，陡然间散发出诡异的红光，将其整个身躯包裹其中。只见那猩红法阵在那诡异红光被四臂剑魔完全吸收，转瞬消失后，原本浑身是伤的四臂剑魔，其全身血肉正以诡异的速度快速再生蠕动，待其瞬息间伤势痊愈之际，一颗硕大的血瞳挤开其胸膛处血肉，散发出诡异的猩红光辉。B 级技能剑势狂怒， A 级技能血肉改造。快速释放这两个技能，四臂剑魔的身躯在膨胀变大了一圈的同时，其肋骨处2只粗大的手臂快速生长而出。6臂手握巨剑的他，在此刻全身原力的涌动下，磅礴猩红色剑气宣泄而出，汇聚于手中黑色巨剑之上，形成一道威势浩荡的庞大猩红剑芒。嗡嗡嗡，在耳边响起一声声大气压强挤压的轰鸣声中，那如今应该称之为6臂剑魔的哥布林大英雄，紧握手中庞大猩红剑芒覆盖的300米巨剑，在身旁四周一片片树木与恐怖空气压强挤压倒塌下的瞬间，轰！一道猩红剑光瞬间自地面以半月之形展动，向着在此攻击轨迹中出现，浑身燃烧着熊熊黑红色烈焰的红莲斩去。第40章四臂剑魔陨，哥布林帝国锁定。轰！猩红剑光与黑红烈焰闪烁耀眼华光相互碰撞在一起的瞬间，恐怖的力量波动宣泄向天地四方，大地崩裂，万千碎石尘埃倒飞而起，树木一颗颗截断破碎，在那股恐怖的力量波动扩散下，随之席卷向四面八方。转眼间满地疮痍。在那6臂剑魔挥斩下巨剑，与红莲这一击从天而降的 S 级技能烈阳坠日碰撞维系3秒过后，于红莲那庞大身躯外具有恐怖高温的熊熊黑红烈焰焚烧，以及坠落的磅礴巨力冲击下，6臂剑魔手中那柄 B 级卓越品质黑冥铁打造的4合1巨剑随之快速消融崩解，最终伴随着其剑上的猩红剑芒一起轰然破碎万千。砰！在没有了那柄具备吸收冲击力量的巨剑抵挡下，红莲的庞大身躯裹挟着体外那宛若实质化的黑红烈焰轰然落下。红莲体外那宛若实质化的黑红烈焰在膨胀到那6臂剑魔的瞬间，如同一轮爆散开的烈日一般，向天地四方宣泄着恐怖的磅礴黑红烈焰。那6臂剑魔的100米高的巨大身躯在那磅礴黑红烈焰瞬间爆炸释放出的恐怖力量冲击下，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动用他那强大的血肉恢复能力，恢复身上的损伤，在刹那间便化作无数灰烬，消失于此间。大地轰鸣，熊熊黑红烈焰焚烧扩散，转眼间大地之上近1000米直径区域的大坑便化作了一片熔岩火海。屹立于那熔岩火焰的大坑之中，红莲如同君王一般昂首龙吟咆哮一声，6翼扇动间掀起滚滚火浪腾飞而起。在听到脑海中响起关于红莲击杀那哥布林大英雄4臂剑魔的信息提示声，牛逼啊！这还不是红莲最强状态下的攻击，要是在其开启龙皇之怒的情况下，刚才那一击方圆10公里内恐怕都得瞬间破灭，寸草不生。见识到刚才红莲最后一击所造成恐怖场景的方远，在短暂的震惊感慨过后，便对白神和红莲下达了回归的命令。也就在这时，一道系统提示浮现于方圆眼前：叮！
哥布林大英雄四臂剑魔与苍蓝域哥布林帝国气运绑定，红莲将其击杀后受到此帝国气运核心锁定标记。由于红莲与您的领地绑定，您的领地以及包括附庸领地内的一切生灵都将被哥布林生灵仇视，一旦被哥布林发现，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通缉围攻，而您的领地将会在不久后面临一支哥布林大军的讨伐。方圆仔细看了一番眼前的系统提示信息，不由浅笑一声，极为自信地说道：“哼，哥布林大军讨伐我，这确定不是在给我送菜吗？哥布林大军赶来讨伐他，其综合实力必然比那哥布林大英雄四臂剑魔强，但再强也是有限度的。有着白神和红莲以及万剑问天剑阵这3张强大底牌在手，方圆可是真的一点不带惧的。也就不怪方圆刚才自信无比地说，那些来讨伐他的那些哥布林大军，简直就是来给他送菜的了。”在白神和红莲凯旋归来后，方圆表扬两龙一番，便开始着手附庸领主们的领地升级事宜了。前时刨除我这个不算此档奖励却占据的一个位置的人外，还有9个人能够获得 A 级稀有品质的宝箱。那么考虑先给谁升级就不用多想了，直接按照他们的兵种品质等级以及他们本身如今的领地等级来决定吧。心中有了决断的方远，调出那些附庸领主们的领地属性面板，很快便选了9个符合条件的人出来。这些人中，领地等级最高的便是林凡，凭借他自己的努力，如今已经将领地升级到了 LV6。9人平均等级只有 LV4， 在方圆给他们的领地属性面板等级提升一栏先后拉升到 LV10的时候，最末尾的2位领主因为食料资源不足，只能排到1轮，等他们资源足够后再进行提升。伴随着方远在其余7位资源足够将领地拉升到 LV10的等级一栏进行确定提升后，7道金光瞬间笼罩在了那7位分居各方的领主们的领地，跨越一级又一级，将他们的领地直接给拉升到 LV10。就当方远准备听到那一声声如今对于他来说算是悦耳的系统升级奖励公告时，公告：蓝星全人类领主夏文新成为第2位将领地升级至 LV10的领主，现以此进行通告。特奖赏夏文新获得 A 级稀有品质宝箱，以示嘉奖，请其余领主再接再厉。方远就在方圆短暂疑惑了下，自己手下的那7位附庸领主们领地升级到 LV10的公告声这才陆续出现于方圆的耳边，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自那夏文新之后是其他10家势力的公告声呢。方远提升附庸领主的领地等级到 LV10， 第2的排序被其他人捷足先登，无语的嘟囔了一声。这夏文新前不久还找我讨论合作借资源呢，现在就把等级升到 LV10， 怕不是家族支持的缘故，而是和其他势力达成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合作吧。猜测了下夏文新抢先一步将领地升级到 LV10的原因，没有多想的方远随即注意力便放在了那些乖乖听话的领主们陆续传到他领地的那一个个 A 级稀有品质宝箱上。一次开7个 A 级稀有品质的宝箱，方圆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他当即便调出了随身录像面板，将这一刻将来注定成为传奇的一幕准备记载下来。伴随着方远的意念同时汇聚在7个宝箱上，同一时间确定选择开启宝箱。顿时一片宝箱开启的青色华光闪烁照耀一片区域，将方圆整个人对着宝箱的一面都映照于那青色华光之中。待到华光闪烁过后，所有宝物尽数自动归于方远随手空间背包之中，那些宝箱随之化作无数荧光消散时，方远面前一道宝箱开启奖励的名单目录显现而出。看着面前奖励名单目录中那一件件 A 级稀有品质等级的物品，方远直呼赚妈了。尤其是其中一件宝物更是让方远惊喜万分的抱着身侧旁观的白神和红莲那纤细丰腴的腰肢原地跳了起来。第41章复活转生池奇诡魔镜，恭喜获得 A 级英雄转职水晶7，原金10万。 A 级稀有建筑复活转生池1，日月华光池1，跨域交易阁1。 A 级稀有铁料含渊新铁100吨3。 A 级稀有石料空间源17，泰坦源13。 A 级稀有木料血参树1，吞心藤1，彼岸生灭花1。 A 级稀有宝物暗影魔铠大地权杖奇诡魔镜，赚妈了，简直是赚妈了。尤其是那复活转生池，刚看名字就知道干什么用的，这可大大的解决了我手底下众龙，尤其是白神和红莲战斗中出现意外陨落而无法复活的风险。方远心中激动无比的感慨着，在白神和红莲对他刚才莫名抽风感到不解的眼神中，最终平复下了激动的情绪。情绪平复后，方远连忙调出随身空间背包面板，查看起那复活转生池的具体属性数据。 LV1 复活转生池，品质 A 级稀有品质，功能1，可复活与该建筑安置领地内所有 A 级及以下品质的生灵，不降品质等级。2，复活超出 A 级稀有品质等级的生灵，该生灵复活后品质等级将降为 A 级，该生灵的品质等级若想恢复，需要特殊资源进行激活复苏。备注：1，
复活该生灵的等级上限为复活转生池的等级决定。2、复活等级上限内，不同品质等级的生灵消耗不同数量的元晶，可选择不同等级进行复活。3、需要复活生灵的躯体以及灵魂越完整，复活所需元晶也就越少。上限0时，复活上限不论生灵大小，只论领名数单位。看完复活转生池那与他想象中基本相同的详细数据后，想要免除对于超过 A 级稀有品质生灵复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只能将这复活转生池本身的品质等级提升到 S 级史诗品质才行。方远心中自语一声，随即便将意念汇聚在其品质一栏上，混沌元晶的能力发动，一道提升信息出现在他眼前。A 级稀有品质复活转生池提升至 S 级史诗品质复活转生门，需消耗10亿元晶。需要10亿元晶吗？单位转换一下的话，杀他个10亿只 LV10 的哥布林也就攒够了。如果是没有那么多等级达到 LV10 的哥布林，那就多杀点，杀他个20几亿只哥布林。当然也没必要死盯着哥布林杀，以此为基础再换算下的话，也就是说我只要杀他个10来亿只不同生灵种族的怪物，便能攒够那100亿元晶了。简单粗暴计算一番的方远，以目前他认知的无尽大陆，光他所处的这片苍蓝深海区域，凑够100亿元晶不过只是个时间问题。想到之后7日保护期结束所降临的那10轮无尽兽潮，以及不久后的哥布林大军讨伐，方远觉得自己凑够那100亿元晶可能还真用不了多长时间。想到这，没有无法复活兵种生灵和自己，这一大后顾之忧的方远，随即便查看起那其他几个刚才开启的宝箱所获得那些资源宝物。一边查看那些资源宝物的详细属性信息，方远一边结合领地状况点评道：日月华光池凝聚日月华光原力，可用于快速提等级，倒是和复活转生池搭配起来，可以节省不少生灵复活恢复等级所需要消耗的元晶资源。跨域交易阁连通域外其他种族领主，可以与之进行交易。寒渊星铁打造极寒武器的极佳材料。空间原石可用于拓展随身背包空间，或者打造特殊空间武器或空间阵法。泰坦原石蕴含磅礴泰坦本源之力，回头拿几头属性偏向体魄的巨龙实验下，看看能不能觉醒出泰坦巨龙。奇诡魔镜这件宝物倒是很有意思，属于5等级提升类的宝物，居然通过献祭生灵血肉灵魂或元晶，便可以复制任何一个我所见过的 A 级品质等级及以下品质等级的傀儡。而且该傀儡除了没有正主记忆以外，等级与技能皆与原主相同。点评完这最后一件宝物后，方远不由沉思了番道：这件物品要是用得好的话，简直就是一件大杀器，可以当做我的又一个底牌。调出奇诡魔镜的属性面板。奇诡魔镜品质 A 级稀有品质。功能1、献祭生灵血肉灵魂或元晶，可复制出不等品质等级的生灵傀儡。备注1、复制出的生灵傀儡等级由献祭的生灵血肉灵魂或元晶的数量多寡决定，当进行献祭的时候，所复制的生灵傀儡数据变化可随时查看。2、同一个复制目标，除非前一个复制的生灵傀儡毁灭，否则无法继续复制该目标。上限060。方远意念汇聚在这品质等级一栏，混沌元晶能力发动，一道提升信息出现在他眼前。A 级稀有品质奇诡魔镜提升至 S 级史诗品质诡异复生镜，需要消耗1亿元晶。宝物类以及生灵类的品质等级提升，皆比建筑类品质等级提升所需元晶少了10倍，而那些资源材料提升品质等级，绝大部分则少了100倍元晶需求。这倒是减轻了些我提升他们品质等级所需元晶的资源消耗。不过就算如此，以我目前拥有的这么些高品质等级的物品来说，将他们的品质等级全部提升到 S 级，所需元晶的数量也不在少数。方远看着面前那道奇诡魔镜提升至 S 级的信息提示，心中思绪连篇，最终不由感慨了一声自己的贫穷。这要是让如今还活着的蓝星全人类领主们听到，非得一人一口唾沫把他给活活淹死不成。第42章无尽兽潮开始，堕虫一族。时间飞逝，1日无事的方远转眼间便来到了7日保护期的最后天。在他或者说蓝星全人类甚至亿万种族每一个领主的领地上的半空中，在此刻皆是出现了一个最大的倒计时。深夜，站在无上龙巢的山峰顶端，穿着一身黑紫色铠甲，身后10柄黑红色长剑的方远，抬头看向他领地上空那正不断数字倒退的巨大倒计时，当前显示的数字是00:9:56，不由自语一声道：还有10分钟不到，领地上的无敌护照将会消失，第一轮灾难无尽兽潮也将随之降临，我还真是很期待呢。伴随着方远的这一声话音落下，在其身后，今天才召唤出来升级的100头等级 LV18 青眼白龙和100头等级同样 LV18 的6翼红龙，随着显化出庞大身形的白神和红莲，一同发出震天动地的龙吟声，响彻方圆数10公里区域，仿若回应方远的话般，他们也很期待。
那巨大的龙吟声将一群群树木上栖居的各种飞禽惊醒，使受到恐怖惊吓的他们纷纷不敢提鸣，发出任何声音，站在原地遵循身体本能，不断的瑟瑟发抖。00 6点26分，00 3点16分，00 1点11分，3、2、1、0。当方圆领地上空那倒计时归为0的时候，恐怖的天地轰鸣声响起，一道庞大古老沧桑的巨门出现在距离方圆领地1公里外的大地之上，随之缓缓自动打开那铭刻有无数神秘玄奥符文的门户。随之那巨门的门户缓缓打开，一道漆黑无比旋转着的黑洞漩涡显现于此间，散发出磅礴浩瀚的诡异气息。就在那巨门的门户完全打开后，一头头只有成人手臂粗长、长相狰狞恐怖的黑色类虫诡异生物自那门户内的黑洞漩涡中涌出。在那些名为堕虫、长相狰狞恐怖的诡异生物们宛若潮水般汇聚一起，化作黑色浪潮向着方远的领地冲去之际，自己领地内的方远看着领地外围在那倒计时结束消失后，那无敌护照随之消失所化作的无数暗金色荧光。还未等他下令众龙出击，其面前陡然间出现一则公告提示信息：公告，所有种族领主无尽兽潮第一轮兽潮种族皆为 F 级劣等品质堕虫一族，堕虫数量在1万，等级在 LV1 至 LV5 之间，请做好防范准备。注意，每2轮兽潮为一个大阶段，度过一个大阶段的领主方才能够自行选择是否结束无尽兽潮灾难试炼。F 级劣等品质堕虫一族和蓝星人类一样，处于最末尾的品质等级，其实力等级必然强不到哪里去。看完面前公告提示信息的方远，随口点评了一句后，便让白衣这头除了白神外第一只他召唤出来的青眼白龙前往领地外覆灭那群来袭的万只堕虫。LV18 体型只有白神一半，直径长达250米的白衣在得到命令后，兴奋的龙吟一声，随即便扇动银白色双翼，化作一道庞大银白色流光，直接穿过万箭问天剑域，冲出领地外，向着不远处不断靠近的诡异气息飞去。当白翼扇动几下双翼，便飞出无上龙域600-700米之际，其目光瞬间便锁定在了一片在树林中乌泱泱爬行的黑色浪潮。那片由一只只全身漆黑、长相丑陋的堕虫所组成的黑潮，在头顶上方出现白衣的身影时，瞬间停止了行进，发出一声声尖锐的虫鸣长啸声。那一声声尖锐的虫鸣长啸声，化作一道道能够影响灵魂精神力的音波攻击，向着白衣席卷而去。然后，精神状态没有任何变化的白衣，感觉像是被虫子们挑衅了下，对着他们便发出了一声远比他们鸣叫声更为响亮、宏大、狂暴龙吟声。砰砰砰！就在白衣打算俯冲碾碎那些堕虫的时候，便见到那些堕虫身体脆弱不堪，如同纸糊的一样，在他那一声咆哮中纷纷炸裂破碎开。白衣不等白衣反应过来，这些最高等级不过 LV3 三维属性极端偏向精神力、自身体魄极为脆弱的堕虫怎么全死了？在面前显示出第一轮兽潮通过，第二轮兽潮即将开始公告提示的方远，心中无语道：这刚出去1分钟不到，那万只堕虫便被瞬间灭了，也太拉胯了吧！要是这样的话，还不如叫白衣回来，等第二轮兽潮开始后，我亲自上场也好实验下我这一身暗影魔铠的能力。这样想着，方远便命令白神使用他的军团心灵沟通能力，叫白衣赶紧回领地。军团心灵沟通能力，一种由同一兵种达到100只数成团的情况下，作为该兵团兵种生灵英雄单位的生灵所能够掌握的众多军团技的技能之一。收到种族英雄白神传达的领主命令的白衣，看了眼满地身体破碎的堕虫，没有多想便直接转身飞回向领地。在白衣解决完第一轮堕虫潮，回到领地的时间达到3分钟后，方远的面前随之出现第二轮兽潮已经开始的提示信息：无尽兽潮第二轮兽潮种族亦为 F 级劣等品质堕虫一族，不过堕虫数量在10万，等级在 LV5、LV10 之间，且诞生有1级普通品质等级的堕虫英雄单位生灵存在，等级在 LV15、LV20 之间，请做好防范准备。10万只堕虫的数量，而且等级还都在 LV5、LV10 之间。一会我先开启万剑问天剑阵，放几只堕虫进来看看强度，再决定是否亲自出场，试试那能够将死尸影子召唤出作战的暗影魔铠能力。心中这样想着，方远便在重新化作人形态的白神和红莲一龙抱一胳膊的环抱下，御剑来到了领地最外围的万剑问天剑域护罩前。约莫6-7分钟过去，方远在面前开启隐匿状态，呈现透明模样的万剑问天剑域护罩外，一只只从山林中快速爬行而来的堕虫映入他的眼中，将那跑着最前面的2只堕虫放入领地之中。伴随着那2只堕虫进入领地中，见到面前不远处的方远发出2声虫鸣尖啸声的音波攻击之际，方远便感觉到那2道攻击精神力的音波攻击试图穿过他的精神屏障，对他的灵魂精神意识进行攻击。感知着自身经过淬炼的灵魂精神意识所形成的精神屏障，
没有出现任何涟漪波动的方圆。不由面露一笑，心念一动间，一柄黑红色的修罗魔剑便化作一道长虹，瞬间将距离他不远处的两只舵虫给斩首分尸。随后两道黑紫色魔光自方远身上的暗影魔铠释放而出，射入进那两具舵虫尸体下，在血色月光照耀下的影子当中。伴随着他们破碎的尸体下的每一处影子，在那两道魔光融入其中下，转眼诡异地蠕动起来。不一会，两具全身漆黑、与他们前身样貌一模一样的暗影舵虫从地面上缓缓凝形站起，发出两声尖锐的虫鸣声。第43章暗影舵虫舵蛇兽潮。吼！200头青眼白龙和6翼红龙齐声向着方圆领地外的10万只舵虫发出一声声龙吟咆哮，瞬间便将那些身体脆弱薄纸的舵虫全部给震碎成了万千碎尸。在脑海中想起击杀怪物奖励最终终结提示后，不过转瞬间便进账10万元金的方远面前浮现出了第2轮兽潮通过的提示信息，以及是否继续的闯兽潮的选择。根据1、2轮兽潮的变化信息总结出一些变化规律的方远，直接便选择了继续闯兽潮的选项。也就在第3轮兽潮降临前10分钟倒计时开始时，方圆走出领地外，快步来到那群舵虫尸骸的中央区域。只见其身穿的暗影魔铠陡然间释放出璀璨的黑紫色光辉，笼罩向以他为直径的方圆370米区域。只见那诡异的黑紫色光辉所笼罩的区域内，一道道影子在血月照耀的地面上快速蠕动组合，形成了一只只与前身样貌一样但只能是黑紫色的暗影舵虫。而这些暗影舵虫在凝聚成型后，居然诡异的开始互相厮杀吞噬了起来。随着等级的不断提升，它们的体型从原本只有成人手臂大小开始快速膨胀变大，最大的堪比曾经蓝星的大象。伴随着方远的移动，黑紫色光辉所覆盖的区域随之变化，一只只暗影舵虫凝聚成型，如同先前方远所处的那片区域一般，那些暗影舵虫随之互相厮杀吞噬起来。这也3、4分钟过去，10万舵虫尸体下所凝聚出的所有暗影舵虫都在互相厮杀吞噬中融合成了3960只堪比大象的加强版暗影舵虫，让这些加强版的暗影舵虫驻守在领地外。方远在身旁白神和红莲这2个左右护法的随同下，一边走回领地，一边调出暗影魔铠的属性面板进行查看。LV18 暗影魔铠，品质 A 级稀有品质，功能1、隐士，消耗自身元力或元晶，可以将任何 A 级稀有品质生灵尸身下存在的影子转化为只有前身一半实力的影子侍从，进行随意驱使。2、隐士，任何穿戴此铠者可控制的生灵转化的影子，在此能力下可以互相吞噬升级，一定概率出现隐士品质进行的情况。3、隐秘，穿戴该铠者可以随意潜入进任何事物的影子当中，规避伤害或进行刺杀。4、隐喻，隐喻所覆盖的所有影子，该铠穿戴者可以于那些影子间进行瞬间移动，或是调动那些影子进行杀敌。上限3960 LV1 LV10 每级提升，该级乘以10 LV10 LV20 该级乘以100。隐士，暗影舵虫1级 LV18 隐士暗影舵虫，品质1级劣等品质，属性体魄26，精神140，元力40，技能灵魂尖啸1级，阴魂震荡1级，体魄只有26，精神却有140。再看这技能，怪不得身板那么脆，攻击只会叫唤呢。对于这就算是升级到 LV18，且品质等级在互相厮杀屠杀过程中升了1级，依然拉胯的暗影舵虫，方远嫌弃的点评一番。进入领地内，看着面前第3轮兽潮到来前还剩下的3分钟左右的时间，闲来无事的他调出了蓝星全人类交流面板，看着那面板上方所显示的剩余人数，顿时不由大吃一惊。45亿！兽潮刚开始没多久，蓝星人类领主这么快就死的只剩下45亿人了。看着那蓝星全人类交流面板中不断划过的一道道信息，棒子国李秀明，谁收复庸领主啊？救救我！只要你能救我，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啊！小日子国宫本村树，我也一样，而且我还是个声优，哥哥姐姐想要听什么声音我都能变呢。阿三国萨瓦迪嘛，你们2个男的不好好度你们的兽潮，在这发什么骚？龙夏国李天安，就目前统计，蓝星全人类领主能够在第2轮活下来的将只剩下了原来总人口的 20% 左右。大米国特朗阿姆，上帝啊，这实在是太恐怖了，第2轮兽潮一过的话，怕是蓝星全人类领主数只剩下14-15亿了。龙夏国曹罗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有的人还在第2轮兽潮中苦苦挣扎，有的人则已经即将开启第3轮兽潮。这是场生死考验，也是场机遇，众位可不要忽略了击杀那些怪物能够获得元晶。大英国罗斯福尔康，是的，我就是靠着击杀第1轮那些怪物获得的1万元晶暴兵度过了第2轮兽潮。
要不是我升级领地所需的资源不足，我可能还会将领地等级拉升上去，继续参与第3轮受潮。方远将他所看到的那些信息心中进行总结道。大部分人第1轮受潮还没渡过去，死死挣扎着，不过靠着击杀怪物所获得的元金，他们倒也不是必死之境。一部分人暴兵之下进入第2轮受潮的他们，倒也能用以战养战的手段顺利度过。所以死的那些人绝大部分都是领地等级7日未变，兵种品质等级又极低，只要 F1级的那些人。也就在方远心中思绪不断，一会时间便过去3分钟后，第3轮受潮信息提示显现于其眼前。无尽受潮第3轮受潮种族为1级普通品质堕蛇一族，堕人数量在1万，等级在 LV10、LV15 之间，请做好防范准备。第44章狂赚3个亿。转眼2-3分钟过去，自1公里外快速爬行而来的一条条堕蛇出现在了方圆领地外的不远处。堕蛇其外形是一条条长着3颗蛇头，平均体型皆在2-3米左右，浑身漆黑的大蟒蛇。在那些堕蛇快速在地面上爬行，进入到方圆领地外200米范围区域后，便对在此区域中驻守、死死挤在一起、垒成一道黑色高墙的暗影堕虫们发起了攻击。嗖嗖嗖！一道道幽绿色、具有强烈腐蚀能力的毒箭自那些堕蛇口中喷射而出，射向那堆砌成高墙的暗影堕虫们。而那些暗影堕虫则在方远心中命令控制下，硬抗着那些堕蛇口中射出的毒箭。等到那些暗影堕虫快扛不住将要死亡的时候，那些成群席卷而来的堕蛇已经距离他们不过咫尺之间。陡然间，在方远下达的攻击命令下，那些即将崩溃消散的暗影堕虫施展出灵魂尖啸攻击，发出了一声声尖锐的虫鸣声。砰砰砰！一条条不过 LV10、LV15 的巨蛇们在此刻于滚滚尖锐虫鸣声中纷纷出现灵魂撕裂或崩灭的感觉。剧痛无比的一条条漆黑3头蟒蛇在地面上疯狂扭曲起来。有些癫狂发疯起来的堕蛇开始对他们的同类进行厮杀，甚至更狠地在原地盘踞着身体，自己吃起了自己。场面瞬间变得血腥又诡异起来。在那些暗影堕虫齐齐施展出灵魂尖啸多次，其体内力量将要耗尽之时，被暗影堕虫们这些偏科超标，单论精神属性便堪比地级精良品质的生灵所释放出的一声声尖锐的虫鸣声。崩碎灵魂精神意识的一条条堕蛇呈现出各种诡异的死相，碎尸残肢散落于森林地面树枝之上。在方远面前出现第3轮受潮通过的提示信息以及第4轮受潮的基础公告信息后，无尽受潮第4轮受潮种族亦为1级普通品质堕蛇一族，数量在10万，等级在 LV15、LV20 之间，且诞生有地级普通品质等级的堕蛇英雄单位生灵存在，等级在 LV25、LV28 之间，请做好防范准备。方远一边走出领地，使用暗影魔铠能力凝聚出一条条暗影堕蛇进行厮杀吞噬，弥补部分暗影堕虫毁灭消失后影视所空缺单位，一边看着面前的第4轮受潮提示信息，不由心中推算道：按照这目前已知的前4轮受潮变化信息来看，可以推导出第11、第12轮 A 级稀有品质等级种族的受潮前后等级以及英雄单位的生灵等级区间是40到45级、45到50级，英雄55到60级。想着心中所推算出的第11、12轮 A 级稀有品质等级的生灵受潮，方远不由皱眉，心中感慨道：纵然 S 级史诗品质等级的生灵属性值每级提升都比 A 级稀有品质等级的生灵要多上2倍，但等级相差太多，而且那数量也如同第1、2轮受潮一样多的话，白神和红莲很难是他们的对手。看来我最终只能止步于第9、第10轮受潮了，也不知道到时候奖励结算会给我什么奖励。就在方远心中这样想着的时候，一则公告出现在所有不同种族领主们的面前。公告：发生在所有种族领主们领地上的受潮，第1轮、第2轮皆已结束，各自种族内实时变化的排名榜单将会公诸于各自种族内的所有交流频道中，请各种族的领主们尽一切力量努力度过更高1轮的受潮，这将决定所有领主们在亿万种族全员领主们结束此次灾难试炼后于亿万种族领主潜力榜上的排名。排名越靠前的领主，除了度过每轮受潮的基础奖励外，将获得各种特殊的领地加成特性。为保证亿万种族领主们与此次灾难中的潜力评估排序公平性，各自领主所面临的每轮受潮种族生灵等级最高只会是其领地内生灵，包含领主在内的10级。方远看着面前这一道公告信息，尤其是最后一段，顿时心中一喜。原本以为自己将会止步于第9、第10轮受潮，有这潜力公平机制在的话，纵然是第13、14轮的受潮，我也能闯上一闯。就在方远心中感慨间，第4轮10万数量的堕蛇受潮自1公里外的诡异巨门之中涌现而出，向着他的领地如潮般快速涌去。然后这群堕蛇因为方圆考虑到亿万种族领主潜力榜单排序可能与该领主通过每轮受潮的速度有关的缘故，被方远派出领地的所有青眼白龙和6翼红龙给直接灭在了半路上，
在解决完第3、第4轮的受潮后，根据该种族品质等级乘以前者品质等级的排序，再乘以他们的等级和数量的计算规则，方远一共收获了366万元金。暴富一番的方远，并没有当即便将所有元金用去召唤青眼白龙或6翼红龙，而是全部用去提升起万剑问天剑阵。之所以这么做，便是万剑问天剑阵才是方远如今能拿得出手的最强底牌。万剑问天剑阵除了威能巨大、可攻可守外，最关键的2点便是其等级提升不受领地等级的限制，其次它还不是公告规则当中的生灵单位，不会导致方圆所经历的受潮生灵的等级超过28级。第5、第6轮的受潮是地级精良品质等级种族沉沦黑鸦，由于前例测试公平规则的缘故，等级全部锁死在了28级。方远那200头守着那道诡异巨门的青眼白龙和6翼红龙，在他们出现的瞬间便集火攻击，将他们全部消灭在了那道诡异巨门前的山地区域。第7、第8轮受潮是 C 级优秀品质等级种族百足摩西，等级锁死 LV28， 被红莲所释放的是日神阳给全部瞬间秒杀，焚烧成了无数灰烬。第9、第10轮受潮是 B 级卓越品质等级种族深渊魔眼，等级锁死 LV28， 在白神和红莲率领各自种族的百龙兵团所释放的合击军团技以及他们自身的力量增幅技能的加持下，以最短的时间消灭一空。从第5轮开始到第10轮受潮结束，方圆总归收获了3亿1920多万枚元金，而这些元金方远则全部用来提升万剑问天剑阵的等级了。加上其先前所升级的元金，方远一共花费了3亿2995万枚元金，才将万剑问天剑阵给提升到了38级。第45章深渊魔龙 LV38 万剑问天剑阵，品质 S 级史诗品质，功能1万剑问天剑域屏障，2剑元叶，3斩天一剑。1到10级每柄问天剑子剑升级，不过花我该等级数的元金而已，10级以后所花元金便是该等级个位数10倍。以此类推，问天剑的子剑38级升级到39级，每柄剑所需元金便高达8000枚了。1万把问天剑子剑全部升级到39级，那便是8000万元金。看着面前的万剑问天剑阵的属性面板，方远不由深感其吞金能力的强大，以及感慨自己的贫穷。穷，实在是太穷了，元金在我的包里根本捂不住多久，就得被这些吞金大户给吞了，我实在是太穷了。感慨过后，深深的叹了口气，方远看向面前第11轮的受潮信息。无尽受潮第11轮受潮种族 A 级稀有品质深渊魔龙一族，数量在1万，等级在 LV28， 请做好防范准备。深渊魔龙把他们全部干掉的话，我那3960个单位的影视单位倒是可以直接全部更换一波了。胜券在握的方远呢喃一声后，随即便调出了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看向其面板右侧外的那道榜单。蓝星人类领主受潮闯关排行榜，第1名龙夏国方远第11轮继续试炼，第2名龙夏国夏文新第8轮结束试炼，第3名龙夏国林凡第6轮结束试炼，第9名龙夏国陈光远第4轮结束试炼，第10名龙夏国林南北第4轮结束试炼。看着排行榜前10名当中，除了排名第2的夏文新不是自己的附庸领主外，方远不由面露笑容道：不枉费我当时给他们的领地，在其余领主于无尽受潮开始前直接给拉到 LV10， 再加以他们敢于继续闯受潮的勇气，算是不丢我的人。说完，方远便没有再去看那此时正疯狂刷屏讨论着他的交流频道面板，而是看向了领地外那漫天飞舞而来的一头头长相狰狞、浑身诡异黑色气息环绕、黑紫色鳞片覆盖的深渊魔龙。 A 级稀有品质，等级在 LV28 的每一头深渊魔龙，其体型直径都着450多米长，狰狞的一对龙翼展开下，所覆盖的范围直径更是达到900多米。如此庞大巨龙，而且还是1万头这样的巨龙，在瞬间从那道诡异巨门中延伸而出的漩涡中出来后，便静静地悬浮在了高空之上，龙翼重叠，不留任何缝隙，将那猩红色的月光给完全遮挡，俯瞰着方远的领地。然后伴随着他们的羽翼上浮现出一道道血色纹路，转眼间便缔结出一道诡异的法阵。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力量气息瞬间暴涨数倍的方远，便见到那一头头深渊魔龙缓缓地张开龙手，凝聚出一团团黑紫色、具备恐怖能量波动的光团。想要合击将我领地外万剑问天剑域给击破吗？那就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吧，也让我看看如今的问天剑域屏障的防护能力有多强。伴随着方圆口中的话音落下，领地外的高空之上瞬间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只见高空之上伴随着万道蕴含恐怖力量的黑紫色能量光柱，自那万头深渊魔龙的龙首口中喷涌而出，恐怖的轰鸣声瞬间响彻天地之间。磅礴的黑紫色光辉随之照耀在原本被万头深渊魔龙遮挡住猩红月光，
而漆黑昏暗无比的广阔大地之上，轰轰轰，一道道蕴含恐怖力量的黑紫色能量光柱轰击在笼罩方圆领地外。那外表看去只有33米直径长，其内却直径长度却达到32995米的万剑问天剑域护罩上，瞬间绽放出无数道璀璨的黑紫色能量扩散的冲击光波，轰击向万剑问天剑域护罩所笼罩区域外的一切事物，将之毁灭破碎成无数碎片尘埃。那些黑紫色能量光柱一直持续攻击万剑问天剑域屏障数分钟之后，方才缓缓收缩。待到那些深渊魔龙口中所喷涌出的具有恐怖威能的黑紫色能量光柱完全从其口中消失之后，方圆领地外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相对于曾经蓝星10几座城市都在瞬间被夷为了平地，寸草不生。透过没有丝毫变化的万剑问天剑域屏障，向外看去，见到满地疮痍，只有一座宛若亘古永存的诡异巨门屹立于大地之上的景象。方远让红莲用龙语对着万剑问天剑域屏障外，此时正一脸懵逼地看着没有任何损伤的领地，感到震惊的1万头深渊魔龙们喊道：“你们合击绝技，就这呀？就这呀？”好！让红莲这个暴脾气的龙用龙语喊出这样的话，相当的具有嘲讽意味。那1万头深渊魔龙瞬间发出了愤怒的咆哮声。而此时对万剑问天剑域屏障的防御能力有了个大概了解的方远，对于之后度过第12轮兽潮以及最后2轮兽潮有了极大的底气。随即方远便抬起手，触碰在面前的万剑问天剑域屏障之上，心神感知瞬间链接在那万柄等级在 LV38的问天剑子剑上。御剑如臂十指，嗖嗖嗖，万剑齐出，轰鸣无比的破空声伴随着射出万剑问天剑域屏障的一柄柄黑金色长剑响彻于天地之间。控制着万剑宛若如臂十指般的方远，瞬息间控制那万柄问天剑子剑化作一道道黑金色长虹，划破长空。磅礴的充斥着毁灭剑意气息的剑气，宛若实质的黑金色洪流一般，以覆天之势自万剑问天剑域之中汹涌而出。紧随着高空之上那一柄柄黑金色问天剑子剑势不可挡的一同杀向那1万头深渊魔龙。感知到生命危险的1万头深渊魔龙瞬间纷纷解开加持在他们身上的法阵，向着高空后撤而去。一边后撤的同时，那些深渊魔龙还一边施展出某种防御技能，在其体外形成一道幽紫色的身后护罩。然而这些深渊魔龙的所作所为，面对于高了他们10级，尤其是还具有磅礴毁灭剑意气息的剑气加持下，且可以随意组合在一起叠加力量的万柄问天剑子剑来说，显得如此无力又可笑。万道庞大黑金色剑光于长空之上一闪而逝，转瞬间一具具脑袋炸裂的无头深渊魔龙尸体自高空中坠落向了满地疮痍的大地之上。第46章深渊暗星魔龙。结束第11轮兽潮的战斗，控制所有高空之上的问天剑子剑回到万剑问天剑域屏障中进行酝养。方远随即便让白神带着他飞到领地外，将这一具由他斩杀身躯较为完整的深渊魔龙给回收进空间背包中。往返回到领地之中数次，方远这才将所有深渊魔龙用空间背包带回领地内，将它们分批全部进行尸身血肉分解。看着空间背包中那占满一个个单位格，近乎占据整个空间背包的深渊魔龙血肉，方远笑逐颜开的对身旁白神和红莲道：“这些高等血肉资源，等到领地能再次升级，你们也能突破限制再次升级的时候，便是你们的营养餐了。”然而白神和红莲却纷纷摇摇头，表示拒绝。白神抢先红莲一步，解释道：“这深渊魔龙的血脉之力具备很强的侵蚀堕落能力，除了那些本身属于负面属性的龙能以之为食物外，我们要想吃，便只能对这些深渊魔龙肉施展净化之术，荡除其血肉之中血脉内所蕴含的侵蚀堕落之力，方才能食用。不然直接食用的话，哪怕我们是 S 级史诗品质等级，血脉能力比那深渊魔龙强不少倍。我们一旦吃多了其血肉，一样大概率出现血脉被侵蚀堕落，从而使我们本身发生魔化，身体以及性格逐渐变异扭曲的情况。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因为血脉变异时出现的崩溃现象，而导致我们快速死亡。”听完白神的解释后，方远知道自己被拒绝的缘由后，连连表示明白了。随即方远看着眼前领地内堆积在一处宛若一座高山般的黑紫色深渊魔龙们的骨骸，方远便一边思考着这些深渊魔龙血肉该怎么处置，一边让如今没什么事干了的众龙将这些骨骸运到九幽阴域那里去，然后再让其中几头龙专门负责驻守在九幽阴域那里，负责往其中填入深渊魔龙的骨骸，不断凝聚出一头头深渊骸骨魔龙。安排好这些后，方远想着那些只有 B 级卓越品质的黑龙，其本身善用毒气，应该算是半个负面属性的龙众生灵的情况下，不由思索着让黑龙们吞食这些深渊魔龙血肉，除了能够让他们本身等级提升外，是否能够使他们血脉不出现崩溃的情况下发生变异，从而提升他们自己的品质等级。看着眼前那第12轮兽潮，
即将开始的倒计时。方远将那一想要实验一番的想法先放在脑子中一边，随即在眼前的倒计时结束前几秒，再次看了眼在其一旁的第12轮受潮的基础提示信息：无尽受潮第12轮受潮种族 A 级稀有品质深渊魔龙一族，数量在10万，等级在 LV28， 且诞生有 S 级史诗品质等级的该种族的英雄单位生灵深渊暗星魔龙，等级在 LV28， 请做好防范准备。S 级的深渊暗星魔龙吗？名字挺响亮，也不知道能够扛下我几剑。在方远心中呢喃自语一声的过后，领地不远的诡异古老的巨门内，一道庞大的直径近乎数万米的黑洞漩涡自那巨门内涌现而出，随之出现的便是那10万头深渊魔龙，其中一头体型直径近1000米的深渊魔龙位居那些群龙涌现而出的漩涡中央位置最为醒目，哪怕隔着1000米远，但在其旁的体型出现此间的瞬间，方远从领地内都能将它看得一清二楚。看着那头顶上顶着 LV28 深渊暗星魔龙标志，其黑紫色庞大狰狞的体型身后，一轮宛若漆黑眼睛般的漩涡散发着恐怖诡异的黑色实质气息。那些恐怖诡异的黑色实质气息自那漆黑树丛漩涡中溢散而出，快速延伸出数百上千米后，便扩散融入进了此方天地之间，将此方天地转瞬间化作了一片暗无天日的界域，再次将那高空之上洒落于大地的猩红月光给完全遮挡隔绝。看着领地外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还未等手触碰在万剑问天剑玉屏障上的方远，调动其中万柄问天剑子剑齐出，进行覆盖式攻击。砰！一声巨响，瞬间响彻于方远面前万剑问天剑玉对面的屏障外。只见在万剑问天剑玉屏障本身所散发的黑金色光辉照耀下，一只庞大无比的黑紫色狰狞龙爪正拍击覆盖于方远对面的那屏障之上。一颗宛若100米山岳般的巨大狰狞龙手缓缓自黑暗中低垂了下来，瞪着一对巨大的燃烧诡异紫色流光的树瞳龙眼，俯视着剑玉屏障内的方远。看你嫩爹干啥？丝毫不畏惧的方远短暂开发剑玉屏障，声音传递权限，对着外面的那深渊暗星魔龙就是开口先喷为敬。好！回应方远的是极为嘹亮宏大的龙吟咆哮声。然而在骂完话就将剑玉屏障声音传递权限给关闭了的方远并没有听见任何声响。真要是给他听见了的话，就这么近的距离，若是没有任何防护，方远可能已经直接领盒饭进复活转生池里进行复活了。没有和那咆哮一声，便再次隐匿于无尽黑暗中的深渊暗星魔龙多避避。方远控制着万剑问天剑阵当中一柄柄问天剑子剑不断合而为一，化作100柄巨大的问天剑，随后裹挟着磅礴毁灭剑气，100柄由100柄问天剑子剑力量叠加的巨大问天剑化作100道黑金色长虹，横扫向领地外的四面八方，展出无数道黑金色的庞大剑光。黑金色剑光纵横方圆数百里，于此区域四方勾勒出一张张无比庞大纵横交错的剑网。方远看向剑玉屏障外那由于交织遍布黑暗之中的黑金色剑网所照亮的一片片区域，只见一头比先前还要庞大了数倍，体型达到3000多米直径的深渊暗星巨龙，浑身只要遍布到伤口的它屹立于高空之上，俯瞰着下方领地内的方远。一道极为愤怒，只要是个生灵就能听懂的通灵语自其口中咆哮喊出：蝼蚁也敢伤本王，我要让你为止付出无比绝望惨痛的代价。第47章无限复活的深渊暗星魔龙。好！伴随着那庞大恐怖的深渊暗星魔龙说完一声方远根本听不到的话后，一声令天地空间都为之震颤的恐怖咆哮随之自其口中吼出。随后方远便见到那先去笼罩方圆数百里的庞大漆黑之域，如同一片庞大丝滑的黑夜一般，旋转汇聚于那深渊暗星魔龙背后散发出璀璨黑色光辉的漆黑树丛漩涡之中。大地之上此时没有任何一头深渊魔龙身影存在，因为他们先前已经全部融入进了那片庞大的黑夜之中，化作磅礴力量加持在了那头深渊暗星魔龙的身躯之中，帮助其抵挡住了方远先前控制着100柄巨大问天剑展出的覆盖式剑网攻击。随着那庞大黑夜转眼间全部融入进深渊暗星魔龙背后，那漆黑的树丛漩涡之中，恐怖的力量瞬间自其庞大的身躯上迸发而出。那漆黑的树丛漩涡之中，一颗颗黑紫色的树瞳闪烁其中，散发着诡异的光辉。就在那全身伤势转眼间恢复如初的深渊暗星魔龙缓缓抬起巨大的龙手，口中凝聚出一团散发着恐怖威能的黑紫色能量光团。一道璀璨庞大直径展开近1000米的黑紫色能量光柱随之轰然间射出，灌射向方远的领地。轰！能量波动引发空间震荡，所产生的恐怖轰鸣声响彻于此法天地之间。然而就在那道恐怖的黑紫色能量光柱即将轰击在方远的领地之上之际，控制着100柄巨大问天剑合成为10柄的方远此刻瞬间施展出刚才用1000万元金连跨2级提升到 S 级品质等级血杀神功之中的杀伐剑术。10柄比刚才更加庞大威能更加浩瀚的问天剑
顷刻间见身上的黑金色华光一闪，转眼齐头并进地出现在那道落下的庞大黑紫色能量光柱的前方。轰！无数毁灭剑气自万剑问天剑域中翻涌而出，伴随着它们融入那10柄巨大问天剑中。转瞬间，10柄巨大问天剑凝聚出仿若能将天地斩断的磅礴毁灭剑势，伴随着10道璀璨的剑光闪烁照耀四方，刹那间冲天起。砰！庞大的黑紫色能量光柱与黑金色的剑光碰撞在一起的瞬间，恐怖的力量冲击波如同实质一般，形成一道黑紫金三色的光环，不断向外扩大而去。恐怖的力量冲击力量席卷之下，大地高空阵阵恐怖的轰鸣声不断响彻天地之间。只见高空之上空间撕裂，高空之下本就已经满地疮痍的大地开裂出层层巨大裂缝，无数碎石泥土尘埃飞扬而起，伴随着那轮黑紫金三色冲击波光环向外扩散，随之无规则轰击向四周。在这被深渊暗星魔的力量侵染下所呈现出的血色昏暗空间光景下，这一幅景象宛若世界末日一般。但是这一幅景象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一道道璀璨的黑金色剑光将那道庞大的黑紫色能量光柱给贯穿，将之分割成数十份。数十份被分割开，轰击在地面之上的一道道黑紫色能量光柱，瞬间将大地轰击出一个个庞大的巨洞，使方圆领地所处的一大片大地区域出现倾斜下沉的迹象。随之10道璀璨的黑金色剑光转瞬冲至高空之上，那面露惊恐惊吼一声的深渊暗星魔龙面前。砰！10道璀璨黑金色剑光在那深渊暗星魔龙眼中一闪而逝，其庞大的头颅随之被剑光贯穿，斩成数十瓣掉落向地面。整个头颅破碎成数十瓣残骸的深渊暗星魔龙，其庞大的身躯在没有脑袋后，竟然诡异的依然悬浮于高空之上。意念感知依附于那10柄巨大问天剑内的方远顿感不妙。就在他准备将那深渊暗星魔龙整个身躯都给切成碎尸时，看着头龙还死不死的时候，只见那深渊暗星魔龙背后漆黑树瞳漩涡中涌现一道黑液，进入到那其庞大的身体之中。转瞬间，其脖颈处的血肉便飞快蠕动起来，随后转眼间，一颗与先前一模一样完整无损的巨大深渊暗星魔龙的龙首发出一声狂暴的龙吟咆哮声：“蝼蚁，你是杀不死我的，而本王将会让你从此刻开始感受到什么才叫真正的绝望。”伴随着这句通灵语被意念感知依附于问天剑内的方远听见后，他所控制的一柄柄巨大的问天剑再度将那深渊暗星魔龙给斩首。斩首过后，无数暗金色剑光在那深渊暗星魔龙庞大的龙身四周不断闪烁，转眼间便将那暗星魔龙的龙身给分尸成了万千碎尸残骸，跌落向大地之上。就在最两块龙身尸块被黑金色剑光分割开，向着地面上坠落时，一道道黑夜自那悬浮于高空却存在于虚无与现实之间，无法被方远如今所控制的问天剑所斩中的漆黑树瞳漩涡中涌现而出，卷向那两块其中一块血肉，瞬间融入其中。随着那些黑夜快速涌入进那一块深渊暗星魔龙的血肉之中，不过数息间，无数血肉翻涌，一头体型庞大的深渊暗星魔龙再度出现在高空之上。然后还未等这头深渊暗星魔龙多避避，方远便再次控制那10柄巨大的问题剑，将其斩首后又进行惨不忍睹的碎尸。意念感知着，在再度被碎尸过后，又倚靠着一块血肉鳞片，在那些黑夜的灌注下重新复原的深渊暗星魔龙，其所处环境景象以及其龙身刚才复活时发生的一切所有变化的方远，其注意力瞬间集中在了那砍不中的漆黑树瞳漩涡之内，那一道道闪烁着诡异黑紫色光辉的树瞳上。死得越惨，复活恢复成原样，于那漆黑树瞳漩涡中所需消耗的与那些深渊魔龙相同眼睛的黑紫色树瞳也就越多吗？心中呢喃一声，随即领地内方远的本体便恍然大悟的冷笑道：“原来如此，原来你是靠着那些深渊魔龙的献祭才拥有如此恐怖堪比无限复活的力量啊！既然如此的话，那便将你杀个10万次，看你给不给老子去死！”第48章，撼星巨魔与撼天巨魔。被方圆斩杀分尸10次，深渊暗星魔龙依旧对他充满鄙夷；被方圆斩杀分尸1000次，深渊暗星魔龙依旧无所畏惧；被方圆斩杀分尸1万次后，深渊暗星魔龙逐渐变得凝重；被方圆斩杀分尸达到2万次时，深渊暗星魔龙已经心生恐惧，想要求饶。当深渊暗星魔龙快要被方圆斩杀分身达到3万次的时候，那如今恢复成原有体型却依然庞大的深渊暗星魔龙，此时跪伏在方圆所占区域的领地外正对面，不断向他磕头，表示想要效忠臣服于他。对于深渊暗星魔龙的实力，尤其是他的那依靠同族或是生灵献祭便能无限复活的天赋技能，方远还是很认可的。因此在深渊暗星魔龙向他求饶，想要效忠臣服于他的时候，方远当时便有些心动了。可惜在方圆考虑到他没有什么宝物能够让这实力超出他领地其他生灵实力一大截的深渊暗星魔龙完全效忠听命于他的情况下，
方远只得对这头如今已经达到不断复活极限的深渊暗星魔龙做出最后的斩杀，快速结束这轮兽潮。就在方远控制着10柄巨大问天剑，散发出璀璨黑金色剑光，将欲斩杀他领地外对面露出极度恐惧之色的深渊暗星魔龙之际，那深渊暗星魔龙像是下定了心中最后的决心一样，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声音。只见一颗水缸那么大，黑紫色里面有着一头迷你版深渊暗星魔龙的龙魂珠，自那深渊暗星魔龙背后的漆黑树瞳漩涡中飞出。那一颗蕴含着深渊暗星魔龙灵魂本源的龙魂珠，在飞出漆黑树瞳漩涡的瞬间，便碰撞在了那头顶上。落下来的10柄巨大问天剑中的其中一柄，散发出璀璨剑光的问天剑外的剑芒之上。也就那么一瞬间，伴随那深渊暗星魔龙的龙魂珠触碰到方远意念感知所依附于的问天剑的那一刹那，原本将要给这头深渊暗星魔龙最后一击的散发着恐怖威能的10柄巨大问天剑，陡然间停滞在了距离深渊暗星魔龙的龙身还有不到2-3米的高度。通过问天剑上依附的自己的意念感知着那颗深渊暗星魔龙的龙魂珠所蕴含信息的方远，看了眼在他停下攻击捡回了一条命的深渊暗星魔龙一眼。方远随即控制着依附于那柄问天剑上精神力所化的意念感知，在他感知中仅有他可见的龙魂认主契约上，在唯一空缺的主人一栏签订下了一道精神烙印。精神烙印在那契约之上成型的瞬间，方远便能够感觉得到，自己除了能够随时掌控深渊暗星魔龙的生气外，对方所思所想的任何事情信息都能够被其所知的一清二楚。尤其是在这深渊暗星魔龙对他有什么不好的想法的时候，除了方远的灵魂意识会立即收到来自那龙魂珠的警告外，那颗深渊暗星魔龙的龙魂珠还会根据契约的条件对那头深渊暗星魔进行类似灵魂分裂摧残的惩罚。公告：由于您第12轮兽潮作为此轮兽潮生灵主战的深渊暗星魔龙，与您签订主仆契约进行效忠臣服，第12轮兽潮结束。由于深渊暗星魔龙不属于您领地内兵种建筑中召唤的生灵，故其等级不受您领地等级的限制，将依然是 LV28， 但在您领地达到 LV25 之前，其无法使用元金进行等级提升。已度过第12轮兽潮，是否继续挑战下一轮兽潮？一旦确定继续挑战，第14轮兽潮没度过前，您将无法终止后续兽潮试炼，请您慎重进行选择。选择倒计时00:05:59分。看完眼前出现的3道公告信息后，完成与深渊暗星魔龙签订契约的方远便见到领地外一道黑紫色的华光闪过，那深渊暗星魔龙就化形成了一位颇为成熟、极为冷艳的少女。只见在方远打开的一道剑玉屏障通道中，转眼间深渊暗星魔龙所化的一个身穿黑紫色罗纱长袍，身体前凸后翘，颇为成熟，面容极为冷艳动人的女人。在白神和红莲感觉到莫名压力，两龙瞬间达成合作意向，分别抱着方圆2只胳膊宣示主权，冷冷地看着出现在方远面前的这成熟冷艳的少女。那冷艳少女站在方远面前，对其行单膝跪拜之礼后，用她那本身就如同高冷女王般的声音说道：“暗蓝，拜见主人。”方远先是调出这名叫暗蓝的深渊暗星魔龙的属性面板进行查看一番。英雄种族名称：深渊暗星魔龙。英雄种族生灵诞生于各种特殊条件下，其名称并不涵盖其前身种族。所有英雄种族单位名称。姓名：暗蓝。品质 S 级史诗品质。等级 LV28 80000 好感100，有些主仆契约缘故，其好感度将与满值忠诚度相等。成长形态：成长期。心智性格：15岁，冷漠、傲娇，重度惜命。属性：体魄1250，精神1613，元力1366。技能：暗星不灭 SS 级，绝暗噬灵域 SS 级，堕星毁灭之光 S 级，暗藏虚空 S 级，暗星坠击 S 级。怪不得会投降效忠我呢，原来是性格作祟啊！虽然任何生灵怕死都很正常，但这家伙身为一头 S 级品质等级也不低的龙，居然性格能是重度惜命，简直是稀有罕见。方远心中对于暗蓝的性格做了个点评后，随即便看向继续挑战第13轮兽潮选项，确定该选项所剩下的那几分钟时间，于是他便看着暗蓝，对他直入主题的问道：“想必你应该知道一些这无尽兽潮的内幕。时间紧迫，就我们间的主仆关系，也就不用说那些客套的礼贤下士的废话。接下来我问你答，你知道第13轮兽潮是哪种 S 级史诗品质等级的生灵种族？叫什么？实力与你深渊魔相比又如何？最主要的是此种族的 SS 级传送品质的生灵又叫什么？实力与你相比又如何？”听着方远那一连串蹦出的问题，暗蓝在简单思考了下后，回想过往种种关于那个种族生灵的信息以及相关对战经历的暗蓝，心有余悸地回答道：“此次无尽兽潮的最后2轮的生灵种族名为撼天巨魔，我正常情况下可以对付100头同等级的撼星巨魔。
若是我有先前那10万头深渊魔龙打底的话，不断复活的情况下，我可以耗死第13轮乃至第14轮兽潮中同级别的所有撼星巨魔。至于第10轮兽潮中会出现的该种族英雄生灵 SS 及传送品质的撼天巨魔，我面对同级别的他，会如同面对先前的您一样，被其活活虐杀耗死。第49章，恐怖的撼天巨魔。撼天巨魔的品质等级毕竟是 SS 级，纵然不是最顶级的 SS 级生灵种族，但其实力依然不是同级情况下 S 级生灵所能比拟的。说对方玩虐我都是轻的，尤其是在有种族兵团的情况下。倘若我的天赋技能不是像现在这样比较特殊，可以复活的话，对方一击之下便可以将我连同我的10万之数兵团大军全部给瞬间消灭。听完暗蓝所说后，方远不由心中一惊，顿时不可思议地对暗蓝问道：当真有你说的那么强？暗星听到方远一问，生怕方远想不开挑战下一轮兽潮，到时候连他也给搭进去。极为惜命的暗蓝在请示了一番，便在方远的同意下起身，用自己的额头触碰方远的额头。这一幕看得白神和红莲一顿牙痒痒，死死地盯着暗蓝，防止他有什么多余的动作占他们领主的便宜。然而此时的方远则灵魂意识不断地快速吸收起当初暗蓝所见过的关于撼星巨魔和撼天巨魔的一些记忆画面信息。广袤的宛若一片汪洋大海般，熔岩遍布的大地之上，一尊尊比先前暗蓝开 buff 变大后还要庞大数十上百倍，身穿血红重铠的撼星巨魔，如同踩在普通水池中一样，践踏在那一片熔岩遍布大地之上，捕食着一头头生存于那广袤熔岩间的熔岩巨龙。一颗无比庞大，比蓝星都要庞大数倍的陨星，在某种力量的驱使下，自天外的星空中坠落，向着那一尊尊体型无比庞大的撼星巨魔轰击而去。然后方远就看到了那记忆画面内，那群体型无比庞大的撼星巨魔中，一头体型最庞大的撼星巨魔做出深蹲跃起的动作后，嗖的一下，转眼间便化作了一道血红色红光，飞向了高空之中，向着那落下的陨星飞速接近。在临近那颗无比庞大的陨星瞬间，那尊撼星巨魔则悍然一拳轰出，轰击在那颗裹挟着磅礴来力量坠落的陨星之上。轰！恐怖的轰鸣声响彻高空之上，便见那颗无比庞大的陨星伴随着其与那撼动星巨魔拳锋碰撞间的区域所产生的冲击波不断扩散之际，那颗无比庞大的陨星陡然间便停滞在了半空，一道道庞大的裂纹随之出现在了那颗陨星之上。砰！巨大的轰爆炸轰鸣声自那颗陨星内部响起，随后那颗比蓝星还要庞大数倍的陨星便在方远的记忆视角中，宛若一发巨大的烟花一般，轰然炸开，碎裂成不计其数的碎片，向着天地四方陨落而去。这一幕震撼的记忆画面到此随之一转，只见一尊宛若星辰一般庞大，身穿深红色重铠的撼天巨魔，屹立于一片浩瀚深邃的星空之中，俯视着下方那片比恒星总面积都还要庞大数倍的广袤星空岩浆大陆。就当方远想要看看这撼天巨魔想要做出什么惊世骇俗之举的时候，便见那撼天巨魔的巨手中凭空出现了一柄比起身躯还要巨大的深红色巨斧。手握那柄深红巨斧，撼天巨魔浑身散发出连大片星空空间都为之崩裂的恐怖深红色气焰。那撼天巨魔对着下方熔岩星空大陆，随后便是抬起手中的深红巨斧，抬起之后就是一斧隔空斩下。轰！那尊撼天巨魔所处的那一片星空区域陡然间宛若失真一般颤动闪烁了一番，发出了无边恐怖的轰鸣声。随后方远便见到了他所期待的极为震撼一幕，那尊撼天巨魔所斩下的深红巨斧，在斩下的瞬间，其巨斧外便凝聚出了一柄堪比那座熔岩星空大陆般的深红巨斧虚影。那边已经无法用巨大形容的深红巨斧虚影，就在方远所处暗蓝的记忆视角中斩落在了那熔岩星空大陆之上。熔岩星空大陆顷刻间破碎，一片片庞大的大陆裹挟着磅礴宛若无尽般的岩浆，四分五裂地向着广阔宇宙星空中崩飞而去。可惜他们并未能躲过如同他们前身熔岩星空大陆般毁灭的命运。伴随着那柄深红巨斧虚影在将那熔岩星空大陆给一斧斩碎后，那柄深红巨斧虚影便在一瞬间轰然炸开，化作深红色力量恐怖能量风暴，席卷向那些先前崩飞出去的一片片裹挟着磅礴岩浆的熔岩大陆。那些熔岩大陆与其裹挟的磅礴岩浆如同被放进绞肉机中一般，顷刻间便被那深红色的能量风暴给冲击撕裂成了无数细小的碎片尘埃。暗蓝的记忆画面到此也就随之结束。感觉自己看那些记忆画面过了许久的方远，看着与刚才相比只过去数秒的下一轮选择倒计时，他不由皱眉，对已经退后2步暗蓝问出刚才在看那些宛若亲临现场一般的记忆画面时心中所诞生出的疑惑。这些记忆都是你亲身经历过所见到的画面，还是其他渠道记录下来被你灵魂意识所观摩看到的？暗蓝躬身应道，那些记忆画面信息皆是源自我深渊魔龙英雄种族暗星一族的血脉传承。掌控着暗蓝本命龙魂珠的方远
自然能感知出他所说之话的真假。方远随即便点了点头，算是认同了暗蓝所说的话。随后其目光便放在了继续闯渡第13轮兽潮的选择选项虚拟面板中，那一秒秒不断消失的倒计时上，陷入了不甘的选择挣扎思考中。当那继续闯渡第13轮兽潮的选择倒计时仅剩下1分钟的时候，陡然间，方远脑海中灵光一闪，他心念一动之间，万剑问天剑域中先前重新散开蕴养的万柄问天剑子剑，转瞬间合为了一柄庞大的问天剑。此问天剑主剑散发出璀璨黑金色光辉，屹立于方远的领地剑域屏障的上空，释放出无比恐怖的毁灭剑意气息。暗蓝，你看我这柄剑对上那有10万众兵团，等级只有 LV28 的堕天巨魔，能有多少胜算？暗蓝抬头仰望着那屹立于半空中，散发出令他身心都不由为之颤抖恐惧的恐怖气息的黑金色巨剑，以及那磅礴毁灭剑气源源不断自那巨剑的剑尖所触碰在的剑域屏障汇聚融入进那巨剑中的景象。暗蓝在短暂的失神过后，这才转瞬回过神来，想起方远刚才所问的话，纠正回答道：无尽兽潮所面对领主是整个无尽大陆中如今所参与争霸的领主们，其中不乏本身种族便是当今宇宙星空中的强大种族的领主，因此自然也就不止您一位闯到了最后2轮兽潮。说完这一大段话后，看着方远那时间紧迫有话快说的表情，暗蓝连忙又继续说道：天地养育的 S 级生灵种族并不如同只有领主专属的兵种建筑一般，只要资源足够便可以无限制诞生出此种族的生灵，更何况等级限制在 LV28 以内，因此能够分配到主人领地内的汉星巨魔第13、14轮兽潮加在一起都不会超过1万。而那等级的汉天巨魔面对主人您这在阵法一类中算作 S 级，但实际对标生灵算作 SS 级顶尖生灵存在，杀伐一类见到阵法前全力一剑便可斩之。在暗蓝说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方远便随之瞬间确定了继续闯渡下一轮兽潮的选项。在关于第13轮兽潮的基础信息出现在方远的面前后，在方远随之用刚才每一次击杀暗蓝所获得的元晶提升万剑问天剑阵等级的时候，一则公告声伴随着方远确定选择参与第13轮兽潮响彻于所有领主们耳边。第50章，秒过第13轮兽潮，登顶第一。公告：最后一位可选择参与第13、14轮兽潮的领主已做出选择，现进入第13轮兽潮的领主将统一进入此次灾难试炼无尽兽潮的最后一阶段。所有进入此阶段的领主在面对后2轮兽潮降临围攻时，用10越短度过2轮兽潮者，其潜力排名将会越靠前，所获得的奖励也将越丰厚。所有种族的领主们的潜力排名榜单现开启公布，请注意，前1000名的榜单排名在之后2轮兽潮的过程中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实时变化，各位领主的排名请注意自行查看。此榜单只有1亿名额，未上榜者之后结算排名奖励时将不具备奖励分配的资格。就在那声公告结束后，一道紫金色巨大排名榜单便出现在了方远的领地中央高空。方远抬头望去，便见到那紫金色的巨大榜单之上，一页上共有100个排名，而最末尾的排名下方，除了显示着他当前的排名外，也还显示着剩余排名长达100万之数的页数。看了眼自己刚好在第1000位的排名，方远这才抬头看向那巨大榜单，看看那第1页前100存在都是谁。诸族领主潜力排行榜：1. 日玄星神族， 2. 日曜星神族， 3. 黑绝黑洞神族， 4. 星九心灵神族， 5. 虚龙虚空神族， 6. 虚妄虚空魔族， 7. 阿卡斯堕神族， 8. 张三火异仙族， 9. 塔罗斯氏星狮鹫族， 10. 坤坤汉星坤族， 100. 奥特莱斯凯神影族。也就在方远刚看完那排名没多久，一道直径长大数万米的庞大黑洞漩涡自那善兽巢巨门中流转而出，随之快速扩散开。随后方远便见到了一尊尊体型高度达到了1000米之巨，身穿血红色重甲，血焰磅礴燃烧，包裹全身的狰狞巨魔们自那庞大黑洞漩涡之中一跃而出。从数万米的高空坠落的过程中，那些汉星巨魔们纷纷手握着一柄柄深红色的巨斧，向着方远的领地隔空劈斩落下。也就在那数千尊汉星巨魔们血红巨斧劈斩瞬间，所凝聚出的一柄柄遮天盖地般巨大的血红巨斧虚影向着方远的领地劈斩落下之际，方圆领地剑域屏障外的上空，那屹立于其上有着数千米长的问天剑陡然间释放出璀璨的黑金色剑光，刹那便充斥整个天地四方数百里区域。血杀剑光荡天地，恐怖的本就蕴含毁灭剑意的毁灭剑气，在方远施展出蕴含着磅礴杀伐之力的剑技下，其威能更上一层楼，转瞬间便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恐怖力量。那璀璨黑金色剑光所覆盖的区域内，转瞬间一切事物都在那些威力巨大的剑光无差别全方位覆盖的 AOE 攻击下给瞬间淹没。
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一柄柄血红色巨斧虚影，在被那宛若无穷无尽的黑金色毁灭金光给淹没下，瞬间便被轰击切割成了无数碎片虚影。那些血红色巨斧虚影在破碎成无数碎片虚影的一刹那，便转瞬间化作了无数血红色荧光，淹没于那无尽黑红色剑光之中，消失得一干二净。随后消失的便是那些手握着一柄柄血红巨斧，眼睛裸露在重甲外露出惊恐神色的那一尊尊汉星巨魔。轰轰轰！一阵阵恐怖的爆炸轰鸣声响彻于无穷无尽黑金色毁灭剑光所淹没充斥的天地之间。也就在那一尊尊汉星巨魔尸骨无存的被毁灭消失的时候，控制着问天剑释放着杀伐剑技的方远，其背后领地内半空中所悬浮着的巨大潜力排名榜单，此刻关于他的排名正不断向前递进着。当最后一尊跃出那庞大黑洞漩涡的汉星巨魔在被那璀璨金色毁灭剑光所淹没毁灭尸骨无存之后，方远的排名伴随他面前出现的第13轮兽潮通关结束了的公告信息，随之来到了第1位。当早已经结束无尽兽潮灾难试炼，所有存活下的那些蓝星人类领主们，在看到自己领地中那巨大榜单上原本不断刷新排名的榜单，第1的位置不过1-2息时间便不再变化之际，一个令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名字出现在了那第1的位置。方远蓝星人族。也就在那些领主们吃惊地看着方远的名字出现在第1名位置，陷入长达数秒的震惊之后，转眼间蓝星全人类各个交流频道中，先前见方远还没有结束无尽兽潮灾难试炼，便火热猜其测能在第13轮兽潮中得到第几名次，或者什么时候死的蓝星众领主们，在此刻皆是以一种难以置信、无法想象的语气，在各个交流频道中发出他们的感慨。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小日子国世公一郎，离谱，这叫方远的家伙到底有多强？大米国特朗普特，是啊，简直太离谱了。要知道这可是第13轮兽潮啊，那些兽潮生灵的品质等级据推测可都是 S 级的存在。毛熊国俄洛伊坦，第13轮兽潮可不仅仅是 S 级兽潮生灵那么简单，等级越高差距越大，那些 S 级生灵可比那方远高10级的存在啊。更别说第13轮兽潮才刚开始，方远就以最快的速度将他们直接全秒了，然后稳居第1的位置，这简直不要太离谱，太恐怖了些。阿三国世家阿三，这方远的兵种生灵品质等级绝对远超目前我们已知的蓝星人类最强的 A 级，根据其刚才的表现，很可能是 S 级史诗品质等级之上的 SS 级传说品质，甚至还可能是 SSS 级神话品质。棒子国李忠秀，那岂不是说这方远大佬是我们整个蓝星全人类当中兵种等级唯一超过 A 级，甚至品质等级达到了我们所望尘莫及的至高存在。龙夏国陈光远，别妄想了，我等主人的强大远远不是你们所能想象的。龙夏国林南北，就是第51章无尽兽潮最终降临。苍蓝域，一处不复以往山清水秀，如今破败不堪的领地内，一棵数百米高的巨大梧桐树下，身穿一身有着凤凰纹路、火红色明黄极铠的夏文星，抬头看着领地内中央半空中那领主潜力排名榜单上最终定格在第1位置所显示出的名字以及种族信息，顿时大吃一惊的同时，心中不来由浮现出一股悔意。也许当初我该同意他的提议，成为他的一位附庸领主的。当然，也就在这个野心极大的女人夏文星的心中冒出这一念头的时候，她瞬间猛地回过神来，心中自我反省道：夏文星，你是不是忘记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了？成为方远的附庸领主，以对方的实力，你根本体现不出除了上床外任何自己的价值，因此也就得不对方任何资源倾斜，甚至将会完全变成服务他，被他不断割韭菜的工具人。想到这，夏文星低声对自己说道：靠人不如靠己，就算是如今方圆领先你很多又怎么样？只要我好好运营下去，获得更多更好的机遇下，未来孰强孰弱还说不定呢。一处原本宛若世外桃源般的小海岛，如今已然成为了一片废墟。整座小岛屿上的寥寥几座小山峰，都在先前最早以前的第4轮兽潮中，便已被那10万之数的堕蛇以及龙鳞雪的兵种生灵双翼白虎给攻击轰塌推平了。站在这一片废墟之上的领地上的龙鳞雪，望着领地中央半空中那定格在第1位置，这些日子再熟悉不过名字。龙鳞雪大吃一惊的同时，心中不由思索道：方远的实力也强得太离谱些了吧？纵然一会他第14轮兽潮不一定还能拿第1，但只要还活着，那其潜力也不是整个蓝星全人类其他领主所能与之比拟的。所以我现在要不要在第14轮兽潮开始前便下注一把递交附庸领主申请契约，狠狠抱一抱大腿呢？也在他心中想到成为方远附庸领主这一件事后，龙鳞雪陡然间想起了自己背后所倚靠的家族，不由思索道：整个龙家捆在一起都远没有方远发展的那么快，
我要不要劝劝家族中的那些长老们，恢复成蓝星龙夏国前朝历代家族早期投靠贤王人帝一样，抱着这条大腿起飞一波？纵然会完全受制于方远，但也好过今后面对如同无尽兽潮般的各种灾难，家族中没有人能够左右兼顾的时候，死伤那么多的家族子弟，早晚灭族的好。就在蓝星全人类各个交流频道中猜测方远最终的第14轮兽潮会不会依然是第一，以及夏文心在不断给自己灌鸡汤，龙鳞雪在思考要不要打包整个龙家投靠方远的时候，在距离方远所处的苍兰域于无尽大陆之中的一处极为遥远之地，一个等级达到 LV228， 体型高达上万米，其背后一道巨大光轮盘旋，镶嵌着宛若12颗大日般的伟岸存在星神族日玄，如同神奇一般，浑身闪烁着璀璨耀眼光辉的他，在抬起手的瞬间，无数道庞大无比的炽烈光剑凭空出现在半空之中，将那一柄比他们更加庞大的血红巨斧虚影给刹那间穿透崩碎成无数碎片虚影，随后化作无数血红荧光消散在那半空之中。在那柄血红巨斧虚影消失的时候，一尊体型同样大到万米之巨的汉星巨魔，此刻全身各处都被一柄柄巨大的炽烈光剑贯穿着身躯。伴随着那名为日玄的伟岸存在抬起的手落下的一瞬间，那第13轮兽潮的最后一尊汉星巨魔，在日玄为防止其滴血再生的情况下，便被那些穿插进他体内的那一柄柄炽烈光剑所绽放出的恐怖炽热力量给由内而外的焚烧成了无数灰烬。看了眼他领地内的天空大地上那飞舞飘扬堆积的无数汉星巨魔们血肉尸骸所化作的灰烬，日玄那分不清男女的声音随之低沉的感慨道：可惜了，都是上等的资粮，要不是为了赶时间以及其太过难杀，倒也不至于被无杀成这样。感慨一声过后，身为宇宙星空最强种族，在这神秘的无尽大陆领主争霸赛中，品质等级达到 SS 级传说品质的星神族中，天赋都算是最为强大的玄日，无比自信的转头俯瞰向他身后那在他眼中纵然达到了50多级依然渺小的领地内的领主潜力排行榜单。轰！在看到榜单上自己排名所处位置的一瞬间，极为骄傲无比的玄日在此刻恐怖的杀机轰然自其身上爆发，宛若刚才他面对那数千尊等级在 LV238 的汉星巨魔一般，恐怖杀机肆虐向此方数百万里的天地之间。方远，一个区区凡星人族的蝼蚁，其潜力排名居然比吾还高，这简直就是我的耻辱。下一轮无尽兽潮的最终一轮灾难试炼，吾将用尽吾之全力击败那些来自深渊的生灵，重新夺回属于吾的位置。就在亿万种族领主们看着第13轮兽潮结束后，那领主潜力排名榜单上排名第一的方远，绝大部分种族领主们猜测那蓝星人族这个种族在宇宙星空中是什么样的强大种族隐士存在的时候，此时的方远正用那斩杀数千尊 LV28 的汉星巨魔所获得的元晶，将万剑问天剑阵给提升了到 LV40 的等级。感受到问天剑此时比先前所散发出的更为强大，仿若真的能够将天穹给一剑斩断的恐怖毁灭气息。方远不由心中底气再加了几分，感慨道：这样一来，第14轮兽潮我也就能稳过了。看我目前的排名来说，纵然一会我无法直接将那汉天巨魔也如同刚才第13轮兽潮一般，将其如同那些汉星巨魔一样给瞬间秒杀，我在潜力排行榜单中的排名最终也不会低出前10的位置，甚至再次夺得那第一的位置也说不定。就在方远心中如此感慨畅想一番过后，第14轮兽潮降临的倒计时归零结束，伴随着那一道比先前更加庞的黑洞漩涡自那诡异古老的巨门中延伸扩展出，属于方远的无尽兽潮灾难试炼，最终第14轮兽潮生灵随之降临开始。第52章崩天裂地，瞬秒撼天巨魔。砰！一道深红色的流光瞬间自那漩涡中出现，轰击在了方远的领地外那问天剑域屏障上，发出一声巨大恐怖的轰鸣声。方远那领地外本就满目疮痍破败不堪的大地，伴随着那声轰鸣声响起的瞬间，那大地轰然随着那自问天剑域屏障上不断迅速扩散的力量冲击波而快速崩裂下沉。看着那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便已经一斧头轰击在自己领地外问天剑域屏障上的那身穿深红色狰狞重铠浑身恐怖气血流光包裹的撼天巨魔，方远心中顿时警钟大响。快，这撼天巨魔的攻击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就在方远心中生出这样的感慨，控制着问天剑准备进行反击时，只见随着那达到数千之数的一尊汉星巨魔自那庞大黑洞漩涡中飞出，凌空而立，逐渐成一道诡异阵法之形后，转瞬间一道猩红色覆盖方圆数百里区域诡异法阵便出现在了那一尊汉星巨魔所凌空站立的高空之上。那道庞大的猩红色诡异法阵，其中心处有着一柄由无数诡异符文所组成的无比庞大的深红巨斧纹路。在那诡异法阵最后一道纹路由那些散发出诡异气息的符文组成的瞬间，
那深夜凌晨中高挂于天穹之上的血月轰然释放出一道庞大的猩红光柱，跨越无尽空间自高空中出现，落在了那庞大的法阵之上。那法阵之中的深红巨斧随着那道猩红光柱转眼间便被这巨大诡异法阵吸收一空后，陡然间便绽放出了无比耀眼的深红之光。预感到不妙，原本想再次施展剑光荡天地的方远当即改变策略，决定拿出问天剑最强的实力，施展出那剑阵自带最强一击斩天一剑。就在方远决心施展出万剑问天剑阵那斩天一剑的时候，那原本一斧劈斩在问天剑玉屏障上的撼天巨魔，其身躯轰然被那庞大法阵中由无数诡异符文组成的深红巨斧纹路所投放下的一道庞大深红光柱所笼罩。随后在方远调动问天剑狱中的所有毁灭剑气，倾注汇聚于那问天剑中之时，那本就高达1500多米的庞大撼天巨魔转眼间膨胀变大，整个身躯体型都在转瞬间变大了有6-7倍，化作了一尊高达万米，对于方远来说遮天蔽日、无比伟岸巨大的庞然巨物。只见那如今化作庞然巨物的撼天巨魔狰狞遍布深红血色的双眼，俯瞰着下方与蝼蚁无二的方远，看了眼其领地内的那领主潜力排名榜单，嗤笑一声，冷漠且无比骄傲地说道：上一轮受潮潜力排行榜第一，你能够死在为了杀你不惜封锁降低等级到 LV28 的本尊手下，是你无上的荣幸。只见那撼天巨魔话音落下之后，伴随着笼罩在其身躯上的深红光柱被其吸收一空消失之后，他抬起了手中同样变大了6-7倍的深红巨斧，触碰在那如今距离他头顶不远处诡异庞大法阵中的深红巨斧纹路之上。随之那诡异法阵中的深红色巨斧纹路如同流水一般覆盖在那柄深红巨斧之上。也就在那撼天巨魔手中那柄深红巨斧其上那组成深红巨斧纹路的诡异符文之际，它宛若被叠加了某种强大的特殊强化 buff 一般，陡然间宣泄释放出无比恐怖的气息。那伟岸高大的撼天巨魔双手高举着手中那长达上万米的深红巨斧，一边挥斩下手中深红巨斧，一边面目狰狞地发出咆哮道：蝼蚁，给本尊去死吧！面对撼天巨魔所发出的令天地都为之震颤的咆哮声，虽然没有听见其在避啥，但方远作为回应那撼天巨魔的攻击，在此刻已然蓄力准备完成。伴随着那近乎将整个万剑问天剑狱中的毁灭剑气给全部吸取一空，悬浮于半空中的问天剑抬起其长达数千米长的巨大的剑刃，对准撼天巨魔将要斩去的瞬间，一道神秘玄奥的阵纹随之显现于整座万剑问天剑狱之上，为那柄将要斩向撼天巨魔的问天剑融入了无与伦比恐怖的，仿若将万千世界的天穹都给一剑展开的天地毁灭大势之力。那挥斩着手中能够撼动并破碎天地的深红巨斧的撼天巨魔，感应到此刻融入进那问天剑中无与伦比恐怖的大势之力的瞬间，原本想象着方远的领地连同他本人都将会在自己这一斧下化作尘埃，展露出狰狞笑容的他，其面容瞬间变得僵硬。随后其面容伴随那一道逐渐充斥眼中的黑金色剑光亮起，逐渐变成凝重、惊讶、惊恐以及最后的悔恨。只见那一道直径长达数千米，充斥着无尽毁灭之力，贯穿天穹的璀璨黑金色剑光光柱，裹挟那令天穹在此刻都为之破碎崩裂出道道裂纹的天地毁灭大势之力。伴随着半空中的问天剑瞬间轰然斩向那手中挥斩下深红巨斧的撼天巨魔。砰！那柄遍布着诡异符文的深红巨斧在被那裹挟恐怖天地毁灭大势之力的剑光光柱斩击中的瞬间便轰然破碎成了无数碎片。而握着那柄深红巨斧的撼天巨魔被那道恐怖的黑金色剑光光柱给击中淹没的刹那，其全身血肉乃至灵魂随之都被毁灭的连尘埃都不剩。那些高空之上维系诡异血红法阵的数千撼星巨魔与那尊撼天巨魔一样，一同被毁灭的连尘埃都不剩，瞬秒消失于此世间。距离方远的领地有着数百公里距离的林凡的领地，看着领地外高空那贯穿天穹使之出现道道裂痕轰然斩落而下的黑金色光柱，林凡以及其领地内如今所有如同小山般高大的哥斯拉们，只是远远看着那道黑金色光柱，都能够感觉到一股极为恐怖的力量充斥于那黑金色光柱其中，令他们不由身心随着生命本能而颤抖。就在那道恐怖的黑金色光柱彻底划过天空斩落在地面上的瞬间，林凡以及一众哥斯拉们便见到了令他们永生不忘的一幕。只见无数大地碎石尘土泥沙在此刻冲天而起飞数千上万米的高空，形成两道无比庞大的碎石泥沙巨浪，不断向着林凡所对着的那面区域的左右两方扩散。大地轰鸣的声音距离林凡的领地越来越近。不久后，林凡所面处的领地区域外不远处的一座高山顷刻间便被一股恐怖的力量给从中间撕裂破碎成了两半。然后这还没完，在那座高山撕裂破碎成两半后，大地上的裂纹随着那掀起的两道碎石巨浪快速蔓延向了他领地所处的方向。
第53章榜一，居然还是那个男人。轰！当那道无比庞大的裂缝蔓延至林凡的领地前时，一道紫金色屏障出现，将其领地全部笼罩其中，挡住了那道不断蔓延的大地裂缝中所充斥的那股恐怖力量。瞬间爆发出一声巨大的轰鸣，带到大地之中，那股不断往前蔓延扩散的恐怖力量，其中一部分被林凡领地外的屏障完全抵挡住数十息后，林凡那被紫金色屏障所笼罩的领地外，左右两方不断扩散开的碎石泥浪，这才轰然倒塌，淹没一片片广袤山林。在领地外那紫金色屏障散去后，林凡随之一屁股跌坐在了地面上，抬眼看着他那领地四周完全变成宽广峡谷大裂缝的环境，林凡欲哭无泪地感慨道：得亏有这兽潮还未彻底结束前对于已经结束的领主们的保护措施，不然刚才特么的就直接没了。不行，我一定得想办法将我的领地移得离方圆要远很多才行，不然每次他那一发难，我的领地四周就得跟着遭殃。感慨到这的时候，林凡猛然间想到了什么，回头看了眼领地半空中那领主潜力排名榜单上如同先前一样在第14轮兽潮中依然定格在第1位的方远名字。林凡顿时抱头，深感绝望地说道：不对，要不是先前有新手期的无敌保护屏障，再加上刚才的灾难彻底结束前的保护措施，现在的我早就已经死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之后的领地不离那活下来的方圆要远上很多的话，我绝对不会如先前一般，领地仅仅是外围四周遭殃被破坏那么简单，而是直接领地毁灭，本人挂掉。就在林凡思索着怎么才能移动他的领地离方远远点的时候，一处座万米高山坍塌，林植尽毁，充斥着无比炽热岩浆洪流的广袤地狱内，于那岩浆遍布的大地之上，一尊高达10万米的无比恐怖伟岸的撼天巨魔，手中提着一柄与之同样庞大无比的深红巨斧，屹立于其中，俯瞰着前方于一片岩浆洪流中悬浮于其上的玄阳，充满鄙夷不屑地说道：被誉为星神族潜力天赋最强的你，也就这等实力吗？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便可以上路了，死在本尊这撼星巨魔一族撼天一脉的手中，那将是你的荣幸。玄阳面色凝重地看着面前这尊实力超乎他预料的撼天巨魔，骄傲如他，当即便回怼道：你们这巨魔一族不过往届无尽大陆领主争霸赛中那些苟延残喘失败了的领主们的狗而已，在本尊这新时代先天诞生的强大种族且具备领主身份的领主面前，你有什么资格出言不逊，如此放肆？现在跪下给本尊磕头，献上本命真魂，缔结主仆契约，本尊不仅可以饶恕你之过错，让你成为吾本尊手下的第一大将，那也将义无不可。在玄阳的话音落下的瞬间，一柄充斥着磅礴杀气长达10万米的深红巨斧便自高空中向他当头劈斩了下来。轰！无穷烈焰翻滚，一头数万米直径的熔岩真龙自大地上翻涌的岩浆洪流中凝聚飞起，在顿感不妙的玄阳控制下，扑击向那自高空上落下遍布诡异符文的庞大深红巨斧，试图进行阻挡一二。砰！那头熔岩真龙在触碰上那庞大的深红巨斧的瞬间，便被此刻愤怒无比奋力劈斩下这一斧的撼天巨魔给直接斩断成了2段。随后在那深红巨斧上所释放的恐怖震动波轰击下，那头被劈成2半万米直径的熔岩真龙便随之破碎成了无数尘埃，飘散于天地之间。该死！还是低估了那些古文明种族遗迹中所记载的关于这巨魔一族中撼天一脉那撼天巨魔这个英雄种族生灵的实力。心中暗骂一声的玄阳，其背后光轮中的12颗璀璨大日光球转瞬间便散发出无量耀眼光辉，将之全身包裹了起来，随后化作了一套金红色的大日光明神铠，笼罩穿戴在了其伟岸身躯的全身各处。其背后的光轮中，那原本散发出璀璨耀眼光辉的12颗大日光球，更是化作了一柄柄璀璨的铭刻有神秘玄奥符文的光剑，穿插于那随之变化俨然成为了一道剑轮的巨大光轮之中。身穿种族天赋能力所演化出的具有增幅力量的大日光明神铠，力量翻了数倍的玄阳。砰！一脚踏在身下那片先前他施展技能所造成的岩浆洪流之上，溅射起冲天岩浆巨涛，向着那撼天巨魔手中落下的深红巨斧所劈斩的方向一旁，化作一道如同光速般闪烁飞出的流光，一闪而逝。轰轰轰！大地轰鸣不断，一片片岩浆浪涛翻涌向两侧间，一道无比宽广的大地裂缝随之不断扩散，将所有地面上的岩浆洪流倒灌其中。堪堪躲过这一击的玄阳，伴随着那撼天巨魔愤怒咆哮声响起，挥动深红巨斧再度向他横扫劈斩而来之际，已然飞至那撼天巨魔前方不远处的玄阳，其身前瞬间出现12道覆盖上百万米直径空间区域正不断构筑完成的庞大金红色法阵。在那12道金红色法阵转眼间构筑完成的瞬间，玄阳身后散发着璀璨光辉的剑轮内，12柄遍布神秘玄奥符文的光剑
纷纷齐出，射向那12道庞大的金红色法阵之中。在那撼天巨魔手中的庞大深红巨斧横扫劈斩向那出现在玄阳面前的庞大金红色法阵之时，一柄柄令本处于凌晨黑夜，血红月光所普照的天地变色，宛若日月轮转化为白昼，长宽达到数万数千米的庞大炽烈神阳剑，自那些12道法阵之中快速涌现而出，轰击向那柄迎面来的深红巨斧，以及其后那愤怒咆哮的撼天巨魔。轰轰轰！天地轰鸣之声不断响彻，那撼天巨魔手中的深红巨斧随之被轰击向一旁，而那撼天巨魔庞大的身躯更是转眼间被那一柄柄炽烈神阳剑给贯穿钉死在了破碎的灵山大地之上。就在那撼天巨魔浑身伤势，就算是那一柄柄庞大的炽烈神阳剑穿插在其中身躯之中，亦能快速恢复的时候，玄阳全身绽放出璀璨金红光辉，抬手一指高空，一道道庞大的光镜随之出现在那高空之上。请诸位同族助我一臂之力。伴随着玄阳这一声极为诚恳的星神语传入进那一道道庞大光镜后的刹那，一道道璀璨炽烈的恐怖金红色能量光柱随之自那一道道庞大光镜之中轰然激射而出。那一道道恐怖的金红色能量光柱在玄阳的控制下，随之全部汇聚于那尊撼天巨魔头顶上那一面最为巨大覆盖其全身的光镜之中。把本尊逼到借助同族之力的份上，你死得很荣幸。伴随着那凌空俯瞰着那尊撼天巨魔的玄阳说出此话后，于那尊撼天巨魔头顶上的巨大光镜伴随着最后一道金红色能量光柱融入于其中。轰！一道无比庞的黑金色的恐怖能量光柱瞬间自那巨大光镜中落下，轰击在那尊撼天巨魔的全身上。不过数息间便将其彻底毁灭，成了无数尘埃灰烬，消散于此方天地之间。玄阳看着面前弹出的关于无尽兽潮第14轮兽潮彻底结束的提示信息，随即找到了那已经被大地裂缝掩埋在地底深处的自己的领地，消耗大量元晶将那领地恢复成原样，重置于地面之上。玄阳这才体型瞬间缩小成2-3米高的样子，回到他的领地内，看向悬浮于那领地半空中的领主潜力排名榜单。1. 方远蓝星人族。砰！看着那先前在他排名之上，如何还在他排名之上的名字，玄阳抬手一拳轰出，其领地内才复原没多几秒的一座高峰，随着一道金红色的光辉闪过，瞬间轰然破碎。那座高峰所破碎的区域，其边缘宛若火山熔浆一般，流淌着一片片岩浆。该死，这个蝼蚁般的人族生灵到底做了什么，又领先于我之上？出声谩骂了一句，深知最终领主潜力排名已成定局，很快冷静下来的玄阳随即脑海中不断思索道：纵然我动用了族群诸位的力量，第14轮兽潮度过结束的时间被判定增加了一些，但这在本尊一位同族曾经所管辖的一片星系疆域中，就是蝼蚁一样的蓝星人族，怎么会诞生有这样的存在？难不成这家伙的兵种生灵的品质等级，真的可能是连我族诸位族人都未曾随机分配拥有到的 SSS 级神话品质不成？想到这种可能，玄阳不由感叹自语道：真要是如此的话，那么他的运气得有多恐怖，才能从亿万种族不计其数的领主们当中随机分配到可以召唤 SSS 级神话品质生灵的兵种建筑。希望他的运气也不会一直如此这么好，不然一旦其成长起来的话，面对于只存在于久远神话中的神话品质生灵大军，本尊必然是无法与之抗衡的。第54章，恐怖的异族老祖。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剩余人数37894万01。龙夏国陈光远，牛逼，不愧是我主人，就是如此屌炸天，亿万种族不计其数的领主们当参与的潜力排名，居然都能以碾压般的姿态登顶第一。小日子国世公一郎，别叫了别叫了，你已经从刚才一直叫到现在了，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方圆的狗是吧？龙夏国陈光远，呵呵，就算我真是我主人的狗，你也管不着啊。再说了，想当我主人狗的人多了去了，你觉得你有那资格吗？区泡菜小棒子，排名都没有高的废物东西，有什么资格在这跟我阴阳怪气的说话？伊斯国达拉莫，我认为陈光远说的对，就方远目前领先蓝星全人类的实力，以及所有领主种族的潜力来说，给方远当狗并不丢入，甚至能不能当得上还很难说呢。大米国特朗普特6，我们现在是应该讨论能不能给方远当狗的时候吗？毛熊国俄洛伊斯，确实，我们现在并不应该是讨论能不能给方远当狗的时候，而是应该讨论下身为领主潜力排名榜单榜首的方远之后会获得什么样的奖赏。龙夏国陈光远获得什么样的奖赏，先不提和你们有没有关系，关你们屁事。就凭你们这些连我主人真正实力都预测不出来，第13轮兽潮的时候就大肆说起可能会死亡陨落的愚人们，你们觉得能够猜出来吗？龙夏国林南北，就是就在方圆手下的几位附庸领主
与那蓝星全人类各国领主们进行友好讨论的时候，早已结束最后一轮受潮战斗的方远，由于其灵魂精神力在先前度最后2轮受潮时，因为过度紧绷而消耗过大，此时正投靠着运神石，享受着白神、红莲以及暗蓝的按摩服务。白神和红莲分别按摩着方远身体上方的左右两边，他们的手指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会碰到方远的2点，让他有着酥酥麻麻的感觉。而暗蓝则按摩着方远的下半身，纵然暗蓝没有按到不过身的敏感部位区域，但其按在某些大腿上特殊穴位时，方远也不由浑身微微一颤，心中有些心猿意马起来。而每当这个时候，白神和红莲便会齐刷刷的死死盯向暗蓝。尽管他们打不过暗蓝，但依然会固执的用眼神警告着暗蓝，按摩的手最好老实些，不要做些过火的举动。对此都看在眼里的方远，全当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小插曲，只要他们不真动手打起来，便主打一个乐子人看戏。当方远耳边响起无尽受潮所有幸存领主们全部结束此灾难试炼的耳边公告声时，一道道公告信息随之显现于其眼前。公告：此轮无尽受潮灾难试炼圆满结束，现在公布最终诸位领主们的排名榜单，以及发放排名奖励和闯过不同轮此受潮的奖励。备注：排名奖励信息并不会公布于榜单之上，将采取隐秘发布的方式直接发送到各自的随身空间背包中。公告：下一轮灾难试炼将随着诸种族领主们对所处的疆域进行的攻略进度多少而进行不同相应情景的灾难试炼。备注：每一次灾难试炼都将是一场机遇与危险、适者生存、强者恒强的定律，也许将在那一场场灾难试炼中被打破桎梏。公告：现公布亿万种族领主们的领地等级榜单，以及该领主所属的种族内的领地等级榜单。备注：此2种榜单排名越靠前的领主将会在每月结算前获得装有各种品质等级的资源或宝物的白宝袋。白宝袋开出的资源宝物的品质等级最高可达 SS 级传说品质。当看完面前出现的所有公告信息后，关闭那些公告信息的方远随即坐起身，调出他的随身空间背包面板，准备查看一番他此次闯无尽受潮灾难试炼所获得的奖励有些什么好宝贝。也就在方远的随身空间背包面板显现于其面前的时候，3道榜单随之映入其眼帘之中。那3道榜单分别是诸族领主领地等级排行榜、蓝星领主领地等级排行榜、第1轮统合试炼诸族领主潜力排行榜。领主潜力排行榜自然不用多说，至于另外2个排行榜的榜单，有些好奇自己的领地等级在诸族领主中算什么水平的方远，倒是仔细的查看起那诸族领主领地等级排行榜。诸族领主领地等级排行榜：1. 异仙族张三火 LV96 2. 星神族第一日组 LV88 2. 星神族第2月组 LV87 3. 汉星坤族星坤组 LV82 4. 心灵神族星帝组 LV82 5. 虚空神族纳克斯 LV81 6. 虚空魔族达拉梦耶 LV80 7. 堕神族堕落神组 LV80 8. 吞星族吞星元兽 LV79 9. 星龙族星龙组 LV78 10. 幻想族幻组 LV78 100. 神隐族隐尊 LV70。 最后看着那榜单第一页下自己那所显示的未进排行榜的信息提示，方远不由感慨道：真恐怖离谱啊！我的领地等级和他们比起来也差得太大了吧。不过看他们的名字多半都是曾经宇宙星空中各大强族的老祖存在，以他们降临时没受限制的初始等级以及分配到的高级区域中所蕴含的资源皆可能不是低级品质来看，领先我5、60级也就不那么恐怖离谱了。这样想着，方圆也就释然了，随即查看起他空间背包面板中那所获得的正闪闪发光的一个个奖励宝箱。当方远的意念汇聚到那通关无尽受潮灾难试炼的 SS 级传说品质的宝箱上，将之确认开启后，璀璨金光一闪而逝，随之那一件件 SS 级传说品质的物品映入方远眼帘。当方远看到那 SS 级传说品质中的某物时，仅仅只是看到了其名字，顿时便让他当即激动的大笑道：哈哈，将万剑问天剑阵升级到 SSS 级神话品质，指日可待，我距离无敌又近了一步，哈哈。第55章诸界归虚剑阵时空复生之门造化神石。品质等级 SS 级传说品质。功能1，可将任何 SSS 神话级品质以下等级的事物及生灵提升至 SS 级传说品质。2，品质等级在 SS 级传说品质中越顶尖的事物及生灵，使用此物成功晋升至 SSS 级神话品质的概率将会越大。看着眼前空间背包面板中那一颗五光十色的造化神石图标旁所显示出的该物具体信息，方远不由动用他混沌元晶的能力，作用在了万剑问天剑阵以及复活转生池这2个除了无上龙朝外的核心单位上。S 级史诗品质万剑问天剑阵
强化提升品质等级序列如下：强化序列1 SS 级传说品质灭天杀神剑阵需10亿元金。强化序列2 SSS 级神话品质诸界归虚剑阵需100亿元金。A 级稀有品质复活转生池强化提升品质等级序列如下：强化序列1 S 级史诗品质复活转生神坛10亿元金。强化序列2 SS 级传说品质无限转生神塔1000亿元金。强化序列3 SSS 级神话品质时空复生之门10万亿元金。建筑单位品质等级是其他事务，品质等级提升所需元金的10倍资源。前文数据有错地方已改，抱歉各位大佬，请见谅本人数学渣渣。看着面前2个核心单位提升到 SSS 级所需的资源，原本想先将 S 级史诗品质的万剑问天剑阵给直接升级到 SSS 级神话品质的方远，此刻盘坐在悟道石之上，继续享受着按摩的他，不由陷入到了沉思顿悟之中。提升复活转生池到 SSS 级神话品质的时空复生之门，能够为我节省10万亿元金，比之万剑问天剑阵只节省100亿，两者足足相差了1000倍。因此，从资源节省的理论角度来说，选择提升 A 级稀有品质的复活转生池是最优选择。但若是结合我当前实际信息来看，那这一选择便不是最优选择了。毕竟要想将 A 级的复活转生池提升至 SSS 级的时空复生之门，那么我就必须得先将它连续提升2级至 SS 级的无限转生神塔，需要元金便高达1010亿。想到这，方远不由开口感叹道：1010亿元金，这我不得灭上个数十近百亿怪物生灵，才够凑够如此多的元金资源。若是再算上我暴兵加提升他们等级，外加提升领地等级所需的元金资源的话，光要攒够这1010亿元金，我得等到猴年马月去了。再加上这是有着魔神虎视眈眈，下一轮灾难不知何时降临的危机四伏的世界，只是能无限复活的话，一旦被强大的恐怖生灵盯上，纵然有兵种生灵可以无限复活，我怕是也只能沦为对方的无限自助食粮罢了。感慨到这，思绪有了决断的方远不由心中自语道：看来还是得先拥有更强的武力保障能力，提升万剑问天剑阵才行。至于这之后一旦展开领主大战，便是无敌挂逼利器的时空复生之门，还是得先往后烧一烧才行了。不过在方圆想到提升这 SSS 级的时空复生之门比提升那 SSS 级诸界归虚剑阵足足节省了1000倍元金资源，近99900亿枚元金后，他顿时又极为不舍了起来。毕竟那是99900亿，可不是99900万或者是99900，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怎样才能快速搞到那1010亿元金呢？带着这个问题，坐在悟道石上的方远随即联想着自身所有信息，很快再度陷入到沉思顿悟的状态之中。脑海中各种他本身所拥有的信息不断在他灵魂意识此时的思绪中闪过，将所有符合能快速搞到1000亿元金的信息进行归纳总结。陡然间，在那道信息宛若一道灵光般闪烁着光辉出现在方远的思绪中后，方远当即调出那道信息所代表之物的属性面板，显现于他眼前。跨域交易格，品质等级 A 级稀有品质，功能可以与外域不同种族领主进行跨域交易，次数0.6，每日可使用次数。备注：1. 当前品质等级仅支持与不同种族本身品质等级在 A 级及以下生灵品质等级的领主进行联系交易。2. 消耗一定量元金，可以定向选择与之交易的领主，其生灵种族的品质等级高低。看着面前这在他当初他很穷时开宝箱开出的被他遗忘在空间背包当中的特殊建筑跨域交易格的详细信息，像是想明白了什么的方远随即心中一喜地对自己骂道：我的金手指混沌元金的能力便是提升任何事物乃至生灵的品质等级，通过这能力隐晦的收购再倒卖各种品质的事物，那我还不会缺元金吗？干，那老子还缺个屁的元金，我当初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我可真是个大可爱啊！心中骂了几句，每日沉浸龙女仆温柔乡的自己几句后，方远随即扒拉开因为争风吃醋往自己敏感地带边缘按摩去的白神和红莲的双手，起身带着他们便来到了领地中的一片空地。不等红莲想要询问方远这是要做什么的时候，一想到自己短时间内便能够获得2个 SSS 级事物的方远，在那外形如同圆形壁垒星剑般全身漆黑的跨域交易格具现安置在那片领地中的空地上之后，便直接大步跨进了那跨域交易格中，而没有全线进入其中的白神等3位龙女则被留在了外面。就在身处一片黑暗之中的方远看着面前充满科技感的巨大虚拟屏幕，消耗6000元金进行第一次与 A 级品质等级的异族领主进行交易。在跨域交易格外的白神和红莲在眼神短暂交流了番下，便联手向着暗蓝围拢逼近了过去。白神率先对着暗蓝开口道：你应该有什么手段跨域将你的实力给压低到与我们相同的等级吧。
红莲随后说道：“压低实力来和我们打一架，来看看我们彼此间谁更强，谁赢了除了主人的话，以后就听谁的。”第56章，新鲜韭菜6翼天使蕾欧娜。秉承着身为方远目前最强大的龙仆，应该好好教育一番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龙崽子们想法的暗蓝，便立马答应了他们提议。三龙在约法三章不要打得太过火，导致事后被方远狠狠责骂之后，便向着领地郊外而去。而此时的方远则在那除了眼前有一道巨大虚拟屏幕，周围一片漆黑的跨域交易阁中，与他的第一位 A 级品质等级的异族领主进行一场金额颇大的元金交易。满头金发垂落，面容高贵柔和，身穿一身神秘金色纹路符文战甲，背后有着6翼纯白羽翼展开的女人身形。此时正显现于方远面前那道巨大虚拟屏幕的中心区域，在那屏幕空白的一处区域，则显示着关于这个类人种族的基础信息：姓名蕾欧娜，种族6翼天使族圣光一脉，品质等级 A 级稀有品质。一片熔岩遍布的大地之上，一座屹立其中建造的高耸城堡顶层。蕾欧娜先是看了看这刚才突然显现出眼前系统探出的交易申请提示信息，在他确定同意交易后，所出现在他面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的虚拟面板。随后看向在那漆黑虚拟面板边缘外一片空白区域中，用他本族文字所书写的一段介绍：神秘游商。介绍：一种行为模式无法被定量，拥有各种品质等级事物及生灵的神秘商人。备注：恭喜您获得幸运之神的眷顾，得到可以在这神秘游商这里购买神秘强大稀有且珍贵的一件件珍宝。自从我的同族就我随机分配到了这糟糕的区域外，我的运气可就没有好过啊！这被幸运之神眷顾，碰上这拥有各种品质等级事物及生灵的神秘游商，难办成真应验9枚避运的定律，我要开始转运了不成？看完那些介绍，心中惊喜不已的蕾欧娜，她的目光不由再次投向那虚拟面前上漆黑的区域，随即开口问道：代表幸运之神眷顾的伟大神秘游商，请问我有什么物品可您我进行交易，或者说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从您这购买那些高品质等级的珍宝？听着有跨域交易阁所翻译转述的话语，方远不由嘴角露出一笑道：看来这个叫蕾欧娜的6翼天使真的相信了我通过跨域交易阁那语言文字编译功能所编造的那段介绍。笑过之后，方远便将他先前所想的问题以文字互动的形式向那蕾欧娜进行交涉。交易资格考核开始。第一题，你认为各种品质等级的珍宝，他们若是用元金来进行交易，价格区间将在多少？请根据你这一种族的实际交易市场价格，请进行简述回答。第二题，当一件珍宝的价值超出你所能负担起的价格，你是否会求助同族生灵借钱或集资购买？请进行简述回答。第三题，是否接受邪恶向的珍宝交易？请进行简述回答。蕾欧娜看着面前那漆黑虚拟面板中所一一浮现出的3个考核问题，不由心中吐槽怀疑道：好家伙，怎么交一个东西还得进行考核才行啊？最主要的是，这问题怎么一股问价后要将我当韭菜割的感觉？难不成那备注上的幸运女神的眷顾只是这神秘游商瞎编的，增加她的身份认可度不成？通过这些吐槽怀疑，可以清晰地看出蕾欧娜这个6翼圣光天使虽然外表高贵柔和，一副富家美丽傻小姐的样子，实际上是个极为谨慎、心眼子不少的，有着体验过多次被割韭菜感觉的6翼圣光天使。不过吐槽归吐槽，想要看看这神秘游商之后到底会出售什么珍宝的蕾欧娜，在思索再三后，还是照着那3道交易资格考核问题的内容进行了内容精简有道的简述回答。而反观在得到蕾欧娜回答后的方远，则在蕾欧娜看着面前交易虚拟面板突然消失后的懵逼神情中，单方面的结束了与他的这次交易。作为曾经在蓝星身兼数职的打工人，方远可是学过市场调研规划的，怎么可能见到个领主问了遍各种品质等级的珍宝，在他们一族中的价格区间后便与之直接交易？无法验证对方所说真假的方远，真的与那领主直接交易了的话，等摇出下一个异族领主进行交易，得知行情不对，先前卖得太低了，那方远不得在亏麻了的自我忏悔中痛骂自己是脑残啊！一片漆黑的跨域交易阁中，将这蕾欧娜添加到后续交易客户名单列表后，方远随即又消耗的6000元金，摇出下一个 A 级稀有品质等级的异族领主，一头浑身燃烧着紫炎，身负狰狞重甲的巨狼。姓名赛芬，种族贪狼族，品质等级 A 级稀有品质。用同样的方式，从这回答问题信息可以看出，心眼比蕾欧娜还多，且贪婪的贪狼族领主身上做完调查问卷后，方远便再次在那与蕾欧娜那近乎相同的惊讶懵逼神情中关闭交易虚拟面板，结束与他的交易。以为自己因为过于贪婪，价格说得过于偏低，欺骗了神秘游商，导致其不再与他进行交易的赛芬。随后他便来到了领地外，屠戮了一个被他圈养起来的部落全部生灵，进行惨无人道的忏悔。
当用完每日5次的交易机会进行市场调研后的方远，其对于各种品质等级的珍宝所处的大概价格区间有了较为满意的估算结果。随即方远便用今日最后一次交易机会选定交易客户名单中先前所添加的那位6亿圣光天使蕾欧娜。至于原因吗？还不是因为这家伙在先前交易资格考核中的第一题报价回答，在其他4位之后进行考核的交易客户回答中报价最高。当然，方远不会说出这是因为他觉得蕾欧娜的身上有股他所熟悉的新鲜韭菜感觉的缘故。第57章开始骚操作的蕾欧娜。沿江翻涌，屹立其中的高耸城堡内，此时心中对于先前神秘游商的突然消失仍然耿耿于怀的蕾欧娜，正无聊地翻阅着6亿天使一族的交流频道。那些交流频道之中的族人此时正依然讨论着那刚过去没多久的无尽兽潮灾难试炼中，以碾压那令他们整个族群都畏惧的星神族少族长日旋的通关速度、成功的速度夺得领主潜力排名榜单第1的方远。当然，方远所属的那蓝星人族究竟是曾经广袤宇宙星空中的何方强族，这一问题也在他们的讨论之中。唉，这些族人是真的显得慌吗？那方远和他们有个屁关系，一直讨论他，就跟他能给他们送高级品质等级的珍宝一样，简直是浪费公共资源。就不能聊点有趣的事，或者有价值的资讯信息吗？也就在蕾欧娜一边不断津津有味地翻看着交流频道中出现的一道道信息，一边进行口嫌体正直地吐槽着的时候，一道交易提示信息再度出现在其面前。神秘游商向您发起跨域交易申请。看着面前的交易提示信息中的内容，尤其是神秘游商那4个字的时候，蕾欧娜先是大吃一惊，随后破口骂道：这不是那把我耍着玩的神秘游商吗？居然还敢向我申请交易信息，看老娘这次不喷死他！骂完，蕾欧娜便一边想着那些曾经学习过的如何在对骂中占据优势的技巧，一边确定同意面前的跨域交易申请。当一道如同先前一般整体漆黑色的虚拟交易面板展现在蕾欧娜面前，原本心中已经准备了一大堆说辞的蕾欧娜，在看到那漆黑虚拟交易面板中所散发出一道道光辉的商品图标以及介绍信息时，极为识时务的蕾欧娜瞬间便将原本已经开口想要说出的话给活生生的吞回了肚子里。含元星铁 A 级稀有品质，出售单位100吨，功能打造极寒武器的极佳材料，售价36亿元金。空间原石 A 级稀有品质，出售单位1颗，功能拓展随身背包空间大小，或者打造特殊空间武器或空间阵法，售价50亿元金。泰坦原石 A 级稀有品质，出售单位1颗，功能蕴含磅礴泰坦本源之力，可使融合泰坦原石者获得一定程度的泰坦之力，具备一定概率提升使用者品质等级，售价65亿元金。血参数 A 级稀有品质，出售单位1株，功能增寿长生，恢复走向衰竭的肉身，老者必备神药之术，售价160亿元金。以下减。吞星藤，培养至最强可吞星辰，99亿元金。彼岸生灭花，增长灵魂之力，或复苏已故生灵的灵魂，使其再活一世，290亿元金。大地权杖，掌握大地之力，举手投足间大地由你掌控，你便是大地之主宰，89亿元金。看着面前7件全部都是 A 级稀有品质等级的珍宝信息，蕾欧娜整个6亿圣光天使都短暂陷入到了懵逼状态。尤其是在蕾欧娜褪去懵逼状态，看向那7件珍宝中最贵的彼岸生灭花时，奸商的本性自蕾欧娜心中不经意间冒出，使她不由思索道：6亿天使审判一脉，貌似有个被其他诸强族围攻而死的，生前极为妖孽，甚至有望突破品质等级，成为 S 级史诗品质的英雄种族的存在。将这个转卖给他们的话，我应该能赚上不少元金吧？然后再用那些赚到的元金从神秘游商这买其他的珍宝的话，岂不是说摆在我面前的简直是空手套白狼的绝佳机会啊！想到这，蕾欧娜那高贵柔和的面容上不由嘴角挂起了一道极为好看的弧度，尤其是她那金色双眸更是闪烁着宛若金色星辰般的流光。蕾欧娜右手握拳，抬手打在自己的左手掌心中，不由发出振奋的感慨声：我蕾欧娜简直是一个万古不出的绝顶天才啊！哈哈哈。此时方远看着巨大虚拟屏幕中那好像在发疯、对自己的定位不是很清晰的蕾欧娜，不由觉得蕾欧娜更像印象之中那些总是认为自己是天选之子、聪明绝顶的韭菜了。如果让方远说出蕾欧娜此时给他的感觉和先前有什么不同区别的话，那他一定会说，先前他觉得蕾欧娜是新鲜韭菜，现在则觉得她是割了一茬又一茬的老韭菜。然而蕾欧娜接下来的骚操作属实震惊了方远一番，使他对于蕾欧娜这老韭菜标签的想法随之发生了变化。只见这蕾欧娜先是直接调出好友通讯面板，覆盖在方远那虚拟交易面板之上，
随后在那好友通讯面板上便快速滑动起列表好友，找到了一个名为商明的6亿审判天使好友。意念点击在那好友的头像上，一道聊天对话框弹出，显现于其面前。蕾欧娜也不多打字，说什么废话，直接便是拨通视讯通话过去。您拨打的用户超时未接听，请稍后再拨。看着那没有打通视讯的系统提示信息，蕾欧娜不由皱眉，低声自语道：可恶，我又不找他借钱，他干嘛不接我视频通讯？难不成这家伙还惦记着先前我说带他发财，结果直接给他干到裤衩子都赔没了的那件因为不可抗力的意外之中？想到这里，蕾欧娜只得退出聊天框，然后找到了个名为商爵，依然是6亿审判天使的好友。意念点击他的头像，打开聊天对话框。蕾欧娜在短暂迟疑之后，硬着头发拨通了与商明他爹商爵的视频通讯。在响铃一会后，那原本漆黑的视频通讯面板上陡然间出现一位有着不俗容颜、一轮巨大的金色天秤光轮悬浮其身后，白洁的羽翼在那身后光轮所散发出的光辉照耀下，显得无比神圣的6亿审判天使商爵。还未等面色并不怎么好看的商爵对自己儿子这个头号狐朋狗由蕾欧娜开口说些什么警告的话语，蕾欧娜率先开口说道：爵叔，我这有件能够复活那位名叫商安蓝天骄的 A 级稀有品质的珍宝，你们审判一族收不收？听到蕾欧娜所说之话的商爵，其原本皱眉遍布寒霜的脸色顿时不由变化，展露出震惊之色。随即像是反应过来什么的他，极为严肃地对蕾欧娜质问警告道：商安蓝，你知道商安蓝在我这一脉族中代表着是什么吗？居然敢拿他的名字做文章，能够复活商安蓝的 A 级稀有品质珍宝，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纵然我一点都不相信，但终归是要确认一番的。你最好不是骗我的，不然就算你离我很远，乃至你妈也在场的情况下，我都得狠狠教育你一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第58章，奸商蕾欧娜，千亿目标即将完成。来来来，我们现在就签订系统交易购买契约，我要是骗你，我一枚元金都不会得到，到时候你想怎么打我就怎么打。听到商爵那警告威胁话语的蕾欧娜极为有底气的回怼道。不过在回怼完后，蕾欧娜陡然想到先前神秘游商突然消失的情况，不由心中咯噔一下。完了完了，这神秘游商要是再次突然消失了的话，以商明他爹这个性子，到时候他不得真不远千亿里来我这，把我暴揍一顿，打个半死啊！恳求幸运女神眷顾我，保佑这神秘游商别突然再跑路了啊！还有他卖的东西一定是真的与介绍相同，不要坑我啊！就在蕾欧娜心中吐槽一声，随后不断恳求着幸运女神眷顾，祈祷保佑神秘游商别再突然跑路，以及卖的东西与介绍相同的时候，听到他那充满自信语气回答的商爵，莫名感觉他好像真的有着一件 A 级珍宝，能够复活他们6亿天使审判一族中那已经死了上千年的商安蓝。是错觉吗？还是他这次没有坑人，说的是真的？对于那股莫名感觉充满疑惑的商爵，随即便回应仿若有些面容僵硬的蕾欧娜，说道：你现在就在交易中心拟定交易契约吧，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如你所说那般，价格你随便开，只要不太离谱，我足都能满足你。听到价格随便开这句话的蕾欧娜顿时停下了内心中的祈祷，两眼放光的直接调出交易中心面板，开始拟定起交易契约。先交钱后交货这一点是肯定要列在契约中第一条件的，在经验老道的陆续补充其他相关说明后，蕾欧娜看着那最后所需填写的交易物品仅限元金的金额多少时，脑海中的思绪不由快速思索起来。6亿天使族审判一脉的族人基本上都处于资源相对丰盈的区域，尤其是这商明他爹商爵更是处在一片不断有着魔潮涌出的魔谷之地，元金这方面的资源想必是绝对不少的。想到这，蕾欧娜陡然脑海中灵光一闪，随后便对商爵整个审判一脉的那些6亿审判天使们所拥有的富余元金进行了一个粗略的统计估算。怎么说，他们也是和我一样，同属于6亿天使一族，赚太多我属实心里过意不去，还是卖个人情少赚点吧。等那商安蓝真复活了的话，兴许我还能借此人情机会抱个大腿什么的呢。心中有了定价决断的蕾欧娜，在对那统计估算的巨额元金总值打折砍了几刀后，蕾欧娜便在那交易契约上的价格一栏填报上了999亿元金的字眼。这一幕看得方远顿时一惊，忍不住破口吐槽道：干！我的价格都是直接按照这蕾欧娜先前给我报价的最高额度还要多上1倍那么报的，没想到还是报低了。不过再想到先前他所见到的蕾欧娜与那商爵的交谈所说，方圆也就随即释然道：任何物品的交易，其最终价格终归是看其用途来决定的，不然就算我此时结束交易，在不知晓他们是否如同蕾欧娜所说的那样，族中也有英年早逝的天骄需要复活的情况下，卖给其他一族领主，所能卖出的价格必然也比现在高不到哪里去。至于方远再次跑路一次，等过段时间改个价格，再次出现在蕾欧娜这里进行售卖之事，方远对此想法在脑海中出现过一次后，
便将其彻底打消。事不过三，只要蕾欧娜不是个傻子，在经历2次戏耍之后，她大概率不会再相信方圆所扮演的这个幸运女神眷顾只会关键时刻跑路，然后回来涨价割韭菜的神秘游商。像蕾欧娜这种目前方圆所发现的最适合她割韭菜的异族领主，在没有遇到更财大气粗合适的人选前，方远是不会彻底做出干一波大的血赚一番就直接跑路之事的。细水长流方能长久不息，让他赚得盆满钵满。秉承着这种思想转变的方远，随即便继续看向面前屏幕中的蕾欧娜，想看看他接下来又会用什么骚操作来规避交易中心契约，提现那些原金在没有上缴相应物品的情况下无法使用那些原金的约束条件。此时在拟定好彼岸生灭阴阳花交易契约内容后，蕾欧娜随即便将那交易契约发送给了商爵。看过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蕾欧娜发送过来的交易契约信息，商爵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说了句让他等一会后，便直接挂断了视频通讯。这一等便是1个时辰。在蕾欧娜担心等太久，这神秘游商又跑路的忐忑不安的情绪逐渐变得有些急躁的时候，一道同意交易且对方已上传购买资源，催促他尽快上传相关出售资源的系统提示随之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果然没高估审判一族的原金资源储备，如今可算是能进行最后一步购买操作了。感慨了一声的蕾欧娜随即调出交易中心面板，快速编造了一道以他面前的神秘游商作为第三方契约人，继承他先前与商爵签订的交易契约。在第三方契约人提供相关出售货物后，将给予总交易额部分原金290亿为酬谢标准的交易子契约。牛逼，交易契约居然还有这种明目张胆中间商赚差价的子契约捆绑模式的隐秘操作。这一道明目张胆的中间商赚差价的契约，在当前跨种族加好友的功能还未开放的情况下，蕾欧娜无需加方远的通讯好友，交易契约信息便已经出现在了此时震惊的发出一声感慨的方远面前。在快速扫视了一番这子契约内容，没有丝毫问天后，迫不及待准备完成这单放在蓝星交易中心绝无仅有的巨额交易的方远，随即便在那交易子契约上签订了同意交易的选项，并从空间背包中上传了彼岸生灭花。在完成自己交易子契约条件的方远，同时也完成了蕾欧娜与商爵间的交易契约条件。290亿枚原金瞬间在方远面前探出的一道系统信息中，直接转动了他的系统面板中的原金余额上。不久后，在方远的注视下，蕾欧娜又花费了499亿枚原金，从他这里直接将剩余所有交易的 A 级珍宝给全部买走。跨域交易格最后一次交易机会中，方远一共赚回了789亿元金，距离1000亿目标已经不远了。看着自己面板上的原金余额，方远不由兴奋地感慨道：等着奸商蕾欧娜将他买的这些珍宝转手卖出几件后，我再用剩余那些我还没开箱的奖励宝箱中的物品再次与之交易，将万剑问天剑阵以及复活转生池全部给我升级到 SSS 级神话品质，也就不远了。第59章三喜临门，诸界归墟，完美复活。3日过去，方远在又出售了几件于他而言无用的 A 级稀有品质珍宝后，原金余额总数成功达到了1230亿之多。退出跨域交易格，方远仰望头顶之上的蔚蓝天空，看向了那笼罩整个领地的万剑问天剑阵所演化出的剑域形成的透明护罩，嘴里呢喃道：也是到该给他以及复活转生池进行强化提升，突破到 SSS 级神话品质了。话音落下，就在方远调动混沌元晶的能力，准备开始给万剑问天剑阵以及复活转生池进行强化提升之际，吼！一声极为洪亮的龙吟咆哮声，伴随着天地间狂涌而起的风暴，响彻于方远的领地。听过已经不知道多少次龙吟咆哮声的方远，以他如今的实力，分清领地内每一头龙叫声的特点，可以说还是能够轻而易举便能做到的。而这一声龙吟声，方远瞬间便分辨出了其发声的主人便是无上龙巢新召唤出来的龙众生灵，甚至其品质等级还是 S 级史诗品质。一头通体天青色，头顶额头除了天青色的龙角外，还有着翡翠如玉般的骨质王冠，生长在其上散发出莹莹青光，配上其修长纤细的龙身，使得此龙高贵而又优雅的双翼巨龙调动此间万千风流汇聚于它的龙身之上，盘旋飞舞在方远的领地高空之上。兵种生灵名称无极巨风龙，姓名未命名，品质 S 级史诗品质，等级 LV1 1%，好感95加10，源自万剑问天剑阵，诸位 S 级品质等级的龙，气息压迫。成长形态幼年期，心智性格6岁小孩，开朗乐观贪吃。属性体魄90，精神120，元力110。技能无极风皇 SS 级，无限飓风狂潮 SS 级，神风浩荡 S， 风灵神使 S， 风外化身 S。看过这头无极飓风龙的属性面板后，
方远不由一边让如今除了以他为尊外，还以白神为首的三龙去将其教育一顿，一会他好去刷好感度。同时又一边笑道：无上龙朝此阶段每5日大刷新，本应召唤出 A 级稀有品质龙众生灵的，没想到居然会是 S 级史诗品质的无极飓风龙，今天还真是三喜临门啊！感慨过后，方远随即便对面前已经调出的万剑问天剑阵和复活转生池面板进行品质等级的强化提升。S 级史诗品质万剑问天剑阵强化提升品质等级序列如下：强化序列1 SS 级传说品质灭天杀神剑阵需10亿元金；强化序列2 SSS 级神话品质诸界归虚剑阵需100亿元金。A 级稀有品质复活转生池强化提升品质等级序列如下：强化序列1 S 级史诗品质复活转生神坛10亿元金；强化序列2 SS 级传说品质无限转生神塔1000亿元金；强化序列3 SSS 级神话品质时空复生之门10万亿元金。看着面前的万剑问天剑阵和复活转生池所提升不同序列的品质等级所需消耗的元金资源选择信息，方远一边分别对他们进行强化序列确定，一边嘴里呢喃道：万剑问天剑阵无需使用那造化神石，也就不用像复活转生门一样先将其提至 SS 级传说品质，再进行强化提升至 SSS 级神话品质了，倒是省下了我10亿元金。伴随着方远确定对万剑问天剑阵直接消耗100亿元金，选择提升至 SSS 级神话品质诸界归虚剑阵的强化序列，而复活转生池则消耗1000亿元金，选择提升至 SS 级传说品质无限转生神塔的强化序列后，转眼间璀璨无比的金色光辉便在瞬间方圆的整个领地以及领地外方圆上千公里区域。就在那些被璀璨金光所笼罩区域内的其他领主惊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林凡此时则无所吊位的往地上便是一躺，心道：卧槽，方远又搞什么鬼，直接给我个痛快吧。数分钟过去，当璀璨金光消失散尽之后，伴随着方圆使用造化神石对已经成 SS 级传说品质等级无限转生神塔进行品质等级的提升，一道比之刚才还要更加璀璨、笼罩范围更广的金色光辉自方圆领地内的一座散发着璀璨紫光的高塔全身扩散而出。又是数分钟过去，当璀璨剑光再度全部消失散尽后，做完一切强化提升之举的方远随即便看向了那通体漆黑却散发出无尽恐怖毁灭气息的诸界归虚剑阵，以及在领地之中那高耸而立、遍布神秘玄奥符文花纹、散发出浩瀚时空不朽不灭威能、数百米高的金色巨门时空复生之门。调出这他们两个如今的属性面板，带着喜悦振奋神情的方远随即仔细地查看了起来。 LV40 诸界归虚剑阵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功能1以诸界归虚剑为阵眼核心，凝聚剑域笼罩整个领地，形成一道剑域屏障。2汇聚天地元力进行转化提炼，当前等级每日可凝聚40滴诸界归虚剑元液，使用者可铸造诸界归虚剑体，今后可随时纳诸界归虚剑阵入体而行。3诸界归虚一剑，集整个剑阵之力凝聚诸界归虚剑终极形态，一剑之下剑破诸天万界，化为恒古归虚。备注：使用诸界归虚一剑技能时，威能请控制好，否则超出剑域屏障承受能力上限，将会被误伤。LV15 时空复生之门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功能1可对该建筑安置的领地内所有 SSS 级及以下品质的生灵进行无需任何代价的完美复活。2对不属于领地内的生灵进行完美复活，无需任何媒介之物，只需消耗足够多的元金便可进行复活。3消耗大量元金，领主可以对同一个生灵进行多次复活，那么领主将会拥有来自不同时空片段中具有相同品质等级实力的相同兵种生灵。备注1由于无尽大陆时空修正力的影响，多次复活复刻出的兵种生灵，其存在时间由时空复生之门的等级决定。2同时间段可复活生灵上限是时空复生之门等级决定，复活复刻的兵种生灵在消失前将持续占据相同数量的上限名额，上限01600。在看完两个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诸界归虚剑阵以及时空复生之门的详细属性信息后，方远顿时惊呼一声道：牛逼！一剑荡灭诸天万界，无需任何代价便能完美复活。随后像是想到了什么，方远喜不自禁的大笑道：只要我把领地等级提升上去，那些曾经在宇宙星空中的强族老祖们在我们算个屁啊！必定无敌的我终将踩在他们的尸骨之上，问鼎领主巅峰第一！哈哈哈！第60章龙鳞雪的谋划。无尽大陆领主争霸赛第11日，龙夏国龙家全族人员此刻都参加着一场远程会议，看向作为主讲人龙家家主龙泰安截图上传的那张榜单排名。
蓝星人族领主领地排行榜：1. 方圆领地 LV18，3天过去，基础资源足够，升了3级。2. 夏文星领地 LV14，3. 陈光远领地 LV12，4. 林南北领地 LV12，9. 林凡 LV11，领地4周大范围被毁灭，获取资源难度再度上升。10. 张不凡 LV11，同为方远附庸领主。在家族众人看了会他所发的榜单排名后，龙泰安严肃地徐徐说道：“整个蓝星人族领地的等级排行榜，排名前10的存在，除了那与家族闹僵但依然有联系的夏文星外，其余全是方远的附庸领主。这种现象表现出的潜在问题极为严重，我们龙家必须得好好制定一番，该怎么和方远展开紧密合作的事宜了。不然，一旦我们的差距与其越拉越大，甚至等到其附庸领主都可以碾压我们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个绝对武力至上的世界环境，我们龙家终归是会彻底衰落，乃至被吞并灭亡的。”说到最后，龙泰安的话语中不由流露出一股落寞之意，渲染进在场远程会议中每一位龙家族人的心头。停顿了下，龙泰安接着说道：“现在，请诸位畅所欲言，怎么才能抓住这个世界新时代的风口？方远，借他之力扶摇直上，成为比肩那些星空强者般的强大存在。”龙泰安的孙子 A 级兵种青龙拥有者龙仙羽率先发表自己的意见道：“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讨好依附他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夏文星之前所举的核心思想一样，将资源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然后再靠其带动其他人呢？”龙泰安深深地看了看这与夏文星一样野心极大，但从前就极为宠爱的孙子龙仙羽一眼，随即似笑非笑地反问道：“你认为我们龙家应该将资源集中到谁身上？”龙仙羽终归才20多岁，由于从小被周围的人宠爱到大，城府虽有，但在渴望力量的欲望驱使下，终归是硬着头皮张口说道：“我们龙家一族中拥有 A 级兵种生灵的人一共有17位，而这17位当中，就属我的青龙在同品质等级中最强，所以我认为我们龙家就应该将资源先集中到我身上，帮助我快速提升领地等级，召唤更多青龙兵种生灵，这样我也就能够反哺整个家族的一众领主们，帮助他们进行提升变强。”看了眼会议屏幕中那些其他 A 级兵种的拥有者们眼神以及表情所流露出的不满，龙泰安皱眉反驳道：“你拿什么保证在你变强后，心中的野心升起时，你的心能够依然以我们整个龙家为重，成为你所说的能够反哺所有人的存在呢？”不等张口想要表达自己对于家族忠心耿耿绝无二意的龙仙羽说什么，龙泰安接着说道：“你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保证，哪怕是有，一些人也不会信。夏文星就是那个给所有家族上了一课活生生的例子。”这时龙鳞雪申请发言被龙泰安同意后，随即十分有见地地说道：“正因为那些家族对于所有优秀的家族子弟们抱以相同，一旦实力强大超过所有人，便会反过来掌控家族或叛族的想法。那些家族当中的人，没有出现一个能如同夏文星一样，成为哪怕实力相差仍然很大，但仅唯一次于方远的存在。”龙泰安表现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随即问道：“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呢？”龙鳞雪掷地有声地说道：“既然要选择谁成为家族资源集中赞助者的那个人，不妨就来一场比试如何？”龙仙羽意识到资源集中一事没有破灭，迫不及待地问道：“怎么个比法？”龙鳞雪看了眼会议屏幕中其他几位眼神动作同样有些跃跃欲试的 A 级兵种拥有者们，随即开口笑道：“比试内容很简单，先集中将所有家族的资源分配到所有 A 级兵种拥有者的身上，然后限定一个期限，能为家族带来最多的那人便是获胜者，而那位获胜者便能够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对整个家族众人积累的资源拥有绝对控制使用权。”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龙泰安这时说道：“不同意的请表态，说出你的不同看法。如果同意的话，那么关于如何与方圆展开紧密合作，就暂且不提，等看了比赛结果之后的反响，再进行讨论如何？”龙泰安说完后，远程会议中身为各系的龙家族人私底下已经在他们的小群里展开利益得失的讨论了，已经不知不觉以那些 A 级兵种拥有者为思考中心的龙家各系众人，早就有想把资源集中到他们所看重之人身上的他们，对此提议讨论一番后，并无任何意见。到此次会议便结束了。龙泰安最后简单数了几句家族要团结的话后，便将这远程会议随之解散了。在用不少元金对自己的领地进行修复后，重新化作世外桃源般的海外小岛上，龙鳞雪看着眼前解散化为黑屏的远程会议，不由对爷爷龙泰安以及哥哥龙仙羽的演技表示非常认可。是的，今天会议中，龙泰安以及龙仙羽和龙鳞雪三人所作所为，不过都是提前就已经商议好了的。至于为何如此，那还不是如今龙家各系族了，在他们各自一系所选中的 A 级兵种拥有者实力不断提升下，隐隐有了恻隐之心。从古至今，争夺家族之位的战争，以如今这从未有过的形式又展开了呢。龙鳞雪呢喃一声，随即笑道：“可惜。”
从一开始我这一系就没打算和你们一起正常玩下去呢。笑了一声，龙鳞雪随即调出好友通讯面板，开始在他和方远的聊天对话框中频繁地发起消息。随着时间的推移，直到时间到了第二天的上午，许久才调出一次好友通讯面板，打算和附庸领主们开个会，增派一些白龙红龙过去，加快领地升级资源收集，以及讨论他们今后从事那些固定后勤发展方向的方远。这才对这给发了数千条消息的龙鳞雪毫不客气地回话道：我只给一次机会，再发些没什么用的垃圾消息，直接拉黑删除。第61章哥布林大帝达鲁耶。得到回复的龙鳞雪心中一喜的同时，连忙对方远回了一句抱歉的话，随即便将心中早就想好的话对方远回复道：感谢大佬百忙之中抽空回我的消息，那我就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龙家中我这一系的人想要完全成为您的附庸领主可以吗？方远，想要成为我的附庸领主，你们不会直接发申请契约吗？还问我可不可以？你好搞笑啊！我没有时间和你闲聊，直接说出你们有什么需求，想干什么吧，我能得到什么？看到方远的回复，龙鳞雪不由感叹了一声，他的做事风格真是直白毫不拖泥带水后回复道：我们这一系的人主要是我需要您的领地升级资源支持，只要我实力等级提升上去超过他们众多人，那么整个龙家的数千族人都将会在我的掌控之中，全部效忠于您，为您所用。对于龙鳞雪的回答，方远倒是升起一点兴趣。如今的我已经不是当初连手底下的龙传送到附庸领主领地需要花费成百上千元金还要斤斤计较的时候了。龙家那些相比于寻常领主更懂纪律性以及行动能力更强的数千族人，于我而言除了方便管理外，虽然并无什么太大的用处，但是他们那相处不同区域的领地可就不一样了。于我而言，他们的每一个领地可都是一个资源收集据点啊。这样想着，方远随即回复龙鳞雪道：让你们这一系的人先全部向我发送附庸领主的申请契约，我同意过后会向你投入领地升级资源，祝你快速提升领地等级到排行榜的前10，给你个19天刚好到月底的期限。如果我看不到龙家的人尽数向我发送附庸领主申请契约的话，我会认为你先前所说的话不过都是在骗的资源，而欺骗我的后果你以及你们龙家整个家族都承受不起，希望你们3思而后行。在方远说到这的时候，有些心急的龙鳞雪打岔说道：我的领地等级强行快速提升的话，会引起族中其他各系的人怀疑，19天时间可能不够，还请您再放宽些时间。对于龙鳞雪的这个回答，方远嗤笑一声回复道：我说19天就是19天，你可没有和我讨价还价的权利，要么按照我说的去做，要么你们就哪里来回哪里去，少跟我这废话。说完，方远又补充道：想要成为我附庸领主的人多的是，同意给你资源，还是看在以前我被骂时你开口为我回怼的份上。至于你们一族中那10几个 A 级兵种建筑的领主，他们在我眼里一文不值，我在意的只是你们有其他普通散人领主们也拥有的领地而已。说完，方远直接关闭了他和龙鳞雪的聊天对话框，随即便召开附庸领主们的会议，和那些附庸领主们先说明了下增派更高品质等级的龙过去的事宜后，对于附庸领主们各自今后所从事的后勤工作展开了分工讨论。方远这一安排可以说是彻底让那些只想苟活的领主们如了意，可以安心的当个种田佬了。至于那些胸怀雄心壮志想要为方远开疆拓土的那些领主们，在面对无比强势的方远面前，屁话不敢放一个，只能老老实实的接受以后当个后勤人员的安排。方远的后勤部队所从事的工作安排很简单，如下：一、给附庸领主领地内派遣驻守的龙每天进行身体检查，在群里进行信息汇总报告。2、每个领地内种植血髓灵道的2代种子进行养殖培育。3、整理众龙狩猎回来的怪物，将之进行血肉骨骼分割后，除去怪物血液留下用来浇灌血髓灵道，其余怪物资源传送至方圆领地。4、自行狩猎到的怪物以及收集的领地升级资源，其中总额一半需要进贡给方远。由此可见，方远在给这些领主们提供保护的同时，也大概率断绝了这些领主们变得更强的可能，妥妥的大资本家。就在方圆广收附庸领主，但资源分泌不出，每名契约只提供巨龙进行保护，进行资源点快速扩张的时候，苍蓝森海最深处，一座巨大的哥布林帝国巨城屹立其中，已有千百年历史。在那帝国巨城中，一座满是由黄金打造的宫殿内，身穿黄金战甲的哥布林帝王达鲁耶，其300-400米高的庞大身躯，此时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斜靠在他那巨大的有着无数宝石镶嵌的帝座之上。在那达鲁耶的帝座前方，一个身后悬浮着6颗魔法水晶的帝国哥布林祭司恭敬地汇报这一道信息：大帝，根据神谕所述，在那些异域邪神领主们降临7日之后，果然遭受到了天谴之受潮之罚。我们先前所探寻到的那些异域邪神领主们，如今绝大部分已经死亡，领地成为了废墟。侥幸活下来的那些领主，于这几日当中
也已经在帝国派遣出的铁骑之下，逐渐被消灭得一干二净。个别实力强大的异域邪神领主已经集结更多的帝国大军进行围攻，不久后也将被伟大的哥布林大帝您所掌管下的哥布林帝国的大军铁骑给彻底覆灭。达鲁耶听完这个帝国哥布林祭司的汇报后，随口问道：“剑魔不是说前往一个附属哥布林王国处理一些事情吗？怎么还没有回来？”听到哥布林帝王达鲁耶问起哥布林帝国大英雄四臂剑魔的行踪，那名帝国哥布林祭司在心头狂跳了数下后，那帝国哥布林祭司这才灵战战兢兢地回答道：“回禀大帝，剑魔大人根据帝国气运核心帝国天刀的回应，已经死亡了，而杀死他的是一头红龙，而那红龙如今所处的位置仍然处于苍蓝树环的边缘区域。”砰！听完这帝国哥布林祭司的回道后，那哥布林帝王达鲁耶从帝座上站起身，发出一声巨大的轰鸣声，随即无比愤怒地咆哮道：“没有生灵能够杀了本地的大将后能够平安无事，就算是龙族也一样。给本地调遣所有哥布林帝国军团，远征苍蓝森海那红龙所在之地，给本地灭了他。”第62章，男人浪漫，战神机甲。无尽大陆领主争霸赛第13日，又是2天过去，伴随着方远不断拓展资源点，纵然领地每升一级，下一次升级所需的资源都有所大幅度提升。方远暴兵传送到各个领地后所收集到的资源，俨然能让他的领地依旧保持每天升级的速度进行提升。无上龙域，方圆领地内伴随着一道金光闪过，其领地等级随之达到 LV20。领地名称：无上龙域，领主：方远，半生灵物混沌元晶，领地等级 LV20，面积100平方公里，建筑：无上龙巢 LV10 SSS 级，诸界归虚剑阵 SSS 级，时空复生之门 SSS 级，筑气塔 LV10 A 级，日月华光池 A 级，跨域交易阁 A 级。领名：100101000000。粮食：血髓灵道50吨，哥布林肉300吨，狼人肉50吨，地犀肉600吨。资源 SS 级 SS 级英雄转职水晶1，无尽星门 LV25，白神已装备绑定，众星元晶1。S 级 S 级英雄转职水晶2，堕星魔眼 LV25，暗蓝已装备绑定，狂龙戟 LV25，红莲已装备绑定。A 级悟道石 LV25，寒渊星铁100吨2，空间元16，泰坦元12，战神机甲 LV25，暗影魔铠 LV25，奇鬼魔镜。B 级紫金桐木 LV25，运神石 LV25，九幽阴石 LV25。B 级英雄转职水晶2，普通木料4万吨，普通石料1万吨，元金2亿。看着领地属性面板升级到 LV20后的变化，尤其是领地等级 LV20升级到 LV21，所需的普通木料和石料分别是10万吨后，方远只得感慨，领地等级达到20级以后，每升1级所需的资源比曾经等级相同个位数又翻了10倍。LV21提升至 LV22，木料20万吨，石料20万吨。看来不继续暴兵的话，很难继续保持每天升1级的速度了。方远呢喃一声，随后目光放在当初无尽兽潮灾难结束后所发放的那4个宝箱开出的奖励上。那4个宝箱分别是潜力排行榜奖励的一个 SS 级宝箱，度过最后一轮兽潮奖励的一个 S 级宝箱，以及方远在蓝星人族闯关轮数最高并且未足争光的2个 A 级宝箱。SS 级无尽星门 LV25，已被白神装备绑定的这件宝具，其功能有以下几种： 1. 消耗不同量级的元力，它便可最多召唤出25颗直径在近2000公里的陨星，从而降。 2. 众星元力汇聚，快速恢复其体内已消耗的元力。 3. 众星之域，众星投影奖励凝聚此域界，可使其全属性得到最强8倍的增幅。 PS 计算区间1到10级45公里，10到20级45加450公里，20到30级45加450加4500公里。 SS 级众星元晶，蕴含着众星最为本源的力量，打造宝具或阵法，亦或者是用于生灵进化变异，提升品质等级。用于生灵进化有限制条件，需此生灵达到成熟期，不同生灵种族使用此物进化，会显示不同晋升后的生灵种族名称以及属性变化面板。此物是方远准备在领地升级到 LV25时，将白神的等级提升到 LV30，使他进入到成熟期后，助白神进化变异，成为 SS 级传说品质等级生灵的一件契合指导变异方向的材料。相较于使用他的金手指用元晶直接为白神进行品质等级提升，所晋升的那青眼神光龙可见属性面板。用这众星元晶材料所能晋升的众星光羽龙，各方面属性显然要更胜一筹，实力比之强大了许多。S 级堕星魔眼 LV25，暗蓝所装备绑定的宝具，
此宝具具备各种堕落瞳术，主要作用能够使它这深渊暗星魔龙的那负面属性的能力得到最强至7倍的提升。S 级狂龙戟 LV25 红莲所装备绑定的宝具，此宝具能大幅度提升它的战斗意志以及愤怒值，配合其本身具备的天赋能力，能使它在战斗中实力最强提升15倍。至于那2个 A 级宝箱所产出的奖励物品中，方远卖掉一些给蕾欧娜后留下的那件战神机甲，那是每个男人不论老少年幼都可称之为他们的浪漫的堪比高达的战斗机甲。将那男人的浪漫酷炫无比的战神机甲从随身空间背包中取出，砰！伴随着一声重物落地的轰鸣声，一尊300米高通体白金色棱角分明酷炫无比的战斗机甲高达出现在了方远所处的龙窟外的大地之上。帅啊，实在是太帅了！可惜我的领地周边以及附庸领主们的领地周边没有一个高级土著生灵种族的存在，搞得我想用其实战一番都没机会。看着面前那酷炫的战神机甲，不忍心用自己手下的众龙进行实战一番的方远，只得叹息一声，此物目前毫无用武之地。然而就在方远心中如此感叹的时候，一道附庸领主们的紧急情报信息通过领主系统弹出一道信息提示框，出现在了方远的面前。看完那道信息提示框中所述的信息后，方远顿时心中一喜，目光看向那战神机甲道：正愁没你的用武之地呢，那先前渡完无尽兽潮后我给忘记的那什么哥布林远征大军就来了，正好让我试试你实战的情况下火力全开所能爆发出怎样的威能。说罢，方远便在那战神机甲的一道白金色光束笼罩下飞进了其充满科技感的沉浸式神经驾驶舱中。伴随着方圆领地内一道道璀璨白色光柱从天而降，笼罩在他还有白神、红莲、暗蓝、风华、无极飓风龙身上后，全部传送到了先前给方远发送紧急情报信息的那个领主的领地上空。刚一降临此处领地上空，方远便通过战神机甲超视距功能见到了他派遣镇守此处的黑龙、蓝龙、青眼白龙、6翼红龙们，正不断盘旋在高空之上，对着地面上那宛若数以亿计汪洋大海般凝聚着防护大法阵的哥布林大军们不断进行各种远程攻击，与他们进行交战，阻止他们继续快速前进，靠近此处领地将之覆灭。第63章巨能狙击炮能量投影分身。虽然能复活，但是能不死的话还是不死的好，所以一会你们负责保护我下，让我先实验下我这战斗机甲的威能如何。伴随着方远对白神这4位龙女说完安排后，方远所驾驶的战神机甲背后6道巨大棱锥形浮空推进加速器呈现75度角的倾斜姿态，陡然间轰鸣一声，瞬间释放出6道青色的磅礴焰尾。轰！方圆所驾驶的战神机甲瞬间化作一道白金色的长虹，飞出那位领主的领地，向着10公里外的那群哥布林大军飞去。当方远不过数分钟时间便要抵达那些哥布林大军的正前方之时，一道璀璨的红色光束自那哥布林大军中一座移动壁垒炮台上轰然释放，迎面向方圆所驾驶的战神机甲射来。加速器2档开启，只见战神机甲背后那6道巨大棱锥浮空推进加速器所喷射出的青色焰尾瞬间暴涨，化作了一道道青色火翼。那道飞速迎面射向去方远的红色光束，在方远驾驶的战神机甲速度陡然间暴涨下，连边都没有擦到便被方远闪开了。巨能狙击炮！战神机甲原本手持的2柄巨大双枪在瞬间化作无数碎片重组，化作一把等身高的白金色的巨大狙击炮枪。伴随着方远控制战神机甲按动下那柄巨大狙击炮枪的发射按钮，便见那柄巨大狙击炮枪的枪口瞬间展开一道扇形开口，于那开口之中一道蓝色的光辉逐渐扩散，充斥整个扇形开口，闪烁着耀眼的光辉。轰！天空之上随着一道蓝色的光柱自那柄直径200-300米的巨大枪口轰然释放，随之响起一道巨大的轰鸣声。哥布林大军中先前下令一道移动壁垒炮台释放毁灭射线的一位帝国哥布林祭司，在见到天空之上那越来越耀眼的蓝色光柱落下后，瞬间不妙的感觉漫上心头。帝国哥布林祭司团施展能量吸收反弹护罩，施加在第94移动壁垒炮台军团方队的上空，给我挡住那落下的能量光柱。除了第94移动壁垒炮台，其余第90至第100序列的移动壁垒炮台全部给我施加锁定魔法，给我将那怪异的钢铁怪物轰成碎片。伴随着那明显是个领导者的帝国哥布林祭司快速下达完命令后，便见将近有着10万支哥布林大军所组成的第94移动壁垒炮台军团方队的上空出现一道道宛若蜂巢般的黄色护罩。轰！在一道直径最终扩展到近1000米的蓝色能量光柱瞬间破开整个数亿哥布林大军外那道绿色的防御屏障之后，那道庞大的充斥着恐怖能量气息的蓝色能力光柱转眼间便轰击在了那一道道宛若蜂巢般样式组成的黄色护罩上。咔嚓！伴随着一声宛若玻璃破碎般的声音响起，
那能吸收能量进行反弹的防御护罩，不过瞬息间便出现一道道破碎的裂纹。那先前对一众哥布林下达命令的帝国哥布林祭司，眼见第94移动壁垒炮台军团方队很可能不保，将被那道恐怖的蓝色光柱给毁灭，连忙通过魔法联系那个军团方队的总队长，发出一声怒吼，质问声道：“一群废物！我刚才命令的那些个移动壁垒炮台，怎么还不发射毁灭射线？”第91军团方队的总队长声音有些急迫地对其回复道：“报告祭司大人，不是我们不发生毁灭射线，而是因为那钢铁怪物我们根本无法锁定啊！”听到那个第91军团方队的总队长的回话，那个帝国哥布林祭司在眼睛上施加了一道远距式的魔法，随即疑惑地向天空上看去。这一看，那帝国哥布林祭司瞬间便明白了为什么那第91军团方队的总队长会说他们无法瞄准了。再见那高空之上，此刻竟然出现了成百上千个与那先前他所见到的一模一样的钢铁怪物，而且那些钢铁怪物们还在不断飞速的无规则移动。分身术？还是……不等那帝国哥布林祭司多想什么，伴随着一声轰鸣巨响，一道无比璀璨的蓝色光辉在第94移动壁垒军团方队所在的位置瞬间升腾而起，恐怖的能量冲击波随之冲击向周围，将其他军团方队那数以万计的哥布林士兵们给转瞬间冲击成了一具具身躯炸裂破碎的尸体。该死！那帝国哥布林祭司骂了一声，随即使用一件魔法道具对身处身后各个大军团的哥布林帝王达鲁耶进行汇报道：“大帝，又出现一个官气攻击，其生灵品质至少在 A 级的钢铁怪物，请求支援。”然而哥布林帝王达鲁耶回答他的话是：“支援个屁！对付那几头生灵品质等级绝对是 A 级的巨龙，已经出动所用哥布林大英雄了，你让本地拿什么去支援你？得亏这些家伙的等级不高，不然本地的哥布林帝国大军早就已经被击破四散而逃了。现在给你下达一个死命令，必须用尽一切办法给本地拦住你那区域出现的那什么你说的钢铁怪物，拦不住你就给本地使用献祭禁术，死的有价值些。”伴随着那哥布林帝王达鲁耶所说的极为冷血命令下达给那帝国哥布林祭司，那个面目逐渐变得狰狞的帝国哥布林祭司还未来得及施展禁术，以数十上百万哥布林士兵为代价，催动移动壁垒炮台发射出覆盖式毁灭之光，攻击那高空上无法瞄准的钢铁怪物。一道道蓝色的能力光柱自天空之上不断变换位置的钢铁怪物们手中所拿的巨大武器扇形开口处瞬间喷涌而出，化作一道道璀璨庞大的蓝色光柱，轰击向他这帝国哥布林祭司以及其他帝国哥布林祭司和英雄们所统辖的那一处处大军团中央核心区域。轰轰轰！转眼间，伴随着那整个哥布林大军外的护罩在那一道道庞大蓝色能量光柱冲击下被瞬间破开一道道庞大的裂缝，那一道道恐怖庞大的蓝色能量光柱随后便落在那一片片哥布林大军团的中央区域，升腾起一座座巨大的蓝色光波，将成千数十上百万的哥布林士兵们不过顷刻间便轰炸成了无数尘埃，碎尸残骸。高空之上，驾驶着战神机甲的方远见到那地面上所升腾起的一座座蓝色浪漫爆炸，随即便将战神机甲那耗能巨大、拥有最大调用它 50% 力量的那些能量投影分身们全部给收束回了战神机甲胸膛处那白金色利剑般外形散发出一道道淡金色流光的能量核心中。第64章战神机甲第二形态破晓。那么也是时候试试我这战神机甲的最后一招了。战神机甲驾驶舱中的方远在呢喃一声后，其手中原本拿着的那柄巨大狙击枪炮在瞬间便分解两柄白金色的长剑，紧握于其双手中。只见战神机甲的胸膛处那机甲能源核心的位置陡然展开，一颗等人高的金色棱晶体正散发出璀璨的金色光辉。砰砰砰！伴随着那能量核心所散发的璀璨金色光辉不断扩散笼罩整个战神机甲的刹那，一件件由虚幻化作实质的机甲部件自那璀璨金色光辉中不断凝聚显现，随后组装于战神机甲的各个部位。当金色光辉散去，焕然一新更加酷炫的战神机甲手握两柄金色激光覆盖的巨剑，背后6道浮空推进器喷涌出一道道金色光焰，化作6道璀璨金色光翼。那6道金色光翼的末端宛若丝带般随风摇曳着，使整个战神机甲诞生出了一股灵动的气质。轰！6道浮空推进器发出咆哮轰鸣声，转瞬间方圆所驾驶的第二形态战神机甲破晓便在其身后那道圆形空气爆破环浮现之际，化作一道璀璨金色流光，向着青眼白龙和6翼红龙等众龙正与一只只哥布林大英雄交战的区域。哥布林帝王达鲁耶 A 级稀有品质等级生灵，其等级更是在 LV58。对比同品质等级存在的青眼白龙和6翼红龙们，达鲁耶纵然在同级情况下属性值比不上他们，但有着等级上压制的他，总的来说必然是要比他们强的。如今达鲁耶等一众哥布林大英雄能被群龙压着打，
属实是因为他们没有飞行能力的天赋，无法打到那飞到高空近乎万米之上的群龙。哪怕他们在帝国哥布林祭司们所施展的浮空飞行术法术加持下能够飞起来，但他们由于自身体型的缘故，也飞不了多高，其飞行速度更是比不上那天生便是天空王者的众龙。因此，在众龙猥琐的攻击下，他们也就只能被动的处于防守状态，抵抗那一道道从天而降的大范围攻击。当哥布林帝王达鲁耶看到一个低空飞行而来的钢铁怪物正飞速靠近他们与众龙交战的区域时，顿时面目露出狰狞之色。好，那群卑鄙的飞在高空之上的龙，本帝收拾不了。你这低空飞行家伙，还以为本帝我收拾不了你吗？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找死的东西，就看本帝怎么将你撕碎吧。伴随着达鲁耶使用通灵语对着迎面冲击而来，驾驶破晓形态战神机甲的方远吼叫2声之后，体型与战神机甲相当，其身穿黄金铠甲的达鲁耶一柄充斥着气运气息，其上镶刻着各种神秘玄奥纹路的帝国天刀随之浮现在其手中。砰！大地崩裂，达鲁耶一脚蹬地，在地面大面积塌陷的瞬间，意识化作一道金光闪烁的流光，向着迎面冲击而来的方远持刀冲去。枪！一声金铁交鸣之声响起，便见不过瞬息间，与达鲁耶撞击在一起的方圆所驾驶的战神机甲，正双手持剑交叉着做出格挡姿势，抵挡着那宛若裹挟着排山倒海般力量斩击在他双剑上的那柄巨刀。轰！破晓战神机甲背后6道浮空加速推进器在此刻发出无比猛烈的咆哮声。强大的推进力带动下，方圆所驾驶的破晓战神机甲瞬间爆发出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将那面露狰狞笑容，手中那依旧保持着巨刀斩落姿态，仿若将他吃定了一样的哥布林帝王达鲁耶给直接推开倒飞出去。血杀神功剑技刹那9剑，在那达鲁耶被推开倒飞出去的瞬间，9道金色剑光瞬间自快速移动的破晓战神机甲手中那握着的2柄巨大光剑上斩出，剑光纵横，化作一道道剑网，斩在那被推开倒飞出去的达鲁耶全身各处黄金铠甲所覆盖的肌肉骨骼等关键位置。锵锵锵！一声声金铁交鸣声伴随着达鲁耶身上穿着的黄金铠甲在剑光斩击下绽放出一道道火光，随之轰鸣响起。当最后一道金色剑光斩落在那达鲁耶身上的黄金铠甲之际，咔嚓一声碎裂声响彻在此时流露出不可置信神情的达鲁耶的耳边。砰！向后倒飞出去的达鲁耶双脚奋力跺在地面上，踩出2个巨大深坑，方才快速稳住身形。该死的杂碎，居然敢把本地的铠甲打碎！本地要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绝望！伴随着站稳后的达鲁耶看了眼身上破碎出一道道裂纹的黄金铠甲，他对着方远便是发出了一声无比愤怒的咆哮。然而回应的他的是一道从半空中落下的巨大直接无比璀璨的金色能量光柱。轰！那道金色能力光柱在如今近距离的情况下，转瞬间便轰击在根本无法躲避开的达鲁耶身上。一道无比庞大的金色能量光球自达鲁耶所处的大地之上快速升腾而起，随后轰然爆炸，化作无尽炽热的金色光辉释放向天地四周。然而这还没完，只见半空上方原所驾驶的破晓战神机甲，其胸膛处所绽放出的一片璀璨金色光辉，一件件枪械巨炮凝聚浮现而出。那一件件枪械巨炮在凝聚浮现而出的瞬间，便在方远的控制下不间断地发射出具备各种特性杀伤力量的光束、光团等能量攻击，呈现出覆盖式的火力弹幕，不断轰击着下方地面上热成像目标锁定功能所显示的刚才达鲁耶被磅礴爆炸所吞没的位置。待到方远所驾驶的破晓战神机甲能源即将耗尽的时候，方远随即将那些凝聚浮现出的武器散去，准备给下方生命探测功能所显示出的那仍然有着生命波动的达鲁耶进行最后一击。但伴随着地面之上达鲁耶身上爆发出一道冲天起的金光，方远随即打消了刚才想不到的想法。看了眼增幅全方位力量属性达到6倍的破晓战神机甲那即将达到该形态维持时间的极限后，方远转身便向着高空飞去。然而此刻全身金光闪烁满血复活的达鲁耶，双瞳流露出神性光辉的他，只是对着方远摇摇一指，一股恐怖的力量便压在了方远所驾驶的破晓战神机甲上，将其轰击向地面。就在那力量真正爆发的达鲁耶准备踏出一步攻击向坠落的方远之时，4道无比恐怖愤怒的龙吟声响彻天际。转瞬间，一头无比庞大达鲁耶在其面前就如同虫子般的白神出现在了其头顶上空。第65章神将哥布林之神。好！伴随着恐怖的龙吟咆哮声，自愤怒无比的白神那巨大龙手中响起2道恐怖的青色瞳光，随之自白神双眼中迸射而出，锁定向那金光笼罩的达鲁耶而去。感受到那2道青色瞳光中所蕴含的恐怖力量，达鲁耶顿时大吃一惊，心头狂跳不止。该死，
这异域邪神领主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龙种生灵存在？这头4翼光龙的攻击，纵然是本帝用国运之力将自身的实力给提升了6倍，但若是与之这一击硬抗的话，必定身上重伤。而帝国天刀当中的国运之力，只能够再对我施展10次先前本帝重伤复用的全域之光。一旦使用超出这一次数，本帝的哥布林帝国也就将要分崩离析了。心中思绪瞬间闪烁，有了决断的达鲁耶，随即双脚奋力一蹬，践踏碎大片地面，快速地向着身后退去。然后伴随着一头从天而降，全身覆盖着磅礴黑红色烈焰，龙臂缠绕着一头巨大火焰，所组成的龙首的6翼是阳红龙红莲，出现在达鲁耶跃起后退的上空。达鲁耶瞬间便感觉到一股恐怖的杀机弥漫全身，还未等那后退飞在半空中的达鲁耶做些什么防护措施，只见达鲁耶身后不知何时出现了2头体型直径同样达到上千米的巨龙。那2头巨龙正是深渊暗星魔龙暗蓝以及无极飓风龙风华。只见暗蓝的巨大龙首口中正凝聚出一道璀璨的黑紫色能量光柱喷涌而出，而风华的则扇动着双翼，卷动汇聚着此方天地间的一切风流归于他身。在其身前，一道巨大的弥漫着各种神秘玄奥符文的青色光辉随之快速凝聚化为实质，出现在其头顶之上。在风华向纳达鲁耶扇动双翼的瞬间，一道无比恐怖飓风转眼间便化作了一柄青色巨大长枪。那柄青色巨大长枪，其尾部裹挟着无尽风流，如同一发炮弹般向着达鲁耶便是直接贯穿而去。怎么会有4头不一样的如此恐怖的龙？那异域邪神领主到底是何方神圣？带着这一无法想通的疑惑，手握着帝国天刀这件气运神器的他，随之选择了献祭。轰！伴随着一道金色光柱自达鲁耶手中的帝国天刀爆发而出，冲天而起。天穹之上，一道庞大的绿色漩涡随之探出一张无比庞大狰狞的哥布林巨脸，发出响彻此方天地间的巨大轰鸣宣告声：吾哥布林之神将神降于汝之身，为你覆灭此方异域邪神领主。伴随着那一声巨大轰鸣宣告声落下，那张无比庞大狰狞的哥布林巨脸顷刻间化作一道璀璨金色流光，在4龙的攻击轰击在达鲁耶的身躯前，那道璀璨金色流光便瞬间涌入进了达鲁耶的身体之中。只见那浑身金光笼罩的达鲁耶手握着帝国天刀凌空而立，浑身散发出磅礴的神性气息。在达鲁耶先前作用在自己身上力量消失后，随之再次飞向半空中的方远。控制战神机甲转身一看，便见到达鲁耶原本哥布林帝王的称号变成了神将哥布林帝王。先前等级不过 LV58 的他，此刻等级更是达到了 LV88。操，打不过就叫人是吧？叫就叫吧，还他妈等级一下子涨了30多级，简直是过分了。伴随着方远心中吐槽了2句后，他随即便见到那神将哥布林帝王达鲁耶面对白神等4龙从4面8方攻击而来的攻击，仅仅是拿起了他手中金光闪烁的帝国天刀，抬手随意的对着那柄帝国天刀的刀面便是轻轻一弹，轰！恐怖的力量波动瞬间自达鲁耶身上扩散而出。那磅礴的力量波动在扩散间，随之化作一道道璀璨的金色流光，宛若海潮般汹涌而起，凝聚成了一道金色巨大圆形护罩，将其完全笼罩其中。轰轰轰轰！青铜神光、烈焰龙拳、堕落魔光、飓风神枪，这4道白神等4龙收敛了不少力量所发出的攻击，轰击在那金色巨大圆形护罩后，转瞬间恐怖的爆炸轰鸣声响彻于此方天地之间，一道道磅礴恐怖的能量冲击波随之向着4周轰击而去。在那冲击波将要扩散到方远他自己所在之前，方远便已经用元晶补充满了战神机甲的能源，展开第2形态的破晓形态，化作一道金色流光飞向高空之中，向着先前飞出的那处领地飞去。此时留在这里也只是给白神他们拖后腿，不如早点跑回那处领地，可以启用备用底牌的地方来得有安全感。在方远快速离开此地进入那处领地之中后，转瞬扩散至方圆数百里之地，夹着各种力量的能力冲击波随之冲击向他进入的拿出领地区域。砰！一声巨响自破晓战神机甲外的那层能量护罩上响起。看了眼手中的那名他的附庸领主，其身体并未受到任何创伤后，方远随之开启一道传送光柱，便将那名领主给传送到了他的领地之中，防止之后出现什么意外导致这名领主死了，随之使这处领地崩溃，然后他便无法用出保命底牌，最后只能尝尝死亡是什么滋味，等待从时空复生之门中复活了。S 级史诗品质生灵，其3维属性值比之哥布林帝王这 A 级顶尖生灵存在，在级别情况下要足足高了1倍，再加上他们本身所掌握的全属性强化能力，最高提升7倍，以及那些 S 级 SS 的装备，最高能提升7至8倍属性力量增幅的情况下，纵然那如今神将哥布林帝王达鲁耶也能全属性强化提升6至7倍，白神他们的实力换算成等级的话，
也比这家伙高啊。这样想着，方远心中的危机感随之消减了不少，便也没用了什么顾虑，伴随着一道白色传送光柱笼罩，回到了他的无上龙域领地，省得留在那里让白神他们担心伤到他自己，放不开手脚。回到自己的领地后，方远便第一时间通过心灵感应能力，直接将他灵魂意识上了白神的身，以他的视角进行观战。视角刚一切换，方远便感受到白神喜悦情绪。随后在方远告知白神已经离开那里，让他们放开手脚的打那怪物后，通过白神的视角，方远便见到了一颗直径长达2000公里的巨大陨星。自高空之上展开的巨大星空漩涡之门中，裹挟着毁天灭地般的磅礴气势，轰然坠落向大地上，那整个身体笼罩于那层金光护罩的神将达鲁耶。第66章，恐怖的陨星一击。直径10公里的陨石，其威力都能够将蓝星整个侏罗纪时代的恐龙们给灭绝。那么直径2000公里是其200倍大的陨星，自20万米的高空落下的话，那么其威能又有多强呢？对此，不论是方远还是白神，亦或是目前任白神当老大的红莲、暗蓝、风华，都莫名有些期待起来。当然，方远多少也估算了下，那庞大陨星彻底坠落后所产生的冲击波将会覆盖多大的范围。于是方远便将那些范围当中的附庸领主们给直接传送到了他的领地内。至于其他的领主，他们的死活关他方远什么事？而此时能透过包裹全身的金光护罩看到外界景象以及感知外界气息变化的神将达鲁耶，则有些不淡定了。纵然这领主有4头 S 级史诗品质等级的龙族兵种，有些超乎本神的预料，但是这召唤陨星，尤其是直径达到2000公里的陨星，是一头等级只不过是 LV25 的4亿光龙所能召唤出来的吗？神将在达鲁耶身上的哥布林之神脑海中的思绪震惊一番过后，则快速思考着自己能不能抗下那巨大陨星的坠落一击。显然在思考一番后的他，答案是否定的。抗不住，根本抗不住。要是本神本体在这的话，这陨星我弹指间便可崩灭。但仅凭我如今这具降临之身的实力，显然是用尽任何办法都无法抗住那陨星撞击所产生的恐怖威能。这样想着，身为哥布林之神的他，在面对与比他等级还低上一大截的龙族生灵交战情况下，也就只能十分憋屈的选择先暂避锋芒了。然而红莲等3龙怎么可能任由其跑路，躲避那颗轰然坠落令数千近万公里的天地都为之震颤的陨星呢？只见红莲使用龙皇之怒技能后，全属性提升7倍的同时，其体型也随之膨胀变大，转瞬间变形成了他的6翼式阳龙人形态。其手握一柄能随意变化大小、通体深红色、镶嵌铭刻有由金色神秘玄奥符文所凝聚而成的龙纹的狂龙戟。狂龙戟的能力狂龙之怒全力发动之下，使得红莲的属性力量再度翻了一番，与龙皇之怒的增幅效果叠加在一起，达到了恐怖的14倍增幅。好！一声恐怖的龙吟咆哮自红莲手中的那柄巨大战龙戟上，那宛如活过来般凝实浮现于半空，缠绕住他上半身的那头真龙形体的巨大血金色真龙虚影口中吼出：龙吟变四野，狂龙战苍穹。只见红莲向着神将达鲁耶的方向挥动他手中的长戟，便是遥遥一戟刺出。好！伴随着缠绕红莲的那头血金色真龙虚影发出一声狂躁无比的恐怖龙吟声，一道黑红色炽烈无比的能量光柱轰然自红莲隔空刺出的长戟尖上迸射而出。那头缠绕红莲的血金色真龙虚影随之环绕那道黑红色能量光柱，锁定下方散去金光护罩打算跑路的神将达鲁耶而去。暗蓝则是背后那虚无眼瞳漩涡之中展露出一颗通体漆黑深邃、白色瞳孔宛若一颗星辰不断跌入其中深渊一般的堕星魔眼。堕星魔眼显现的瞬间，方圆数百近千里内的所有影子于此刻暗蓝的控制下疯狂诡异地蠕动起来，化作一只只狰狞庞大的阴影魔爪，锁定神色惊恐的神将达鲁耶，铺天盖地般的席卷而去。至于作为最近召唤出来，方远刷了好几天感度才达到100的风华，没有什么强力装备加持的他，便凝聚出了一道直径长达数十公里风牢，覆盖在神将达鲁耶所处的区域，打打秋风。巨大陨星、炽烈毁灭光柱、狰狞阴影魔爪、摸鱼的风牢，宛若天罗地网般席卷而来的攻击，令神将达鲁耶整个哥布林都静止在了他所处的那半空之中。其脑海中浮现出一连串的有些无可奈何的自我疑问：躲？拿什么躲？这特么怎么躲？在那3个令他在此时此刻丝毫想不出任何办法能够解决那充斥他灵魂意识内的疑问之际，无数狰狞阴影魔爪转瞬间将他全身覆盖包裹，形成了一颗漆黑的巨大残蛹，固定在半空之中。璀璨的黑红色炽热能量光柱随之轰击在那漆黑巨大残蛹之上，将之洞穿，轰击中了其中的神将达鲁耶。随着那能力光柱轰击而来的血金色真龙虚影紧随其后轰击在了
身躯已经被那能量光柱洞穿的神将达鲁耶身上，将那身躯自主消耗哥布林帝国的国运、创伤快速痊愈的神将达鲁耶给狠狠地冲击顶在了地面上，那瞬间被撞出的巨大深坑之中。轰隆隆，伴随着自10万米高空坠落的直径长达2000公里的巨大陨星，距离地面越来越近，恐怖的天地轰鸣声越发响彻。在那巨大陨星降落所产生的磅礴压力率先冲击向下方的空间大地之际，空间变得无比沉重，数千里区域内的大地、高耸树木随之不断震动折断。伴随着巨大陨星距离地面越来越近，那震动着的大地逐渐开裂出一道道裂缝，折断一根根枝干的高耸树木则随之破碎成了一片片木块残渣。这个领主不除，将来必定会成为此代领主们与本神那等旧时代失败领主们所交战的主力存在。伴随着感知中那巨大陨星降临他所在的距离越来越近，哥布林之神的这一道灵魂意识在心中不由发出了一声如此感慨。当那颗直径长达2000公里的巨大陨星轰击在哥布林帝王神将达鲁耶身上以及那片广袤大地之际，轰！无比恐怖的轰鸣声瞬间响彻此方天地数十上百万公里区域，令此区域内的全部生灵集体瞬间失聪，有些离生源比较近生灵更是在那恐怖的轰鸣声中直接被震死。例如那数亿计集结了整个苍兰域哥布林帝国的10亿哥布林大军，绝大多数都在瞬间被那恐怖的轰鸣声给活活的震死。然而更恐怖的还在后面，只见撞击在地面上的那颗巨大陨星在不断轰击在地底岩层的瞬间迸发出了无与伦比的恐怖爆炸能量，伴随那颗巨大陨星不断冲击地底更下方的岩层，崩裂出一片片广袤的大地深坑裂缝。那些爆炸能力所化作的璀璨白色闪光随之自那些陨星深陷的大地深坑裂缝中不断向天地之间扩散而出，大地轰鸣震动，恐怖的地震波动随着那充斥天地间的爆炸能量所化作的白色闪光冲天起，不断扩散之下，转瞬间蔓延至数方圆百万公里区域。龙卫制造出了一场比之蓝星数亿年前更加恐怖的陨星撞击事件，更加恐怖的陨星灾难。第67章百万附庸领主，建国无上龙国。叮！青眼圣光龙白神击杀神将哥布林帝王达鲁耶10亿余哥布林战士，共获得元金1666亿余。看着面前弹出的系统提示框信息，方远顿时便知道了那神将的哥布林帝王达鲁耶已经被彻底干掉了。就当他打算消耗不少元金，将那些绝大多数被波及到的附庸领主们的领地恢复成原样的时候，一声巨大的轰鸣声自方远的领地外响起。已经将战神机甲收回空间背包当中，站在领地内无上龙朝顶峰上的方远向领地外诸界归墟剑域屏障所笼罩的区域外看去，只见远处大地不断震动崩裂，尘埃漫天飞扬，无数树木淹没于那塌陷的大地之中。轰！一声巨大的轰鸣声响起，在诸界归墟剑域屏障外响起。方远随即便见到了领地外尘土覆盖不断冲击，大地崩裂沦陷，宛若世界末日般的景象。这一景象足足持续了10几分钟，方才彻底平静下来。先前飞扬的尘土此刻铺满了整个诸界归墟剑域屏障，看了眼外面一片无比荒凉废墟般的场景，尤其是那些从地底深处在先前震动中翻涌上地面上的那些矿石，方远顿时感觉他升级领地的石料资源之后不会拖后腿了。当然想在附近搞到木料资源，方远可以说是想都不用想了。看来之后我得继续扩展附庸领主才行了，不然本是主力资源的木料反倒成了拖后腿的了。感慨一声，方远随之便调出了附庸领主们的领地属性面板，看到那近乎全灭显示着100%破损度字样的一众领主们的领地属性数据面板，方远挨个消耗数万数十万，对于如今他来说9牛1毛般数量的元金，将他们的领地全部恢复成了原样。虽然这些领地四周原本所拥有的资源基本上除了石料外，木料什么的如同方远这都没有了，失去了大部分主要价值，但他们的领地所具备的远程传送功能再充当一个个前线哨点的话还是很有价值的。再将这些附庸领主们的领地全部复原好后，方远便在他们看自己宛若看神一般的顶礼膜拜中传送回到了他们各自的领地。而白神、红莲、暗蓝还有风华也随后从刚才那处领地传送回到了方远的领地之中。和回来后便化为龙女的白神四龙一一拥抱一下以示奖励之后，方远便调出他的附庸领主申请面板，将筛选条件中的距离条件从原本的江城人所降临区域改为了整个龙夏国人所降临的区域。刚刚喜得1666亿余元金在手，方远现在可谓是真的不差向附庸领主领地开启传送通道所需的元金了，因此也就扩大一番距离他领地远近的筛选条件，将整个龙夏国如今向他提交附庸领主申请的所有申请契约全部进行一键同意申请过后，方远如今的附庸领主的领主人数达到了惊人的300万。100万小弟，这要是放在蓝星古代
我在哪个朝代不得称王称霸，打下一国问鼎帝王啊！就在方远发出如此一声感慨之后，一道系统提示出现在他的面前。成就达成提示：统治蓝星人类种族所有领主，达成种族统治者成就进度 1%。就在方远想着这一个成就达成后的奖励该是什么品质等级的时候，随后一道响彻于蓝星全人类领主耳边的公告声出现于方远的耳边。蓝星全人类领主公告：领主方远的附庸领主数量达到100万之数，超常规计算其领地领民达到100万之数，因此解锁建国权限。完成建国之后，领主方远将获得蓝星第一建国领主的成就，会奖励一个 SS 级传说品质宝箱，以示嘉奖。在耳边响起的那一声公告声刚结束没多久，想着该怎么才能完成建国的方远，一道建国提示信息随之出现在了其面前：召集所有领民，涵盖附庸领主，聚集无上荣誉，举行建国仪式，跪拜在领地之上，向选定的任何一件宝物进行朝拜，使国运之力将之转化镇国神器之后，将视为完成建国。看了眼面前的那道系统提示信息，方远略微思索了下用哪件宝物转化为镇国神器后，随即方远便消耗了上亿元金，将如今依附于他的100万附庸领主们全部传送到了他的领地内。先前刚被传送回去不久的那些领主们，此时再又被传送回来，尤其是身边还多了那么多不认识的其他领主的情况下，皆是不由陷入到了短暂的懵逼与无比震惊的状态之中。再回想起先前响起在他们耳边的那一则公告声后，这些元老级的附庸领主们这才回过神来。站在无上龙朝顶峰上的方远俯瞰着下方领地内四周地面上那扎成一堆堆的附庸领主们，徐徐开口高声道：想必你们之前也清楚那些想要恢复自由的那些领主们是个什么下场，因此借助这个建国仪式的机会，再将你们全部聚集在一块后，我向你们再说明一下，整个蓝星人类领主没有任何一个领主是我的对手，所以想要恢复自由之身什么的，你们这辈子就别想了。至于那些执迷不悟想要恢复自由的，或者有什么话想反驳我的，现在只要你们走出人群，那么我便会给你们一个好的归宿，死后重新投胎去。说到这，方远停顿了下，随后俯视了一圈领地内地面上四周站着的那些领主，见他们纷纷低下头不敢与他对视，以及没有任何一个向他们所处的人群中走出去的情况下后，方远点点头，也不再多说什么，随即开口道：既然没有人有不同的意见，那么现在开始我无上龙国的建国仪式，所有人全部行跪下，向我所站的这座高峰进行虔诚的跪拜顶首之礼。伴随着方远那一声充满威严不容拒绝的命令下达而出，进入100万附庸领主们的耳中，那些领主们随即便乌泱泱地跪伏在了地面之上，向着方远身下的那无上龙朝行跪拜顶首之礼。随后方远便见到了一道道璀璨的金色气运，宛若金色荧光丝带一般，自那些领主们的身上不断飞出，向着他身下此刻绽放出璀璨的五光十色神光的无上龙朝自四面八方席卷而来。第68章大千世界树是神魔剑。无上龙朝是无上龙域，方远的这个领地的根本，让其转化为镇国神器的话是最为合适不过了。伴随着100万气运金光涌入无上龙朝，越发璀璨的五光十色的光辉自其整个山体散发照耀向四周。当最后一道气运金光融入进无上龙朝之中后，一道系统信息提示出现于方远的面前：丁 SSS 级无上龙朝转化为镇国神器，建国完成，增加镇国特性功能栏，当前镇国特性以及 SS 级奖励宝箱，请领主您自行查看。备注：随着领主您的子民数量以及他们的品质等级、实力等级提升，国运随之增加的情况下，将会解锁更多更强大的镇国特性。看了眼面前的系统提示信息，方远随之便调出了无上龙朝的属性面板。无上龙朝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 LV20， 兵种 S 级无极飓风龙12000， A 级青眼白龙2000-2000， A 级六翼红龙2000-2000， B 级黑龙2000-2000， 碧蓝龙2000-2000， 碧铂金龙2000-2000， B 级炎龙100-2000。 B 级每日刷新一次，此品质等级的龙，非重要性的龙省略不介绍。下一兵种随机召唤倒计时10日。功能：根据当前兵种建筑无上龙朝的等级，每10日无上龙朝都将自行召唤出一头必定不低于 A 级品质的真龙会降临，并解锁该真龙兵种召唤信息，有一定概率10级 33%， 20级 66%， 30级 100%， 召唤降临出含 S 级以上的真龙，并解锁该真龙的兵种召唤单位信息。解锁该龙中的兵种召唤单位信息后，消耗一定量元金，可以召唤此龙中的兵种生灵降临。镇国特性：一、所有兵种生灵在召唤出来时，无需消耗元金进行提升，其等级便是无上龙朝等级数的一半。二、无上龙朝当前等级，
所能大概率刷到的品质等级的兵种将会直接提升一个品质等级刷新概率。解锁此项镇国特性需满足1000万领民数。当前大概率刷出 A 级，则会变成大概率刷出 S 级，小概率刷出 SS 级兵种生灵。3. 召唤出的兵种生灵会觉醒出与其品质等级相同的半生神兵。解锁此项镇国特性需满足1亿领民数。4. 召唤的兵种生灵数将不再受无上龙巢等级决定。解锁此项镇国特性需满足10亿领民数。后续请解锁当前所有镇国特性，方才开放。看着无上龙巢的属性面板，尤其是最后一栏的镇国特性一栏中所显示的那4条镇国特性信息，方远不由感慨道：很强，光第1条镇国特性，今后便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节省出一大笔元金。至于剩下那3条，需要达到一定数量领民数才能解锁的镇国特性，不仅能让我兵种品质等级更高外，还能让他们觉醒有同品质等级的半生神兵，使他们的综合实力更加强大。感慨过后，方远随即便召唤出了100万道璀璨的白色传送光柱，将那些领主们给全部传送回了他们各自的领地当中。随即方远便调出了空间背包面板，开箱那建国奖励的 SS 级宝箱，查看其开出的 SS 级传说品质的宝物都有些什么。开出的宝物共有3样： SS 级英雄转职水晶、大千世界树、是神魔剑。 SS 级英雄转职水晶不用多说便知道它是拿来干什么用的。至于另外2件宝物，详细数据如下。 LV1 大千世界树，品质 SS 级传说，功能1，此树蕴含一方可以成长为大千世界的世界空间，提升其等级可拓展其世界的面积，种植各种灵植、矿物、生灵等资源。2. 大千世界法则之力，领主可调动他体内大千世界的世界法则之力，法则之力威能浩瀚，为神奇生灵所能掌握之力。3. 大千降临，短暂将大千世界召唤融入此方世界天地当中，以大千世界本身的体量制敌。4. 大千归一，大千世界的法则之力本身体量全部短暂归于领主指定的一个生灵单位，使其本身短暂成为一方大千世界。备注：此树归为特殊建筑单位，无法收容于任何生灵体内。LV1 是神魔剑，品质 SS 级传说，功能1，是神，使用此剑对于任何属性神奇所造成的伤害，除了伤害最高翻8倍外，都将造成该神奇的根源性伤害真伤。2. 魔渊天灾，施展此剑技将会召唤出一道魔渊，此魔渊会对接无尽深渊中的某一层深渊世界，层级越深，魔渊所对接的深渊世界之中所涌现出的深渊魔族也将会越强，层级深度由是神魔剑本身等级决定。3. 魔渊伟力，将魔渊所对接的深渊世界的伟力归于己身，最高可提升己身8倍全属性力量。备注：此剑具备神奇诅咒，使用此剑者将会被所有神奇厌恶，并对之进行针对性报复，因此使用此剑时，请注意您所在的大域是否存在神奇。看完这2件物品的属性信息后，方远对是神魔剑的评价是：对付那些本就敌对的本土神器来说，简直就是无上神器。第69章10万巨龙兵团，所向披靡。无尽大陆领主争霸赛第18日，解决完哥布林远征大军，休整了3天的方远，伴随着他的食料不再稀缺，在集合100万领主们先前所存储的所有木料资源，以及在他手底下所有龙收集了3天食料后，此刻方远消耗300万吨食料、300万吨木料，终于将他的领地还有无上龙巢的等级给全部一起提升到25级。20级后的无上龙巢每提升1级，所有兵种生灵的召唤数量上限随之变成了15000。等到无上龙巢的等级提升到30级，那么每一种兵种生灵的上限也就全部能够达到3万了。届时无上龙巢所能召唤出的龙种品质等级10日刷新也将会随之提升到 S 级，每日刷新也将提升到 A 级。想象着100万龙兵在他的指挥下指哪打哪铺天盖地的画面，方远不由感慨道：如此来看的话，只要刷出30多个龙种分类，我距离集齐100万龙军兵团也就不远了。感慨过后，方远站在白神显化出真身的龙首上，遥望苍蓝森海的深处方向，不由低声道：不过在集齐100万龙军兵团前，我得把那哥布林种族的帝国给彻底灭了先。上次覆灭一个哥布林王国就给我奖励个 S 级的史诗宝箱，这次彻底灭了那哥布林帝国的话，应该会提升奖励等级，给我奖励一个 SS 级传说宝箱吧。伴随着方远低语过后，对着身后向前方挥了挥手，做出示意前进的手势。吼吼吼吼！白神的龙吟声率先响起，煽动流光四溢起飞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宛若排山倒海般的龙吟声自方远身后响起。只见10万多头无比庞大的巨龙们在方远身后龙吟咆哮一声，随之紧跟其后飞在半空中，向着哥布林帝国的方向快速飞去。10万头全部达到 LV30的巨龙，除了白神他们这些体型直径
直接达到2000多米的 S 级隆重生灵外，其余 A 级、B 级品质等级的各种隆重生灵，其体型直径亦是不小，达到了1500米乃至1000米的长度。10万头体型长度均超过1000米的巨龙，其一展之下所覆盖的区域不言而喻。当它们一同飞至天空之上时，遮天蔽日之势，可以让方圆10几万里都暗无天日。如此庞大的巨龙兵团，在向着苍蓝森海深处不断前进的过程中，但凡有哥布林这种生灵存在的地方，都会在瞬间被成千上万道蕴含各种属性力量的恐怖龙息给淹没。一片片广袤森林，在方远的10万龙军兵团的一路攻击之下，变得满目疮痍，到处尽显出一道道无比庞的残留着各种属性力量的恐怖大坑。一座座还不知晓他们哥布林帝国的远征军，连同他们尊贵无比的哥布林帝王达鲁耶一同被覆灭了的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哥布林城池，在遮天蔽日般的10万巨龙军团以完全碾压的姿态将之全部覆灭之后，方远这支巨龙兵团飞行了数个小时后，终于抵达了哥布林帝国的地城的所在之处。看着下方那一座他一路而来所见到的一座最为巨大的充斥着悠久历史气息的巨城，在方远挥手下达攻击命令的情况下，10万头恐怖巨龙齐齐咆哮一声，一道道璀璨的龙息能量光柱随之自那一张张巨大的龙首口中喷涌而出，轰击向了那下方仍有1000万哥布林生灵生存于其中的哥布林帝国的巨大地城。轰！哥布林帝城万千建筑在那一道道恐怖的龙息能量光柱的轰击下，瞬间崩塌瓦解成万千尘埃灰烬，地动山摇，大地崩裂。不过瞬息之间，曾经那座曾经象征着苍蓝域哥布林帝国辉煌存在的哥布林帝城，转眼之间便在此间被毁灭消失的一干二净，尘埃飘扬天地。公告：领主方圆毁灭哥布林帝国，达成蓝星人族最快毁灭一个帝国的成就，奖励一个 SS 级传说宝箱，以示嘉奖。伴随着象征着哥布林帝国存在的哥布林帝城被方圆手下的10万龙军团的龙息能量光柱给毁灭的一干二净后，这一则公告声随之响彻于整个蓝星人族领主们的耳边。蓝星人族交流频道，大米国特朗普特6，刚看见他等级达到25级，甩了我近13级的排行榜，结果就来个震灭了一个种族帝国的公告，是不是太离谱了些？小日子国世公一郎，离谱！这方圆所做之事，每次公告一处，必定是他，这才叫离谱。毕竟基本上达到 B 级以上的成就，才进行全蓝星人族的公告，已经完全被他包圆了。棒子国李秀恩，确实如此。每次听到那公告声响起，我基本上已经能够做到第一时间便想到方远是不是又达成了什么成就的情况。龙夏国陈光远，我主人拥有100万附庸领主，你们以为是谁？灭个土著帝国而已，对于你们来说难如登天，但对于我主人来说，那和碾死一只蚂蚁没什么区别。龙夏国林南北，就在蓝星全人类各个地区交流频道中，无数领主对于方远再度进行激烈议论，有些甚至打算叫上一大伙人一起投奔方远的时候，方远此时则一边带着10万巨龙兵团打道回府，一边查看起那第3个获得的 SS 级传说宝箱，打开后所开出的3件珍宝属性信息。看过那3件珍宝的属性信息过后，随即方远对身下的白神以及旁边身后的红莲等龙大笑道：白神，你们已经全部都达到30级的成熟期了，也是时候给你们进行品质等级的进化提升了，届时我倒要看看你们突破到 SS 级传说品质后能有多强，可不许让我失望哦。吼吼吼！回应方远的则是听到能够提升品质等级变得更强的白神等龙所发出的一声声兴奋的龙吟咆哮声，以及白神那迫不及待想要回到领地进行品质等级进化提升4道流光龙翼山洞间所产生的磅礴音爆声。第70章开启变异进化 SS 级传说巨龙诞生。 LV1 9天罡风元晶，又名9天大千世界罡风本源之晶，品质 SS 级传说，功能打造宝具或阵法，亦或者是用于生灵进化变异提升品质等级。备注：此物为某一久远纪元中名为9天大世界作为世界壁垒的罡风本源凝聚而成，具备无与伦比的9天罡风力量。使用此物进行品质等级进化的生灵，属性相近则大概率获得9天罡风属性能力以及特殊罡风技能。LV1 八荒破灭岩，品质 SS 级传说，功能1打造宝具或阵法，亦或者是用于生灵进化变异提升品质等级。2使用特殊浴火功法将之融入身体之中，完全炼化之后方可如臂使指爆发出其全部威能。备注：此物为某一久远纪元中将名为八荒大千世界给焚烧毁灭的罪魁祸首。使用此物进行品质镫金进化的生灵，属性相近则大概率获得八荒破灭岩的属性能力以及特殊八荒破灭岩技能。回到自己的领地无上龙域后，
方远随即便将除了 S 级品质等级以外的龙全部给传送到了自己的那些附庸领主们的领地内，为他去收集领地升级所需的资源。当然，为了将收益率给拉到最大，方远将所有能召唤出来的龙全部给召唤了出来，将近20万头 AB 级生灵品质的巨龙，而且还都是等级达到 LV30 进入成熟期的巨龙。这些巨龙兵种生灵全部召唤出来后，便被方远陆续给传送到了附庸领主们的各个领地当中，每日都能给方远带来非常庞大可观的资源收益。他们自给自足，猎杀怪物所收获的元金有多少，暂且不提。就拿他们每一头龙每天至少能收集到木料、石料，分别至少10吨来看，方圆每天所能收获到的木料、石料资源，最少都能够达到恐怖的200万吨木料、200万吨石料。由此可见，方远的领地即将迎来大爆发期。不久的将来，能够真正的做到甩开整个蓝星人族的其他众领主，让他们感受到永远无法追逐上的绝望。做完将那些巨龙分散出去的时候，站在领地内大千世界树之下的方远，随即深渊暗星魔龙暗蓝说道：“此次给白神等 S 级的巨龙们进行品质等级提升，没有适用于你属性的 SS 级传说品质的珍宝，因此也就无法让你的属性能力变得更加强大。我对所有我认可的核心层众龙都比较一视同仁，因此我给你2个选择，由你自己来选如何将生灵品质晋升到 SS 级。S 级的生灵想要提升自身的品质等级，除了使用大量同级的稀有进化材料外，比之高一级的 SS 级进化材料，不仅能使其进化的概率大大提升，更能使其属性能力变异变强，以及属性值潜能更加深厚。”说到这，方远略微思索了下总结语句内容，随即继续说道：“第一个选择，等之后我获得符合你属性变异方向的珍宝，使用 SS 级英雄转职水晶给你进行变异进化，觉醒特殊天赋能力的品质等级提升。第二个选择，我直接使用的特殊天赋能力，将你的生灵品质等级在属性固有不变的情况下提升到 SS 级，并且我能够保证你的3维属性值能够与白神他们一样，达到 SS 级生灵当中的满值属性增长潜能。SS 级传说品质等级的生灵 LV1 基础属性总值区间为320-640，每升1级3维属性值增长区间为80-160，满值属性增长潜能则代表该生灵每升1级3维属性值的提升总和将固定提升160点。听到方圆所说的2个选择的暗蓝，脑海中飞速的思考着到底选哪一个。能够让我属性变异并觉醒特殊天赋能力进行生灵品质等级进化的这个选择，按照主人的作风来看，必定是能够让我的属性能力变得更强的。那么当我突破到 SS 级传说品质等级的生灵时，我的实际战力也就和同样使用此选择进化生灵品质等级的白神他们相差不大。如此来看，还是先让红莲做次老二，回头我再将那个位置或者第一的位置给夺回来。当然，暗蓝除了不想落于白神等龙的实力排序之后外，其真正想到的则是同品质等级生灵哪怕属性值相当，在不同属性能力以及特殊天赋能力的加持下所展现出的真正实力的区别。主人今后必定会召唤出 SS 级品质等级的兵种生灵，要想维持地位一直在前列，那么必须展现出在同品质等级下更加强大实力才行。心中有了决断并不短视的暗蓝随即回答方远说：“主人，我选择第一个，还是等您有符合我属性变异的进化资源后，再给我进行品质等级的进化提升。”方远得到暗蓝的回答后，点了点头，便也不再说什么，随即目光看向一旁的白神、红莲以及风华等3龙，开口说道：“那么现在可以开始你们的进化了。”伴随着方远的话音落下，白神等3龙全部显化出他们庞大真形龙体，飞上高空之中。而方远则是快速调出了空间背包面板，选定3颗 SS 级传说品质的英雄转职水晶，以及9天罡风元晶、8荒破灭岩、众星元晶。选择这些物品分别进行使用的目标后，方远便见到一道道璀璨的流光陡然间自他的空间背包面板中飞出，向着高空之上的白神、红莲、风华等3头庞大的巨龙飞去，转瞬间便融入进他们的体内。轰轰轰！瞬间天地轰鸣不断，3座无比庞大的元气漩涡出现在了分居高空各方的白神3龙头顶之上，随之一道道蕴含磅礴生命本源之力的金色光柱自那3座无比庞大的元气漩涡之中涌现而出，向着下方的白神等3龙被金光所包裹的庞大龙躯便是垂直落去。随着那一道道促进生灵品质等级进化、蕴含磅礴生命本源之力的金色光柱落在白神等3龙的龙躯之上，被他们快速吸收一空，融入进体内。璀璨的金光瞬间自白神等3龙那庞大的龙躯外绽放扩散向四周，待到那3颗宛若太阳一般散发出璀璨金色光辉的庞大金球，随着时间流逝逐渐化作无数金色荧光飘散天地之间消失后，吼吼吼，3声无比宏大嘹亮的龙吟声转瞬间响彻此方天地之间。第71章，白神主人，我长大了。
完成品质等级的进化后，此刻生灵名称变为众星光与龙的白神，星光璀璨其遍布全身，6道华丽羽翼展开，无尽星空华光随之照耀四方。一轮堪比其体型般庞大的宇宙星空光轮悬浮于其6翼之间的龙背上空。那轮宇宙星空光轮中所展露出的绚烂星空景象，使地面上的方远远远看着宛若白神驮着一方宇宙星空银河般凌驾于高空之上。此刻生灵名称变为八荒噬阳破灭龙的红莲，黑红色流金火焰流淌全身，6翼山洞间无尽火焰呼啸翻涌，化作万千火焰流星飞舞而出。那万千火焰流星在飞舞出红莲那6道庞大狰狞龙翼的瞬间，便在一股恐怖的牵引力作用下扭曲成万千黑红火焰流光，盘旋着汇聚于红莲6翼上空那一轮黑金光轮之中。那黑金色的光轮之中，伴随那万千黑红色火焰流光的汇入，仿若被点亮一般，呈现出了其内原本漆黑一片，如今宛若燃烧着无尽世界般的恐怖光景。至于最后的风华，此刻它的生灵名称则变为九天风神龙，通体闪烁9色神光的风华，无尽狂风伴随着其庞大的双翼山洞间翻涌而出，汇聚于其全身四周。头顶上所戴的那一顶君王皇冠之中，镶嵌着一颗天青色宝珠，散发出璀璨的9色光辉，尽显华贵本色。双翼之间悬浮半空的那一轮青色光轮之中，呈现出一幅无比庞大的9层天域世界缩影之景。每一层天域之中都充斥着不同颜色的罡风，任何闯入其中的生灵，皆在顷刻间淹没毁灭于那无尽罡风之中。看着笼罩领地诸界归墟剑域屏障外，白神、红莲和风华等3龙与之前的变化，方远一边开口感叹着他们的变化之大，一边调出了他们3龙的详细属性面板，进行细致的查看。至于方远身后的暗蓝，此刻看着头顶上空散发出恐怖龙威气息的白神等3龙，不由自主的眼中流露出了羡慕的情绪。英雄种族名称：众星光与龙，姓名：白神，品质 SS 级传说品质，等级 LV30 1100000，好感100，成长形态成熟期，心智性格16岁少女，贪吃好强专一，属性体魄1800，精神1840，元力1800，技能群星破灭重眼神光 SSS 级，星域超体 SSS 级，群星神光 SS， 众星影 SS， 星域动荡 S， 宝具无尽星门 SS 级。英雄种族名称：八荒噬阳破灭龙，姓名：红莲，品质 SS 级传说品质，等级 LV30 1100000，好感100，成长形态成熟期，心智性格16岁少女，暴躁好战慕强，属性体魄2000，精神1540，元力1900，技能龙帝之怒 SSS 级，八荒破灭噬日神光 SSS 级，八荒神阳焚噬 SS 级，八荒无极龙拳 SS 级，宝具狂龙戟 S 级。英雄生灵名称：九天风神龙，姓名风华，品质 SS 级传说品质，等级 LV30 1100000，好感100，成长形态成熟期，心智性格16岁小孩，开朗乐观内敛，属性体魄1500，精神1900，元力2040，技能九天风神帝君 SSS 级，九域风罡灭世 SSS 级，风罡神域 SS， 无尽风罡分身 SS， 装备无。看完3龙品质等级提升到 SS 级传说品质后，属性面板所发生的全部信息变化，心有所感的方远随即抬头便看见了身穿一身银河般璀璨长裙，白发随风飞舞，宛若无上星空神女般的白神，自高空中一道星空漩涡之中转瞬一闪而出，率先红莲和风华一步降临于他的面前。看着眼前的白神，方远毫不吝啬地称赞了他一番，让本就喜悦的白神不由绽放出了迷人的美丽笑容。看着白神那倾国倾城，仿若令世间一切在其面前都失色的绝美笑容，方远不由短暂地愣了下神。在红莲和风华随后降落于白神身后不远处后，方远这才快速回过神来，对另外2龙也毫不吝啬地夸赞了一番，令原本有些吃醋的红莲和风华瞬间笑逐颜开。原本想要和方远贴贴的红莲和风华，在感受到表面展露绝美笑容，私下却散发着恐怖气息，包裹他们的白神气息的情况下，在心中掂量了下能不能打过白神，夺得方圆手下第1龙宝座位置的红莲和风华。在得到他们内心中否定的答案后，红莲和风华他们刚刚迈出的在群下显露而出的一条条有着不同风姿的绝美玉腿，顿时停在半空收了回去。而白神这时已经快步走到了方远的身前，在方远那错愕的眼神中，
白神抬起了宛若玉枝般的双臂，环绕住他的脖子，直接对着他的唇蜻蜓点水了一下。白神那绝美容颜的雪白肌肤，在他用他那樱桃小嘴点了下方远后，随即便浮现出了一抹宛若水蜜桃般的粉红之色。那秀色可餐之景，让本就不是个伪男的方远顿时心头狂跳，欲念杂生。主人，按照我们龙族的成长阶段，我如今已经进入成熟期长大了呢。听着双手环绕他脖颈的白神，将头歪到他耳边一侧后，低语所说出的话。身为一个越车无数，男女感情上也有不少经历的方远，顿时听出了白神所说之话的暗示之意。不是伪男又不是柳下惠的方远，刚抬手抱住白神的后腰，准备将之抱向大千世界之树中私密世界的他，便感受到了磅礴的龙威自红莲以及风华身上宣泄而出。红莲上前一步，对着白神说道：“白姐，虽然我独自一个不是你的对手，但是我和风华联手的话，想必你也讨不到什么好处吧？已经进入成熟期的你和主人独自幽会，你想做什么？身为龙族的我们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因此我们绝对不同意你独享主人。”听着红莲那直白的话语，风华这个脑补龙想到白神和方远一旦独自幽会去将要发生的事情，随即在一旁脸色微微羞涩泛红的附和道：“红莲姐说的对，我们两个绝对不允许。暗兰姐你说是吧？”同样身为龙族且进入成熟期的暗兰，当然知道红莲和风华两龙所说的是什么。想到自己的主人被白神先一步拿下的暗兰，好像觉醒了莫名 XP 的他，面色不由滚烫红润起来的他，随即低声回道：“我也不同意。”方远第72章第二轮灾难试炼公告。方远拦住了打算大打出手的白神等龙，一起去了大千世界树中的世界。心经香欲颤，喘促乳音低，红透千行汗，灵通一点息。虽生焦欲死，待笑不成题。一番余欢水爱过后，已是日月轮转第二日。说实话，就算是如今身体素质远超从前，第二日醒来的方远依然感觉自己的腰根要断了一样。没人知道他昨晚到底经历了什么，他的腰又是如何超高速运转摆动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来到这无尽大陆参与那什么领主争霸赛以来，方远昨晚过得很放松，让他有了一种回到和平年代蓝星的感觉。当然这爽也是有后遗症的，例如现在的方远在白神等龙那不太对劲的眼神注视下，根本没有了再战一场的心思。逃也是的，出了大千世界树的内世界，刚打算要不要给自己来个升级大件套，提升下自身品质等级的方远，面前随着熟悉的公告声响起，随之出现了一道与之所述相同的公告信息。公告：第二轮灾难试炼现开始，各种族领主们所处大域内的本土生灵各方势力将会集结大军攻打诸位领主。度过此轮灾难试炼，只要各种族领主们将所处大域内的各种生灵势力全部臣服或毁灭即可。请各种族领主们团结合作，共同抗敌。此次灾难试炼分为2个排行榜，覆灭大域内各种生灵势力越多的第二轮领主个人潜力排行榜，单个种族领主幸存数百分比数值最高的种族集体领主潜力排行榜。此次2种榜单的奖励发放时间将与先前公布的诸族领主领地等级排行榜、各种族领主领地等级排行榜这2个榜单达到月末结算时间后一起进行奖励发放。备注： 1. 此次灾难试炼不限期限，故要么众领主们覆灭于本土生灵各方势力，要么被灭族。 2. 此次灾难试炼与第3轮灾难试炼并不冲突，当各种族领主们满足开启第3轮灾难试炼时，未完成第2轮灾难试炼的各种族领主们将同步进行第3轮灾难试炼。在耳边响起的那一道熟悉的公告声，说完公告内容消失后，方远随之也仔细看完了面前的那一道公告信息。就在方远想着这第2轮灾难试炼对于他来说不过简简单单的时候，一声巨大的轰鸣声随之自他身后那棵直径高达5000米的大千世界树的内世界入口处响起。干，先前跑得草率了，白神他们这是又进行实力排序的对决了。方远惊呼一声，连忙控制着大千世界树，将其内世界中的那好像打出火气正在以1对3的白龙等4龙传送了出来。白神等4头显化出庞大真身的巨龙，在从大千世界树内世界中出来的瞬间，恐怖的磅礴剑势宛若滔天巨浪一般向着他们蜂拥而至。感受到诸界破碎剑阵那所散发出的恐怖剑势力量包裹的白神等4龙，瞬间明白他们的主人方远生气了。意识到这一点的4龙连忙重新化作人形态，飞向了大千世界树下方圆所在位置的面前。看着面前低头认错的4位倾国倾城，样貌身材以及气质皆各有千秋绝美无比的龙少女们，终归不是提雕不认人的方远，原本心中想说的那些比较难听的话顿时话到嘴边自动改口道：我说过什么？你们争个第1第2什么的我不会管你们，但你们争的时候绝对不能打出真火气出来，我有没有说过？白神等4龙齐声回应道：说过。方远说过还犯？你们是把我说的话当耳旁风是吧？
白神眼睛里仿若有着泪珠在打转一样，有些委屈地说道：“不是的，主人，我一开始真没有和他们打出真火气，都是他们单独打不过我，然后不讲武德联手攻击我，才让我打出真火气的。”不等红莲等三龙说些什么，方远闻言随之调出大千世界树内世界，刚才所发生一切的投影显现于众龙面前。他指着那投影中先前白神所说的“我要打3个”那一画面，悠悠的对有些尴尬，想要把大千世界树给拔了的白神说道：“你要打3个？不讲武德！”伴随着方远的话音落下，一道璀璨的金光随之自他身上扩散而出，瞬息间金光消失之后，消耗了数十亿元金，利用金手指将个人生灵品质等级提升到 SS 级的方远，随之严肃地说道：“你们一个个的都不服管教，看我这次不好好的教训你们一番，让你们心服口服。”说完，方远随手一挥，便带着他们全部回到了大千世界树之中。第73章九霄雷霆真龙 vs 深渊暗星魔龙。无尽大陆领主争霸赛第22日，与白神等4龙大战3天3夜，将他们收拾得服服帖帖之后，方远这才将这4日过去收集到的领地升级所需分别近1000万吨的木料石料，用于他的领地还有无上龙巢的等级提升。1000万吨木料石料资源的消耗，方远的领地和无上龙巢的等级如同坐火箭一样飙升，同步达到了29级。伴随着磅礴金光笼罩整个领地无上龙域，随之向四周扩散之后，再将其他建筑单位以及所有兵种生灵用元晶也进行同步提升后，方远调出了提升到 LV29 的领地属性面板进行全面查看。领地名称：无上龙域，领主方远，半生灵物混沌元晶，领地等级 LV29， 面积900平方公里，建筑无上龙巢 LV29 SSS 级，诸界归墟剑阵 LV40 SSS 级，时空复生之门 LV29 SSS 级，大千世界树 LV29 SS 级，筑气塔 LV29 A 级，日月华光池 LV29 A 级，跨域交易阁 A 级。领名1001009000000，粮食省略，资源 SS 级，无尽星门 LV34， 白神已装备绑定，弑神魔剑 LV34。 S 级 S 级英雄转职水晶2，堕星魔眼 LV34， 暗蓝已装备绑定，狂龙戟 LV34， 红莲已装备绑定。A 级悟道石 LV29， 寒渊星铁100吨2，空间源16，泰坦源12，战神机甲 LV34， 暗影魔铠 LV29， 奇鬼魔镜。B 级紫金铜木 LV25， 运神石 LV25， 九幽阴石 LV25。 B 级英雄转职水晶2，普通木料4万吨，普通石料1万吨，元金15亿。当方远看到领地属性面板最后一篮元金余额时，他顿感一阵贫穷感向他席卷而来。这元金根本不够花啊，穷，实在是太穷了我。感慨一声，方远随即调出了无上龙巢，升级到29级后的属性面板。看着无上龙巢属性面板上那距离下一次兵种随机召唤的倒计时，方远不由思索道：还有10分钟，按照目前的无上龙巢等级，这次随机召唤的兵种有 99% 的几率是 S 级品质的，也不知道这次 S 级品质的龙会是什么。就在方远猜测着各种 S 级龙种可能的时候，时间转瞬即逝，伴随着一声龙吟声自无上龙巢的龙窟中传出，一头通体黑紫色浑身缠绕着雷霆的真龙随之自龙窟中飞出，翱翔于高空之中，不时发出阵阵龙吟声。老规矩，让白神4龙好好教育一番这新召唤出的龙。方远则随之调出了这头雷霆真龙的属性面板。兵种名称：九霄雷霆真龙，姓名未命名，品质 S 级史诗品质，等级 LV1 1%， 好感90，成长形态幼年期，心智性格6岁孩童，好战傲娇，属性体魄100，精神100，元力120，技能雷霆主宰 SS 级，九霄神雷玉 SS 级，神雷坠 S 级，神雷覆天 S。 宝具无，龙夏国真龙形态的龙种，而且还是雷霆属性的真龙，想必其同等级的情况下战力应该不弱于深渊暗星魔龙的暗蓝。看完这头九霄雷霆真龙的属性面板，方远感慨了一声，随之给他取名为紫霄。小孩子什么的刷好感度，就算是其性格比较傲娇，对于经验老道的方远来说，那也简直不要太过简单。用了3天时间，成功将九霄雷霆真龙紫霄的好感度给刷到100满值的方远，随即将紫霄的等级给直接提升到了与白神等龙相同的34级。好，方远那无上龙域的领地外不远处，一片荒芜的广袤乱石区域，一声恐怖的龙吟声震慑天地云霄之间。体型直径达到2500多米的九霄雷霆真龙紫霄，此刻正与深渊暗星魔龙暗蓝
进行排行老四的争夺战。在紫霄和暗蓝所交战的高空之上，白神、红莲、风华等三龙在那上面进行着围观，以及防止他们交战过程中上头打出真火。吼！伴随着一声龙吟咆哮声，自飞入高空云层之中的紫霄口中吼出。轰隆隆！转瞬间，天象变幻，庞大的雷云随之遍布于高空之上，一声声磅礴的雷鸣之声响彻于此方天地之间。雷鸣响彻，万千紫色狂暴雷霆紧随其后，翻滚于那庞大面积的雷云之中，拱卫着他们至高无上的主宰紫霄。透过分布高空不同之处的白神以及红莲和风华等三龙的视角，方远能够从他们的不同视角中观察着此刻充满君临天下气质、威势浩荡的紫霄的一举一动。只见紫霄俯瞰着下方半空中的暗蓝，心念一动之间，万千雷霆涌动，转瞬间汇聚于其巨大龙爪掌心之中。万千紫色雷霆汇集紫霄龙爪掌心之中，顷刻间演化为了一柄紫金色的恐怖雷霆长矛。伴随着紫霄向着下方此刻展开一片广袤阴影黑玉的暗蓝，投掷出他手中握着的那一柄紫金色雷霆长矛。轰隆隆！雷鸣震九霄，整个雷云之中原本翻涌闪烁的无数紫色雷霆在此刻轰然咆哮，如同被恐怖的力量牵引一般，随着那道凝而不散、散发出恐怖雷霆气息的紫金色雷霆长矛，一同向着下方暗蓝所藏身的阴影黑域轰击而去。吼！一声龙吟咆哮声自广袤阴影黑域之中传出的瞬间，那片广袤阴影黑域四周，无数事物在漫天雷霆闪烁的光辉照耀下，所产生的影子如潮水般汇聚那阴影黑域。万千只庞大的狰狞阴影利爪随之自不断缩减的阴影黑域之中飞出。轰轰轰！在那紫金色雷霆长矛以及其身后的无数紫色雷霆与那万千只庞大狰狞的阴影利爪碰撞上后，恐怖的爆炸轰鸣声伴随着两者力量的碰撞下，随之宣泄响彻于天地之间。就在方远猜测紫霄这一击还能不能攻击到下方阴影黑域尽数消失，化为万千阴影利爪显露出真身的暗蓝的时候，只见受到层层庞大狰狞的阴影利爪阻碍的那一柄紫金色雷霆长矛陡然间绽放出璀璨的紫金色雷霆光辉。瞬间，那万千庞大狰狞的阴影利爪于那无尽璀璨的紫金色雷霆光辉扩散中化为了无数尘埃粒子，消散于此方天地之间。好！见到自己那由无数事物影子所化的阴影利爪转瞬间消失的暗蓝，一声龙吟随之自其口中发出，随后发出的还有自其巨大狰狞龙首口中喷涌而出的一道璀璨的黑紫色堕星毁灭能量光柱。暗蓝这一名为堕星毁灭之光的技能所释放出的黑紫色堕星毁灭能量光柱，与紫霄这一名为神雷坠技能所凝聚出的绽放出全部力量的紫金色雷霆长矛在碰撞上的瞬间，一声无比恐怖的能量爆炸轰鸣声随着天空之中那爆炸开绚烂能量光辉扩散向四周的恐怖黑紫金三色能量冲击波轰然宣泄于此方天地四方。第74章雷霆主宰，暗星不灭。林凡除了是方远的头号附庸领主，其领地也是距离方圆领地所在最近的。此刻的他正在自己的领地内，那耗费他不少心血人工打造的一片湖泊边进行每日闲情逸致、养老的垂钓。自从他的领地四周广阔区域内的木料资源彻底毁灭于方圆手下最强龙白神所召唤出的一颗从天而降的巨大陨星所造成的冲击波后，接连受到超然打击的他便彻底放弃了努力提升领地等级的想法。在方远附庸领主私人群中几个钓鱼佬的推荐下，少走几十年弯路的他提前走上了养老必备钓鱼之路。看着面前湖泊中自己鱼竿上的浮漂突然动荡起来的林凡，心中一喜，刚打算提竿的他便见到并未如同他一般摆烂的他的第一头哥斯拉从远处飞速奔跑而来。在林凡那惊愕不已的眼神中，那头如今200-300米高的哥斯拉直接落在了他好不容易建好的湖泊鱼塘中，挡在了他的面前。哗啦啦，被湖泊中的水流冲飞出去的林凡还未等他从地面上站起来，对他这头哥斯拉破口大骂些什么，天边一道恐怖的黑紫金三色能量冲击波随之快速扩散冲击而来。看到那一幕景象的林凡顿时将原本想对哥斯拉要说出口的话给咽了回去，脑海中下意识联想到这一恐怖现象可能又源自方远的林凡顿时惊叫道：我尼玛，又来！恐怖的能量爆炸冲击波向着天地四周快速扩散之际，万千紫金色的雷霆自九霄雷霆真龙紫霄庞大蜿蜒盘踞的龙躯之上绽放，一道广阔浩瀚的九霄神雷域随之自高空之上展开，笼罩紫霄整个庞大的蜿蜒盘踞于高空之上的黑紫色龙身。雷霆主宰这一技能，紫霄在九霄神雷域完全展开笼罩它之后随之使用。轰隆隆，万千道能量堪比紫霄先前所凝聚出的紫金色雷霆长矛的紫金色雷霆自那九霄神雷域中翻涌汇聚于紫霄整个龙身之上，宛若为紫霄加冕一般。那万千道紫金色雷霆翻涌汇聚于其身上的瞬间，
随之便化作一件件遍布神秘玄奥纹路的紫金色龙铠。遍布神秘玄奥纹路的龙铠，在加之紫霄全身各处关键部位之后，一道雷霆环绕的紫金色龙珠随之凭空显现，镶嵌于其胸膛处龙铠的中央凹陷区域。轰！伴随着那一颗龙珠镶嵌于龙铠之中，紫霄庞大身躯上所覆盖的龙铠陡然间绽放出璀璨的紫金色神光，笼罩方圆1100公里区域范围的9霄神雷域，在此刻瞬间紫金色雷霆遍布，拱卫着他们的至尊雷霆主宰。吼！一声宛若万千雷霆同时发出轰鸣声的恐怖龙吟声，自此刻展露出全部实力的紫霄龙手中吼出。万千九霄紫金神雷响应，化作万千柄紫金色雷霆长矛，向着下方在此刻同样展露出全部实力的暗蓝，如漫天大雨般轰击而去。为了公平起见，并没有使用堕星魔眼这件 S 级史诗宝具的暗蓝，此刻面对那高空之上轰然贯穿激射而来的万千柄恐怖雷霆长矛，瞬息间施展出最大功率的绝暗式灵域这一技能。伴随着一道黑色波纹自暗蓝庞大龙躯身上扩散的一瞬间，以暗蓝为中心，方圆上千公里区域顷刻间化为了一片暗无天日的阴影绝域。阴影绝域之中，伴随着暗蓝一声恐怖的龙吟声响起，一头无比庞大的完全由无数事物阴影笼罩暗蓝全身所凝聚而成的体型达到万米之巨的阴影巨龙，随之显露于此方天地之间，向着高空之上坠落而来的万千九霄神雷长矛，煽动无数阴影笼罩的庞大双翼轰然飞去。轰轰轰！万千九霄神雷长矛轰击在此刻暗蓝所化的阴影巨龙身上，激荡起一道道能量爆炸的磅礴轰鸣声。声势浩荡，但对于阴影巨龙状态下的暗蓝来说，那些能量爆炸所产生出的伤害于它本体而言没有任何波及。就在暗蓝所化的阴影巨龙不过数息间突破那万千九霄神雷长矛所组成的覆盖式攻击雷幕，紫霄胸膛龙铠中央镶嵌的那枚紫金色龙珠，随着他心念一动，陡然间绽放出磅礴浩瀚的雷霆伟力。只见一道紫金色光波自那颗紫金色龙珠上扩散而出，一瞬间遍布整个九霄神雷域各处后，那庞大的九霄神雷域顷刻间化作无数紫金色流光，汇聚于紫霄胸膛龙铠前那自龙珠上所释放出的恐怖雷霆伟力所凝聚演化而成的紫金色漩涡之中。那道无数紫金色雷霆缠绕的紫金色漩涡，伴随着那蕴含磅礴九霄神雷之力所化的无数紫金色流光涌入其中，其直径不断膨胀变大。在暗蓝所化的那庞大阴影巨龙，距离盘踞悬浮于高空之上的紫霄还有仅仅数千米之际。轰！一道直径长达数十公里、无比恐怖、蕴含浩瀚威能的紫金色雷霆光柱，轰然自紫霄身前那道比之他整个身躯还要庞大十几倍的紫金色漩涡之中宣泄释放而出。那道无比恐怖、蕴含浩瀚威能的紫金色雷霆光柱，在轰击在暗蓝所化的阴影巨龙的瞬间，阴影巨龙体内中心处的暗蓝，其深渊暗星魔龙本体后的那道散发出璀璨黑色光辉的漆黑树瞳漩涡，陡然间快速吸收起那无数组成阴影巨龙的阴影。轰！在属性上实质被克制的暗蓝，其体表外的那阴影巨龙，在内外作用力影响下，不过瞬息间便被那蕴含浩瀚雷霆威能的紫金雷霆光柱给毁灭得一干二净。随之毁灭的还有其中显露出真身的深渊暗星魔龙暗蓝。当然，暗蓝并未真正的被那恐怖的紫金色雷霆光柱给毁灭，就如同当初方远将其斩杀了一次，暗蓝都能够不断复活一样。在龙躯被毁灭后的瞬间，暗蓝施展出了暗星不灭之一神技，那道介似于虚无与现实之间的散发出璀璨黑色光辉的漆黑树瞳漩涡，随之涌现出一道道黑夜，眨眼睛便将暗蓝那庞大的龙躯给完完整整的重塑于距离紫霄不远处的高空之上。第75章，异族联军来袭。虽然没有同族献祭，但仅靠自身力量也能复活重塑身躯10几次的暗蓝，很显然在骗了紫霄的大后，成为了占据优势的一方。在又被陆续爆发力量的紫霄给干掉复活重塑了2次后，紫霄由于体内元能耗尽，最终输给了暗蓝。九霄雷霆真龙一族预备英雄生灵单位的紫霄，随即成为了方圆手下英雄种族生灵排行第5的存在。紫霄和暗蓝结束第4之争后，方远随之退出了心灵感应能力所带来的切换视角的状态，看了眼不远处几名恭敬站着的距离他领地较近的附庸领主们，目光落在最先投奔自己以及领地距离他的无上荣誉领地最近的林凡身上。方远随即感慨万千的来到了一脸生无可恋的林凡身前，拍了拍他的肩膀道：辛苦了，不过还是要坚持一段时间，等我的领地扩大的将你的领地完全囊入其中之后，你就可以真正的解放，当个钓鱼佬了。说完，方远听着林凡那违心的感谢的话，再将在场的几位领主们的领地全部修复好后，随即将他们全部送了回去。看着化为人形回到领地中的白神等众龙，就在方远刚刚勉励了下受到打击的紫霄几句的时候，自他聚集着一些在搞情报信息方面
天赋异禀的附庸领主们所在的情报私人群中弹出一道紧急提示信息。看着面前那道信息，方远随之面露一喜道：“正愁苍蓝玉龙夏国所处区域那些本土各种族大势力怎么分散这么开，不方便我一波传送横扫呢？这些兽人帝国、海妖帝国、万灵帝国的远征大军居然集结在了一起，向着我所在领地的方向送上门来，当真是不知死活。”伴随着方远的话语落下，一道好友交流聊天框出现在他面前。那道好友交流框中显示着龙鳞雪这些日子不断向方远汇报的整个龙家的合作意向，以及最新的一条条的求救信息。龙鳞雪大人，您的条件我们整个龙家都答应了，已经全部向你递交了附庸领主申请信息，求您救救我，救救我们龙家一族。看着面前龙鳞雪在得知那些无尽大陆苍蓝玉龙夏国各领主所处区域内各方本土种族大势力集结大军扫荡覆灭一个个龙夏国领主们消息后，便不断给他发送求救信息。龙鳞雪的聊天头像，方远略微思索了下，回复道：“可以，我很快就会同意你们这一族的申请。你们一族所处在的那一族联军前进路径上的主要家族之人，我会替你保全。”回复完这些信息后，方远随之调出附庸领主申请面板，将这些日子所有向他申请的附庸领主们申请的契约全部一键同意申请，并签订主仆契约。调出龙家族人附庸领主们大部分族人所在一片区域内的一众领主们的属性面板，一道道璀璨的白色光柱随之出现在方远的领地，以及先前他派遣一头头巨龙所镇守的一座座附庸领地之内。由于元精不足，方远手下如今的巨龙军团依然是那先前召唤出的10万多头巨龙。真要说差别与先前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方远如今的这10万巨龙军团，不论是个体龙还是整体的实力，都比先前强了不少倍。毕竟这10万头巨龙的等级，如今可都全部达到 LV34。10万巨龙兵团的一头头巨龙，伴随着方远消耗10亿元金所召唤出的那一道道自高空之上陡然间出现落下的璀璨白色光柱，将他们完全笼罩。这10万头巨龙方才全部在瞬息之间传送到了距离那一族联合远征军最近的一处龙家族人所在的一个领地上空。璀璨而又庞大的白色传送光柱在突然间笼罩那龙家族人领地整个上空的瞬间，那个龙家族人的领主正是龙鳞雪的哥哥龙仙羽。此刻龙仙羽抬头看着领地高空之上一道道白色传送光柱散去，所显露出的一头头无比庞大的恐怖巨龙，其眼睛瞬间瞪大，配合脸上长大嘴巴无以言表的表情，流露出一股无比震惊的神色，心中更是感慨万千。这就算方远的真正实力吗？简直也太恐怖了些吧。就这我目前所看到的任何一头巨龙都能够横扫我的领地，曾经我还想着能够追上他，简直可笑至极。这等恐怖的存在，不说我了，恐怕就是将整个蓝星领主们的兵力集中在一起都不是其对手吧。就在龙仙羽震惊不已感慨万千的时候，降临此方区域的方远随即便命令整个巨龙兵团10万巨龙们铺天盖地地向着千里外一处广袤草原飞去。在哪里有着漫无边际的各种异族远征军所连接在一起的数以亿计的怪物大军，等着他血赚一波。第76章异族联军4地领袖辛巴达。10万头等级在 LV34 的巨龙所组成的庞大巨龙兵团陡一出现的瞬间，千里之外的异族联军们便察觉到了那铺天盖地飞舞在高空之上的众龙自他们身上所散发宣泄而出的恐怖龙威气息。兽人帝国远征军以及异族联军领袖兽人帝王辛巴达。身为黄金狮人族唯一 A 级稀有品质等级的他，是此次受到神域号召一同讨伐在苍蓝域有着最强邪神领主称呼方远的一众异族帝国之主中实力最强的存在，其等级达到了 LV80。 骑着一头近1000米高宛若一座大山般的黄金巨狮，一身威严黄金狮星铠加身8米高的黄金狮人帝王辛巴达，其眉心处裂开显露出一颗金色树瞳，看着不远处那正不断逼近的一片遮天蔽日般的龙影，不由对身旁4位其他种族帝国的帝王开口道：“超过10万之数的邪神领主巨龙兵团，看来我们要找的那覆灭哥布林帝国的正主他来了。”伴随着辛巴达的话音落下，海妖一族的人鱼帝王，一条手持3叉戟驾驭着磅礴海浪有着数百米高身躯的美丽母人鱼迪丽扎回应道：“通过我的特殊感应天赋来看，那些巨龙最弱的都是顶尖毕生灵品质等级的存在，其中 A 级的存在好像也不在少数。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那些超越 A 级稀有品质等级达到 S 级史诗品质等级的巨龙可也不在少数，其中甚至还有我都无法感知到其品质等级的存在。倘若其并未使用能够隐匿自身生灵品质等级的宝具的话，那么那3个存在的生灵品质等级可能就是在 S 级之上的 SS 级传说品质了。”万灵帝国的帝王，一尊高达数千米的山岭巨人盘月，遥望天边那飞来的越来越清晰可见的遮天蔽日般的巨龙身影，他瓮声对他们说道：“SS 级传说品质又何妨？
吾等与这苍蓝玉头号邪神领主终归有那么一战要打，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以我族神奇下达的神谕时所恩赐的神术来看，现在趁着这方远的龙族兵团全部都还只是34级，比我们低上1半多等级的情况下进行对决的话，优势在我等。就算是正常情况下最后打输了，我们也不会输得太难看。届时献祭吾等之身，迎接诸位种族之神降临，也不算太丢他们的脸面。也就在盘月说完话后，最后一位精灵帝国的帝王，长相高雅美丽的精灵女帝伊丽莎赞同道：“是啊，兴许我们表现得好一些，等神们解决掉那叫方远的邪神领主，兴许我们的灵魂在飞升神国之后，能够得到神的面见以及嘉奖。”也就在这精灵女帝伊丽莎话音落下后，万千道紫金色电光闪烁的璀璨雷毛，陡然间自他们前方不远处的高空之上，一头庞大的黑紫色雷霆真龙身侧浮现，随之化作一道道划破长空的璀璨紫金色雷霆流光，飞快向着他们所在方位激射而来。人鱼帝王迪丽扎顿时大惊一声道：“小心！”只见其手中一柄镶嵌着天蓝色宝石的法杖，随之向着高空一举，一道蓝色波纹随后以他为中心，不断向四周扩散。哗啦啦，无尽的水流声自先前那道蓝色波纹所扩散的天地之间响起。随着无尽的水流声不断响起，以迪丽扎为中心的方圆100公里区域内，一道庞大厚重的水幕随之显现于半空之上。轰轰轰！伴随着一柄柄庞大的、闪烁着磅礴雷光的紫金色长矛轰击于那厚重的水幕之上。那道庞大厚重的水幕之上，转瞬间溅射起万千巨大瀑流，一柄柄紫金色雷霆长矛自其中速度丝毫不减地穿透而过。眼前那万千柄宣泄着恐怖雷霆威能的紫金色雷霆长矛，转眼间突破人鱼帝王迪丽扎所凝聚出的庞大防御水幕。好！万灵帝王盘月顿时怒吼一声，身为山岭巨人的他，庞大的体型举手投足之间，一股磅礴的力量随之自其拍在地面上的双手上宣泄而出。轰隆隆！大地之上轰鸣声不断响彻，一道道厚重庞大的石墙随之拔地而起，升至半空，抵挡那一柄柄穿过水幕而来的巨大紫金色雷霆长矛。砰砰砰！一道道石墙伴随着那一柄柄紫金色雷霆长矛所释放出的恐怖雷霆力量将之击碎后，眼看着那一柄柄紫金色雷霆长矛将要轰击到他们所处的各种族大军短暂停止前进的位置之际，一道道咒语吟唱声随之自精灵女帝口中传出。只见狂风翻涌，转瞬间一道道庞大的飓风箭矢显现于悬浮在半空中精灵女帝身后，向着那万千柄紫金色雷霆长矛对轰而去。经过厚重的水幕和石墙消耗了2轮部分力量的万千柄紫金色雷霆长矛，面对那些对轰而来的飓风箭矢，两者很显然呈现出了一番绝力的姿态，僵持在了半空之中，不断进行互相消磨。发射出这万千柄紫金色雷霆长矛的紫霄怎么会如精灵女帝所愿，瞬间便控制着那些雷霆长矛进行了自爆。然而就在那万千柄紫金色雷霆长矛自爆绽放出一团团恐怖的紫金色雷霆宣泄向四周的瞬间，一道道金色的神秘玄奥符文自身穿一身威严黄金铠甲的兽人帝王辛巴达身上涌现而出，转瞬间便将那一柄柄进行着自爆的雷霆长矛给完全定格在了半空之中。伴随着辛巴达抬手对着前方万千金色神秘玄奥符文所笼罩的那些自爆的紫金色雷霆长矛隔空虚握了一下，便见那万千柄紫金色雷霆长矛于那不断收缩的金色神秘玄奥符文所释放出的璀璨金光照耀下，转眼间两者一同凭空消失的无影无踪。做完这些装了一逼后的辛巴达遥望已经飞至他头顶上空，那10万之数遮天蔽日般的巨龙军团中，一尊酷炫的钢铁怪物喊道：“如果你手下的龙只有这种水平的话，那当真令本地有些失望了。”轰！回应辛巴达的是自白神龙手口中喷涌而出的一道璀璨的宛若星空般无尽繁星闪烁绚烂恐怖的能量光柱。第77章黄金不朽狮人神。轰！恐怖绚烂的星空能量光柱轰击在辛巴达抬手间创造的完全由一道道金色神秘玄奥符文所构成的庞大护罩之上。转瞬间，无数绚烂璀璨的星空能量光辉自那道庞大的护罩之上向四周飞速扩散。轰轰轰！那一道道星空能量光辉所扩散覆盖之处，皆在刹那间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爆发出一阵阵恐怖的爆炸轰鸣声。数以亿计的异族远征军联军，那些超出辛巴达创造出的金光神秘玄奥符文护罩笼罩范围的那些异族远征军士兵，于那一道道恐怖的星空能量光辉扫过之后，一瞬间便化作了无数尘埃，消散于此方天地之间。咔嚓！待到一声玻璃破碎的声音自半空中那道金光璀璨的护罩上响起过后，白神巨大龙首口中的那道星空能量吐息也就随即停止了继续喷涌，那道庞大的星空能量光柱随之收束消失。只见一头体型直径达到近3000米、
黑红色流金烈焰覆盖全身的恐怖庞大6翼巨龙红莲，自高空中呈现出了龙人战斗形态，手持一柄同样巨大的狂龙脊的红莲，伴随着一头血金色的庞大真龙虚影，自其上金色龙纹上浮现而出，环绕盘旋于他身后的黑金色光轮。红莲俯瞰着下方摇摇欲坠，仿若下一刻就要破碎的护罩中的辛巴达，缓缓举起了手中的狂龙脊，随后猛然隔空一刺而出。八荒神阳焚噬，一道完全由八荒破灭炎凝聚而成，随后轰然释放而出的恐怖火焰光柱，轰然自红莲手中那刺出的那狂龙脊的顶端宣泄而出。轰！一道庞大恐怖的黑红色流金火焰光柱，转瞬间便击碎那层即将破碎的金色符文护罩，轰击向其下波澜不惊的辛巴达。SS 级传说品质等级，自身等级达到 LV34 的红莲，其实力若是以辛巴达所处的 A 级为转化目标的话，其实力等级实质相对于 A 级稀有品质等级生灵等级在 LV136 级的存在。S 级是 A 级2倍属性值增幅， SS 级是 S 级的2倍属性增幅。比如今辛巴达的等级足高了56级，相对于其原等级 LV80 的一大半。那么为什么辛巴达丝毫不慌呢？因为在那金色符文护罩破碎的瞬间，此刻的辛巴达早已经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兽人帝国帝王存在的辛巴达了，而是兽人众神之一，那位辛巴达一族所信仰的兽人神黄金不朽狮人神。叮！转眼间完成神降的黄金不朽狮人神，其寄宿之身辛巴达的身体生灵品质等级不变，等级却直接翻了1倍，达到了 LV160。其等级增幅程度，在高空之上的方远看来，简直比当初哥布林神的神将所提升的等级还要离谱得多。当初哥布林神的神将也只是提升 60% 的等级而已，好家伙，这什么黄金不朽狮人神，凭什么神将之后直接提升1大倍的等级？就在一点也不担心红莲是否打得过那黄金不朽狮人神的方远心中不断碎碎念念的时候，好！一声恐怖的龙吟咆哮声自红莲身后那盘踞悬浮于黑金色光轮上的血金色庞大真龙虚影口中吼出。伴随着那血金色庞大真龙虚影龙吟咆哮一声过后，随即他便飞速盘旋在了那被定住的狂龙脊顶端所喷涌而出的那道恐怖火焰光柱之上。轰！被定住的完全由八荒破灭炎所凝聚而成的恐怖黑红色流金火焰光柱随之再度轰然释放。这一幕画面顿时让黄金狮人神那黄金铠甲下的那颗眉心处的金瞳显露出了困惑惊疑之色，其双手快速结印，一道庞大的金色献祭法阵随之以他如今的坐骑黄金巨狮为中心，向着四周快速扩散而去。那道金色献祭法阵所过之处内的异族大军生灵，在此刻皆是全部化作一道道金光符文，涌入进了黄金巨狮那本就不小的身躯之中。好！转眼间，伴随着那一道道金光符文融入进黄金巨狮的身躯之中，一头体型近6000米的庞大黄金巨狮，在黄金狮人神与之完全相互融合之后，一道璀璨的金光瞬间将之笼罩。转眼间，他便化作了一尊直立有着6000米、全身覆盖着狰狞黄金战甲的巨大狮人。那道黑红色流金火焰光柱之上，一头庞大的血金色的真龙虚影，随之在此刻飞至到了火焰光柱上最前端的位置。砰！彻底挣脱束缚，由八荒破灭炎所组成的黑红色流金火焰光柱，随之狠狠地轰击在了黄金不朽狮神此刻那庞大的摆出格挡姿态的巨大黄金狮人身上。大地崩裂，轰鸣不绝。转瞬间，一颗恐怖的宛若扣在广阔大地之上的黑红色流金能量光球，随之如同蘑菇云一般轰然爆炸开。黄金巨狮黄金不朽狮人神等级 LV320。方远看着献祭了4个帝国中近乎整个兽人帝国远征军生灵的黄金不朽狮人神，再又与那黄金巨狮融合为一体后，黄金不朽狮人神的等级再度翻了1倍，达到了惊人的340级。方远，我尼玛，我要举报开挂！就在方远心中不断进行吐槽的时候，被黑灰色流金能量光球爆炸所产生的恐怖能量冲击波覆盖吞噬的黄金不朽狮人神。不过数息过后，黄金不朽狮人神陡然间全身金光绽放，无尽的金色神秘玄奥的符文化作一柄巨大符文劲剑出现在他的手中。斩！一声咆哮声自黄金不朽狮人神如今那巨大战甲覆盖的狮人口中吼出。刹那间，一道璀璨金光自那道庞大的黑红色流金能量光球中间显现而出，随后又一闪而逝。轰！宛若盘古开天地一般，那道庞大的黑红色流金能量光球转眼从中间被斩成2半。第78章四神 vs 地爆天星雷炎巨陨星。轰！在那黑红色流金能量光球破碎的瞬间，无尽八荒破灭炎宛若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一般，向着方圆四周广阔区域快速冲击而去。所过之处，恐怖的高温能量瞬间将广阔空间燃烧的出现虚幻光影，大地之上更是熔岩遍布，宛若一片熔岩火海。
如此恐怖的能量冲击，瞬间让在那些在能量冲击区域内的异族生灵士兵近乎全灭。当那无尽八荒破灭岩爆散开，所产生的恐怖火焰能量冲击达到扩散极限，瞬息间销声灭迹后，整个异族各帝国远征军联军此刻所剩的生灵，除了那些各种族的怪物英雄外，便是在那熔岩火海中央散发着滚滚神性气息的四神。高空之上，俯瞰着下方熔岩火海中央四神的方远，随即感慨道：除了黄金不朽狮人神外，又多了3个神将的神：山岭巨人神、海妖人鱼神、风之精灵神。就在方远这一声感慨落下后，一道无比璀璨梦幻的蓝色光辉随即自海妖人鱼神手中的法杖顶端那颗湛蓝色的宝珠上释放而出。哗啦啦，无形水流声响彻此方天地间。刹那间，原本还是熔岩火海的大地，在无穷无尽碧水波涛的淹没与消磨之下，化为了一片广袤碧蓝大海。碧蓝大海之上，吸收着各种族英雄献祭后力量的四神，此刻等级全部达到了199级。看来苍蓝域这片贫瘠的域界，等级达到199级的生灵，便是此界规则所能允许容纳的生灵等级提升极限了。万米高的山岭巨人神开口感慨的这一声音，宛若9天重雷般响彻此方天地之间。伴随着山岭巨人神的话音落下，一轮土黄色的巨大光轮随之自他身后显现。那土黄色点巨大光轮显现出的瞬间，一道黄色神光随之便自其上扩散而出。轰隆隆，巨大的轰鸣声自那碧蓝大海之下响起。只见那碧蓝大海之上，转眼间波涛翻涌，掀起一道道滔天巨浪。一根根直径达大近1000米的庞大石锥自那一道道滔天巨浪中快速飞出，射向高空之上不断盘旋的10万头巨龙。其中一根直径有数千米最为庞大的石锥更是如同锁定方远一样，向着他飞速击射而去。见到这一幕，感觉到了自己至高无上的主人如同被冒犯了般的白神顿时发出一声龙吟怒吼咆哮。只见高空之上盘旋的所有巨龙在此刻纷纷飞离向四方，在白神头顶上的高空穹顶，一道无比庞大的星门随之展开。与白神绑定的无尽星门，如今的等级达到了 LV34， 消耗大量与之相同属性的星空元力。白神可以在瞬间召唤出34颗直径达到3000多公里直径的陨星。3000多公里直径的陨星是什么概念？这么一颗直径达到3000多公里直径的陨星，其体型完全显现之下，都堪比1/4颗蓝星了。无法想象，这么一颗直径达到3000多公里直径的陨星，一旦自高空坠落的话，又能造成何等恐怖的毁灭性攻击。轰隆隆，只听一声声巨大恐怖的轰鸣声自那高空穹顶之上的巨大星门中响起。随后，一颗直径长达3000多公里，表面坑坑洼洼，没有任何生机的陨星自那星门之中飞速涌现而出，向着下方那飞向高空中的数10万根尖锥轰然坠落轰击而去。而反观红莲等其余4龙，此刻亦是各司其职地进行着各种操作。只见暗蓝瞬间全力展开阴影绝域，将超出这场战斗参与下线的10万巨龙全部笼罩其中，暂时收入他身后那介似于虚无与现实之间的通体漆黑的漩涡黑瞳之中。而风华则是凝聚出了他全部的9天罡风力量，使之完全包裹住那颗巨大陨星外表，让其坠落的速度更加迅猛快速。至于红莲和紫霄，则是两者踏在那颗巨大陨星之上，不断将他们所凝聚出的力量汇集于那颗庞大陨星中央，使之转眼间便化作了一颗宛若通体熔岩雷电包裹，散发出恐怖无比气息的雷炎陨星。在那颗庞大的雷炎陨星以磅礴的碾压之势，将数10万击射飞向高空中的石锥完全破碎万千之际。红莲和紫霄则完全他们的任务后，迅速撤离向了数10万米的高空之上。多么美丽绚烂的一颗陨星，你们说是吗？黄金不朽狮人神看着头顶上那落下的令整个碧蓝大海都开始沸腾翻涌的雷炎陨星，不由对身旁不远处的3位异族神感慨了一声。那3位异族神尤其是感觉自己浑身燥热，仿若身上的皮就要融化了一般的海妖鱼人神，没好气的回道：都这时候了，你还有心情欣赏这些？风之精灵神回应海妖人鱼神道：他一直是这个德行，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他。随后又对黄金不朽狮人神苦口婆心的说道：零落出全力吧，不然一旦我们这次唯一神享此遇机会失败了，将来等此子成长起来再次交手之时，必定会让吾等彻底死无葬身之地。伴随着风之精灵神的话音落下，黄金不朽狮人神此刻却流露出一股落寞的气息，抬手虚握向高空中越来越近的那颗雷炎陨星道：我们本就是一群失败者而已，死无葬身之地又何妨？我们终其不过是早死晚死，苟延残喘罢了。知道黄金不朽狮人神前世人身时的文青哲学病又犯了，风之精灵神给了其一个白眼，也就不再搭理他。轰隆隆，直径达到3000多公里，堪比1/4蓝星的庞大雷炎陨星，距离四神越来越近，所产生的恐怖压强力量也就越发恐怖。一声声巨大音爆轰鸣声
随之更是响彻此方天地之间。好！背后黄色光轮神光闪烁，身上覆盖一层无比厚重、黑色玄石重甲的山岭巨人神发出一声咆哮怒吼后，便举起了一面凭空凝聚的巨大的金黄色巨盾，向着头顶上方那庞大的雷炎陨星直接举盾顶了过去。轰！空间撕裂，一道道虚无裂缝在恐怖能量冲击下扩散裂变，大地崩塌，一片片广阔大地开始崩裂下沉，无数巨大碎石山岳更是飞速到飞向高空。在两者碰撞到一起的瞬间，宛若天崩地裂恐怖场景瞬间显现于此方天地。第79章33星爆4神陨。十几万米高空之上的方远俯瞰着下方那恐怖的光景，在一颗碎石轰击在他体外战神机甲上后，顿时觉得他如今所身处的高度好像还不太安全，随即便又继续向上空升了个10来万米。抬头看了眼头顶上空仿若没有尽头的高空穹顶，方远随之继续使用战神机甲自带的超巨视系统俯瞰下方，那在他眼中依然巨大无比的雷炎陨星撞击在那手举巨盾的山岭巨人神身上的画面。咔嚓一声玻璃破碎的声音在那山岭巨人神手举的那面金黄巨盾逐渐破碎出一道道裂纹后随之响起。砰！在那山岭巨人手持的那面巨大金黄巨盾承受不住上方庞大雷炎陨星所爆发出的恐怖冲击力量之际，风之精灵神头顶上方早就显现了的一张庞大的宛若实质般的天青色华丽巨弓上，一道庞大的散发着璀璨青色光辉的飓风剑矢终于凝聚而成。砰的一声巨大破空声响起，那道庞大的蕴含磅礴力量的飓风剑矢便化作一道璀璨青色流星，向着庞大雷炎陨星贯射而去。那道速度极快的飓风剑矢宛若叠加了某种穿透属性力量一般，顷刻间便穿透雷炎陨星体表外那层厚重的9天罡风。轰！恐怖的轰鸣声再度响起，那道飓风剑矢在穿透过那9天罡风过后，那道飓风剑矢转眼间便将那庞大的雷炎陨星外层破碎，不断向着整个雷炎陨星的另一端贯射而去。就当那道飓风剑矢贯射到那集中红莲和9霄八荒破灭炎和9霄神雷力量中心位置区域之际，轰！无尽黑红色流金火焰以及紫金色的雷霆不断纠缠萦绕在一起，释放出无与伦比的恐怖力量，向着天地四方瞬间冲击而去。哗啦啦，无穷无尽的碧蓝海水呈现包裹之势，向着那扩散向天地四方的恐怖火焰雷霆力量快速包裹而去。可惜那些碧蓝海水在那八荒破灭火焰和9霄神雷面前根本不够看。在两者碰撞到一起的瞬间，那磅礴的翻江倒海的般的碧蓝海水顷刻间便被蒸发得一干二净，连水蒸气都不剩。看来还得我出手啊！黄金不朽狮人神见此情形呢喃一声，随后便双手张开高举过头顶，一轮巨大金色玄奥神秘符文所构筑而成的光轮随之展现于其身后。轰！在那道庞大金色符文光轮显化的瞬间，恐怖伟岸的神性气息随之自黄金不朽狮人神身上散发而出。只见高举着双手的黄金不朽狮人神看着头顶上方那已经近在咫尺、距离不过数千米的雷炎陨星爆炸释放的恐怖能量，快速双手并拢呈现虚握之势。只见黄金不朽狮人神背后那一轮庞大金色玄奥符文光轮陡然间绽放出璀璨的金光，以及自那光轮中宣泄出无尽金色神秘玄奥符文。那自光轮中宣泄而出的无尽金色神秘玄奥符文在顷刻间凝聚构筑成一柄庞大金色符文巨剑，被黄金不朽狮人神随之紧握于双手之中。庞大身体后仰着的黄金不朽狮人神随后便紧握着手中的金色符文巨剑，向着头顶上那炸散开释放出恐怖雷炎力量的庞大陨星斩去。唰！一声响彻此方天地间每一处角落的剑鸣声随之震天动地般的响起。只见那原本不断扩散冲击向天地四周的蕴含恐怖火焰雷霆力量以及无数庞大巨石的雷炎陨星，在那金色符文巨剑斩击所释放出的无尽璀璨金光覆盖下，不过数息便宛若被放逐到其他空间界域一般，直接消失于此方天地之间。就在其余三神松了口气，黄金不朽狮人神手握金色符文巨剑，指着高空穹顶之上的方远，用通灵语嘲讽道：“你手下的这些龙的实力也不过如此吗？如果只是如此实力的话，那么也该到我送你上路了。”在黄金不朽狮人神出言嘲讽一声，随后打算展开真正的反击之际，高空穹顶之上那并未关闭的庞大的无尽星门，在此刻情绪愤怒的白神意念控制之下，瞬间扩大了数十倍。随着那无尽星门转瞬扩大数十倍的瞬间，白神体内的元力随之被近乎抽空。与此同时，一颗颗直径同样达到3000多公里的庞大陨星轰然自那无尽星门中涌现而出，在下方黄金不朽狮人神以及山岭巨人神、海妖人鱼神、风之精灵神这4神惊愕的眼神中，向着他们轰然坠落，快速砸了下去。居然能一次性召唤出33颗这么大的陨星，当真是恐怖如斯啊！看着头顶上那铺天盖地轰击坠落而来的33颗庞大陨星，
黄金不朽食人神不由感慨了一声，随后对身旁惊愕的三神笑道：“看来我们这次的神将注定是要以失败告终了。”风之精灵神附和回应道：“是啊，失败了。不过你居然还笑得出来，看来活了那么长时间第二世的你，终归是厌倦了。”散去手中握着的那柄巨大符文光剑，黄金不朽食人神大声笑道：“我很期待将来能够死在同为蓝星同族人的手中。”伴随着黄金不朽食人神这一句话音落下，不待其余三神露出回忆的神情，想要表达些什么，黄金不朽食人神随之呢喃道：“在临走前，为此处曾经蓝星人族所将来的苍兰玉献上一场美丽的烟花秀吧。”轰！话音落下，黄金不朽食人神的背后，那一轮庞大金色符文光轮陡然间化作了无数闪烁着璀璨金光的神秘玄奥符文。只见那些神秘玄奥的符文于半空中转瞬间凝聚一道绚烂的金色符文漩涡，而此时的黄金不朽食人神则探手伸进了其中。好！一头无比庞大黄金巨狮虚影自那金色符文漩涡之中显现，然后化作一道璀璨金色流光，向着高空上那落下的33颗庞大陨星灌射而去。砰砰砰！转瞬间，33颗庞大的陨星在那黄金巨狮虚影冲击在他们星体后的瞬间，两者随之爆炸开，在高空之上如同放烟花一般，绽放出一道道璀璨的光辉。随后那一道道叠加在一起的恐怖爆炸冲击力量，向着天地四周快速扩散而去，转眼间便将下方以黄金不朽食人神为首的四神给淹没进其中，磨灭成无尽尘埃灰烬，消散于此方天地间。第80章蓝星全人类统一前兆。在一颗颗庞大陨星瞬间爆炸释放出的恐怖能量不断向着天地四方冲击的情况下，一声领主系统提示声响彻于蓝星全人类领主以及方远的耳边。公告：方远覆灭苍兰域龙夏国所处区域4大种族帝国大势力，苍兰域所有大势力攻略进度5/2。当苍兰域所有攻略进度完成后，奖励分配的宝箱品质等级将按照个人领主对攻略进度所做出的贡献而决定。一个大域之中独自完成全部攻略的领主将随机获得一件独一无二的 SSS 级珍宝或生灵兵种乃至领地建筑等奖励。听到耳边的领主系统提示声，在此刻较为危险的情况下，方远并未多想，他操作着战神机甲，直接就是依附于施展着星光影技能，不断快速吸收着自无尽星门中涌现出的众星元能，恢复自身众星元力的白神身后，向着龙仙羽那早已破碎不堪的领地，同其余红莲等4龙一起快速飞去。轰轰轰！一颗颗庞大陨星爆炸所分散冲击向天地四方的巨大碎石，在轰击到众龙前的瞬间，全部都被各种属性力量给粉碎成了灰烬。在达到龙仙羽曾经领地所在坐标后，消耗元晶将之修复的方远随即召唤出了一道道璀璨的白色传送光柱，在滚滚爆炸能量冲击而过，将要把那龙仙羽的领地再次毁灭一次的时候，6道闪烁着璀璨光辉的白色光柱在不断快速收缩下，转瞬间便消失在了此间天地区域，跨越遥远空间降临于方远的无上龙域领地中。就在回到领地的方远开始研究着先前在他耳边响起的如今显现于他面前的那道系统提示信息的时候，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中此时已经就刚才响起在他们耳边的那一道公告声再次展开了激烈讨论。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大米国特朗普特，方远大佬一如既往的牛逼，对他我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阿三国达罗摩，没得比，真是没得比，我们和他差距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小日子国世公一郎，楼上的夸大了，就算我们如今和他有很大差距，那也不过是暂时的而已。就好比当初龙夏国制霸诸国的古代皇朝一样，终归有落寞的时候，届时吾等与其之间的差距那不就一下子缩减了吗？龙夏国龙鳞雪，楼上的这个得是个什么脑残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棒子国李义熙，哟呵，怕不上世公一郎说到你们国家痛处了，看把你急的。龙夏国龙鳞雪，现在这种世界情况，每个领主提升等级就几乎能够长生不死，你们这些脑残觉得方远大佬会像那些古代皇帝一样驾崩，然后基业被败家子败光，导致其实力衰弱吗？在开口说话前，麻烦你们动动你们那猪脑子，抱歉说句错了，应该是麻烦你们动动你们那连猪都不如的脑子再说话。龙夏国陈光远，我龙姐说的对，你们这群人动动你们那连猪都不如的脑子，好好想想，倘若我国古代秦始皇大帝长生不死的话，你们怕都得是臣服于我国的附庸之国，同化个几十上百年，你们就得是我国的少数民族了，哪里还有你们后世各国制衡我国的份？就在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中，就方远什么时候崩，他们诸国还有没有反超的希望，展开激烈讨论的时候，研究完那道系统提示的方远，在手下情报组汇报说诸国的领主在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中不断咒他死后，随即登录蓝星全人类交流面板，查看起那一道道讨论他什么时候挂掉的信息。在翻看了几百条后，方远冷笑一声，在那交流频道中说道：
无上龙国之主方远，你们说的这么难听，说实话，很佩服你们的勇气。既然你们如此希望我死，那在我死之前，高低得把你们这找死的东西全部灭了，方才能安心啊！伴随着方远的这一句话，发送到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中，顿时原本还在激烈讨论的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陷入到了诡异的死寂当中。没有人会认为这个说话的人是龙夏国其他与方远同名的存在，毕竟那名字的前缀可是清清楚楚的写着无上龙国之主这6个大字。整个蓝星全人类领主当中，前缀名称是无上龙国之主的人，那就只有一个不断出现在公告中，让他们望尘莫及的名叫方远的存在。过了一会，见交流频道中没有人接话的方远，随即就回怼嘲讽道：“刚才你们不是一直在咒我死吗？怎么现在都不说话了，当起哑巴了？都给我接着奏乐，接着舞啊！一群只会背后叫东西！”回怼嘲讽了2句话后，方远随即说出最后一句话道：“你们可能口嗨，但我可不会。与其今后你们成为我一统大业上的阻碍，不妨早点灭了的好。”也就在方远这句不像是开玩笑的话发送进交流频道中后，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中的一众各国领主们便有不少领主冒出头来，对方远先前所说的话进行回怼和评判。棒子国李义熙，方远，虽然你现在很牛逼，但你不可能一直这样牛逼，我劝你低调点。小日子国宫本35，就是你怎么敢这么嚣张啊？我们如今就算不加上你龙夏国的领主，各国加起来也有数亿领主存在，你真以为自己无敌了，能对抗得了数亿领主大军的联合讨伐吗？大米国特朗普特，讨伐方远算我一个，我就不信了，就这灭了几个土著帝国，东西能有多强？强到一人灭我们数亿领主？就在这些各国领主宛若疯狗一般不断输出着各种要联合起来灭了方远的废话的时候，方远却没有再与他们进行废话交流，而是调出附庸领主申请面板，将原本的申请筛选条件直接从龙夏国改为了蓝星各国全人类领主。看着面前附庸领主申请面板上那蓝星各国领主向他提交的申请契约，方远不由冷笑道：“不是要打吗？那我就如你们所愿，狠狠地打上一场，让你们看看我到底能不能一个打你们所有领主。”第81章手打棒子国。依附强者，这是绝大多数生灵的天性，不论任何智慧种族都有着这么一类生灵的存在。在同意那些分布苍蓝域各国领主所降临区域内那些领主们向他方远所提交的附庸领主申请契约后，方远随即将目光放在了棒子国的那几个附庸领主们的领地属性面板上，冷笑道：“先前救你们国家的那些人叫得最凶，看我不先好好整治你们这棒子国一番，来个杀鸡儆猴。”伴随着方远话音落下，刚结束一场战斗的舞龙随即便在6道璀璨的白色传送光柱的笼罩下传送到了一处棒子国领主所处的位于苍蓝域中一片广袤原野之地。在方远以及舞龙降临此地的瞬间，得到命令的暗蓝随即便将先前收进漆黑漩涡黑瞳中的10万多头巨龙全部放了出来。10万多头恐怖庞大的巨龙翱翔于这片原野的高空，这一幕遮天蔽日般震撼的场面，瞬间让本就处于突然成为方远附庸领主震惊中的那位棒子国的领主感到了无尽的恐慌蔓延至心头。他怎么会有这么多巨龙，而且等级还都在 LV34？ 他带这么多巨龙来这里干什么？难不成是因为刚才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中李义熙那家伙骂了他，导致他直接带兵过来讨伐不成？倘若真是这样，我棒子国有哪个领主会是他的对手？恐怕就是整个棒子的国领主一起上。就在方远的这个棒子国的附庸领主脑海中思绪连篇不断猜测，无限接近真正答案的时候，方远一声令下，10万多头巨龙已经向着此方广阔原野的四周不断飞速扩散而去。吼吼吼！一声声磅礴轰鸣的龙吟声随即自此方天地四周高空响彻而起。果然和我心中想的一样，我投奔的这个叫方远的家伙简直是个小肚鸡肠的恶魔啊！对不起同胞们，是我害了你们啊！就在那棒子国的领主意识到先前心中所想成真后，顿时心情陷入进了自责当中。当然这自责的情绪并未在那个棒子国的领主心中维系多长时间，因为他对自己的这个肮脏不堪的国家以及那些唯利是图的同胞在很久之前认清现实后便没有了多少好感。杀吧，尽情的杀吧，杀的越多也就证明你越强，如此投靠你的我也就更加有安全感。届时此方的领主少了很多之后，我也就能将更多的资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再如同先前一样提心吊胆的苟活着了。就在这个棒子国的领主幻想着今后美好生活的时候，身为这个棒子国领主的主人的方远能够知晓其内心中想的是什么的他，此刻不由远远地看了地面上的那领主一眼，其心中冷笑感慨道：呵呵，将更多资源掌握在你手中，我那些同胞都没有一个有这待遇的，你可真是敢想啊！感慨过后，方远想着这家伙终归是自己的附庸领主，再加上这家伙也没犯什么错误，有着灵活道德底线的他，得亏没有滥杀的癖好。
因此方圆也就没有了将这想占他便宜的棒子国领主给直接灭了的想法。最后再看了一眼不知道自己从鬼门关走了一趟的那个现在还面露笑容的棒子国的领主一眼，方远随即一边坐在白神的庞大龙首，向着此方棒子国领主们的各个领地而去，一边调出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面板，打开一个他个人的直播频道插件，直播着他手下的那一头头巨龙攻破一个个棒子国领主们的领地画面。那画面之中，被攻克领地的那些领主们不断被强制劝导成为方远的附庸领主，一些令死不服的棒子国的领主被仁慈的方远随之下令巨龙们给了他们一个痛快，让他们死得又快又彻底。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阿三国达摩耶，我佛慈悲，这个方圆简直是个恶魔，他如今所作所为和屠杀有什么区别？毛熊国俄洛伊斯，我们要和平，我们不要战争，让我们一起讨伐方远这个恶魔吧。大米国特朗普特，方远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才我们说了几句要灭掉我们话，转头没过一会就付诸行动了。棒子国李一熙，现在是夸他的时候吗？大家赶紧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这个根本不是人的家伙啊！小日子国宫本35，楼上说的对，我们必须赶紧联合起来，不然之后各国的领主必定会被其屠戮一空的。与其被这恶魔方远全部给杀得精光前，大家还不如赶紧联合在一起，和这家伙来一场真正的较量，让其知道我们根本不是好欺负的。在那小日子国的宫本35发表完自己心中所想的话后，一道系统公告声随之响彻于蓝星众领主们的耳边。公告：领主方圆所创的无上龙国的领民达到1000万，王国气运大幅度提升，达到皇国级。这一公告声顿时让那些原本叫嚣着的各国一众领主们短暂的沉寂了好一会。小日子国世公一郎，什么情况？这家伙的领民怎么一下子达到了1000万？大米国特朗普特，按照方远目前的领地等级只有29级来推算，其领民最多也就90多万，想必其领民突然震惊到1000万的缘故，可能与那些成为其附庸领主的那些人有关。棒子国李一熙，干！这群贪生怕死的叛徒不得好死！棒子国韩秀妍，咒谁不得好死呢？我看是你这个嘴贱的才不得好死吧！棒子国张宇仓，就是该死的是你才对吧？本来方远大佬和大家都和平相处的好好的，就显得你有嘴了，非得在交流频道中骂对方，这下好了，直接给人家骂出火了，来找我们算账。就在棒子国那些已经成为方远的附庸领主们与那些先前在交流频道中对骂方远的那李一熙展开激烈的18代部首的问候的时候，方远面前的附庸领主申请契约面板上，此刻在见到他方远实力的那些各国领主们正不断的向其递交着一道道申请契约。来者不拒的方远，其附庸领主的数量呈现指数性的不断增长。第82章天地绝技，万象生劫灭指。蓝星全球当前领主数量在苍蓝域各方本土势力出现并向他们进行联合式扫荡攻击的情况下，总共只剩余3亿多人，而棒子国领主的总数量便在将近500万左右。经过2-3天的10万巨龙大军横推棒子国各个领主们的情况下，除了少部分依旧自大狂妄的棒子国领主被方远直接下令处死外，绝大部分的棒子国领主们都很识时务的向方远提交了附庸领主申请契约。在方远不断同意棒子国领主们向他提交的附庸领主申请契约的同时，由于他一直开着直播的缘故，见识到他真正实力的各国领主们有绝大部分觉得各国联军围攻方远简直是在送死的，他们纷纷向其提交了附庸领主申请契约。方远附庸领主面板上的附庸领主数量也就在2-3天的时间里达到了9989万之多。当方远的附庸领主数量算上他手下的那10万多头巨龙，领民数量达到1亿之际，一道机械的公告声再度响彻于蓝星全人类领主们的耳边。公告：领主方圆所创的无上龙国的领民达到1亿，王国气运大幅度提升，达到帝国级。就在那道公告声结束后，方远的面前随之弹出了一道系统提示信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现正式开启帝国发展专属任务帝国争霸之路。凡您铁骑纵横踏足之地，只要歼灭收服所有势力生灵，此方地界便会成为您帝国的版图领地外的附庸领地。此附庸领地除了不能升级外，具备所有领主领地建设、养殖等一系列功能。除此之外，附庸领地每时每刻都会产出一定量的天地气运，直接融入于领地镇国神器之中，将会使其演化出天地绝技。天地绝技威能，只要天地气运越多，以及镇国神器本身品质和等级越高，也就越强。当看完面前的那道系统提示信息框中的信息后，方远不由震惊道：天地气运所演化的天地绝技，我这真是路越走越宽，在无敌的道路上不断狂飙啊！感慨过后，方远当即调出了他的镇国神器无上龙巢的属性面板。无上龙巢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
LV29。兵种 S 级无极飓风龙1-27000 A 级青眼白龙27000 A 级六翼红龙27000 B 级黑龙27000 B 蓝龙27000 B 铂金龙27000 B 级炎龙12700。每日刷新一次 B 级品质等级的龙，非重要性的龙省略不介绍。下一兵种随机召唤倒计时5日。功能：根据当前兵种建筑无上龙巢的等级，每10日无上龙巢都将自行召唤出一头必定不低于 S 级品质的真龙会降临，并解锁该真龙兵种召唤信息。有一定概率30级 25%、40级 50%、50级 75%、60级 100%召唤降临出含 SS 级传说品质等级的真龙，并解锁该真龙的兵种召唤单位信息。解锁该龙中的兵种召唤单位信息后，消耗一定量元晶，可以召唤此龙中的兵种生灵降临。镇国特性1，所有兵种生灵在召唤出来时，无需消耗元晶进行提升，其等级便是无上龙巢等级数的一半。2，无上龙巢当前等级所能大概率刷到的品质等级的兵种，将会直接提升一个品质等级刷新概率。当前大概率刷出 S 级，则会变成大概率刷出 SS 级，极低概率刷出 SSS 级兵种生灵。3，召唤出的兵种生灵会觉醒出与其品质等级相同的半生神兵。4，召唤的兵种生灵数将不再受无上龙巢等级决定。解锁此项镇国特性需满足10亿领民数，后续请解锁当前所有镇国特性方才开放。天地绝技1，天地万象生，此绝技消耗天地气运，可使破败的天地恢复生机，重演生态环境。2，天地劫灭指，消耗天地气运施展此技，可爆发出毁天灭地般的一击。备注：1，天地绝技的威能是消耗的天地气运多寡决定。2，消耗天地气运可以演化更多天地绝技，想要定向演化某种天地绝技，将需要大量天地气运。看完属性面板上，尤其是最后的天地绝技一栏中的信息后，方远顿时有了一种想要试试这两种天地绝技，看看他们的威能如何的想法。正好棒子国降临的这片区域中的领主们都已经被我搞定了，那就换下一个目标小日子国的领主们，试一试我这两道天地绝技的威能吧。感慨一声，方远随即让暗蓝将回归的10万头巨龙再度收入他的虚实空间中，然后调出了一个小日子国附庸领主的属性面板，直接召唤出6道璀璨的白色传送光柱，传送到那个小日子国领主的领地上空。当方远降临那小日子国领主领地的瞬间，那小日子国的领主跪伏在其领地的地面上，高声用龙下语喊道：“恭迎我至高无上的神主！”方远没有理会那个小日子国的附庸领主，而是看着他情报群中的人汇报的情报信息，让白神带着他前往宫本35的领地大致所在地区域。至于其余龙，在暗蓝将那10万头巨龙重新从他那虚实之域中放出后，便再次上演了一出如同之前在小日子国发生的那一幕幕画面，遵循方远的意志，对小日子国的领主们进行不受降的碾压性人道毁灭打击。第83章小日子国领主灭族。当方远到达宫本35所在区域的时候，其心中念头一动，一股股玄之又玄的神妙感官瞬间将他包裹。当他在那种感官中感知到天地间万事万物无时无刻的变化，由那些变化凝聚成一道道绚烂的天地法则显现于他感知世界后，他的面前随之弹出了一道他进入天地通状态的提示信息，以及选择施展天地绝技的2个选项。看着面前天地万象生和天地劫灭指这2个天地绝技施展哪一个的选项，方远直接选择了施展天地绝灭指这个天地绝技。毕竟看名字就能看出，天地万象生这一个天地绝技可不像是什么杀伐性的技能。伴随着方远确定施展的天地绝技是天地劫灭指后，在方远感知中，那一道道绚烂的天地法则转瞬间纠缠在了一起，化作了一根散发着五光十色神光的庞大手指。现实世界当中，在方圆感知世界当中，那一根消耗不少天地气运之力，使天地法则凝聚而成的庞大手指显现的时候，瞬间天地之间风云变幻，方圆数百公里之地陷入到了昏暗的环境当中。自那穹顶高空之上，一轮庞大的散发着浓郁毁灭气息的漆黑漩涡陡然间显现。于那庞大的漆黑漩涡内，一根通体漆黑却有着一道道诡异血红色纹路浮现的巨指自其中显露，逐渐探出。那根转眼间爬满诡异血红色纹路的巨指，在显露此方天地的瞬间，哪怕是相隔着数万米的距离，方远都能感受到自其上散发出的恐怖气息。而在那股恐怖气息当中，方远能够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着的令此方天地世间万物都为之枯竭的诡异毁灭气息。调动天地气运包裹自己和白神，防止那根诡异的黑红色巨指落下所爆发出的威能误伤他们后，伴随着方远心念一动，那根庞大的黑红色诡异巨指
随之自那穹顶高空上的漆黑漩涡之中彻底脱离而出，以一种恐怖的速度，瞬间化作一道黑红色的流光，如同一道庞大的一节黑红色光束一般，轰击向了方圆前方数十公里外一片广袤山丘大地。轰！伴随着一道璀璨的黑红色光辉，转瞬间自那根黑红色诡异巨指所轰击在那片山丘大地上爆发扩散，一声恐怖的巨大轰鸣随之爆发而出。那道逐渐膨胀的越来越大的，充斥着令天地间万物为之枯竭气息的黑红色光辉，不过顷刻间便扩散到了方远的位置所在。自那恐怖诡异的黑红色光辉笼罩的环境当中，方远能够见到其中的万物，哪怕是空间都在衰亡枯竭，化为无尽漆黑的虚无。真牛逼！见到这幕壮观恐怖之景的方远不由感慨了一声。眼见那黑红色诡异巨指轰击在地面上后所炸散绽放出的恐怖黑红色光辉，所扩散的范围达到近千公里，逐渐开始呈现收缩旋转，化作一轮漆黑漩涡这样的形态，将要从此方世界消失之际。方远随即调动一部分天地气运之力，施展出了另外一道名为天地万象生的天地绝技。在方远确定施展出那道名为天地万象生的天地绝技的瞬间，天地间的风云再度变幻，一轮宛若春日般温暖的璀璨金光随之自穹顶高空之上普照世间。那道璀璨金光所普照区域转瞬间虚无散去，地涌金莲，天花乱坠显现其中。不过数息间，先前被黑红色诡异光辉所笼罩的广阔区域便重新演化出了一方空间稳固、生机盎然、绿植遍地的环境景象。看着面前的景象，方远不由思索道：这天地绝技的威能效果都还不错，对于一些敌人释放出的负面技能有很大的净化作用，对我领地之外那些被破坏的环境则有很高的修复价值。测试完这两个技能的方远，虽然没有收编这些小日子国的领主，但在其不断毁灭他们数量，导致他们这个势力群体不断衰减的情况下，那些领主的领地所串联的区域成为其帝国附庸领地，也就越发广阔。他所获得的天地气运很快就弥补上了他先前使用2道天地绝技所消耗的那些天地气运。小日子国的领主可比棒子国的领主多了1倍还多，花了3-4天才将他们彻底灭绝了的方远，被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中一直观看着他直播的那些领主们一直看在眼里。当然看在眼里的同时，他们对于方远的实力有多强也就越发清晰了，对于他也就越发恐惧了，害怕成为方远下一个灭国灭族对象。先前叫嚣联合起来对付方远的那些各个领主们纷纷被吓破了胆，不敢再在那蓝星全人类交流中说任何一句负面评价方远的话，甚至还大大的夸赞起了方远的所作所为，展现出一副资深方远狗腿子的样子。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大米国特朗普特，方远大佬就是牛逼，把小日子国灭族了，简直是在为天下广大蓝星领主们除掉了一大害。棒子国张雅言，方远大佬永远低神，我早就看小日子国的人不是什么好东西，如今小日子国的人全部被凝灭，简直是大快人心啊。阿三国达摩耶，我佛慈悲，方远施主的所作所为实属是真佛在世的大善所为啊。龙夏国龙鳞雪，方远大佬，就冲你灭了小日子国的份上，我这辈跟定你了，一定誓死效忠于你。龙夏国陈光远，呼吁广大龙夏国还没有向方远大佬提交附庸领主申请契约的领主们赶紧提交申请契约啊，不然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了。就在方远的附庸领主数量在他将小日子国给灭族后转瞬间便开始呈现爆炸性增长的时候，一棵有着巨大梧桐树，其上有着数百只凤凰存在的领地内，夏文新盯着面前随身空间背包中那枚领地跨域种族变迁令牌，陷入到了短暂的沉思当中。约莫一会，夏文新最终叹息一声，自语地感慨道：方远如今的实力与这方苍蓝域中的各国领主以及我都拉开了极大宛若鸿沟般的差距，再加上对方如今的所作所为很显然是为了蓝星领主大一统而做的准备的情况下，看来我不使用这领地跨域种族变迁令牌改变自己的种族归属，迁移领地到其他种族区域当中，最终只能成为方远亿万附庸领主当中的一位了。感慨过后，心中已经有了决断的夏文新随即便使用了这枚当初开 A 级稀有宝箱所获得领地跨域种族变迁令牌，将自身的种族换成一个 F 级品质等级的蚁人族，随即一道金光瞬间笼罩他的整个领地。伴随着自夏文新领地上那冲天起的璀璨金色光柱遁入穹顶高空上的漩涡当中，他的领地转瞬消失在了苍蓝域。第84章九消灭天神雷龙，暗绝深渊魔龙。在夏文新从苍蓝域中消失3-4日后，在方远的强势逼迫以及其余地区本土种族各方大势力帝国冒头集结大军进行横扫覆灭的情况下，方远以极快的速度对蓝星全人类领主们完成了附庸领主的收编。也就在方远完成这统一整个蓝星全人类不同国家不同种群的领主们堪比传说的时候，一道机械的公告声随之响彻于蓝星全人类的耳边。公告：蓝星人族领主方远达成种族统一成就，
获得称号蓝星人族之主，同时奖励 SS 级传说宝箱，以示奖励。在那声蓝星全球人类的公告声结束后，方远面前顿时弹出了一道称号选择佩戴属性面板。在那称号属性面板当中，蓝星人族之主赫然位居第1位。当然，整个称号属性面板当中也只有那一个称号，因此蓝星人族之主这个称号才位居于那一条条方格的称号存储栏中的第1位。意念汇聚在那属性面板当中，蓝星人族之主这个称号上，随之关于这个称号的详细属性信息面板出现于方远的面前。称号蓝星人族之主，品质 A 级稀有品质，功能1，每一个人每日视其本身等级决定，可以提供相应点数的种族信仰之力，加之佩戴者身上凝聚信仰光环。2，创造，使用信仰之力可以创造任何与蓝星人族相关联的事物，信仰之力15亿点。备注1，蓝星人族之主这个称号所凝聚出的信仰光环，其能力只能与蓝星各国家种族曾经存在过的信息记载的事物进行共鸣生效。在看完那道蓝星人族之主的称号详细属性信息后，已经被一道璀璨的白色传送光柱传送回自己无上龙域领地的方远，随之便将那称号属性面板中蓝星人族之主这个称号选择了佩戴。在那属性面板中，蓝星人族之主这个称号后面显示已佩戴这个信息提示后，方远身后自天地四面八方凭空涌来的信仰之力随之凝聚，显现出了一轮半人高的散发着乳白色光辉的光环。在这光环显现的瞬间，方远便感觉到了一股玄奥神秘的力量加持在了他身上，并可以完全由他掌控。随后，一道关于这个信仰光环的详细信息涌入进了方远的脑海之中。在经历数秒时间后，方远完全吸收了那些关于信仰光环中信仰之力如何使用的信息。真神奇，这信仰之力的使用范围还真是广泛啊！方远感慨一声过后，有着15亿点信仰之力在手的方远，随之兴趣浓厚地研究起了那信仰之力关于各方面能力使用的效果。数小时之后，方远看着自己领地内那一座座蓝星现代化都市样貌的高楼大厦，以及条条笔直的公路、花卉繁茂的公园等场景，不由做出总结道：信仰之力的主要能力便是创造，创造我所知的与蓝星人族相关联的一切，尤其是那些有历史性的神话故事中的事物，只要他们的品质等级不超过 A 级，使用信仰之力我都能够将他们创造出来。总结到这，方远看了眼身后那一群动漫女主角们，随后抬手之间便将他们以及那些高楼大厦全部重新化为了信仰之力，收束回了信仰光环之中。做完这些后，刚打算规划下后续几天将苍兰域其他各地区出现的那些本土各方帝国大势力给全部灭了的方远，耳边再次响起了一声机械的公告声：公告，无尽大陆亿万种族领主争霸赛首月结束，各榜单奖励将会直接发送到诸位领主空间背包中，请仔细查看。在这一声公告声结束后，方远立即调出了他的空间背包面板，查看起背包中那些榜单每月结算后所发放的排名奖励。目前进行每月结算奖励的榜单总共有4个，分别是：1. 诸族领主领地等级排行榜； 2. 蓝星领主领地等级排行榜； 3. 第2轮领主个人潜力排行榜； 4. 种族集体领主潜力排行榜。方远背包中所获得的奖励主要与2、3、4这几个榜单有关。在方远将那些涵盖先前所得的奖励宝箱全部开启后，一件件最次都是 S 级品质等级物品的珍宝随之闪烁着华光出现在他那空间背包之中。 SS 级英雄转职水晶2， SS 级灭天神雷元晶， SS 级黑暗之渊元晶， SS 级天堂圣光元晶， S 级英雄转职水晶2， S 级九天冰玄关， S 级堕渊千手观音神像， S 级超闪机甲引擎， S 级次元裂变能量核心， A 级珍宝省略。看着空间背包中那些新获得的不同品质等级的珍宝，在仔细查看了他们的详细属性面板信息后，方远不由对身侧的紫霄和暗蓝说道：运气不错，这次奖励所得倒是开出了符合你们属性异变方向的品质等级进化的资源。说完，看着战意满满五龙，方远不由苦笑了一下，心想之后这五龙又免不了站上一场，重新定位他们的实力地位排序。对九霄雷霆真龙紫霄、深渊暗星魔龙暗蓝直接使用 SS 级转职水晶和 SS 级灭天神雷元晶、SS 级黑暗之渊元晶，给两龙同时进行品质等级的进化。伴随着紫霄和暗蓝显化出龙形态真身，飞上领地外的穹顶高空，两道璀璨的金色原力光柱随后将他们整个庞大的龙身笼罩其中，使他们快速进行着品质等级的进化。紫霄和暗蓝本就庞大的龙身，伴随着磅礴促进生命进化的原力不断涌入他们的体内，再度进行着快速增长。待到数分钟过去，天空之上两声磅礴的龙吟咆哮声随之响彻此方天穹大地。轰！两道包裹紫霄和暗蓝的金色光团随之轰然炸散开，自穹顶高空之上洒落无数金色荧光，飘散于天地之间。
与此同时，两道系统提示出现在方远的眼前：9消雷霆真龙紫消转化为英雄单位，品质等级提升为 SS 级传说品质，英雄种族名称为9消灭天神雷龙。深渊暗星魔龙品质等级提升为 SS 级传说品质，英雄种族名称变更为暗绝深渊魔龙。第85章，蕾欧娜真奸商。看着自穹顶高空上翱翔飞回领地的两头酷炫庞大的真龙与巨龙，方远随即调出了他们两个如今的属性面板。英雄种族名称9消灭天神雷龙，姓名紫消，品质 SS 级传说品质，等级 LV34140000，好感100，成长形态成熟期，心智性格17岁少女，好战、傲娇、高冷，属性体魄2000，精神2000，元力2080，技能无上雷帝 SSS 级，9消灭天神雷玉 SS 级，3000灭天神雷 SS 级，灭天神雷坠 SS。 宝具无。英雄种族名称暗绝深渊魔龙，姓名暗蓝，品质 SS 级传说品质，等级 LV34140000，好感100，成长形态成熟期，心智性格17岁少女，好强专一，属性体魄1800，精神2480，元力1800，技能绝暗深渊之主 SSS 级，绝暗神域 SS 级，黑暗湮灭 SS 级，隐化万象 SS 级，万千隐遁 SS 级。宝具堕星魔眼 S 级。看完这两头新晋 SS 级传说品质，战意涌动十分亢奋的两龙的属性面板信息，方远让白神还有红莲和风华和他们两个去领地外高点的地方，不要攻击到地面进行对决，分个先后顺序胜负后，随即他自己便进入到了领地内，那多日未成进入到其中的跨域交易阁。这次开宝箱又开出了不少 A 级稀有品质等级物品的方远，来到跨域交易阁当中，自然是出售那些纵然消耗元金提升品质等级也与他无用的珍宝。至于方远出售那些珍宝所选定的幸运儿，自然是6亿圣光天使一族的那头顶绿油油有着极高韭菜素养的蕾欧娜。进入漆黑一片的跨域交易阁中，方远直接连线蕾欧娜进行此次交易。绿树繁茂生长，已经不再是先前容颜遍地的蕾欧娜的领地。此刻蕾欧娜正与他面前的那位6亿审判天使一族被复活的那位商安蓝天骄进行着追随契约的签订。被蕾欧娜以幸运女神附体一顿忽悠的6亿审判天使一族，见商安蓝不能如他们一样拥有领主身份，于是便让商安蓝与蕾欧娜签订追随契约，以便之后能有更大概率寻求到突破品质等级的契机。就在长相英俊，背后一轮金色审判天秤，洁白6亿垂落的商安蓝犹豫不决地打算签订他面前的那道追随契约之际，一道神秘游商的交易申请提示好巧不巧的顿时出现在蕾欧娜的面前。欣喜无比，仿若看到自己又能大赚一笔的蕾欧娜，因为有商安蓝在场的缘故，其面目以及情绪上并无流露什么变化。看了眼面前那只有他能看见的交易申请提升信息，蕾欧娜没有任何迟疑的选择了同意申请。幸运女神再次眷顾的她，自然不会傻到错失再次血赚一笔的机会。在同意那神秘游商的交易申请后，蕾欧娜随即便见到了那熟悉的漆黑界面，以及那界面中并不认识，但她看了一眼就很想要的一件件 A 级品质等级的珍宝。蕾欧娜看着那交易界面当中所显示的那9件 A 级品质等级的珍宝，在看到某件名为审判神炎的珍宝后，顿时心惊道：我靠，我果然是天选之女，受到幸运女神眷顾的天使啊！有这东西，我还愁拿不下这商安蓝。哈哈，到时候我手底下也是有 S 级史诗品质的生灵了。心中狂喜一番的蕾欧娜看向面前商安蓝的目光，顿时控制不住的不由变化了下。对于任何事物都有极为敏锐感知的6亿审判天使商安蓝，在蕾欧娜眼神变化的瞬间，抬头与之对视了一番，带着某种疑惑，刚想问蕾欧娜为什么这么高兴的商安蓝，随即便听到蕾欧娜先发制人的说道：签订好这份追随我的契约，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件能够助你快速提升品质等级的珍宝。听到蕾欧娜所说的话，商安蓝随即疑惑地问道：什么珍宝？方便事先介绍一下吗？蕾欧娜看着面前的交易面板中那件名为审判神炎的珍宝详细属性信息，对能够辨别他话中真假的商安蓝说道：这件珍宝名为审判神炎，其属性为火属性，与你的审判副属性相近，整体来说与你极为匹配。此名为审判神炎的珍宝还具备有辨真假破虚实、压制对手等众多强力的功能，可以使你晋升为 S 级史诗品质后，在此品质等级生灵序列当中依然有不俗的实力。伴随着蕾欧娜的话音落下，根据自身特殊天赋的反馈，瞬间便分辨出了其所述真假的商安蓝，随即克制住心中激动的情绪，
疑惑地对蕾欧娜询问道：“除了我成为你的追随者外，你还有条件？”听到商安兰询问的蕾欧娜，随即笑道：“我就喜欢和聪明人说话。除了你签订这追随契约外，我还需要你们审判一族支付2000亿的元金。”听到蕾欧娜开口就是2000亿元金的商安兰，在这些日子已经了解到这东西实际价值的他，顿时颇为无语的惊讶道：“2000亿元金，你是怎么开得出这口的？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看商安兰反应这么大，联想到他所处天苍域内，本土各方大势力正对他们天使一族各系进行屠杀的蕾欧娜，随即像是良心发现一样，试探的报价说道：“那要不降一降，1900亿吧？”商安兰：“1600亿，多了没有？”蕾欧娜：“要不我再便宜点，1700亿如何？”商安兰：“一口价1500亿，你再报价的话，我们就一拍两散。”跨域交易阁中的方远看着自己报价1000亿的审判神颜，不由感慨道：“这蕾欧娜真是贯彻血赚不亏的道理，疯狂割自己这天使族6亿审判天使一族的人啊！”第86章暴兵，1000万 S 级巨龙。交易很成功，方远从蕾欧娜这里赚了将近5000亿元金，而蕾欧娜则从他那整个天使一族各个 A 级分支不同派系大族那里赚取到了7000多亿元金。也就是说，利用左手倒右手这一番操作，雷欧娜实际还净赚了2000多亿元金。空手套白狼这一招可以说是被他展现的淋漓尽致。完成交易后，方远随即便退出了跨域交易阁。在退出跨域交易阁后，完成对决进行实力排序的众龙正在跨域交易阁的门口安静地等候着。看了眼按照先后顺序站成一排的白神等众龙，方远便知晓了他们此次对决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了。第一，白神；第二，红莲；第三，暗蓝；第四，紫霄；第五，风华。从风华那略显颓废的表情上来看，方远可以清晰地感知出由于实力排序降到最低而流露出的沮丧感。对此，方远并未做出安慰的举动，毕竟本身属性天赋上的差距，再加上胜败乃兵家常事这2点信息，以后风华或者其他龙进行排序对决的时候，总归都会出现排序降低变化的。他可没有那么多心理去挨个安慰哄上一哄。当然，最主要的是，一旦他哄了那些排序末尾的龙后，其他的龙就会争风吃醋。为了维持均衡，到时候他自己肯定得再去夸赞表扬一番其他龙。一旦他手低下的 S 级以上的英雄龙众单位的龙多起来了，这会大大的浪费他的心力和时间。为此，方远便从一开始就杜绝了安慰这一事宜的展开，让白神红莲等5龙全部去好好休息一番，明日准备进行苍蓝域其他各方帝国大势力全部铲除剿灭事宜后，方远随即调出了他目前领地等级的属性面板，看着那属性面板上普通木料和普通石料以及元金这3个资源的详细信息。普通木料500亿吨，普通石料510亿吨，方远附庸领主先前所拥有资源的全部进贡。元金9900亿余。看着那3个资源的详细信息，方远立即对领地以及无上龙巢这2个建筑单位展开了史无前例的疯狂升级。500亿吨普通石料和普通木料以及500多亿元金资源砸下去，方远的领地无上龙域和无上龙巢等级转眼间从 LV29 全部提升到了 LV85。一道数据信息随之更新的领地属性面板随之展开于方远的面前。领地名称无上龙域，领主方远，半生灵物混沌元晶，领地等级 LV85， 面积5亿平方公里，建筑无上龙巢 LV29 SSS 级，诸界归墟剑阵 LV40 SSS 级，时空复生之门 LV29 SSS 级，大千世界树 LV29 SS 级，筑气塔 LV29 A 级，日月华光池 LV29 A 级，跨域交易阁 A 级。领名100105000亿，附庸领主额外领名数3亿6000万。粮食省略。资源 SS 级，无尽星门 LV34， 白神已装备绑定，弑神魔剑 LV34 SS 级英雄转职水晶2，天堂圣光元晶。S 级 S 级英雄转职水晶2，堕星魔眼 LV29， 暗蓝已装备绑定，狂龙戟 LV29， 红莲已装备绑定。S 级9天冰玄关 S 级堕渊千手观音神像 S 级次元超闪战神机甲34，方远对战神机甲融合 S 级超闪机甲引擎 S 级次元裂变能量核心，使之品质等级达到提升。A 级悟道石 LV29， 寒渊星铁100吨2，空间元16，泰坦元12，暗影魔铠 LV34， 奇鬼魔镜。B 级紫金桐木 LV29， 运神石 LV29， 九幽阴石 LV29， B 级英雄转职水晶2。普通木料1亿吨，普通石料11亿吨，方远附庸领主先前所拥有资源的全部进贡。元金9500亿余。看着领地属性面板当中领名属性一栏中5000亿领名的上限，
方远嘴角不由露出了一抹笑意，随即一道无上龙朝的属性面板展开于他面前，其目光主要汇集在兵种一栏以及镇国特性一栏中的第4条特性上。兵种 S 级无极飓风龙14501 S 级九霄雷霆真龙14501 A 级青眼白龙45000 450 A 级六翼红龙45000 450 B 级黑龙45100 450 碧蓝龙45000 450 碧铂金龙45000 450 B 级炎龙10000 450。镇国特性4，召唤的兵种生灵数将不再受无上龙朝等级决定，解锁此项镇国特性需满足10亿领民数，后续请解锁当前所有镇国特性方才开放。看着那等级达到 LV85 级后无上龙朝属性面板中的2栏信息，方远笑道：完成资源积累，也是时候展开真正的暴兵了。伴随着方远话语落下，先将白神他们的等级全部提升到80级后，方远面前显现出了召唤无极飓风龙以及九霄雷霆真龙的召唤面板。9000亿元金砸下去，总和6666万之数，等级全部达到50级的无极飓风龙以及九霄雷霆真龙。伴随着无上龙朝所绽放出的璀璨9色神光，转瞬间笼罩方圆数十上百亿公里区域，6666万头 S 级品质等级的无极飓风龙和九霄雷霆真龙遍布那天穹之上。这一幕景象瞬间惊得方圆领地附近上百公里区域内那些附庸领主们流露出了无限震惊。他们本以为了解到了方远的全部实力，结果没想到他们所了解到的那些实力不过是方远先前所展露出的冰山一角罢了。当这一幕景象上传到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这一种宛若井底之蛙的震撼思绪瞬间充斥在每一位方远的附庸领主们的脑海之中。好，千万巨龙自天穹之上发出龙吟咆哮，转瞬间响彻千亿万亿公里区域，令那些区域内的一切生灵都不敢有任何妄动，全部匍匐于地面，臣服于那恐怖龙吟声中所弥漫的恐怖龙威下。第87章进化 SSS 神话品质星陨灭灭至尊龙6666万头，等级在 LV50 的 S 级品质等级的巨龙真龙现世于苍蓝域之中。试问本就已经能横推整个苍蓝域的方远，还是谁那个势力是其对手？没有，在苍蓝域之中没有任何势力会是方远的对手。见识到方远手下千万恐怖庞大巨龙瞬间一同现世的蓝星全人类领主们，在此刻瞬间掐灭了原本脑海中还残留有着等待时机反了方远的想法。能够活到现在都不蠢的他们，在见识到了方远如今展现出的实力的情况下，他们根本生不起任何反抗的想法。毕竟抱着大腿一路起飞，或是提前退休养老好好活下去，这可比原来担惊受怕被动等死混日子强太多了。一道道璀璨白色传送光柱显现于方圆领地的上空，转瞬间便将6666万头 S 级品质等级的巨龙真龙全部传送到了正被苍蓝域其他各区域帝国大势力所征伐的覆灭的那些附庸领主们的领地。1日过后，根本无需等着出手的白神等龙前去苍蓝域各个区域进行支援。整个苍蓝域的各方帝国大势力以及那些小势力都在一夜过后被方远那数千万头等级在 LV50 的无极飓风龙和九霄雷霆真龙的碾压下覆灭一空。伴随着最后一个势力被一头九霄雷霆真龙灭掉，方远以及蓝星全人类领主们耳边瞬间响起一道再熟悉不过的机械公告声。公告：领主方远覆灭苍蓝域所有势力，独自一人一统整个苍蓝域，获得称号苍蓝域主，达成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成就，奖励一个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宝箱，以示奖励。伴随着这一声机械的公告声落下后，转瞬间整个苍蓝域的大地涌现出无尽璀璨金色流光。那无尽璀璨的金色流光自高空上全部汇聚成一道金色流光长河，飞舞着向方圆所在的领地而去。转眼间，一条庞大的璀璨的金色长河出现在方圆领地的上空。那条蕴含着苍蓝域天地气运之力的金色长河，在出现方圆领地的上空的瞬间，化为了一尊庞大的金色气运神座。在那神座椅背中央，铭刻2道神秘玄奥符文。在方圆感知中，可以清楚地明白那2道神秘玄奥符文所代表的意思，便是苍蓝2字。待到天穹之上，那自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苍蓝域天地气运，全部融入凝聚成那一尊庞大气运神座之后，方远一念一间便转瞬从原地消失，做到了那自动变化成雨他体型相匹配的气运神座上。坐在那华贵的金色气运神座之上，方远的灵魂意识瞬间宛若出窍般升华，感知范围直接提升到了遍布整个苍蓝域的地步。感知着苍蓝域每一处角落的变化，方远在体验了一番这种玄之又玄的感觉后，随即看向眼前苍蓝域主称号的属性信息。称号：苍蓝域主，品质 S 级史诗品质，功能1，整个苍蓝域天地每月可提供100亿点天地气运之力，天地气运可凝聚出天地气运神座。
天地气运神作：一、感知全域；二、气运镇压；三、气运改命，只针对本域生灵，使之培养成为更强品质等级的存在。二、天地共鸣，使用天地气运之力，可与整个苍蓝域产生天地共鸣，调动其中全部天地法则力量。天地气运之力110点。备注：一、苍蓝域主这个称号所凝聚出的气运神作，其能力强弱只与天地气运之力有关。在看完那道名为苍蓝域主的称号其详细属性信息后，方远随之看向了因为他成为苍蓝域主，如今整个苍蓝域都是他附庸领地的缘故，而自动演化出的2道天地绝技。逆天改命，消耗天地气运之力，可以使指定生灵改变其原本固有命运，达到逆天改命的效果。天地禁断，消耗天地气运之力，可使整个域界处于绝对封闭状态，并且隔绝一切外界法则力量。可以这称号所带来的效益比我想象的多。方远感慨了一句，随后调出了随身背包空间，看向那第一次获得的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宝箱。今天运气不错，应该能开出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吧。方远这样呢喃着，随即意念汇聚在那散发着璀璨金光的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宝箱上，选择开启。在那金光璀璨、散发着磅礴神秘玄奥威能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宝箱开启的一瞬间，天地风云变幻，璀璨金光瞬间遍布天穹之上，一道庞大漩涡随之显露其中。轰！当那一道璀璨无比的金色光柱转瞬间穿透方圆领地外那诸界龟墟剑域屏障，降临方远面前不远处之际，3件散发着9色神光的珍宝在那道庞大金色光柱消失的瞬间显露于方远的面前。 SSS 级英雄转职水晶， SSS 级宇宙星与元晶， SSS 级宇宙灭灭之冠。只是看着面前那3件事物的名称，方远便觉得自己手下第一头 SSS 级生灵不久之后便会诞生了。转头看向身后又消耗了一些元晶，已经达到90级的白神，方远随即开心地说道：果然我才是那幸运之神所眷顾的仔，这次开出的 SSS 级神话品质的东西绝对能让你成为同等级情况下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生灵当中巅峰一般的存在。伴随着方远的话音落下，同样欣喜自己能成为方远手下一直最强存在的白神瞬间显化出遮天蔽日般庞大的身形，翱翔于高空之上，像是在跟方远说他已经准备好了，赶紧开始进化吧。领会白神意图的方远立即意念汇集在面前那3件 SSS 级的珍宝上，并确定他们的使用对象为白神。嗖嗖嗖，那3件珍宝在确定使用对象的瞬间化作3道璀璨的9色神光飞向高空，融入进显露出庞大龙身的白神体内。转眼间璀璨的9色神光遍布于整个辽阔的苍蓝域，映照苍蓝域的天地四方，呈现出一片美轮美奂之景。约莫数十分钟之后，在笼罩整个苍蓝域的天穹之上，9色神光逐渐散去的时候，一道系统提示信息随之出现于方远的面前。 SS 级传说品质等级生灵众星光羽龙，品质等级提升为 SSS 级神话品质，英雄种族名称变更为星宇孽灭至尊龙。第88章抢先进入第3灾难试炼，无尽征服。如果说白神曾经众星光羽龙时其外形气质是优美华丽的话，如今的成为星宇孽灭至尊龙的他却只能用威严来形容他那酷炫外形的气质。在完成品质等级进化成为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星宇孽灭至尊龙的白神睁开眼的一瞬间，嗡嗡嗡，一道道恐怖的空间破碎的轰鸣声随之在穹顶高空之上响起。只见伴随着那一声声恐怖的轰鸣声响起，一道道宛若黑洞一般光球，其内映照出一片片广袤宇宙星空之景，显现于穹顶高空之上。环伺于白神如今达到9000米直径，一展覆盖方圆近2万公里区域，宛若星辰般的庞大体型四周。蓝星的直径为12742公里，因此如今等级在 LV90 的白神，其体型说是宛若星辰一般，完全没有问题。然而万千宇宙星空黑洞的显现亮起，只是穹顶高空之上在白神恐怖力量展露间引起的天地异象的前奏。吼！只听一声覆盖整个苍蓝域的恐怖龙吟声，自头戴一顶星光璀璨的绚烂之冠的白神那巨大龙首口中传出。随后瞬间白神头顶上的穹顶高空，转瞬间方圆数万公里区域化为了一片绚烂宇宙星空之景，万千遥远星辰虚影在其中灭灭沉浮。如此光景显现于此间，让本就已经对方远生不起违抗之意的附庸领主们，此刻心中充斥着一种要死死抱住方远大腿，未来成神做祖的想法。蓝星全人类交流频道，无上龙国大米区特朗普特，我的主人方远真是一如既往的超乎想象的强大，有如此恐怖的隆重存在，视为那其他亿万种族的领主，谁能是我主的对手？无上龙国棒子区李秀娜，我主如此强大，那亿万种族的领主必然没有能与之抗衡的存在，这用脚想都能想得出来，还用你说吗？无上龙国阿三区达摩耶，我主慈悲，主的存在
就是为了弘扬世间真善美，让无尽大陆重归于和平的存在。他思想意志与实力是如此的伟大而又浩瀚。就在取缔曾经各国，如今统一为方远无上龙国子民的蓝星全人类领主们，在交流频道中不断歌颂着方远的伟大的时候，此时的方远则是在与显化为人形态、身姿妙曼成熟的白神拥抱了一番后，查看起了他的属性面板。英雄种族名称：星宇涅灭至尊龙，姓名：白神，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 LV90 1/1000亿，好感100，成长形态完全体，心智性格36岁少妇，完全体后岁数仅是形容某种状态，好强、专一、高傲，属性体魄5800，精神5880，元力5800，技能宇宙群星灭灭神光超 SSS 级至尊唯一，宇宙超体超 SSS 级至尊唯一，星宇神域 SSS 级，星宇无限 SSS 级，星宇神光咆哮 SS 级，宝具无尽星门 SS 级。等级越高，每提升1点属性值，其实力也将越发强大。而如今品质等级达到 SSS 级神话品质的白神，其属性总值对比与他同级的 SS 级传说品质生灵的红莲，他们要足足高上了近3000点属性总值。本就打不过白神的红莲等龙，如今就算是一起围攻白神，也将不再是其对手，或者说是一合之敌。看完白神的属性面板，方远随之看向了面前那道突然显现于眼前的一道道系统提示信息：完成降临域界的一统和镇压，现可抢先开启第3阶段灾难试炼无尽征服。介绍：名为无尽征服的第3阶段灾难试炼，方才是降临的领主们真正开始此次亿万种族领主争霸赛。在此阶段，最终胜利者为前10名，征服或毁灭无尽大陆所有种族的领主数量达到前10的存在，将会进入到亿万种族领主争霸赛的第4阶段。备注：每征服或毁灭一个域界所降临的种族领主，都将获得该种族领主品质等级加2所对应品质等级的奖励宝箱，以示奖励。同时，每征服或毁灭一个域界所降临的种族领主，你也将获得一定量造化点，用于整个蓝星人族这一种族的品质等级提升。是否确认？立即开始第3轮灾难试炼。一旦确认，将开启苍蓝域附近临近其他种族领主所降临之域的域界屏障。看着面前那一道道系统提示信息，正愁下一步该走怎么走的方远，直接选择了确定，立即开启第3轮无尽征服的灾难试炼。伴随着方远确定开启第3轮名为无尽征服的灾难试炼后，瞬间整个苍蓝域出现震动，于苍蓝域最外围的四周，一道道闪烁9色神光的光幕在显示的瞬间逐渐消散，显露出了光幕后的广阔疆域之景。待到那闪烁着9色神光的光幕全部消失一空之后，方远面前先前弹出的那些系统提示信息随之消失一空，随后显露出了一面虚拟平面地图在其面前。在那张地图当中，一共有10个与苍蓝域相同大小的域界，每一个域界之中都显示着一个个不同种族领主的基础信息。看着那一个个品质等级只有 F 级的种族领主们的基础信息，方远不由笑道：一群小卡拉米，灭他们跟玩一样。也就在方远这句脱口后，方远立即意识到了自己膨胀了，连忙心中平复情绪，思索一番改口道：虽然他们与蓝星人族的品质等级相当，但真正决定他们实力的可不是他们种族本身，而是他们随机获得的不同品质等级的兵种。虽然我有膨胀的资本，但终归是小心驶得万年船，过于膨胀只会让我损失一些不必要损失的资源。这样告诫了自己一番，方远随即调动先前并未出动的那10万头 AB 级的巨龙们，前往距离苍蓝域最近的名为苍茫域的域界而去。作为先遣部队，打探一下那苍茫域中名为罗杰族的领主们手下的兵种生灵都有何等实力。第89章诸域领主灭绝进行时。1. 苍茫域，一片与苍蓝域差不多近似的地形域界，其面积大小也与苍蓝域出不来多少。在苍茫域整个最外围区域显现出一道道闪烁着9色神光的光幕，随之又快速消失之后，苍蓝域中每一个罗杰族的领主们其面前都探出了一面2维地图，在那地图上显示着四周一个个域界内那一个个不同种族领主们的基本信息。伴随着那面2维地图显示的瞬间，一道系统公告声随之响彻于长相如同黑皮侏儒人的罗杰族一众领主们的耳边。公告：由于罗杰族四周有一个种族领主达成域界统一，提前进入第3轮灾难试炼无尽征服，该领主所属域界四周其余种族领主随之提前进入第3轮灾难试炼。备注：请罗杰族的领主们尽快完成统一，或是团结一致抵抗其他界域领主们的入侵，否则将迎来灭族之灾。第3轮灾难试炼无尽征服相关基础信息已经发放给各位，请自行查看。看见这一公告的不只是罗杰族的一众领主们，还有着苍蓝域外四周除了罗杰族外其他9个域内的那9个种族领主们。那10个苍蓝域外域当中的不同种族的领主们，
在看完了那第3轮灾难试炼的基本信息后，顿时间全部震惊无比。怎么可能有一个种族的领主能在这么短时间里一统整个域界的想法，瞬间弥漫那9个种族10来亿领主们的心头？罗杰族交流频道，达鲁士、达鲁耶斯，完了，我们本域的那些本土势力我们都没能解决完呢，现在这又来的已经统一了一域的领主种族们，我们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必定会被完全灭族的。达鲁士、达鲁吉斯，好好看看那地图啊，混蛋！那地图一看就不止一个域的领主种族，到时候我们何止是两面受敌，而是多面受敌啊！罗杰族皇室罗杰纳扎，你们早点重新臣服于我等皇室，完成一统后，利用统合资源的优势，完成头部领主实力提升，那些本土各种族帝国势力，我们必定能很快将之解决掉。到时候这周遭10域，谁入侵谁还说不定呢。匡扶士、匡扶洛斯，臣服你们皇室，然后等着再次长达数百上千年的剥削吗？你们罗杰皇室可别做那白日梦了。天明氏、天明孤光，就是，可别做白日梦了，让我们各市的领主们犯恶心。发生在罗杰族交流频道中的那些针锋相向的交流，不只是他们以异族中在上演，而是除了方远所统一的蓝星人族外，那10域中的各种族各方领主势力都在上演着谁也不服谁的戏码。毕竟都来到了这无尽大陆，成为了一个个独立的领主，谁还会吃饱了撑的去做别人剥削的对象？我命由我不由天这一思想，充分的贯彻于那些领主们的思想当中，不到最后，他们谁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成为那匹横扫诸域的领主。就在那10域当中，还未完成统一的那个种族领主们，在各种交流频道中进行嘴炮，背地里进行飞快收集各种领地升级资源的时候，由于域界与域界间的屏障被打开，那10域当中的各个种族的帝国大势力们，此刻纷纷振奋不已。罗杰族所处的苍茫域中，一个完全由地精生灵组成的地精帝国，此刻该帝国中的帝国帝都内，长相丑陋如同一个超大号紫色番薯的地精大帝，俯瞰着下方的地精臣子们，宣告道：我的子民们，新时代开启，更加辽阔的世界向我们展开，财富、权力等等你们所能想到的资源都降临在了我们所在苍茫域外那其他几域当中，将他们全部干掉，得到神的嘉赏，获得那无穷无尽的财富权利吧。在这地精帝国的地精大帝宣告完后，位于那大号紫色番薯的地精大帝的帝座下方，一个个地精帝国位居上位的臣子们齐声喊道：无神永恒，无地长存，战无不胜。一声声响亮的口号汇聚于那宫殿之中，宛若声音浪潮般不断回荡响彻着。同样的，如同地精大帝一般有着雄心壮志，想要覆灭他这域以及其他域外邪神领主获得神奖励的其他种族大帝们，亦是在动员着他们各自帝国中那一个个身居高位的臣子们，好让这些家伙们更加用心出力地征讨那些邪神领主们，为他们这些大帝带来能够被神注视到的功绩。然而他们脑海中所设想的那一幕幕幻想，在他们的对手是方远的情况下，终归只是幻想，永远无法成真。LV90级的青眼白龙白衣，在这支10万头 AB 级巨龙军团中担任领军头龙的职位，翱翔高空，跨越一片并不算宽广的海面，白衣带领着这10万头巨龙组成的军团来到了苍茫域。根据方远事先下达的指令，白衣率先便对目之所及的一处罗杰族某个氏族的领主展开了毁灭性的攻击。一道璀璨的毁灭白光自白衣那巨大的龙首口中喷涌而出，轰击在了那惊恐无比的罗杰族某个氏族领主的领地中央。轰！转瞬间，一道巨大的白色光球自那道自白衣巨大龙首口中喷涌而出的那璀璨毁灭白光所轰击到的地方升腾而起。砰砰砰！一声声巨大的爆炸轰鸣声，伴随着那从地面上升腾起来的白色能量光球炸散开，瞬间向着天地四周不断扩散。转眼间，数百公里区域内的一切事物都在白衣那一道毁灭白光的攻击下化为了无数尘埃灰烬。体验了下一下升级到 LV90级，那身体中时刻涌动着的磅礴力量，白衣顿时兴奋的龙吟咆哮了一声，招呼着身后那些虽然只提升到 LV50， 但同样时刻能感觉到体内涌动着磅礴力量的10万巨龙军团中的众龙们，寻找罗杰族领主或此域本土各种族帝国大势力生灵聚集所在，也试一试他们的力量有多强。于是乎，一场为了验证自己如今有多强的10万巨龙竞赛随之不言而喻的展开。而作为验证实力对象目标的那些罗杰族领主和苍茫域本土各种族帝国大势力们，则在一头头恐怖巨龙的单杀或围攻下，以一种极快的速度走向灭亡。第90章异仙族张三火。罗杰族共计1亿多领主，其中有着 A 级品质等级兵种的也就近100位。然而这近100位有着 A 级品质等级兵种的罗杰族领主们，面对方远那10万头等级平均在 LV50级以上的巨龙们来说，属实是非常不够看。整个苍蓝域当初被方圆手下巨龙们平得有多快，这苍茫域中的罗杰族以及那些本土帝国大势力们
在方远摸底出苍茫域内生灵水平，调动6000多万 S 级巨龙军团的横扫下，也就被平的有那么快那么迅速。在苍茫域内的罗杰族所有领主，还有其域界内所有本土种族势力，都被方远的巨龙兵团直接横扫踏平后，一道机械的公告声随之响彻于包含方远域界内其他9域当中的所有领主们的耳边。公告：苍茫域内罗杰族所有领主以及其域界内所有本土种族势力已被一个种族领主全面消灭，奖励地级征服宝箱以及其余奖励已是奖励。伴随着这一声公告落下，在如今算上方远的苍蓝域在内的10个域界内，近20来亿领主们纷纷震惊不已的时候，方远面前则浮现出了一道有着各种珍宝奖励发放提示的信息：征服苍蓝域领主种族罗杰族及此域各方种族大势力奖励地级征服宝箱、苍茫域主称号、苍茫域天地气运之力元晶、天地绝技苍蓝影。看着面前那道奖励发放提示信息当中最后一项奖励天地绝技苍蓝影，方远不由调出了他的领地面板，看向天地绝技一栏。天地绝技：1. 天地万象生，此绝技消耗天地气运，可使破败的天地恢复生机，重演生态环境。2. 天地劫灭掌，消耗天地气运施展此技，可爆发出毁天灭地般的一击。3. 逆天改命，消耗天地气运之力，可以使指定生灵改变其原本固有命运，达到逆天改命的效果。4. 天地禁断，消耗天地气运之力，可使整个域界处于绝对封闭状态，并且隔绝一切外界法则力量。5. 苍蓝影，消耗天地气运之力，可对自己接下来所作所为进行不同结果的指引，使其获得最大的收益。看完那天地绝技苍蓝影的信息，方远不由点点头，表示认可。随后方远则调出了称号属性面板，看了眼和苍蓝域没什么区别的苍茫域称号后，便直接调出空间背包，将其中苍茫域天地气运之力元晶取了出来。看着面前那悬浮于手掌之中一颗手指大的散发着金色光辉的晶体，还未能方远仔细研究研究它。那颗苍茫域天地气运元晶转瞬间便融入进了方远身后自动显现而出的那一座璀璨的天地气运神座之中。随之方远身后那天地气运神座陡然间散发出一道璀璨的气运金光，照耀四方，2颗9色神光闪烁的金河镶嵌于那天地气运神座的椅背之中。呜呼，一个玉界代表一颗镶嵌进天地气运神座之中的璀璨水晶的话，那还真是太酷了。就在方远感慨一声进行最后一步的开箱活动的时候，远在距离方远所处的 F 级域界广域极为遥远的 SS 级广域当中，一处诡异不断蔓延的 SS 级域界内，一尊诡异的道人正端坐在一座庞大的高山之上。高山？不，那根本不是普通的常人意义上的高山，而是一座用无数生灵尸骸头颅堆积在一起的一座庞大的巨大尸山。而那一尊面貌变化、身体不断扭曲，呈现出各种诡异存在意象的诡异道人，此刻端坐的赫然是一尊刚死不久的强大生灵的巨大头颅。那诡异道人名为张三火，是异仙族中最强大的存在，更是诸族领主领地等级排行榜中数十日过去，此刻依然是第一的存在。异仙族存在着各种各样诡异的异仙，每一种异仙的生灵品质等级最次都是 S 级的存在，最强的那批异仙则是能够达到 SS 级的存在。而是张三火则是那批 SS 级传说品质等级的异仙族一众存在当中最为强大恐怖的那一位。恐怖到什么程度？恐怖到如今他体内正不断吞噬着整个异仙族中所有的异仙，为他将生灵品质等级晋升到 SSS 级神话级做嫁衣。看着面前诸族领主领地等级排行榜单，那先去在第一轮领主潜力灾难试炼当中取得第一成绩的方远，疑惑着其领地等级为什么突然异军突起的提升了那么多，直接冲进了前1000位置的他，不由惊异的抬起双手，将那一根根扭曲诡异的手指放入他突然变化成锯齿般的口中进行咀嚼，使用特殊天赋能力推算起了原委。当看到方远那一如既往的被迷雾所笼罩的因果之河的画面，张三火顿感有些失望的自语道：吞噬炼化终归有些缺陷，无法完美继承那些家伙们的天赋能力，当真是有些可惜。不过也就在他打算放弃探查方远这一超乎预料的现象的时候，一种源自张三火本身的预警天赋能力却对他不断进行了安全警告。未来对我有很大的威胁吗？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不得不耗费一番大代价，将之扼杀在还未崛起之前了。嘴露低语呢喃着，随之一股恐怖浩瀚的气息自等级已经达到198级的张三火身上轰然释放而出。轰！张三火所处的 SS 级界域内穹顶高空之上，瞬间流转起了一片庞大的覆盖数百上千亿公里区域的巨大诡异黑色漩涡。在那诡异黑色漩涡显现的瞬间，张三火身上无数诡异的异象飞出，那些异象的样貌都极其的狰狞恐怖，化作一道道宛若一张皮一般的事物，诡异的嬉笑着飞入进那庞大诡异的漆黑漩涡之中。在那些诡异事物飞入那仿若连通方圆所在的域界中后，一枚金光璀璨能破开一切防御的一次性令牌
随之化作一道流光，进入到了那诡异漆黑漩涡之中。苍蓝域内，方圆所在的无上龙国领地上空，陡然间逐渐扩大，展开一道诡异庞大的漆黑漩涡。就在方远第一时间察觉到不妙，让白神出手攻击毁灭头顶上那漆黑漩涡之际，宛若无穷无尽的诡异存在自那漩涡之中飞出，情况间显化出了他们诡异庞大身体，覆盖整个无上龙国领地外的诸界龟墟剑域屏障。好！显化出无比庞大真身的白神顿时怒吼咆哮一声，浑身绽放出无尽璀璨的恐怖宇宙群星光辉，将那无穷无尽自漆黑漩涡之中涌现出的诡异存在们全部顷刻间淹没化为灰烬尘埃。然而也就在这时，一枚散发着璀璨金光的令牌陡然间自那庞大的诡异漆黑漩涡之中飞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破开了诸界龟墟剑域。嗖！一道有着张三火模糊面孔的黑影以极快的速度不断分裂扩散整个无上龙国领地，瞬间将无上龙国领地当中的一切完全笼罩进其中。第91章盗诡异界复活破局。黝黑的教学楼，滴答滴答，一声声水滴滴落在地面上的声音回荡在这黝黑的死寂般寂静的教学楼第3层的走廊之中。方远，或者说是被异仙族张三火使用本命天赋能力盗诡异界拖进这似真似幻诡异世界来的方远，此刻感觉到一股强烈的窒息感正不断的涌向大脑。伴随着方远将那完全被张三火技能的力量所捏造出的前身记忆融合进他自己的灵魂中，将之先前无尽大陆中的记忆全部取代改造。他那原本合着的眼睛陡然间睁开。当方圆感觉原本没有丝毫动静的心脏伴随着某种神秘玄奥的力量涌入全身，开始逐渐重新跃动起来时，他原本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也随之适应了黝黑的环境，能够看到1-2米左右区域内的事物景象。只是那么一看，顿时吓得方远瞳孔一缩，连声卧槽的惊叫了起来。一颗滴着血的头颅连带着整个宛若被暴力撕裂开的脖颈正高高的悬挂于他的头顶上，那悬挂半空的麻绳套圈不远处滴落下一滴滴血液，砸落在他身侧的瓷砖地面上。看见这一幕的方远，那原本躺在地面上的身体在恐惧的驱使下不由自主地撑起半边身子，向着他躺着的地面后方退去。只是刚刚退了2下，感觉到手上沾连着粘稠液体的方远顿时身体一颤地停了下来，颤抖地将手缓缓抬起，放于眼前，一股令他作呕的浓郁血腥味瞬间扑面而来。哦！干呕了几下的方远转头看向他刚才手掌落在的地面，顿时瞪大眼睛，瞳孔再次一缩。只见方远刚才手掌落下的地面，一具无头尸体破烂不堪的脖颈处，正对着他流淌着一道道血液，落于地面上那一片大半微微凝固的血液之上。当看的那具身穿黑西装的尸体胸口处所别着的黑金色编号胸章时，一道道记忆信息瞬间自方远的灵魂深处涌现，使他短暂的呆立在了原地，保持静止状态，一动不动了许久。操，穿越了，还穿越到的是这种诡异遍地走的高危世界，而且我前身的职业居然还是高危中的高危，先行探索鬼域的鬼域先遣员。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我特么现在就处于一个鬼域之中，一个已经将所有鬼域先遣员给吊死了的吊死鬼的鬼域之中。在吸收完那灵魂深处涌出的前身记忆，仍然以为自己是从蓝星穿越到此方似真似幻世界当中的方远，此时心中颇为无语，不由绝望地悲叹了2句。不过也就在他悲叹完，意识到滑点的方远顿时惊讶地连连自语道：所有鬼域先遣员包括前身不都被那吊死鬼给直接吊起扯断脖子了吗？我怎么身体屁事没有，甚至感觉还能熬通宵，活得好好的。就在方远这一声话音落下，一根如同他先前头顶上那颗吊着的人头的脖颈处一样的麻绳悄无声息地自他头顶上垂落下来。只见那带着圈的麻绳在方远眼前一闪而过，便套在了他的脖颈处。不等方远来得及做出反应，伴随着脖子上的麻绳套圈陡然间收缩勒紧，被勒得无法说话的方远双手抓着向上升的绳子，整个人都从地面上逐渐直立了起来。就当方远直立起来的身子脚要离开地面的时候，方远看到了2只沥青般颜色的狰狞利爪自地面上那不知何时出现的黑色泥浆中探出，死死地拉着他的双腿，不让他双脚离开地面。如此境况，随之而来的便是一股恐怖的撕扯力量作用在了还在不断向上拉麻绳套在的方远的脖颈处。剧烈的撕扯疼痛在方远的脖颈和双腿胯间不断传遍全身，刺激着无法正常呼吸的方远逐渐张口嘴，将他先前拉起时憋在体内的一口氧气全部排出，使他更快地陷入到大脑缺氧、脑细胞不断快速死亡的死亡倒计时中。在身上那2股上下拉扯的力量作用下，约莫1分钟，伴随着全身的窒息感与脊椎的折断，方远便比正常上吊的人快了许多倍的死掉了。在方远死掉后，原本拉着他双腿的诡异利爪不断延伸，直至那双拉长的诡异扭曲利爪之手
落在方远的肩膀上，伴随着那双诡异沥青色的利爪抓着方远整个双肩，用力的向下拉扯。噗嗤！方远脖颈处的血肉在那双诡异利爪的巨力作用下，响起一声血肉分离的声音。随后便见方远的脖颈处，如同他先前所见的挂在天花板上那颗脑袋一般，被彻底撕裂开。在方远双肩上的那双诡异利爪快速回缩，随同地面上那一滩黑色泥浆转眼消失后，方远那没了脑袋和脖子的身子随之掉在了地面上。其没有了脑袋的脖颈处不断流淌出股股鲜血，自他身下的地面蔓延开来。也就在方远彻底死亡没多久之后，诡异的事情陡然间发生。只见方远那原本还向外流淌着鲜血，连同地面上先前落下扩散开的血液，竟然诡异的开始逆流起来。先前自方远脖颈处流出的所有鲜血，在转眼间全部逆流回到了他的身体之中。方远那悬挂在半空中的脑袋和脖颈，顷刻间化作无数尘埃，飘散向方远地面上他尸体的脖颈处。随后不过一息时间，方远便重归原样，完美复活显现在了此间。死亡一次，被时空复生之门复活，恢复到原有状态的方远，其被篡改的记忆随之恢复成了原样。恐怖的天地气运之力威势，伴随着方远坐在身后显现的那天地气运神座之上，轰然间向着诡异的世界扩散。天地绝技天地万象生技能发动，一轮浩瀚的金阳出现在高空，洒落那仿若能净化一切的璀璨光辉，照耀着将方远容纳其中的那整个诡异世界，将之顷刻间如同烧纸一般消融成无数漆黑的尘埃，消散于方远那无上龙国的领地之中。第92章，被无限复活震惊的张三火。坐在巨大怪物头颅上的张三火，在感知到他所创造出的道诡异界正不断走向崩塌的情况下，顿时惊讶地站了起来。他不是明明已经被他所处的道诡异界中演化出的吊死鬼干掉了吗？怎么又活过来了？惊讶的张三火口中呢喃自语一声，伴随着其等级不断献祭降低，随即一股比之先前更加恐怖浩瀚的力量自其身体外涌现而出。那力量自张三火身体中涌现出的瞬间，转眼化作一道通天漆黑诡异的光柱，涌入进那穹顶高空之上的庞大漆黑诡异漩涡之中，向着那漆黑诡异漩涡所连通的方圆所在的领地轰然冲击而去。好！本就被那些诡异生物缠住无比愤怒的白神，在头顶上那庞大漆黑的诡异漩涡涌现出那一道恐怖气息的能量光柱的瞬间，发出了一声恐怖的龙吟咆哮声。星光璀璨，无尽星光自白神那庞大的龙身上散发而出，伴随着白神的那一声龙吟咆哮声响起，显现于白神身旁的一道道黑洞漩涡轰然间释放出一道道恐怖的灭灭之光。那些捏灭之光在轰击到那诡异漆黑能量光柱的瞬间，宛若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般，顷刻间消失不见。轰！那道能量光柱穿过那诸界破晓监狱屏障，在他破戒令的能量影响下依然存在的洞口，融入进方远那逐渐显示出璀璨金光的领地之中。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只见无数漆黑的液体转眼间再次将方远淹没，笼罩于无尽的黑暗之中。伴随着方远被那黑暗所淹没，之前被方远的天地气运之力所崩碎的道诡异界再度凝聚显现。只见方远如同再度被抹除了记忆一般，回到了他先前所经历的道诡异界内的历程之中，灵魂意识逐渐复苏，伴随着方远能够感知到的某种神秘玄奥的力量再次涌入全身，他的心脏开始逐渐重新跃动起来，大脑中传来的窒息感亦随之快速消散。睁开双眼，方远再次看到了头顶上那悬浮的空荡荡的麻绳套圈，以及不远处悬挂着的一颗没有身子、断裂的脖颈处滴着血的脑袋。当然，这次方远眼前除了那恐怖诡异的景象外，还有着一道半透明的系统属性面板。宿主方远，天赋无限复活，永恒级，修为淬体一层加，技能枪械 LV1 0-10，断体诀 LV1 0-10，元能6，抽奖青铜1元能，白银100元能，黄金1000元能，后续未开启。刚穿越系统随机抽取的永恒级天赋，无限复活天赋，无需任何代价，诸天崩灭，我亦永恒不死不灭，可以无限复活的天赋简直太酷了。看着面前系统属性面板上的信息，尤其是意念汇聚在无限复活天赋上，脑海中出现的详细介绍信息，方远心中原本被诡异杀死时的所有恐惧都在这一刻心中狂喜中荡然无存，甚至其嘴角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狞笑。而此时倚靠献祭等级换取力量的张三火，在依然无法直接探查方远灵魂的情况下，消耗大量力量，使方远死亡时所真正展现出的复活力量凝聚成了属性面板供他查看。无限复活天赋，这特么让我怎么杀啊？就在张三火看着方远面前那道编造了一下的属性面板信息，不可置信地表示震惊的时候，此刻只是表层记忆被修改的方远
则已经将意念汇聚在了那元能上。得知每次死亡所感受到的不同程度的痛苦，以及杀死具有灵性事物，例如此界遍地走的诡异，能够给他带来可以提升技能等级或者抽奖获取特殊物品、天赋、血脉等超凡事物的时候，伴随方远头顶上的天花板出现涟漪，逐渐显现出一片黑色泥潭。一个面容青紫肿胀、尸斑遍布其上，猩红舌头垂落1尺长的狰狞诡异，转动着漆黑的眼珠注视着下方的方远。随着那诡异探出半边身子，其沥青色的扭曲蜿蜒的手臂显露而出，那手上拿着一根麻绳套圈的扭曲手臂开始垂落向方远。当方远再次感觉到一根麻绳套圈从眼前闪过，套在他的脖子上，快速上提勒紧的时候，方远的身体已经在一股巨力拉扯下提上了起来。就在他双脚要离地时，一双诡异的沥青利爪再次随着地面出现的一片泥潭探出，死死地抓住了他的双腿，向下拉扯着他的身体。操，又来！这次方远在脊椎断掉前，狠狠地将头向上仰，眼睛同时也上翻，看见了先去将他勒死的诡异吊死鬼。马德，恶心的丑东西！在方远看到那吊死鬼的丑陋长相后，随着心中一声谩骂声响起，咔嚓脊椎断裂的声音回荡在他耳边。再次被头身分离，惨死的方远。伴随着他从死亡到被头身分尸，无头尸体跌落到地面。1分钟过去后，方远在那不同先前将人按照流程处理完便离开的吊死鬼的注视下，诡异的重塑复活了过来。这一幕顿时让那有着如同成人一般灵智的吊死鬼表示震惊，眼睛不由瞪大，露出了那深黑色瞳孔下遍布血丝的整颗畸形大眼睛。其张开满嘴斑驳黄牙的嘴，对着下方这次身体爬在地上的方远，惊疑的断断续续的问道：“又活了？你是人还是鬼？”听着头顶上传来的那一声如同将朽断气的老人死前断断续续说出的话语，连续2次死亡，虽然那些死亡前承受的痛苦都及时转化为了元能，没有让他感受到更多的痛苦，但此时的方远可谓是极为不爽，缓缓双手撑地站起身，转身抬头指着头顶上的丑陋吊死鬼，破口大骂道：“我是你嫩爹！”伴随着方远话音落下，因为方远再次看到了麻绳套圈触发了吊死鬼杀人规则的缘故，一根麻绳套圈凭空出现在那方远头顶走廊天花板上的吊死鬼手中。在方远的注视下，这次吊死鬼没有再偷摸摸的垂直降落下麻绳套圈套方远的脑袋，而是如同套马的汉子一般甩动手中的麻绳套圈投掷向方远的脑袋脖梗处，如同有什么力量加持在那麻绳套圈上一样。方远明明躲闪向一旁，却依然被投掷飞来的麻绳套圈给套个正着，其结果可想而知。方远再次被那只吊死鬼给残忍的撕裂断脖梗，将脑袋悬挂在半空，伸手分尸。第93章，狗，实在是太狗了！难道张三火真的没有办法对付方远吗？当然不是没有办法，他只要能够一直维持这种高强度力量的输出，那么他便能让方远每次复活的刹那，表层记忆就被修改，永远的沉寂于那道诡异界当中。至于控制到诡异界当中的那些诡异存在，不去攻击方远，就直接让方远沉沦于那方似真似幻的世界之中。对于道诡异界底层诡异杀生规则，以如今的品质等级无法进行修改的张三火来说，那显然是做不到干涉其中诡异存在不断运行的。如此来说，只要张三火不能控制到诡异界的底层诡异杀人规则，那么待其力量耗尽之时，方远必定会再次破开他的道诡异界，得见天日。1分钟后，方远再次原地复活，元能加7。听着脑海中响起的因为比先前死得更痛苦而获得的比第一次多一个元能的系统提示声，这次由于他尸体掉地上是仰躺着的缘故，方远复活后睁眼便再次看到了头顶上那还未走去死死盯着他的吊死鬼，当然也看到了吊死鬼手中的麻绳套圈。不出意外，方远便又再次被分尸了。而每一次被分尸所获得的元能，方远全部都积攒了起来，并没有立即提升他的修为境界。毕竟一旦提升修为境界，那么他的身体就变得全方位的强壮。方远怕到时候这吊死鬼杀不动他了，他也就无法继续刷怪获得元能了，因此也就索性一直让那吊死鬼杀，不断获取元能。可惜方远怎么都没有料到，因为被杀得麻木了，疼痛感觉近乎于无的缘故，在死亡15次之后，方远接下来每次死亡所获得元能便只有寥寥一点。当方远再次死亡24次的时候，他的属性面板上元能一栏，其数值显示已经达到了99点。随着再一次被分尸杀死，复活后的方远骂骂咧咧地说道：“每死一次才加1点元能，这垃圾吊死鬼真的菜啊！想靠他给我刷到无敌，那得猴年马月去了。”方远心中抱怨一声，随即便对着自己的修为境界开始疯狂加点。这吊死鬼已经不能给他大量提供元能了，也是时候开始和他好好较量一番，看看能不能将他给镇压，狠狠地蹂躏一下。如果能干掉的话更好，兴许能大爆一波元能。干不掉的话，
方圆也就没必要在这破地方和他浪费时间耗着，也该去找怎么离开这里的办法了。等到找些厉害的鬼刷得更强后，到时再回来将这只有地级只能在固定区域活动的吊死鬼干掉。100点元能加点下去，伴随着神秘玄奥的力量流淌全身，方远的修为境界瞬间便提升到了淬体第4层。感受着体内那比先前要强了近乎8倍的力量，方远觉得自己一拳下去，绝对能将小萝莉什么的给直接锤死。每提升1层境界，所需元能便是该层数字的10倍，而我的力量也将以每层是前面1层2倍的增长幅度而增长。对于这次加点提升做出规律性总结后，躺在地上的方远这才睁眼看向头顶上那把他杀妈了，自己也妈了，如今面露狰狞之色的吊死鬼。同时方远还举起了他的双手，对着那吊死鬼的脸便竖起了双手的中指。杀了不少人，吸收了那些人灵魂的吊死鬼自然知道方远对他比中指是什么意思，顿时恼怒的凄厉尖叫一声，将手中的麻绳套圈便甩向了方远。而方远则是伸手一抓，便在那麻绳套圈飞向他脑袋的时候，直接双手抓住了那麻绳套圈的圈口位置，后腰用力一个鲤鱼打挺起身，方远便双脚站在了地上，死死地拉住手中的麻绳套圈，身体向后仰猛地一拽。由于每次方远都被自己轻松地干掉，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的吊死鬼被如今远飞从前的方圆猛地一拉，直接一个身子不稳，从天花板上的一片黑色泥潭中掉了下来。看着面前身穿一身破旧发黑的短衫，枯槁长发及腰，双腿肿胀发紫，宛若2根圆柱的吊死鬼，方远还未等吊死鬼从地面上爬起，一个箭步便冲了上去，抬手抡起一个半圆，一巴掌便狠狠落下，扇在了那吊死鬼的脸上。啪！那吊死鬼在方远那蕴含怒气的一巴掌扇在脸上后，其丑陋的脸庞在一股巨力的传导下瞬间发生变形，随后吊死鬼整个身子都在那股从脑袋上传导的巨力带动下，向着一旁的楼道墙壁撞了上去。砰！吊死鬼整个身子撞在墙壁上，发出一声剧烈的碰撞声，脑袋先撞在墙上。此刻有些懵逼的吊死鬼还未回过神来，方远便又再次欺身而上，抓住吊死鬼的那件破旧衣服，用左手将其直接提起，右手不断的狠狠落下一个个巴掌。啪！就你特么刚才一直杀老子是吧？啪！就你叫吊死鬼，刚才一直把老子吊死，还分尸，显得你很能是吧？啪！你不是很能吗？杀了我这么多次，你不是很能吗？来啊，继续杀我啊！啪！咕噜噜！看着吊死鬼那在地面上咕噜噜滚动的脑袋，方远皱眉看了看手中提着的那脑袋掉了，从撕裂的脖梗处可以清晰看见里面漆黑空洞的吊死鬼身体。随后猛然抬手指着不远处，脑袋转动了下，面目狰狞漆黑的眼珠瞪着自己，想要开口骂什么的吊死鬼率先骂道：干！一不小心抽过头了，你个吊死鬼的脑袋脖子怎么这么不结实？快点把你脑袋捡回来，让老子继续抽！一直关注着方远的张三火听到方远所说的那句话后，已经坚持不了几次方远再复活，扭曲编造其表层灵魂记忆的张三火，他那诡异的不断变换的面容都不由为之一顿。狗，实在是太狗了。第94章，打不死就夺舍。一颗头颅高高悬挂在黝黑走廊天花板上，约莫1分钟后，那颗悬挂的头颅化作万千尘埃，汇聚于方远那没有了脑袋而且全身扭曲的身体上，重塑出方远的脑袋。元能加15。也就在方远的脑袋重塑完成，身体恢复成原样，灵魂意识复苏的时候，听着脑海中响起的系统提示声，方远便再次睁开了眼睛。然后他便见到了一根麻绳套圈，就那么直晃晃的在他眼前晃悠。在那麻绳套圈后，是一张长相丑陋的吊死鬼面露狰狞的脸庞。看着那麻绳套圈后踢着绳尾的吊死鬼，方远举起中指，就是直接骂道：我是你嫩爹，你偷袭你妈了个巴子啊！骂完，在那吊死鬼抖动手中麻绳套圈，那麻绳套圈再度套向他之际，方远左手一把抓住那麻绳套圈的卷口，手随之便是向后猛地一拉，将那吊死鬼拉向自己的同时，右手抬起便是狠狠的一拳砸了过去。砰！一声在空荡寂静的楼道中显得动静格外大的巨响声，在那吊死鬼被一拳轰飞的脑袋撞到一旁教室铁门上随之响起，在身下涟漪浮现，逐渐翻滚出一片黑色泥潭前。方远快速起身，来到那吊死鬼的脑袋前，左手抓住对方枯槁的长发，右手便是一拳拳狠狠地砸了下去。方远一边狂砸着那吊死鬼的脑袋，一边不断骂骂咧咧：砰！偷袭！我让偷袭，看老子不把你的脑袋锤个稀巴烂！砰！想逃？你逃得了吗？你使我一发大力奇迹拳！砰！哟呵，还敢瞪我？看我不把你眼睛挖出来！噗嗤！将那吊死鬼的双眼直接用手指挖了出来，还未等方远将手中那2颗漆黑血淋淋的眼睛给直接捏爆，
在其身后出现的那片黑色泥潭，一只沥青色诡异狰狞的手臂自其中探出，延伸到方远身后，死死地抓住了他的四肢。诡异正常杀人需要遵循某种规则，但若是他受到攻击的话，限制他的规则也就随之消失，使他进入到能力可以完全解放的状态。而方远身后的那一片不断扩大的黑色泥潭，其中涌现出的一条条诡异狰狞的手臂，便是这吊死鬼能力解放后的真正能力。先前方远被偷袭致死，便是因为这些将他全身缠住，活活将他勒死的诡异狰狞手臂。感受到身上缠绕的那一条条诡异狰狞的手臂，方远不仅没有表现出惊讶和害怕，还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在这个诡异的场景下，一手提着一颗丑陋诡异的脑袋，一手拿着血淋淋的2颗还会动的漆黑眼睛的方远，浑身还缠绕着一条条不断勒紧的诡异狰狞手臂的他所露出的笑容。但凡是个正常人见到这一幕场景，都会觉得他是个什么恐怖虐尸变态，而惊慌的转头跑远。果然，被鬼以不同形式的方法杀死，我便能够再次快速获得大量元能，而且能力限制解除状态下的鬼将我杀死的话，所能提供的元能反而比正常规则下被杀还有多不少。就在面露笑容的方远对于从鬼身上获取元能的方式以及数量多少，心中做完总结后，咔嚓，脖子彻底被扭断死掉的方远，身体一沉无力的双手随之垂落下，一颗脑袋和2颗漆黑血淋淋的眼睛便滚落在了地面上。方远死后，完成猎杀目标的吊死鬼，虽然他知道方远一会还会复活，但在诡异规则的限制下，他刚解放不久的能力便再次重新被封。无头身体将吊死鬼的2眼按回眼眶，脑袋重新安回脖子上后，破烂的面容在某种诡异力量下重新复原成原样的吊死鬼，这才又履行起他的杀人规则进程，手里提着根麻绳套圈，走到方远尸体面前。就在那吊死鬼准备再次将方远进行分尸，然后将其脑袋套上麻绳套圈，挂上走廊天花板的时候，由于这次吊死鬼的眼睛被方远挖掉了，再加上他恢复身体模样花了点时间，还没等那吊死鬼对方远进行伸手分尸的流程，彻底死亡后的方远便再次复活了过来。一睁眼便看到拿着根麻绳套圈重新变化原样的吊死鬼正向在自己身旁的方远，一个躺地扫堂腿便直接横扫了出去，攻向吊死鬼的下盘。砰！将那本身力量上早已经不是自己对手的吊死鬼扫倒在地。方远一边快速起身，一边高声大喊道：“吃我一记乌鸦坐飞机！”高高跃起的方远一脚踩在吊死鬼的后腰上，由于用力过猛，方远的双脚直接将那吊死鬼的后腰给踩穿了。闻着自那吊死鬼被洞穿的后腰处所散发出的极其浓郁的血肉腐烂味，恶心想要呕吐的方远顿时双腿跪压在那试图想要翻身将他甩开的吊死鬼后背上，双拳随之如雨般不断落下，轰击在那吊死鬼的脑袋以及全身各处。这每一拳的残暴气息都让依附于那吊死鬼身上感知着方远所处到诡异界的张三火面容不断扭曲变换起来。七鬼泰甚 SS 级诡异域界当中的张三火感知着被方远压着暴打的吊死鬼，宛若那一拳拳打在他身上一样，不由怒吼了一声。随后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一般，张三火呢喃道：“既然杀不死你，那就让我成为你，或是你成为我，达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本源互融。”说着像是想到了什么，张三火还开心的大笑道：“无限复活，这等逆天的天赋能被我使用掌控，这无尽争霸赛何愁不能夺得第一？”伴随着张三火哈哈大笑着，其身体顿时分解成了万千诡异存在，然后又不但汇聚压缩成一颗诡异黑珠，嗖，以极快的速度飞入上空的诡异漆黑漩涡之中，向着方远夺舍融合而去。第95章，我是秦朝扶苏太子。加点，直接加满。当方远再次复活时，封存于他真正记忆上的那一次次被编造扭曲的记忆随之破碎消失。也就在他的灵魂意识依据他真正记忆复苏的时候，一颗漆黑诡异的圆珠转瞬间映入他的眼前，撞在了他的额头，融入进了他的灵魂空间之中。秦王政37年，公元前210年6月初，此时正值秦始皇第5次东巡时期。秦朝九原郡长城周边一座并不简陋也不奢侈的府邸内，张三火使用他全部的力量施展他的终极技，以方远灵魂自身曾经所幻想过的念头，创造出了一个似真似幻的完整世界，以供他的灵魂本源能够悄无声息地与方远的灵魂本源不断进行夺舍融合，以达不分彼此的目的。方远如今的表层记忆告诉他，曾经是一名被权贵逼出国，成为22世纪全球最大的军火制造商，具有极其传奇发迹故事的一个人物，死于研发空间武器实验时，实验失败造成的空间坍塌事故中。呼！方远在灵魂意识融合那段张三火所构筑世界力量编造出的表层记忆信息复苏后，随之又融合起最表层的他如今所穿越之人身份的信息。
陡然间挺起腰，在一张宽大的床上坐起身，双手捂着剧痛无比的头，大口大口地喘息着。我是扶苏秦朝太子，秦朝始皇帝是我爹。公元前210年6月，我爹要死了。实验事故，操，老子穿越了。在方远那编造的表层记忆与扶苏彻底融合后，他脑袋中的剧痛也随之消失得一干二净。浑身一轻的方远当即重新躺在了他身下那张一股檀香的床上，看着头顶的床顶板陷入沉思。虽然我是个武器研发与销售的专家，但怎么说，当初上大学时也选修过历史，秦朝以及汉朝详细历史。以我如今回忆往事如同清零的记忆力来说，虽然仍有太多都不知晓，但未来历史走势我还是很清楚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将于1个月后东巡沙丘，未来华国的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之地，而我前身扶苏将会被赵高和李斯以及胡亥联合伪造下达的圣旨，逼得自杀身亡。想到这，方远眉头紧皱。至于前身死后的事情，他便没有再想了，因为他如今是方远曾经逼得将他赶出华国的那些权贵，被国家强制执行死刑的方远。既然重活一世，而且还是重活在中华第一帝国的朝代，那么我必将做到曾经我想做而未能做之事。方远想做而未能做之事，便是将全球各国语言全部统一为华语。别看方远是个武器大亨，研究武器自然精通各国文献语言，但他在学校那些语言时所受到的精神折磨，是他至今都忘不掉的。先有秦始皇统一6国，同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度量衡。今有我方远到来，我必将统一全球，在前者基础上再一统语言文字，让全球说华语，写华文。心中立下大事，方远如同真的是一个蓝星穿越者一般，快速起身，带入前身身份，传唤门外的侍女进屋，给他穿衣洗漱。穿衣洗漱一番，在方远从铜镜上看过自己的英俊仪容后，他前往用早膳的房间之中。在方远用膳的座位后面，此时正跪着一个身穿黑甲的魁梧年轻男人。方远身后这名将领护卫名为蒙拓，是方远前身从蒙氏一族挑选出的一名亲卫统领，其大叔父正是前身扶苏的心腹蒙恬。起身走在通往一阁的府邸楼阁的路上，方远一边将一块竹简随手递给身后紧跟着的蒙拓，一边对其说道：拓，命人去准备竹简上的几样东西，送到一阁来，同时叫你大叔父蒙将军来见我一趟。蒙拓虽然心中有所疑惑，但他知道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问，接过方远手中的竹简，连忙应声道：诺。说完，蒙拓便立刻转身向着府邸的出口处走去。不一会，一个从楼间阴影处出现，身形纤细却不显瘦弱的黑衣男人便出现在了继续往一阁走的方远身后。此人名叫蒙颖，是蒙拓的弟弟，擅长暗杀和暗中保护等手段。在蒙拓离开方远办事去的时候，蒙颖便会出现在方远身后，暂代贴身护卫一职。在进入到已经有着一些客卿落座的一阁后，方远坐在自己的主位上，看着面前的一众客卿，只是冷漠地扫视了一眼，便不再看他们。能做太子殿下客卿的众人，哪里看不出方远对他们的态度变化？就在他们想询问方远他们哪里做错了的时候，方远对身后的蒙颖用冷漠的语气问道：颖，你说如果一个势力中出现了叛徒，那么该怎么办？蒙颖不知道方远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但此时他的压力很大，都说伴君如伴虎，伴太子何尝不是伴虎呢？从方远的语气，再加上其刚才下令叫他哥哥蒙拓去请大叔父前来的这些点上，蒙颖生怕自己说错话，给家族带来麻烦。在自身冷汗拂背，方远不耐烦地用手指敲击身前桌面的时候，蒙颖语气平稳地回道：找到那个叛徒，把他杀掉。方远听到这个回道后，哦了一声，又问道：那如果找不出叛徒是谁呢？蒙颖在思量再三，在方远的手指敲击在桌面第3下的时候，声音有些不稳地回道：那就把这个势力中有疑的所有人都杀了。听着方远和蒙颖的对话，在方远所坐位置前方，左右两侧位置落座的一众客卿皆是疑惑的面面相觑，其中有个别人面色有些发白。但在方远接下来的话说出口后，一众客卿连同方远身后蒙颖皆是大吃一惊。只听方远在听到蒙颖的回道后，抬手指着身前的一众客卿，冷漠地对身后的蒙颖说道：那么就将他们全部杀了吧。一众客卿听闻此言，连忙有数人走出座位，跪在方远面前桌前不远处，连忙磕头表示道：我等绝未背叛太子殿下，还望太子殿下明鉴。这一众客卿中，有的是乡野中出世的奇才，有的是秦朝豪门世家嫡子，要蒙颖将他们全部杀掉。说实在话，蒙颖是有压力的，不过并不是很大。毕竟在知道方远所说的叛徒不是蒙家后，蒙颖心中便松了一口气。然后在方远再要第3次指尖敲桌，催促他快点执行命令的时候，蒙颖便拔出他腰间的佩剑，杀向了那群并未带着武器的客卿。扑哧扑哧，一颗颗人头被蒙颖一剑斩断飞起，掉落在一阁的地面上，滚动数圈，很快在那一具具尸体流淌出鲜血扩散下。
被外面方远亲兵把守的整个一格，在很快的时间里，血腥气充斥其中，地面遍地都是断臂头颅等残尸，以及一大片向各处区域流淌、逐渐氧化变黑的鲜血。当蒙拓带着东西以及蒙恬进入到这一格中后，他们皆是吃惊地看向了主座前，浑身浴血，此时却正在沏茶的蒙毅，以及与曾经气质截然不同，此刻面对满屋腥气、惨绝人寰之境，依然能淡定喝茶的扶苏太子殿下。本应该顺势好好接见一番蒙恬他们的方远，此刻在张三火的灵魂本源在触及他的灵魂本源的刹那，其真正的灵魂记忆伴随着灵魂本源最深处的那璀璨却又深邃的混沌元晶，散发出一道浩瀚气息，遍布他的整个灵魂的情况下，瞬间恢复清醒。想夺舍老子，你也配？方圆感知着灵魂空间外欲要融入进他灵魂空间中，融合他灵魂本源的那诡异黑珠，顿时冷哼一声，随即心中调出自己的属性面板，使用混沌元晶的能力，直接便是将刚到手的那数千亿元晶全部加点在了他天赋品质以及自身等级上。天地气运之力更是完全调动进他的灵魂空间中，抵御着张三火那想要将他同化的诡异灵魂力量的侵蚀。第96章，张三火自爆。方远的品质等级直接提升到了 SSS 级，且属性值达到了 SSS 级神话品质生灵当中最顶尖的层次。顶尖 SSS 级神话品质层次的方远，纵然其等级和与张三火相差100多级，真正实力与之其比较也相差不了多少。察觉到方远突然变强的张三火，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法夺舍对方，且自己也可能逃不回自己领地的情况下，心中有了决断的他，顿时觉得自爆，将他所有的力量创造一个更真实完美的世界，将方远的真实记忆永久的封存，使其在他那所创造出的世界中陷入永久的沉沦。待到他的力量种子于那个世界当中的方圆体内诞生，那么到时候也就是他复活的时候了。轰！自爆的张三火，其恐怖的力量瞬间凝聚成宛若实质的黑色光波，自方远的灵魂空间外的夹层猛然扩散向四周。在灵魂意识再次在某种熟悉的力量给即将封存的情况下，方远嘴里不由破口大骂一声道：“还来！我干你个仙！”蓝星，一座张三火自爆全部力量所凝聚的一方真实世界，有这么一个不记录在世界地图上，卫星也无法监控到的，对于全球诸国而言如鲠在喉的大型岛屿存在。这座岛屿名为至尊岛，之所以叫至尊岛，除了因为其上所居住的人皆是在全球各行各业可称至尊之人外，此岛在9位守岛人的守护下，曾经正面横扫过全球诸国联合集结的100万大军。那场大战过后，彻底奠定了至尊岛在全球诸国高层们心中的地位，使此岛屿至尊之称名副其实。至尊岛除了登岛困难无比外，离岛更是难如登天，因为要想离岛，那就得击败正面横扫100万大军的9位守岛人。因此至尊岛也成了诸国关押那些达到至尊级别的各种类型的顶级经济犯、杀人犯、杀手等人物的至尊监狱。而今日这座至尊监狱终于迎来了自建岛以来第一位除了神龙不见首尾的至尊岛的岛主外从其上离开的人，那人便是被至尊岛的岛主多年前捡回来收徒的方远，一个身具至尊修炼体质的绝世妖孽。至尊岛的广场上，一个个在各行各业都达到至尊级别的人物，此刻看着即将出岛的方远，全部顶礼膜拜着他。在他们的心里，此时的方远便是至尊岛多年来唯一的至尊玉少。年仅20岁，面容英俊，10年前被至尊岛岛主收徒带到岛上修炼的方远，此时站在至尊岛的出口处，被一众在至尊岛上除了9大守岛人外身份最高的10几个至尊级别的人物围拢着。至尊玉少，这张黑金至尊卡您拿着，此卡象征着我黑金财团的继承人身份，凭借此卡您可以随意从黑金财团取出1000亿资产。至尊玉杀，这块令牌您拿着，以后我黑火军火全球贸易公司的军火以及10万雇佣兵，您随意调遣使用。至尊玉少，这把匕首您拿着，以后杀神殿的全球杀手都会听从您的命令，为您执行任何隐秘的暗杀任务。方远将那些象征着各种全球顶尖势力的身份凭证收下，这才从他们的围拢中走出，看向出口处守着一艘破旧渔船的9大守岛人。这9大守岛人此时皆是浑身缠绕着绷带，宛若一个个木乃伊一样，露出的2颗眼珠子皆是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他们这一身伤全是先前和方远对战时所受的伤，对于方远他们此时只感觉对方如同瘟神一样，只希望对方赶紧离开。毕竟这么多年来挑战他们出岛的人里，只有他们将别人打个半死的份，哪有如今像这样被别人打个半死的份？丢入实在是太丢人了，尤其是打败他们的还是个年仅20岁的青年。但想到对方是岛主的唯一徒弟，他们也就释然了一些，心中只怪方远这小子挑战他们的时候居然不手下留情。和9大守岛人打过一声招呼后，方远对着师尊所在的至尊岛上一座黑塔所在方向跪拜行了一礼后，起身便一跃而起，踏至渔船之上，自己驾驶渔船离去。离开至尊岛后，方远那被编造的表层记忆的思绪
不由回到了10年前的那个夜晚。方圆本是延国江南市一个富贵家族的少爷，但在10年前，因为一场江南市顶级豪门的海上宴会，他的父母在他的眼前亲手被一个不知身份的大人物杀死，而他因为被母亲拼命推下海，机缘巧合之下被他的师尊收徒带回了至尊岛，捡回一条命。此次他出岛，自然是为了调查清楚当初父母被杀的原因，杀了他的父母的人真实身份又是谁？他要让那家伙以及对方所属的势力家族生不如死。在离岛后1个月的时间里，方远先后通过当初在至尊岛上那些至尊人物交给他的身份凭证，隐秘的收服诸多于他而言调查父母生死有用的势力后，在得知曾经在那神秘大人物消失后为他父母收尸而遭遇江城市各大顶流家族的排挤的小姨一家，如今遭遇大难将要家破人亡的消息后，方远因此选择只身先一步回归延国江城，帮助他那仅剩的真正意义上的家人。飞往延国江城市的国际航班飞机上，身穿一身地摊货短袖短裤的方远，此时正在属下早就用他新身份证锁定好的头等舱座位上看着一份国际报纸。坐在方远旁边的是一位面容精致、身肤雪白、身穿一身性感短裙露出裙下、一双黑丝大长腿的年轻美女。此时她正闭目仰躺在座位上睡觉休息。就在飞机快要闭检准备起飞的时候，一个长相不赖、身穿不菲衣物的帅哥过检走进了头等舱中。那人名叫周山，是江城市的一直库子弟，平时最大的爱好便是和各种美女玩。在周山前往自己座位时，他眼前一亮，看到了方远旁边躺着的肤白貌美的大美女，当即脚步一顿，随即再看了眼大美女旁身上穿的一身地摊货的方远后，周山嘴中轻蔑一笑，一把将方远手中的报纸扯掉踩在脚下，一边从钱包里拿出1万块现金甩在方远身前的桌板上，一边鄙夷蛮横地对方远说道：“这位兄弟和我换个座，这1万块钱就归你了，怎么样？”听闻这个周山的人对方圆所言，四周头等舱的乘客转头看向方圆所坐位置，看着这有种剑拔弩张要发生什么冲突一样的局面，皆是不由露出一抹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神色。对于周山说的换座位拿钱一事，方远并没有任何想好，毕竟他至尊玉少缺那点钱吗？他方远那张黑卡随时便能取出1000亿现金，周山拿着1万块就想教他做事，属实是在做梦。低头看了眼对方脚下踩着的报纸，方远对其冷声说道：“换座位一事就免了，你现在给我跪下，将地面上的报纸给我舔干净，我可以选择放你一马，不然等会我就将你的鞋塞进你的嘴里后，你就得一直含着你的鞋直到下飞机才行了。”听闻方圆所言后，周围的人以及连同方远身旁被周山吵醒的年轻美女苏婉柔皆不由忍不住一笑，把周山的鞋塞进其嘴里，让对方一直含在嘴里直到下飞机。这画面他们怎么想怎么觉得极其滑稽。环视着四周人脸上那一张张异样憋笑的神情，从小养尊处优的周山哪里受得了这种于他而言的侮辱？当即情绪上头的周山脸色涨红起来，伸手便向着方远的衣领抓去，想要将方远强行拖出他所在的座位，然后揍方远一顿，让其知道自己不是他能惹的。只不过就在周山刚要抓到方远衣领的时候，他感觉双腿膝盖像是被什么重击了一样，扑通一声直接跪在了地面上。哈哈！周围原本看热闹的众人见原本气势汹汹的周山居然当场莫名其妙的给别人跪下了，顿时只觉搞笑，哄堂大笑起来。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双腿突然一疼的周山，在只能撑得站起身行走的情况下，怒火攻心的对着方远咆哮大吼道：“操！你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是江城市天蓝集团总裁周国平的儿子周山，你是个什么东西？凭什么出言嘲讽威胁老子？老子现在就打电话叫人，让你出不了江城机场，看老子怎么废了你！”第97章，终结一仙族，奖励 SSS 级宝箱。在周山狠话放完后，他知道以他目前的状态打不过方远，便对方远再次发话道：“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位置让给我，不然到时候你想后悔都来不及。”而回应周山的是方远的一声杀笔。周山闻言只得再次放出狠话道：“行，算你有种，你给老子等着瞧！”说罢，周山便一瘸一拐的往他自己座位走去，同时一边拿起手机打起电话，叫国内的几个心腹小弟去江城机场接他。皱眉刚要起身教训周山一顿，真的要把周山鞋塞对方嘴里的方远，被一旁的美女苏婉柔拉住衣角。只见那美女苏婉柔对重新坐回座位上向他做出侧耳恭听样子的方远说道：“天蓝集团的总裁周国平在江城黑白两道上都有不小的能量，你既然是回江城，那么万万不可招惹对方。看在你先前不卑不亢坚守自己座位，没让那家伙得逞的份上，一会下了飞机之后，你在卫生间换上来接我的司机的衣服，我可以带你安全离开机场。”方圆此行虽然是为帮助小姨一家脱离困境，外加不闹出大动静打草惊蛇的情况下，探寻出当年父母无端被杀隐秘，但不代表他会惧怕一个地方城市的豪强二代，而借不相识之人的能力直接避难。
于是方远便对身旁的苏婉柔说道：“多谢提醒，不过那舟山于我而言只是一介蝼蚁而已，我翻手之间便能解决。你说的帮我送出机场的计划，还是算了吧。”扫视了眼方远身上的衣着，听着方远那吹牛一样拒绝的话，苏婉柔摇摇头，对于这爱说大话、长得挺帅的帅哥，感官评价顿时大减。苏婉柔摆出一副好心被当成驴肝肺大感无语的样子，摇摇头冷声道：“吹牛不打草稿，我看你这人还是自求多福吧。”说完，苏婉柔便不再看方远，直接再次躺下补觉。看着突然冷淡的苏婉柔，再次躺下睡觉的方远，想到曾经至尊岛上的那些在各行各业可称至尊的大佬都得对他毕恭毕敬，摇摇头苦笑一下，也懒得对苏婉柔解释什么。之后，对于刚才差点打起来的舟山和方远，乘务长在分别致歉后，直到飞机最终落地都没有再发生其他事情。江城机场的停车场负3层，苏婉柔转身看着身后一路跟着他从机场内走出的方远，提防对方不会真如同舟山所说有什么图谋不轨之事的同时，对着方远冷声嘲笑道：“你不是不怕那放话要带人围殴你的舟山吗？怎么现在怕了所有，想跟着我蹭我的车离开机场？我这人给个别人机会后，便不会再给别人第二次机会。我劝你赶紧离我远点，不然我直接叫我的司机把你送到舟山面前，信不信？”低头跟着手机定位，走向他下飞机才预约到的顺路的私家司机所在位置的方远，在听到面前不远处苏婉柔对他说的莫名其妙的话后，抬头白了像是有什么大病的苏婉柔一眼，方远便低头继续跟着导航，向着私家司机所在的位置，无视掉苏婉柔从其身边擦身而过走去。就在苏婉柔被方远刚才一个白眼气到，想要骂对方是不是有白眼的时候，7个手持钢棍的混混此时正簇拥着满脸张狂的舟山，从一个拐角处通道走出，将方远和苏婉柔包围拦住。舟山对率先发现苏婉柔3人行踪，带他过来的这一批他的心腹小弟们夸赞了一番后，随即舟山便指着方远的脸嚣张地说道：“哈哈，躲呀，接着躲呀，我倒要看看马德原来是一伙狗男女的你们现在能往哪里躲。”说完这句话后，嘴里接过小弟递来的点着一根95至尊香烟，舟山走道虽然被他小弟们包围，但神情自若，胸有成竹，感觉自己只要报出身份，对方断然不敢对他动手的苏婉柔面前吐出一口烟雾。苏婉柔没想到舟山会来这一出，躲闪不及的他瞬间便被烟雾熏到后，剧烈的咳嗽了几下。刚想报出自己身份的苏婉柔，在咳嗽几下后，还未等他开口说话，舟山的手一把抓住他手腕，将他给拉进了舟山的怀里。苏婉柔一惊，连忙大声喊道：“住手！我是市长的女儿苏婉柔，你要是敢动我，我父亲是绝对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喊完还补充一句道：“还有我和这个与你有矛盾的人根本不认识，更不可能是一伙的。”听到苏婉柔的警告声，舟山仔细打量起苏婉柔一番，随后在与小弟拿来的手机上所显示出的江城市苏市长常年在国外留学的女儿照片后，当即欣喜若狂地大笑了起来。他父亲正愁没有什么东西威胁苏市长拿下南城一块江边大地皮呢，如今苏市长的宝贝女儿落在了他的手上，现在这威胁苏市长的东西不就来了吗？舟山猖狂地笑着，对着周围的小弟们说道：“马德算老子走大运了，没想到这么个美妞居然是市长的女儿，那我可不就更得动她了吗？不仅我要动她，到时候我爽过后，跟着我混的兄弟们自然也不能亏待，到时候这么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家可得拿出全部战斗力，给我一战到天明。”四周的混混听到舟山污秽所言，皆是不由神情激动。这么个大美女，而且还是市长的女儿，能和这样的样貌身份都与他们相差甚远的女人玩上一次，这样的机会于他们而言可是千载难逢呢。这群混混当即对舟山恭敬地感谢道：“谢谢大哥为兄弟们着想，我等必定誓死跟随大哥。”发现自己报出身份根本没有，甚至还激发了对方兴趣，苏婉柔先是一愣，随即惊恐的尖叫喊道：“王叔快来救我！”听着苏婉柔的叫喊声，面色带着不耐的舟山掏了掏耳朵，抬手抽了苏婉柔一巴掌后，让其安静下来后，俯视着她警告威胁道：“别叫了，就算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再告诉你个绝望的事情，这一层的保安还有监控都被我的小弟们花不少钱收买以及临时关闭假装检修了，你要是再敢乱叫的话，我们这群大老爷们可不介意就在这地方就对你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了，嘿嘿嘿。”就在苏婉柔被舟山这么一下，恐惧遍布心头，眼泪不自觉从眼睛流下的时候，一个快速从不远处一个拐角后跑出来，一身黑西装打扮的中年人苏婉柔的司机王书明赶来，看着被舟山勒着脖子环抱的舟山，当即大声对喝道：“小杂种离开，把我家小放开，不然我要你们好看。”就在王书明喊完这话后，感觉希望降临的苏婉柔还没来得及高兴，便见到从王书明身后的停的车与墙缝中窜出的一个染着红毛的混混，拿着一根铝合金棒球棒狠狠砸在了王书明的后脑上。砰一声发出回音重响，自砸在王书明脑后的铝合金的棒球棒上响起。王书明惊愕地摸着脑后的鲜血放于眼前看了眼后，随之昏迷扑通一声倒在了地面上。希望毁于眼前，
心中无比恐惧绝望的苏婉柔当即情绪崩溃的嚎哭了起来，哀求着周山放过她。就在周山想要在此地就尝尝苏婉柔那性感小唇的时候，一声声惨叫声自周山的一小弟们口中传来。众人转头看去，只见原本拦在方远身前的几个混混，此时皆是捂着他们的裆部，躺在地上弓成一个大虾一般，悲痛欲绝的惨叫着。只听此时手里不断转动着一根沾着丝丝血迹的棒球棒，向着周山缓缓走去的方远说道：“本以为你要玩什么花样呢，浪费我时间听你好一顿避避，尤其你刚才又用手指着我了，现在我必如同先前所说的一样，废掉你的食指。”见此一幕，周山面色一惊，感觉裤裆一凉，当即从衣服里拿出一把小刀抵着苏婉柔的脸，同时对剩下那几个对方原有些忌惮的混混们焦急地喊道：“马德，你们几个倒是一起上啊，把他给我打残，事后我每人发10万块钱。”听到有钱，那几个混混当即神情一震，10万块钱顶得上他们敲诈勒索一年赚的了，胆气向前靠的他们拿着手中的武器便向着方远叫喊着冲去。砰砰砰！只见方圆手中的棒球棒宛若残影一般闪烁，一声声脆像从距离他几步距离的混混们裆部响起。从那些混混捂着裆部跪倒在地，弓起身子痛苦的呻吟的样子，可以很明显的知道他们的蛋碎了。看着自己的手下统统都被方远一棒一个的打倒在地上，尤其是对方还专门打子孙根的情况下，想到自己如果也如同他们一样蛋碎的画面，周山不由面色发白，四肢有些打颤的对方远威胁道：“你别过来，我爸天蓝集团总裁周国平与整个江城地下世界各方势力都有很深的交集，你要是敢动我的话，你全家都得死一次给我谢罪。家人是方远此生最大的逆鳞。”听到周山说让他全家都死，让方远心中顿时一怒，恐怖的气息随之自他身上弥漫向四周。卡兹卡兹，地下停车场的灯光在那恐怖气息的扩散下，宛若如同重负一般不断闪烁起来。至于在场的人，除了苏婉柔和王淑明外，周山等人此时全部不由感觉身体冰寒无比，一只只无形的巨手扼住他们的喉咙，让他们仿若要窒息一般。就在方远要痛下杀手的时候，从苏婉柔嘴里传出一声尖叫。只见因为害怕恐惧的周山，其手中的匕首尖端不知何时划破了苏婉柔的脸。对于一个漂亮的女人而言，脸对于他们来说近乎于生命。破相了，苏婉柔眼泪不断流下，尖叫一声后，对方远近乎哀求地喊道：“你不要过来，你再过来我就要毁容了，求求你不要过来。”想到苏婉柔这女人先前在飞机上因为和他搭话，再加上进停车场自己一直走在他身后，才发展到如今这一地步的情况下，虽然他有把握在不伤到苏婉柔的情况下解决掉周山，但那种手段终归是太过惊世骇俗，再加上此时四周已经有不少听到动静围观过来的路人。方圆想了想，便将自身溢散出的一丝气息收了回来，对着感觉能再次呼吸大口喘气的周山冰冷地说道：“现在立刻给我滚，不然就算你拿着女人威胁我，我也会把你的蛋给敲碎。”也就在方远这一句话音落下的时候，顿时间天穹大地崩裂，他眼前的一切如同过眼云烟一般快速崩溃消散。只见那原本蓝天白云的天穹，如今变成了诡异漆黑的一片。于那诡异漆黑的天穹之上，一对无比庞大的闪烁着璀璨宇宙星光的巨爪正不断地将那天穹撕裂开。也就在那漆黑诡异的天穹撕裂破碎，显现出绽放出璀璨宇宙星光的白神之际，方远的真正灵魂意识随之彻底苏醒，一道系统提示声也随之响彻于其耳边。叮 ！SS 吉天罗域内异仙族所有领主均已被您所灭，奖励 SSS 级宝箱以示奖励。第98章 SSS 给予者之心，绝望元晶。张三火败了，败在了实力远超他想象的白神手里。要是知道方远手底下还有这么一个实力强大的英雄单位生灵存在，他一定会选择再苟上一段时间，等突破到了 SSS 级的时候再对方远动手。当然真到了那时候，以方远这种开挂的发育速度来说，张三火能不能先突破白神这道防御线都还极为难说呢。方远看着领地外那被白神撕裂天穹黑幕所散发出的力量所波及沦为一片广阔废墟之景的景象，随即便见到化为人形，白发飘飘绝美的白神自高空中飞速闪烁而来，扑入进了他的怀中，将他紧紧地抱住。低头看着满脸担忧自责，甚至还有点点泪痕流过面颊的白神，方远出声安慰道：“没事，我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这不怪你，都怪那个敌人实在是太狡猾诡异了。”在安慰好白神后，方远随即召唤出了天地气运神座，飞至了到他领地的高空之上。磅礴天地气运之力显现汇聚，一道道璀璨的金色气运金光化作一道道金色气流飘带，于方远头顶高空凝聚成一颗璀璨庞大的金色光球。只见那由天地气运之力所凝聚而成的金色光球，在成型的瞬间陡然绽放出璀璨金色光辉，照耀向天地四方。施展出天地绝技天地万象生的方远，便见到原本满目疮痍的大地，在无数璀璨的金色光辉照耀下，转瞬间便如同倒流一般，
恢复成了原样，并且它们的生态完整程度比之先前还有过之而不及。在领地四周广阔疆域都恢复成原样后，方远抬手之间，头顶上空中的那轮庞大璀璨的金色光球随之瞬间消散于天地之间。方远所坐着的那天地气运神座更是随着方远心念一动转瞬消失。如今品质以及自身等级与白神一样，达到 LV99 级 SSS 级神话品质的方远，可以凭借自身力量便凌空而行，甚至飞行速度比之主风属性的 SS 级风华都要快上几分。从高空上降落回领地地面上，先前被张三火的力量笼罩于一个个似真似幻中世界当中的红莲、暗蓝等龙随之苏醒，来到了方远身前请罪。由于这次的敌人过于诡异，来得太突然了些，方远如同先前对待白神一样对待他们，好好的轻声宽慰了他们一番。安抚好众龙自责的情绪后，方远随之调出了随身空间背包面板，查看起了那第二个他所获得的 SSS 级神话品质的宝箱。在打开那 SSS 级神话品质的宝箱前，方远不由想到那一仙族的张三火，心中不由一顿气结道：这该死的家伙，跨域来打我就打吧，也不知道先把他那域中的全部本土生灵先嘎了再来吗？不然我现在除了获得一个 SSS 级神话品质的宝箱外，兴许还能跨域获得他所在的那一方整个域界。心中吐槽了几句张三火后，方远随即便确定开启了面前随身空间背包中那一个闪烁着璀璨九彩光辉的 SSS 级神话品质宝箱。开启 SSS 级神话品质宝箱，获得 SSS 级英雄转职水晶、SSS 级愚者之心、SSS 宇宙众生绝望元晶。随着方远的目光在那道降临提示中的物品图片和名称上一一扫过，那3件物品的详细随之一一显现于他的面前。SSS 级英雄转职水晶，此物自然不用多说，是方远专门用来节省一大批元晶，给手下众龙提升到 SSS 级神话品质的一大主要珍宝。LV1 愚者之心，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功能1造物重组，元能或元晶足够，可创造重组世间任何事物。2无尽荒芜，可打开一道与无尽大陆、成正相关面积反相关属性的荒芜世界之门，可放逐世间任何不超过 SSS 级神话品质以及使用者本身等级的生灵。3痴于盲目，可以扭曲世间 SSS 级以及其以下品质等级任何生灵的灵魂以及肉身，使之扭曲异变、愚蠢盲目的听从于使用者的指令。备注：使用者其原本的心脏将会被吞噬，对其自身原本的身体构造更会出现一些异化。对自身形体构造满意的生灵，请谨慎选择使用此物。身体构造的改变并非无法进行化形，仅代表真身的变化。宇宙众生绝望元晶，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功能1可以使用此物给 SS 级或 SSS 级与之属性相适配的生灵进行品质等级的提升。2可打造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各种武器、阵法。3可直接调动其内充斥着绝望气息的属性力量，对广阔域界范围内的一切生灵进行绝望的灭绝。备注：此物由一方宇宙当中一切生灵在灭绝时所产生的绝望力量构筑而成，与之属性不相符的生灵使用此物将会大大改造其性格以及能力。在看完那3件 SSS 级珍宝各自全面详细的属性信息后，方远随之不由思考起来，这3件事物要给他手低下的哪条龙使用。至于他为什么没有将他自己考虑进其中，主要是因为方远觉得这2件东西对于他来说都不符合他的风格。他这么阳光开朗的帅哥，怎么可以用这些一看就是阴间的东西？对于使用这3件事物的龙选，在简单思索了下后，方远便知道该给谁使用最为合适了。没错，就是本身属性便属于负面属性的暗绝深渊魔龙暗蓝。也没有废话什么，方远便直接当着众龙的面对暗蓝下达了品质等级晋升到 SSS 级神话品质的指令。心中对于先前没有保护好方远依然耿耿于怀的暗蓝，在得知自己能够晋升曾经他做梦都不敢想象的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生灵后，暗蓝没有任何矫情的举动，听从方远的指令，直接显现出庞大的真形，飞向领地外的穹顶高空之上。在3道散发着璀璨9色神光的珍宝自方远面前显现，飞向高空，涌入进暗蓝体内的瞬间，方远手低下，第2头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龙随之开始诞生。第99章绝望暗鱼至尊龙极兽永生圣龙。伴随着天穹上空包裹着暗蓝的那庞大的宛若一轮星辰般的9色神光随之消散不见。顺利完成品质等级提升，从原来的 SS 级传说品质等级提升到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暗蓝，其庞大狰狞酷炫的身躯显现于那穹顶高空之上。吼！伴随着一声震慑全苍蓝域全境的恐怖龙吟声自暗龙那巨大龙首口中传出，方远面前随之显现出一道系统提示信息：暗绝深渊魔龙，品质等级提升为 SSS 级神话品质，英雄种族名称变更为绝望暗鱼至尊龙，
看了面前的那道系统提示信息，方远随之调出了如今称为绝望暗鱼至尊龙暗蓝的属性面板，仔细的查看了起来。英雄种族名称：绝望暗鱼至尊龙，姓名：暗蓝，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 LV90 千分之1亿，好感100，成长形态完全体，心智性格36岁少妇，完全体后岁数仅是形容某种状态，好强、阴郁、偷窥。属性：体魄5500，精神6480，元力5500。技能：宇宙众生绝望吃鱼神光，超 SSS 级，至尊为1；绝望吃鱼次元世界，超 SSS 级，至尊为1；绝望湮灭 SSS 级，吃鱼异化 SSS 级。宝具：堕星魔猿 S 级。就在方远看完暗蓝属性面板上的全部信息后，化作人形态，盯着绝美容颜、白发随风飞舞的暗蓝，随之自穹顶高空闪烁，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看了眼在力量暴涨提升后跃跃欲试，想要和白神一较高下的暗蓝一眼，方远想着该怎么才能让如今实力已经远非从前，全力打起来绝对能让苍蓝域整个域界都崩了的两龙进行对决消停的办法。随即方远便联想到先前张三火跨域，直接进入他所处的域界对他进行攻击手段，不由调出了跨域交易格的属性面板。看着面前跨域交易格的核心能力信息，方远使用混沌元晶的能力，看着面前一道道跨域交易格提升品质等级后的详细面板信息，方远的思绪随之不由自主地逐渐扩散了开来，联想到了很多东西。略加思索了一番后，方远心中不由想到，跨域交易格提升至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终归需要消耗1011101010亿元金，而诸界归虚剑阵还等着提升呢，终归是不能将之直接提升至 SSS 级神话品质。不过其能力提升至 SS 级传说品质，那开辟跨域之门的能力倒也是够用了。这样想着，方远便给白神等龙下达了带领那6亿多数量的 S 级巨龙兵团，并分3路将苍蓝域四周那9个其他域界的领主和生灵们给全部灭掉的命令。得到命令的白神等龙随即便分成了3组，召集苍蓝域中那些先前休养生息，不是在挖矿或者挖树收集方圆领地等级提升所需资源的一众 S 级品质等级的龙，前往苍蓝域外那9个还未被灭的那些域界当中，执行方远先前对他们所下达的指令。2日过去，在方远如今等级的无上龙巢叠加镇国特性第2条的加持下，2无上龙巢当前等级所能大概率刷到的品质等级的兵种将会直接提升一个品质等级刷新概率。伴随着无上龙巢的随机召唤刷新，他喜提获得了第3头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龙，且还是可以批量进行召唤的 SSS 级兵种。看着头顶上空那一头浑身闪烁着璀璨金光的圣洁之龙极兽永生圣龙永寿，方远面前随之出现了关于极兽永生圣龙永寿的属性面板。兵种名称：极兽永生圣龙，姓名：永寿，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 LV1 1%，好感95，成长形态幼年期，心智性格6岁小孩，开朗佛系，属性体魄400，精神400，元力480。技能：极寿命齿神光 SSS 级，生命逆转之轮 SSS 级，生命复苏 SS 级，长寿祈福 SS 级。宝具：兽轮天齿 SS 级半生器。看过自己按照其兵种名称取名为永寿的属性面板后，方远抬手一招间，原本飞翔于高空之上的永寿转眼间被隔空传送了一般，出现在了方远的面前。抚摸着面前一脸懵逼，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突然出现在地面上的永寿的脑袋，方远一边培养着永寿与自己的好感度，一边随即调出了永寿属性面板中宝具一栏内兽轮天齿的属性面板进行查看。LV1 兽轮天齿，品质 SS 传说品质，功能：1兽轮天元，可测量出指定 SS 级品质等级以下的事物，其寿命存在长度是多少。2断兽戒齿，使用兽轮天齿攻击指定事物，所凝聚显现出的兽轮可使之原本的寿命长度断裂。备注：对指定事物进行寿命长度断裂缩减时，越是靠近该指定事物当前寿命存在尺度，所需消耗的力量也就越多。看着兽轮天齿的能力，方远不由感慨道：强，这半生灵气是真的强。若是逐渐出一批极兽永生圣龙大军的话，他们联合起来，兽轮天齿一出，纵然是如同白神一般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生灵存在，都得暂避锋芒才行。感慨过后，方远面前随之出现了一道关于周边最后一域也被白神等龙率领的 S 级龙众兵团给完全覆灭了的系统提示信息。无尽征服灾难试炼，起步第1阶段试炼完成，由于您为第1个达成此阶段的领主，故奖励一个 S 级史诗品质宝箱。
第2阶段无尽征服灾难试炼开启，将会在领主您所掌控的域界4周开启100个界域世界，请继续您的伟大征服之路。100个界域，这怎么能够满足如今完成原始积累，随便爆兵就是上亿的我的扩张征服欲望？方远看着面前的那2道系统提示信息，笑了一声后，随即便调出了跨域交易阁的属性面板，直接消耗1011亿元金，将之提升至了 SS 级传说品质等级的跨域破界之门。第100章，真真假假重叠界，张三火没有死。入夜，劳累了些日子的方远，躺在他的悟道石上，便直接睡了过去。在方远入梦之后，无尽的黑暗在他的梦中将之包裹，先前多次覆盖于他真正灵魂意识的伪意识，再次将他包裹，堕入那无尽的黑暗之中。当方远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再次回到了当初他扬言要打碎舟山蛋时的场景。在听到方远说要打爆自己的蛋后，早就吓得胆寒的舟山哪里还敢再放什么狠话与对方僵持，毕竟他是真的不敢拿自己的蛋去赌方远是不是真的不在乎苏婉柔这个女人。人现在放走了，只要对方还在江城，那么以后他舟山终归会有机会再次找到对方，但蛋碎了的话，以如今的医疗水平可是真治不了啊。于是舟山连忙将苏婉柔推向方远，他则在几个从别处楼层闻讯赶来的几个混混簇拥下，推开围观的人群，连忙向着停车场外跑去，生怕方远追上来，将险些跌倒的苏婉柔抱住。看着梨花带雨的苏婉柔，还没等方远说出他可以治疗他脸上的伤，一个巴掌便向方远的脸上扇去。啪！看着方远一脸怨恨的苏婉柔抬手打向方远的手，直接被方远一把握住，发出一声脆响。甩了甩手臂，发现自己手腕根本从方远的手里挣脱不开的苏婉柔，顿时感觉无比委屈，情绪涌上心头，梨花带雨的他哭喊着骂道：连你也欺负我！早知道当初就不和你说话了，我当初还好心要救你，你真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皱眉看着眼前一副伤心欲绝样子的苏婉柔，方远叹了口气。在他刚要说出自己能治他脸上的划伤时候，悠悠转醒的王书明看了眼地上躺了一地武弹的混混，忌惮地对着方圆喊道：赶紧把小姐的手腕松开，不然之后告你非礼，把你送进警局里，信不信？方远看了眼刚才被敲闷棍一下倒地的王书明一眼，随即想到这人在舟山刚走就醒了过来，这多少有些过于巧合的情况下，方圆想了想，如他所愿的直接松开了苏婉柔的手腕。而苏婉柔在没有方远拉着其手腕，本就刺激过度身子发软的她一个站不稳就跌倒在了地上。啊！在苏婉柔发出疼痛的娇喊声后，方远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指着有些错愕的王书明，隐晦地对苏婉柔提醒道：都是这人让我松开你才让你摔倒的，如此不安好心，怕不会是和刚才周安他们那群混混是一伙的吧？尤其是明明我出来的时候，身后可并没有发现有人跟踪啊，为什么舟山等人刚好在我们的前方的通道口就直接冲出来呢？甚至有点提前埋伏的味道呢。王书明听到方圆所说，心中顿时一惊，心跳不受控制的剧烈跳动起来。好在他不是小年轻，能控制不住自己面部的情绪，当即他就一副被气到的样子，对方远骂道：放屁！小姐是我一直看着长大的忠心耿耿，说我是那伙混混的人，信不信我再告你诽谤，让你这辈子都住在牢房里？方远没有理会已经通过对方刚才的心率，知晓彻底验证他心中所想叫嚣着的王书明，而是蹲下身对如今浅浅抽泣抚摸着脸庞伤口边缘的苏婉柔认真的说道：要想一点疤都不留脸上，就去这个地方找我。说完，方远将兜里收集着小姨一家信息的一张纸取出，将关于小姨家地址的信息裁了下来，递给苏婉柔。苏婉柔哪里会信这个让他破相的人，当即抓过方圆手中从一张纸上撕下来的纸条，眼神下意识地扫过纸条，看到青灵树3个字的他没有多想，当场将那纸条撕烂，抬手一甩，一脸怨恨地对方圆喊道：谁要找你给我治啊，混蛋，赶紧给我滚，不要让我再看到你。方远看了眼被撕烂在空中向下飘落的一块块碎纸，苦笑着摇摇头，站起身，对苏婉柔最后再说了句话后，转身便直接向停车场外走去。希望你不要到时候后悔。听到方远说自己到时候会后悔，怒极反笑的苏婉柔刚想回对方远，抬头便见走得很快的方远已经消失在了周围的人群。刚才又哭又吼的他，此时想大声对远去的方远吼骂一声，只感觉喉咙沙哑，无比发不出声。于是苏婉柔只得在王书明出示身份信息，让围观的人把拍摄的视频全部删除掉的叫喊声中，看着方远离开身影逐渐消失在视线中。江城市临新区青林树小区，站在小区门口打不通小姨一家电话的方远，从兜里掏出一包路上买的华子，取出几根递给门卫保安室站岗的中年大叔，询问道：请问下，能不能帮我联系下这小区里一个叫做叶荣的业主？见方远如此上道，听到叶荣这个名字，那名中年保安以为方远也是来寻那无良老板要钱的呢，当即就把方圆小姨一家因为房子已经被法院强制执行法拍卖掉，全家搬离这小区的消息告诉了他。得知才过去1-2天，自己手里先前收集到的信息就过时了的方远，
连忙又向中年保安问道：“那你知道他们现在一家住哪里吗？”中年保安接过方远又递过来的几根华子，嘴里嘿嘿笑了一声道：“房子都被法拍了，身上基本上没钱的，他们能搬到哪里去住？当然是荣华巷那平房破巷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后，方远道了声谢谢，便连忙用手机打了个车向荣华巷而去。荣华巷第6巷口处，一个只有30来平老旧的土坯小平房的门口，正被10个染着各种颜色头发的年轻混混堵住。其中一个看着较为年长的黄毛混混，对着面前破旧平房屋内的叶荣一家3口骂骂咧咧地喊道：“喂，叶荣，你老公张国民欠的钱可还差不少呢。今天我们是来收利息的，要是实在是交不上的话，就老老实实的和你女儿一起和我们玩几天，给我们伺候了，兴许连你们下个月的利息也免了。”除了一个冰箱、2张床，再无其他家具的平房屋内，叶荣死死抱住她老公张国民拿着把菜刀的手，不断告诫想要出去砍了那些混混的张国民不要冲动。而他们的女儿张婉欣此时正蜷缩在床上的角落，用被子将自己裹得死死的，身体不断的因为内心中曾经受到的不可磨灭的伤害所造成的恐惧感影响下剧烈颤抖着。忍，你让我怎么忍？咱们女儿变成如今的样子，都是因为我们一直忍下去的原因，反正如今也是烂命一条，老子不忍不了。张国民看着床上角落里女儿如今这副样子，眼中不由落着泪，对同样哭着的叶荣喊道：“砰！”听着房间里张国民喊叫声的黄毛混混用力一脚将那并不结实的平房木门踢开，带着他的一群小弟们挤人这间狭窄的平房之中。啪！那黄毛混混头子来到张国民的面前，看了眼对方手里拿的菜刀，对着自己脖子比划2下，他轻蔑鄙夷地对张国民说道：“哟，怎么要砍人啊？来，对着我砍，对着我脖子砍！你这一刀要是砍下去，你的漂亮老婆和女儿之后可就彻彻底底的得陪我身后乃至更多的人玩了，到时候你蹲着牢房倒是逍遥自在了，你的老婆和女儿呢？”哐啷！说到这，张国民不敢想象老婆女儿之后会过着怎么悲惨绝望的日子，手中菜刀哐啷一声掉在地上，啪！而这时那黄毛见机一步上前，一巴掌便扇在了张国民的脸上，让其嘴角溢出血，和他老婆一起跌倒在地面上。黄毛混混俯瞰着叶荣夫妻2人，呸出一口烟痰吐在他们身上，恶狠狠地说道：“没那胆装什么装？忍不了！我看你不是挺能忍的吗？今天不管你们能不能拿出利息钱，老子都得把你们女儿完了，帮老子泄火！”说着，黄毛混混对自己的几个小弟使了个眼色，那几个小弟立即心领神会，嘿嘿嘿猥琐地笑着，向着床上角落里裹着被子瑟瑟发抖的张婉欣走去。就在他们要拔下张婉欣身上裹着的被子，叶荣夫妻2人叫喊着不要的时候，一个陌生的叫骂声从房门口响起：“一群人渣，全部他妈给老子滚出来！”屋子内的众人转头向门口，便见到一个双拳握紧的俊俏青年站在门口，对他们怒目相视。而这俊俏青年赫然是刚刚在黄毛混混闯入屋中后不久，费了一番劲才找到这里，听到黄毛混混刚刚辱骂威胁叶荣一家之语的方远。叶荣抬头看向门口站着的方远，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油然而生。当他脑海中出现方圆小时候的容貌与门外叶荣融合之时，他不由吃惊地抬手捂住嘴，泪水自他瞪大的双眼流下。方远，是方远，我姐姐的孩子还活着。老张，我们曾经找了数年都没找到方远还活着。呜呜！听着老婆叶荣呜咽的说话声，嘴边还挂着彩的张国民看向门外的方远，回忆起曾经方远小时候的长相，顿时心中一惊。因为门外方远的长相，不论眉眼还是脸型，都实在是太像他们夫妻曾经宠爱的方远了。站在叶荣夫妻2人前的黄毛混混头子，可没听说过10年前江城方家的灭门惨案。毕竟当初江城方家是被神秘大人物所杀的，在那场宴会上的各大江城权贵家族，自然不会随意将这一消息外放出去。因此，知道方家灭门惨案以及方远这个人的那些人，除了江城当初游轮宴会上的那些权贵人物外，其余人，尤其是黄毛混混这种小人物，是断然不知晓的。这黄毛混混头子不知道方远是何方人物，但在看到方远穿的一身地摊货，当即便是嗤笑一声，对叶荣夫妻2人嘲讽恐吓道：“哟，这小子是你们亲戚啊？看着不像是有钱人的样子，而且听你们话里意思还是个官儿。你们说，我们一群人要是把他打残了的话，会有人来找我们麻烦吗？”听到黄毛混混头子话语中的恐吓之语，叶荣心中大惊，回想起自己如今的处境，当即大声对着门外的方圆喊道：“远儿，你快跑，你快跑啊！”那黄毛混混头子听到叶荣让门外那方远赶紧跑的叫喊声，心中不爽的他张口骂道：“来都来了，就乖乖留下来看我们怎么玩你们这对母女花！你叫你妈叫啊！”说罢，抬手便是一巴掌向着叶荣的脸打去。咔嚓！就当众人以为叶荣要被一巴掌扇倒的时候，传入他们耳中的不是手拍在叶荣脸上的巴掌声，而是一声清脆的骨骼断裂的声音。只见方才还在门口的方远，不知时候此时便出现在黄毛混混头子的面前，一只手死死捏住黄毛混混的手腕。“断了，我的手断了，痛！
太痛了，快给老子松开混蛋！那黄毛混混头子感觉着手腕上传来的剧烈疼痛，顿时大声叫嚷着让方远赶紧松手。方远哪里会听这黄毛混混头子的话，握住对方手腕的手顿时再次加大了几分力气。如果刚才黄毛混混头子只是感觉手腕处骨骼断了的话，此时则是感觉他的骨头一股恐怖的巨力下被挤压成一块块碎片乃至齑粉。啊！痛痛痛！松手啊！你们还看个皮，一起给老子揍他，让他松开我的手啊！狭窄的屋内四周站着的那些混混听到他们大哥的叫喊命令声后，当即从震惊中回过神，9个人挥动着拳头便向着方圆脑袋打去。砰！那最先靠近方远的混混被方远抬起的踹中胸口，转瞬间伴随着肋骨响起的根根断裂的声音，那混混便在一股巨力的带动下，带着其身后的另外一个冲上来的混混一同倒飞向出了这间小平房的门口。屋外一群看热闹不显事大的街坊邻居以及方荣夫妻还有那群混混都没想到方远的身手居然如此厉害。屋内剩下的7个原本冲向方远的混混脚下一掷，一个照面便将他们的2个兄弟踢飞几米远，其中一个还躺在门外地面吐着血，这不由让他们对于方远产生浓厚的忌惮乃至恐惧情绪。啊呀，要死了，我要死了，你们几个妈的不会抄家伙吗？快点给我干掉他，出事了有王少给我们顶着，怕个屁！听着老大凄厉的叫喊声，深知他们若是此时不敢抄家伙干方远的话，回去他们就得被帮派里少主王少抄家伙干的那剩下7个混混，当即做出一脸狰狞的样子，从身后的衣服遮盖处的地方抽出一把把小刀，叫喊着便向方远冲了过去。他们手中拿着的一把把小刀对着方远全身的要害处更是直直的捅去，仿若是看到方圆躺在血泊般景象的叶荣，在担心他被误伤的张国民死死的抱住下，眼中泪光闪烁，手拼尽全力的伸向方远所处方向，嘴里大声喊着不要啊！砰砰砰，一声声剧烈如同鼓鸣的响声在一个个混混被方远单手抓住他们拿刀刺过来的手臂，然后化作一道道飞在半空中的身影砸向平房屋外的巷道中响起。屋外围观原本只是看热闹的人，以及此时平房屋中的叶荣夫妻，还有承受着手腕处剧烈疼痛浑身无力的黄毛混混头子，此时纷纷震惊地瞪大了他们的双眼。屋外一个个看热闹的人惊呼道：我操，这不会是在拍什么武打电影吧？这么猛，简直帅爆了！牛逼，太牛逼了！一个人打一群拿刀混混，丝毫不惧不说，更是能将他们一招间便甩飞砸趴下，简直是牛逼给牛逼开门，牛逼到家了！爽！早就看这群老在我们这地方收保护费的混混不爽了，如今看着他们被人打成这副死样，简直是太爽了！我是黑虎帮王少的心腹，你赶紧放了我，不然以王少的报复手段，就算你身手再好，也得被废了投海喂鱼。眼见方远像是也要给他也重击一下，然后重重的砸出去，心中恐惧的黄毛混混当即强忍着疼痛，抱出自己的靠山，威胁方远。听到黑虎帮这3个字，四周原本看热闹的众人居然如同化作鸟兽般散去，而方远眼中的小姨叶荣还有张国民更是眼神中流露出深深的恐惧忌惮的神色。就在方远想告诉小姨叶荣夫妻2人，黑龙帮对于他来说就是个屁一样的势力，他随手便能解决的时候，叶荣用近乎哀求的语气劝说道：月儿，黑虎帮是江城地下匪帮3大帮之一，他们的实力很大，我们根本惹不起他们，把他放了，别再打了。听到叶荣的劝说后，方远想到叶荣一家终归是普通人，就算他说了刚才心中想说的话，叶荣小姨一家人想必也不会相信的情况下，为了不让他们一家人之后过于担惊受怕，方远答应一声好后，便单手拖拽着那黄毛混混来到门外，将其随手扔在地上，对他说道：把这些废物给我带走，其次你们要是再敢来的话，就算是你们背靠什么狗屁黑虎帮，我也会让你们体会到什么叫活着便是人间炼狱。此刻处于这一方世界维度之上的张三火，看着从先前就沦陷于他所编造的多重世界当中的方远，其狰狞诡异的面容上不由嘴角露出了一道诡异笑容。没错，方远先前将其灭的记忆完全就是其扭曲编造的。为了以假乱真，张三火更是直接将他所创造的那方世界分成了2个，让方远以为他已经死了，然后让其戒备心下降，以备他后续进行真正的夺舍融合。第101章，逐渐沉沦的方远。黄毛混混头子在又摇了几个混混过来，带走躺在地上所有还有着气的混混离开后，方远刚要回屋的时候，刚才在屋内翻箱倒柜不知道找什么的叶荣走了过来，将一块灰黑色的戒指交到方远手中，推着方远一边往门外走，一边快速焦急地说道：远儿，这是我当初为你母亲收尸时取下来收藏至今仅剩的一件你母亲的遗物，如今我把它给你，你趁着黑虎帮的人还没有派人来找你，赶紧离开这座城市，永远不要再回来了。听到小姨叶荣说的话，方远心中一暖的同时，随手将母亲的那枚灰黑色戒指戴在手指上，防止不小心弄丢掉，然后安慰着叶荣说道：小姨别怕，刚才我的身手你也看见了，这些年我拜了一个很厉害的高人当师傅，
就黑龙帮那群社会渣渣来找我麻烦，我也能一个人将他们全部收拾掉。不等叶荣还想要劝说什么，方远又补充道：再说了，如今我既然回来了，在没有查明当初我父母究竟为何而死之前，我又怎么能走呢？若是我走了，我的父母在天之灵又将会怎么看我？我又如何能寝食而安？叶荣和身后站着的嘴角还裂着个口子的张国明对视一眼，知晓方远心中的决绝之意后，还是无奈的说道：就此收手吧，远儿。那神秘大人物的能量远超我等的想象，黑虎帮乃至整个江城的权贵，在那人眼中都只是只随手掐死的蝼蚁。你若是再追查下去的话，必将大祸呀！皱着眉头看着执意要让他离开的小姨叶荣，方远思虑了下后，终归是没有将他是至尊岛的至尊玉少这一事告诉他们。毕竟至尊岛只有全球顶尖一批的家族或者各方隐秘势力才知晓一二外，普通家族是听都没听过叫着名字的岛。他若是将此事告诉叶荣一家的话，除了叶荣一家不知道至尊玉少这一称呼所代表能量有多恐怖外，估计叶荣一家甚至会直接将之当作他自己安慰他们说的谎话。想到这，方远目光看着在床上裹着被子瑟瑟发抖的身影，连忙转移话题道：那被子里的人应该是妹妹张婉欣吧？她这是怎么了？听到方远询问自己女儿怎么了，叶荣和张国明皆是不由长叹一声，叶荣更是想到了什么伤心事，再次落泪。而这时嘴角还挂着丝丝血迹的张国明，语气中带着些许悔恨，却又释然地说道：当初我们家帮你们父母收尸后，那些江城市中的一些权贵，为了讨好那已经离开的神秘大人物，于是便纷纷排挤起我张家。当时公司受到江城权贵的各方打压下，忙得焦头烂额，到处求情的我，没有想到他们会对我只有10几岁的女儿出手。他们让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霸凌婉欣，甚至警告他不要告诉我们。当我们发现问题的时候，已经晚了。精神出了问题的婉欣被医院诊断出有重度抑郁症。我们将婉欣办理退学，接她回家后，她就自此做什么都要裹着被子，经常在其中发呆。一旦有除了我们外的人在家中，她就会全身不停地颤抖，直到那人离开后才能好转下来。在经过方圆软磨硬泡以及略施记忆，将叶荣的头疼还有张国明当初被打落下的手疾治好后，他们这才相信了方圆所说的他在医术方面的不凡造诣。来到在床边看着在床上一脚颤抖不已的身影，方远心中不由一痛。曾经跟在他屁股后面叫他哥哥的可爱小女孩，变成如今这个样子，他的心怎能不痛？等我将婉欣的这个病治好后，我一定要让那些当初欺负我妹妹的混蛋，统统都付出惨痛的代价，让他们也尝尝绝望痛苦的滋味，度过他们今后只能有痛苦的一生。这样想着，方远抓住床上张婉欣裹着的被单一角，便是用力一扯，随后在一声凄厉的尖叫声中，方远快速一指点在张婉欣的后脑上，使其昏迷了过去。看着穿着一身如同当年一般喜好粉色睡衣的张婉欣，扫过她那雪白精致、宛若不出世的精灵般的美丽面容，方远缓缓将其放平在床上。在一旁叶荣和张伟明紧张的注视下，方远体内灵元涌动，在其手掌中浮现出一抹微不可察的轻盈灵光，伴随着他不断并指点在张婉欣的各处穴位上。那些轻盈灵光宛若活过来一般，从那些穴位上融入张婉欣的体内，以一种玄奥的阵型为运转方式，不断在其体内运转。10年，你一切的灾祸与痛苦都发生在10年前，那就将你的记忆暂时封印在10年好了，等我为你复仇后再一一解开。心中如此想着，方远的双手最终定格在张婉欣的头上，伴随着其体内灵元的疯狂涌动，化作一道道轻盈灵光，注入进他脑海中几处启动修魂清元阵的关键阵法节点。方远伴随着体内灵元的大量消耗，其额头冷汗直流，四肢都有种发软随时要倒下的感觉。数分钟过后，方远在确定将张婉欣的灵魂记忆封存好后，这才用灵元运养其张婉欣长期不运动以及不进食遗留下各种病症的身体。约莫半小时后，待到张婉欣缓缓睁开清澈明亮的双眼，方远这才收工平复体内先前涌动抽取的灵元。不等方远以及叶荣和张国明夫妻两人与先前近乎癫狂相差甚远，如今一脸迷茫的张婉欣交谈什么，伴随着一声叫喊声，叶荣和张国明皆是神情大变，而方远则是皱起眉头，出声让叶荣夫妻两人别担心他来解决后，他独身一人来到了门口，陡一打开房门，便看到了几个小时前被他揍的黄毛混混头子，带着将近30多个穿着各种不良打扮，手中拿着各种长刀大棒的混混们，将门前这条巷道堵得死死的。那一条手打着石膏的黄毛混混头子，嘴里叼着根烟，躲在他的小弟簇拥之中，对方远嚣张地说道：混道上的人从来不报隔夜仇，更何况我这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小子，我要让你知道，你惹错人了，老子是你惹不起的。你先前不是很能打吗？来啊，你现在再给我打打看，来打我呀！说到这，那黄毛混混头子猛地嘬了口手中烧到要烟屁股的烟，随手将那根没的吸了的烟弹飞，呼出一口烟雾的他又说道：给你个机会，你要是亲自把那2个母女给我送出来，给我们在场的所有人玩几天的话，我可以待会叫手下对你下手轻点，不把你打死。就在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众人只感觉他们一直盯着的方远瞬间消失。当他们发现方远时，方远已经出现在簇拥着黄毛混混头子的几个混混身前。砰！伴随着方远抬起脚蹬在其中一个混混的胸膛发出砰的一声如同擂鼓般的轰鸣声，那个混混连同其身后的数人猛然间倒飞而起，撞击着那黄毛混混头子，飞至他们背后的一面就墙上。也就在这时，一个方远略感属性的画面再次出现，那便是伪造的白神身影再次撕裂整个似真似幻的世界，降临方远的面前。而这一次，伴随着张三火的灵魂本源已经融入了一些进入方远的灵魂本源的情况下，方远并未察觉出哪里有什么不对。看着面前的系统提示信息，只当是刚刚把张三火给灭了一样。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方远再次派兵灭了九域，给自己领地内的两龙给提升到 SSS 级。当本不应该有疲倦这一状态的方远再一次疲倦的睡去的时候，无尽的黑暗再次自四面八方笼罩向方远的灵魂意识本源所凝聚显现出的那灵魂意识体陷入黑暗的沉沦之中。大秦张三火所编造的第二世界，其实才是三个似真似幻世界当中的主世界。此刻这个世界伴随着方远和张三火的灵魂意识其中再次转动起了命运的齿轮。蒙恬走进阁中，向前走至方远身前，单膝跪地，拱手道：“太子殿下，唤我来所谓何事？”蒙恬很聪明，方远既然没有直说面前的情况是什么情况，作为方远如今扶苏太子殿下心腹的他，自然不会多嘴问上一句。方远露出一脸笑容，将手中正捧着茶放下，起身走至蒙恬身前，一边伸手扶起对方，一边说道：“蒙将军快快请起，今日请你来是有要事商议，还请入座饮上一杯茶先。”说罢，方远便拖着这个近乎2米的大汉来到了他桌位旁提前准备的位置，在其强行按着蒙恬的肩膀坐下后，方远对蒙拓和蒙颖说道：“你们且先出去，在门口守着。”蒙拓和蒙颖连忙单膝跪地应道：“诺。”随后两人转身便向着门外走去，顺手将一阁的门关好，并替换门口的几位亲卫士兵亲自守在门口一动不动。见此情形，方远这才坐回自己的座位上，将先前蒙颖已经沏好的茶在一个茶杯中倒上，直到茶水至茶杯7分满的时候，方远这才将茶壶放下，将那杯茶递到面容惶恐、双手举向前接过方远手中那杯茶的蒙恬。蒙恬在接过方远手中的茶后，在方远的注视下，将杯中的茶直接一饮而尽。啪啪啪！方远拍手对蒙恬称赞道：“蒙将军果然是忠心我之人，当真是我之幸事啊！”蒙恬背后冷汗直流，在一个如今诡异的场景下，他先前当真怕喝下那杯茶后便一命呜呼了。毕竟就算再怎么忠于扶苏太子殿下，伴君如伴虎这个道理，他这个将门大将怎么会不懂？数那曾经多年有多少名门大将，不是因为各种事情便被其所中之主给一言不发的直接请来一叙，然后毒死了。当然不喝，那就是被给所中的主公面子，之后人家想整理，以此为结果，自然有的是办法下死手。虽然不知道太子殿下如今是怎么回事，但所幸是赌对了。心中如此感慨着的蒙恬连忙回应方远道：“我对太子殿下的忠心自然无二，能得太子殿下的赏识与重用方才是我蒙恬的幸事，亦是我蒙氏一族的幸事。”方远听到此话后，面容陡然间变得严肃起来，直视着蒙恬的双眼，认真的低声说道：“既然蒙将军如此忠于我，那么我自然不能将你视为外人。我有一件天大的事情，我要提前告知蒙将军一二。”蒙恬见扶苏太子殿下这副严肃认真的模样，连忙神情同样变得严肃，同时将头探了出去，将耳朵侧方远嘴前。在方远说完那所谓的天大的事情后，蒙恬顿时惊得站起身，看向方远，无比惊愕地问道：“太子殿下，此话当真？”方远自是点点头，无比肯定地轻声说道：“我深知你心中的疑惑，但你也知道我父皇的病情，1个月后，当那道让我自杀的圣旨到后，你自然会知道我所说的是真是假。”说完，方远又补充说道：“至于我所说的仙人所受之梦是否为真，明天蒙将军来我府上寻我，我亦是能让你提前信服一二。”这句话说完后，方远便对此时依然处于震惊状态的蒙恬笑着下达逐客令道：“我今日寻蒙将军所说之事便只有这些，如今话想说之话已经说完，蒙将军请明日再登府一叙吧。”听到方远下达的逐客令，蒙恬连忙单膝跪下，拱手应了声诺，随后便起身满脸仪容地走出一阁。待蒙恬走后没多久，将自己杯中茶水饮尽的方远起身来到一阁外，对门口的蒙拓和蒙颖说道：“蒙颖，你一会带人将一阁收拾干净，然后去寻蒙将军，将之前殿中所发生之事告知于他。蒙拓先将我要你准备的那些东西送到我的寝室，然后你再叫几个亲卫，将几个死刑犯送去府邸内的后院绑成人柱。”说完，方远便直接向着他的寝室走去，而蒙拓则抱着一个1米长的大箱子紧跟其后。蒙将军府邸内只有蒙恬一个人的书房中，蒙恬听完蒙颖所说的一阁中的事情后，看着蒙颖悠悠地说道：“此事是你自作主张找我说的，
还是太子殿下让你找我说的？看着双手握紧，仿若下一刻就要动手将他击杀的蒙恬，蒙颖连忙说道：“身为殿下的贴身亲信，我先前所言皆是由殿下准许下所说。”看着蒙恬双手松下后，蒙颖心中不由松了口气。而这时，蒙恬伸手拍了拍蒙颖的肩膀，徐徐说道：“接下来的日子一定要谨言慎行。我们蒙氏一族能不能成为大秦当之无愧的第一名门氏族，或是被当反贼满门皆斩，皆是要靠太子殿下了。”深夜，扶苏太子也就是方远如今的寝室之中。此时，在方远将最后一个炸药包的火药配比，然后用麻布一层层包好后，这才看向门外说道：“蒙颖进来吧。”门外与蒙拓紧守房门的蒙颖听到扶苏太子殿下的命令，连忙推门进入到了屋中。进屋后，蒙颖将房门重新关好，这才来到方远的面前，将他去蒙恬府邸与蒙恬所说的所有对话，皆是一字不落的说了出来。方远听完后，笑着对蒙颖夸赞的说道：“你做得很不错，从今以后你便是我身边唯二信得过的人了。好好努力，我自是不会亏待你以及蒙家的。”说完，方远将先前制造炸药包前写在1、2卷竹简所写的暗影死士训练计划递交到面露喜色的蒙颖手上，下令道：“我要在2周后见到你手上这份计划的成果，不要让我失望。”蒙颖虽然不知道手中竹简所记载的计划是什么，但是身为如今方圆所认可亲近，曾经只有他哥哥所等得到的待遇的他，此时没有想那么多，便直接单膝跪地领命道：“属下一定完成殿下所交代的任务，定不负殿下所望。”拥有上帝视角的张三火嘴角露出狞笑，他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方远伴随着一切都在他掌控中的剧情不断推进，其灵魂本源不断与他相融。第102章白神降临，孤注一掷的张三火。次日差不多9点多的时候，方远在焕然一新的一阁中面见了早早便等候拜访的蒙恬。身穿一身黑色铠甲的蒙恬与方远一同来到了一阁的第2层，一座占地数平方米的大沙盘前。方远抬手拿起一根指挥棒，指着秦国首都的位置咸阳，向蒙恬问道：“1个月后，当那道假圣旨下达后，我们是否应该班师回朝，直取咸阳？”蒙恬经过昨天回去后一整晚的深思熟虑，面对此时方远如今这个基本上是个寻常人就会选择直接班师回朝，直取咸阳登基的问题，在这只有他们2个人的楼层，低声开口否定道：“天下苦情久矣，倘若始皇帝崩的消息一经传出，天下必将大乱，那些诸国余孽必定再现。不仅如此，始皇帝多年打压下的秦国本土士族亦会暗中窜插，让天下大乱，从中牟利。如此这般直接带兵班师回朝夺咸阳的话，先不说匈奴进犯无人手，河南地周围多郡将要沦陷，诸国余孽的大军我等亦会有不少损伤。”听到这，方圆已经猜到蒙恬接下来要说什么了，他便开口说道：“倘若固守咸阳的10万大军在胡亥、赵高和李斯等人的掌控下与我军开战，诸国余孽大军再来掺和一脚的话，届时我军必定会死伤惨重。一旦这时匈奴收到那些不择手段的余孽消息，南下入侵咸阳以北多郡之地的话，那我大秦子民必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说完，方圆仿若见到了数十上百万大秦子民被匈奴毫无人性的残害之景，顿了下又说道：“一旦发生到那一地步的话，我若不能在短时间内彻底一统镇压秦国纷乱诸地，匈奴继续南下，我大秦首都咸阳都可能被他们攻下。”说到这，方圆想到率领近50万秦兵前往岭南之地征服百越之民的赵佗，不由若有所思地向蒙恬问道：“若是我们能得到坐拥50万大军的赵佗支持，那么是否能够快速平定天下？”蒙恬听闻赵佗的名字后，在思考了一番，连忙摇头道：“先不提始皇帝崩后坐拥50万大军的赵屯会不会心生叛意，就说赵屯如今所在为百越之地，他哪怕是只带着10万大军回来，那也得最少行军1年。”听完蒙恬所说后，方远笑道：“1年时间确实太长了，那如果能无限批量生产昨天给你演示的炸雷神兵，蒙将军你认为需要多久能平掉我等敌人？”听到方圆所说炸雷神兵能够无限量产，蒙恬心中一顿，昨晚回想过数次的问题终于来了。蒙恬表现出一副震惊的样子，恭敬地回道：“倘若炸雷神兵能无限批量生产的话，按照我军形成速度来看，1月足以平定一切敌人。”听完蒙恬的回道后，方远却话锋一转地问道：“那蒙将军你认为谁能来学我之先神所授之术，不间断地制造那炸雷神兵呢？”听到方远此话，纵然有心想将蒙氏一族的人推举出来，但脑子还算在线的蒙恬小心恭敬地回道：“我认为能袭太子殿下先神所授之术者，必当以太子殿下所信者为首。但此等神器终归是太过惊世骇俗，所以我恳求太子殿下，让所学此先神之术的众人最好分工完成各类制造流程，相互之间隔绝一切联系，且一生只在被监管的一地进行生活。”啪啪啪，方圆手中响起一声声认同的拍掌声。哈哈，没想到蒙将军所思居然如此周密，
那么此事我就交由你去办吧。方远大笑一声，夸赞了下蒙恬的思维缜密，然后严肃认真的说道：准备1000个从事锻铁、木工、算账、建筑等活计的匠人，于我府邸3公里内的一处山野之中建造一座府邸，该府邸名为惊雷神府。府成之后，这些人便携带家眷全部入住其中。在我将制造神兵之术分工传授于他们后，你派人在府内府外各个区域进行严密把守，一人逃则斩蒙氏一族10人，各个区域皆逃1人，则蒙氏一族视为叛军叛国之罪，满门皆斩。听到方远最后一句话后，蒙恬浑身一震，却只能恭敬地应道：末将领命，必不负太子殿下所望。说完，蒙恬便在方远的示意下躬身一礼，离开这座驿阁，然后快步走出太子府。半月时间转瞬过去，在蒙恬还在派心腹监管一群匠人建造惊雷神府，为之后批量制造炸药包做准备的时候，方远已经在自己的府邸命人在后院等区域的地下开凿出了数百平方米的密室。在那密室之中，有着近100个完全隔断的密室，密室之中则有着近100个刑犯在批量的为方远制造炸药包，以及制造2战时期八路军英雄们那种手搓的木柄手榴弹。方远如此行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靠人不如靠己。这等在古达堪称神兵利器的武器，他必然也需要一个直接完全受他控制的生产线。所谓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那完全是王八放屁，真以为自身的王八之气能让所有人迷了心智，不计利益的跟随一人。前世身为利益学大师的方远，可不会相信自己穿越后自己龙躯一震便让所有人纳头就拜。也就在方远打算今日查看一番他命蒙隐所训练的暗影死士训练的如何时，一封前线匈奴来犯的密信呈交在了方远的书房桌子上。看完信后，方远大笑一声，对身旁恭敬而立的蒙隐说道：检验暗影死士最好的方法便是看其实战的成果如何了。说完，方远从一个密盒中拿出一张近几日摸索着记忆所创造出的他独有的白纸，在那张白纸上写下调令，在盖上他的章印后，方远将那张纸递给蒙隐说道：拿着这张调令去13号府库领取10箱炸药包，明日我要在我的桌子上见到匈奴来犯之军死伤惨重尽数退去的密信。蒙隐领命，诺。在蒙隐领命出去之后，最大的轰鸣声随之响彻整个世界，天穹撕裂，一道道裂缝随之扩散。在无尽璀璨的宇宙星光洒落进此方世界任意一处的瞬间，张三火瞬间不淡定了。似真似幻，亦映照了未来真实所现。虽然只是一定概率上的事，但怎么会这么快的就发生这种情况？这龙的实力绝对达到了 SSS 级顶尖层次，真是该死啊！心中充斥着惊讶与怨恨之语的张三火，心中快速思考起对策。在此方世界的天穹彻底被撕裂开的瞬间，心中有了决断，打算孤注一掷的张三火瞬间燃烧起自己的灵魂本源，以次牵引燃烧起方远与他所融合的部分灵魂本源。两者灵魂本源燃烧的瞬间，其到诡异界的能力再次发动，一阵玄奥璀璨的黑色波动如同狂涛浪潮一般翻涌，席卷向整个破碎的世界。随之而来的则是无限扭曲层层叠叠的世界虚影显现于此间。第103章终章1。一条横跨数十万里的山脉屹立于这片充满灵机的无垠大地之上，无数险峻的峭壁悬崖、深渊裂谷、毒虫猛兽遍布于这条名鹰绝山脉的庞大山脉之内。由于这些种种天险，再加上凡人沾之必死的阴煞之气，时常自山脉内的深渊裂谷翻涌而出，使其彻底成为了普通人类们的境地。但是这对于普通人类们来说是生命禁区的庞大鹰绝山脉，对于那些自认为超脱凡人踏上修魔之道的魔修们来说却是天堂圣地。鹰绝山脉幽冥宗九幽峰。九幽峰原本是一处高达近1000米的巨峰，被幽冥宗曾经的初代老祖一剑斩断顶部的1/3山体后，这座如今只有600多米高的九幽峰上便修建起了一座经历1000年历史都未腐朽，通体用黑紫色巨鹰石打造而成的巨城。而这座巨城便是幽冥宗宗门驻地外围以山而建的九幽城。九幽城中一处完全由黑青色石板打造而成的宽阔广场之上，一个个蒲团之上此刻正静坐一个个看样子只有17、18岁，聚精会神盘膝打坐，身穿黑色劲装长袍的男孩女孩。这些男孩女孩们都是幽冥宗派遣弟子从周边数个凡人国度之中坑蒙拐骗，杀其全家抢回宗门内具有灵根的孩子。这些孩子们在刚被拐到幽冥宗的时候，不过都是只有7、8岁而已。幽冥宗用一些秘药从小对他们进行培养，不断淬炼他们的身体，使他们能够在鹰绝山脉之中长久生存，甚至还会教他们修炼踏上修仙意图的炼气功法和一些法术以及武技进行培养锻炼，为的就是能够让他们在18岁前的时候，根骨经脉彻底成型之时突破炼气之境，补充幽冥宗弟子存有数量的新鲜血液。至于那些没有突破到炼气境的孩子，他们会被幽冥宗的那些魔修老道们
怎么安排？从那座摆放在广场外高台上，已经点燃灵火，并不断添加进去些灵材进去的那座10米高的巨大血红色炉顶中，所传出的一声声凄厉尖锐的孩子悲嚎声，可以看出那些没有突破到炼气境的孩子们会被安排的死得很惨。被丢进炉顶之中的他们，在炼制成大不懈丹之后，会化作此刻广场外盯着那座炉顶流露出贪婪之色一众幽冥宗魔修弟子们的修炼资粮。此刻从胎儿的时候就转生到这方无数魔头邪祟所纵横的世界的方远，正是那一众不断尝试突破炼气之境，要么成为幽冥宗魔修弟子，要么成为大不懈丹的一众少年少女们当中的一员。方远这一世长得很帅，当然也可能是修仙养颜的缘故，让他原本小帅容貌变成了如今的很帅。毕竟在场的一众接触修仙修行，哪怕修的是魔功的少年少女们，基本上颜值就没有丑的。颜值在修仙世界是最不能信的东西。方圆感知着广场中阴煞之气内用修炼功法所能萃取的灵气越来越稀薄后，顿时心中的恐慌急迫感不断蔓延上心头。还差一点，还差一点，我就可以打通全身灵窍，踏入炼气之境了，稳住不能慌。方远心中不断安抚着自己的情绪，待其平静心情之后，他便继续开始调动自广场中从那阴煞之气内淬炼出的灵气，尝试冲击体内那下等上品灵根所具备的分布于体内各处的23个灵窍。21个灵窍，方远如今开辟打通了21个，距离全部灵窍打通开启丹田灵海，成为那幽冥宗弟子的炼气境，此刻仅差2个灵窍。时间1分1秒的静静流逝，在耳边响起那一声声凄厉尖锐的少年少女们的哀嚎声中，方圆此刻的心神居然出奇的完成平静了下去，情绪没有任何波澜的冲击着最后2个灵窍，完全将那一声声在心底凝聚成一只只恶鬼的恐怖哀嚎声给无视掉。就在这广场中央，那一颗散发出浓郁阴煞之气的黑色宝珠内，最后一丝阴煞之气飘入广场之中，随之破裂开一道道裂纹后，凌空悬浮于广场高空之上。7位幽冥宗长老中的一位身穿血袍，修炼某种邪魔功法，导致面容不断狰狞扭曲变换的一位长老，血冥道人张秋生，缓缓抬起他那宛若骷髅般的手指，向着下方广场中那些还在苦苦挣扎的少年少女们逐一点去。只见一道道血色丝线随之自血冥道人张秋生的那骷髅指尖不断快速飞出，向着下方广场中的那些少年少女们的头顶天灵盖润物细无声地钻了进去，逐一检测着那些预备役幽冥宗弟子们是否真的突破到了炼气境，以及开辟出的丹田灵海有多大的张秋生。控制着那一条条血丝，将那些没有突破到炼气境的少年少女全部丢进炉顶炼制大补血丹。其余突破到炼气境的弟子，则按照灵根品级、丹田灵海面积评定不同的天赋等级进行重新排序。而方远正是那些被血丝控制着身体，如同提线木偶般被扔进炉顶中炼制大补血丹中的一员。就在方远看着身侧那一具具被血红色火焰焚烧的尸体不断熔炼出一道道精血，与炉顶上方的各种灵材所化的灵液相融，凝聚成一颗颗大补血丹之际，转瞬间那炽热的血红色火焰翻涌着便向他席卷而来，将之团团包裹。就在方圆以为自己要死了，终归是不能像那些带系统的穿越者前辈一样成为龙傲天般吊炸天的存在，不断懊悔之时，一道璀璨的五光十色的光辉自方远的灵魂识海空间中由内而外的绽放而出。那道光辉在绽放出的瞬间，将所覆盖之处上的一切血红色火焰以及那些大补血丹给瞬间吞噬，重新归于方远灵魂识海空间之中。还未等方圆想明白这是个什么情况，一道绚烂的光门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此刻外界道场中的血冥道人在察觉到丹炉中有异样的他，在神识见到其中光景后，顿感不妙的怒斥道：“蝼蚁岂敢！”嗡！听着耳边响起的那一声宛若雷霆般的轰鸣，耳朵刹那间直接流血而出的方远顿时感觉脑袋要炸裂开一样，知道自己再不跑路就必死无疑的方远没有任何迟疑的便选择了当前唯一有可能保他一命的决定。跨步之间，方远便转瞬消失进其面前的那一道光门之中，从此间消失不见。五光十色的光辉闪过，在一片漆黑广阔的区域之中，方远的面前随即出现了一个个五光十色的气泡，那每一个气泡当中都浮现着一个个看着祥和却充斥着诡异气息的世界。在看着那些气泡的瞬间，方远脑海中便浮现出了他的金手指名称——无尽世界之门。第104章终章2。轰轰轰！一道道璀璨绚烂却又恐怖的能量光柱自白神口中喷涌而出，轰击向面前漆黑一片的层层黑幕。在那一层层黑幕之中，是一个个似真似幻的真实世界。在那层层黑幕被白神的攻击破碎万千撕裂的那一刻起，那一个个似真似幻的真实世界随之消失于那无尽的黑暗之中。该死，这些尾界到底有多少层啊？白神口中的能量光柱
在那一个似真似幻的真实世界消失之后，看去面前那空荡荡的虚无黑暗，不由破口大骂了一声。至于除了白神外的其他龙，由于他们的品质等级没有达到与白神一样的 SSS 级，且他们也能无限复活的情况下，此刻红莲、风华、暗蓝等龙如同方远一般被困在那仿若永无止境、似真似幻的一个真实无比的世界当中。吼！一声恐怖的龙吟声自白神口中发出，宣泄了下心中郁闷焦急的情绪。白神不由再次思考起，大到要不要使用他最强的力量，将整个道诡异界给彻底毁了。用那招吧，以无上龙巢和时空复生之门，还有诸界归虚剑阵的品质等级，应该不会在我那一击下被毁的渣都不剩。但是整个苍蓝域都可能在我那一击下毁灭，届时主人的全族都死了，我又该如何谢罪？并不知道时空复生之门除了领地内召唤出的生灵外，其他生灵也能将之复活的白神，脑海中思绪不断反复交错着。不管了，主人的安危要紧，其他与主人同族的那些人，我可管不着。心中这样想着，白神瞬间便有了决断。白神扇动绚烂的6道星空，光翼飞向高空，随即无尽璀璨的宇宙星空光辉自其身后不断扩散展开的那一轮轮宇宙星空漩涡中显现而出。轰轰轰！一道道毁天灭地般的宇宙孽灭神光自白神身后的那一道道庞大的宇宙星空漩涡之中轰然绽放而出，笼罩向整个道诡异界黑幕，乃至苍蓝域界域。轰轰轰！一声声恐怖的爆炸轰鸣声随之响彻于苍蓝域以及数个域界之间。砰砰砰！大地崩裂，山河破碎沦陷。苍蓝域原先世界中的万事万物，连同那覆盖广阔界域的道诡异界，在此刻都不断灭灭成尘埃，消散于此间各处。道诡异界深处，察觉到这一外在毁灭因素的张三火，此刻又惊又怒。这头孽畜，他怎么敢是主的？他的实力又为什么会如此之强？口中发出怒吼的张三火，在已经拼尽全力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反抗白神这一击的能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道诡异界彻底的走向破碎毁灭的结局。该死！不然我活着，我也不会让你的主人好过。发出这样一声不甘的怒吼，张三火用尽仅剩的力量，便想要方远已经破损的灵魂本源中的一魄给彻底引燃，将之焚烧一空。然而张三火的力量终归是有些力竭了。在张三火要将方远的灵魂本源中的一魄引燃前，其自身的灵魂本源便已经走向了灭亡毁灭的终点，引火烧身，自绝坟墓。在张三火的灵魂本源毁灭过后，方远真正的灵魂随之复苏。在方远睁眼的瞬间，映入眼帘的便是无尽璀璨的宇宙星光，向着他所在的一片黑暗之域不断激射扩散而来。好美！看着那迎面来璀璨却又充斥着恐怖能量波动的光景，刚刚恢复自身真正灵魂意识的方远不由发出一声感慨。感慨过后，迎接方远的便是死亡。当方远再次醒来的时候，他睁开眼的瞬间，便看到了将他抱在怀中坐于地面之上，如今成熟绝美的白神。在白神的搀扶下，哪怕是复活后依然感觉身心颇为疲惫的方远，此刻脑袋环绕四周看了眼，便不由皱眉对白神问道：为什么四周全是海？我们现在处于什么位置？白神想起先前自身爆发全力，将整个苍蓝域以及其余临近苍蓝域的域界都给毁灭了的一幕，不由有些尴尬和心虚。但他依然实诚地回答方远道：主人，我们现在仍然处于苍蓝域之中，至于您目前所见到的这一片海，是苍蓝域被我先驱毁灭蒸发之后无尽大陆之上的地海。听到白神的回道，方远脑海中灵光一闪，瞬间想起了先驱的死亡前所见到的那美丽光景，当然也想起了张三火对于他不断进行迫害的那一幕幕记忆。想起那些仿若真的穿梭于一处处真实世界，似真似幻般的记忆，方远顿时感觉有些心里不适。张三火死了吗？这次是真的死了还是假死？我目前处于的是真实的世界，还是依然是那些似真似幻的伪界？心里不适的方远脑海中不断思考着那一个个让他仿若有些精神分裂般的问题。就在方远感觉自己精神真的分裂了，仿若分不清世界真假的时候，白神将面色不断恍惚站立的他死死地抱在了怀中，不断安抚道：有我一直在呢，主人别怕。在数十分钟之后，精神恢复正常的方远陷入到了冷静的思考当中。他所思考的正是他先前所经历的那一处处似真似幻世界当中他所不知晓的那一个个不同点信息。混沌元晶，这个他最大的金手指依仗的名字，陡然间伴随着其不断思考分辨，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哈哈，我知道了。知道自己如何判断是否处于真实世界当中的方远，随即不由大笑了起来。理清了思绪后，方远调出领地属性面板，看着天地绝技一栏中天地气运之力的余额，不由抬手便是对着高空穹顶指去。嗖！一道不断扩大的璀璨金色光柱随之自方圆指尖飞出，向着天穹之上的高空中激射而出。
转眼间，一轮宛若金色太阳般的金色光球随之出现在了高空之上。嗡！一道金色的透明波纹伴随着一声轰鸣，自那庞大的金色光球上扩散而出，随之洒落下无尽温暖的璀璨金光。天地绝技，天地万象生。此天地绝技一出，转眼间被金光所覆盖的海面区域，海啸翻涌间，一座崭新充满生机的苍蓝玉大陆随之再次显现于此间。第105章红莲进化，毁灭暴神至尊龙。待到整个苍蓝域以及苍蓝域周边4域，伴随着天地绝技、天地万象生的力量影响下，恢复成原样生机勃勃的环境后，方远看着领地之中那率先从无尽大陆地海内翻涌而出、重新安置的时空复生之门，随即便开启了时空复生之门，将先前覆灭的与领地有绑定关系的生灵全部进行复活。大范围复活的情况下，时空复生之门在打开的瞬间，天穹之上转眼间便出现了无数不同时空世界的景象。于那些景象之中，有着一个个方远曾经的附庸领主们的身影画面，显现于那不同时空世界的景象之中。嗡！一道玄奥的波纹自时空复生之门上扩散，转眼间便席卷至整个穹顶上的那一道道不同时空世界景象。轰轰轰！一道道璀璨的五光9色的光柱，转眼间便如同下饺子一样，自穹顶高空之中的那些时空景象之中轰然释放，坠落向了苍蓝域的各处区域。再将因为他的缘故导致死亡的那些附庸领主们全部复活之后，方远随即打开了随身空间背包，查看起其中的那一个闪烁着璀璨9彩光辉的 SSS 级神话品质宝箱。先前4真4幻般的世界当中，我开出了能够让暗蓝进化成 SSS 级生灵品质的2件 SSS 级珍宝。那么现在如今，我又能开出什么样的 SSS 级珍宝呢？伴随着方远意念汇聚在那空间背包之中，那闪烁着璀璨9彩光辉的 SSS 级神话品质宝箱确认开启后，一道系统提示信息随之出现在其眼前。开启 SSS 级神话品质宝箱，获得 SSS 级英雄转职水晶、SSS 级暴怒之心、SSS 宇宙毁灭元晶。看着面前那系统提示信息当中所显现出的那3件物品的名称，方远不由感慨道：不是愚者之心和宇宙众生绝望元晶，而是暴怒之心和宇宙毁灭元晶吗？伴随着方远发出一声感慨，其意念汇聚在空间背包当中的那3件物品详细信息随之一一显现于他的面前。 SSS 级英雄转职水晶，此物自然不用多说。 LV1 暴怒之心，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功能1无限暴怒，消耗元力，无限提升使用者的怒气，提升其所能承受的全方面力量。2心猿怒马，可使一定范围内的一切生灵都变得狂躁无比，乃至自相残杀的地步。3暴怒是神，在无尽的怒气吞噬之下，最终丧失一切理智，只有愤怒的怪物。备注：使用者其原本的心脏将会被吞噬，对于使用者的心理变化有很大的影响。宇宙毁灭元晶，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功能1可以使用此物给 SS 级或 SSS 级乃至与之属性相适配的生灵进行不同层次品级的品质等级提升。2可打造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各种武器、阵法。3可直接调动其内的毁灭力量，对广阔域界范围内的一切生灵进行一次性毁灭性灭绝打击。备注：此物由一方宇宙达到成长极限后，该宇宙中一切事物开始衰退时所产生的毁灭力量凝聚而成。在看完那3件 SSS 级珍宝，除了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英雄转职水晶，其他2个与先前4真4幻世界当中完全不同的2件 SSS 级珍宝的详细属性信息后，方远没有多想，光从那2件珍宝的名称来看，他便知道该选择哪一头龙最合适来当他第2头 SSS 级神话品质的龙。没错，就是本身属性便属于越愤怒，力量也就越强的八荒氏阳破灭龙红莲。知道红莲便是最佳选择的方远，随即便对刚复活过来没多久的红莲进行起了品质等级进化。知道机会来之不易，且有很大几率打败白神当老大的红莲，直接显现出了其庞大的真形，飞向穹顶高空之上。在3道散发着璀璨9色神光的珍宝自方远面前显现，飞向高空，涌入进暗蓝体内的瞬间，方远手低下，第2头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龙随之开始诞生。伴随着天穹上空包裹着红莲的那庞大真身，五彩斑斓的9色神光再出现没多久，随之消散不见后，一头通体黑红色，其体型极为庞大、狰狞酷炫的6翼巨龙显现于方远头顶的那一片穹顶高空之上。而方远的面前此刻随之显现出一道系统提示信息：八荒氏阳破灭龙，品质等级从 SS 级传说品质提升为 SSS 级神话品质，英雄种族名称变更为毁灭暴神至尊龙。看了面前的那道关于红莲品质等级晋升的系统提示信息，方远随之调出了红莲的属性面板，进行其仔细的查看。英雄种族名称
毁灭暴神至尊龙。姓名：红莲。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 ：LV90，千分之1亿。好感：100。成长形态：完全体。心智性格：36岁少妇，完全体后岁数仅是形容某种状态。好强、暴躁、专一。属性：体魄6480，精神5000，元力6000。技能：无限暴怒宇宙毁灭咆哮，超 SSS 级，至尊为1；暴怒毁灭神域，超 SSS 级，至尊为1；毁灭神光 SSS 级，暴怒侵蚀 SSS 级。宝具：狂龙戟 S 级。就在方远看完红莲与曾经暗蓝截然不同的属性面板上的全部信息后，化作人形态，顶着绝美容颜，黑红色长发随风飞舞的红莲，随之转瞬间出现在了方远的面前。无法完全彻底被压住的恐怖气息，随之自红莲身上散发而出，向着一脸淡定的方远扑面而来。第106章 SSS 级九爪阴阳神龙。那股充满暴力的力量的恐怖气息，在方远的感知中，仿若与红莲浑然天成一般息息相关，彼此长存融为一体。进化成为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红莲，此刻意识感觉到了身上的变化，当即便收回原本迈向方远的脚步，顿时停在了原地。再将自身溢散而出的那恐怖力量气息全部收回体内后，这才走进方远面前道：“主人，幸不辱命，我的生灵品质等级成功晋升为了 SSS 级神话品质。”方远看着眼前将恐怖的力量气息收回体内，气质瞬间变成英姿飒爽，配上其绝美面容，简直是绝顶御姐的红莲。点头应道：“好，很好。这样之后再遇到那等突然降临的大敌，我们势必不会如同今日一样狼狈。”方远回应感慨一声后，随即想起周边10域还没有彻底踏平，随即便让众龙尽快去踏平那几域内的所有生灵。张三火的这一次突然袭击，让方远有了一种很大的危机感，他不得不加快发育的速度，不然等到下次碰到更为诡异突然降临的强大敌人的话，倘若对方等级领先他过多，他可不保证会不会被对方成功奴役。时间飞速流逝，1日转瞬过去，在白神等龙的亲自下场下，苍蓝域周边10域内，不管是异族领主还是土著生灵，1日过去皆被屠戮殆尽。在最后1域内的生灵被屠戮踏平后，方远面前随之出现了3道系统提示信息。叮！无尽征服灾难试炼起步，第1阶段试炼完成。由于您为第一个达成此阶段的领主，故奖励在原有基础上提升2个品质等级，获得一个 B 级史诗品质宝箱。第2阶段无尽征服灾难试炼开启，将会在您目前所征服的界域区域外，一次性开启100个界域世界，请继续您的伟大征服之路。完成第2阶段无尽征服灾难试炼后，将会自动开启第3轮无尽征服灾难试炼，届时开启界域通道的界域世界将会是1000个界域世界。以此类推，度过的阶段越多，所将面临征服的界域也将越多，奖励也将会越加丰厚。100个界域，以此类推，每度过一个阶段的无尽征服灾难试炼，也就我所征服的域界数量将呈10倍数的进行增长。方远看着面前的那3道系统提示信息，不由计算了一番，思索道：那么下一阶段展开的界域世界会是如同现在一样，还是 F 级呢？还是会提升为1级呢？这样想着，方远便通过心灵感应命令白神等龙向着那10域外新出现的那几域飞去，探索一下此次出现的那些界域中，那些异族领主们的实力如何。就在白神等龙前往10域外那新出现的百域查看情况之际，如同先前方圆所经历的那似真似幻的盗诡异界一样，叠加有镇国特性第2条力量加持的无上龙巢，随机召唤刷新出了新的龙族兵种。而这次的龙族兵种正是如同先前张三火盗诡异界当中的品质等级达到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龙族。吼！一声嘹亮的龙吟声响彻天穹，在领地草地上躺着的方远随之看向头顶上空那一头浑身闪烁着璀璨黑白色光辉，身体蜿蜒盘旋的九爪阴阳神龙阴九阳。随着方远目光不断注视下，关于九爪阴阳神龙阴九阳的属性面板随之显现于其面前。兵种名称：九爪阴阳神龙。姓名：阴九阳。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 LV1 1%。好感： 95。成长形态：幼年期。心智性格：6岁小孩，开朗、佛系、和谐。属性：体魄420，精神420，元力440。技能：阴阳泯灭神光 SSS 级，阴阳造化光轮 SSS 级，阴阳咒印 SS 级，阴阳造化玉 SS 级。宝具：阴阳神剑 SS 级半生器。看过自己按照其兵种名称取名为阴九阳的这一九爪阴阳神龙属性面板后，方远便见到陡一降临的阴九阳化作一个黑白色对半分长发及腰的小女孩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看着面前那黑白一瞳、清纯可人的阴九阳，
方远那曾经渴望一个可爱小女孩当女儿的心瞬间跃动了起来。抬手之间，方远的身体便瞬间出现在了殷九阳的跟前，手抚摸在了殷九阳那光滑的头顶上。方远一边抚摸着露出一脸享受样子的殷九阳脑袋，一边随之查看起了他那名为阴阳神剑的半生宝具的属性信息。LV1 阴阳神剑，品质 SS 级传说品质，功能1阴阳玄光，可探测出 SS 级传说品质及以下品质等级事物的本源信息和可叙述性基础信息。2阴阳轮回引，凝聚阴阳法则之力，凝聚出一道阴阳轮回之门，可使被攻击事物倒转生命形态和实力等级。备注：阴阳轮回引在足够力量的支持下，可将敌对目标直接从现有状态归宿到最初的存在与不存在的状态。看着阴阳神剑的能力，尤其是最后对于阴阳轮回引这一能力的备注，方远不由感慨道，这半生灵气的强度，倘若是提升到 SSS 级，且力量可以达到无限供应的情况下，恐怕是顶尖 SSS 级生灵品质层次的白神和红莲都不会是其对手。这样感慨过一声后，方远的灵魂意识中接收到了暗蓝的灵魂意识画面共享申请。想到暗蓝可能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要禀告他，方远便连忙同意了暗蓝的灵魂意识画面共享的申请。在方远的灵魂意识画面出现暗蓝如今所见到画面之际，他顿时震惊不已。第107章白神 vs 红莲。时间回到数小时前，在前往苍兰域附近10域外的其他界域之际，白神和红莲不可避免地展开了一场争夺老大位置的决斗。白神和红莲两龙以一处名为过九域的界域当作主战场，分立于那一方界域的两端。吼 ！X2 伴随着2声狂暴洪亮的龙吟声响起，一道璀璨星光色的能量光柱与一道黑红色充满毁灭气息的能量光柱，转瞬间自白神和红莲巨大的龙首口中喷涌而出。只见那2道璀璨的能量光柱撞击在一起的瞬间，恐怖的能量爆炸冲击波随之自那一轮不断膨胀的绚烂光球上扩散开来。轰！巨大的轰鸣声转瞬间便响彻于那片界域的天地间。就在那一处界域中的所有异族领主和那些本土生灵们在那恐怖的力量波动下瑟瑟发抖之际，只见那一道庞大的绚烂能量光球瞬间在那高空之上爆炸开来。轰轰轰！无尽的轰鸣声随之响彻于那方界域之中。只见那方界域在那道庞大的能量光球爆炸的情况下，转眼间天崩地裂，世界一切事物在那2种恐怖力量的扩散冲击下化为乌有。转眼间，在那深不见底的波涛翻涌而起之际，原本的那一方界域此刻已经不复存在。好 ！X2 白神和红莲隔空龙吟咆哮一声，轰轰！随后2道空气炸裂的磅礴破开声，在那片界域大陆消失之后的无尽海域上空响起。砰！在2者碰撞在一起的瞬间，展开龙人战斗形态的红莲转瞬间便抓住了白神撕裂而来的一只巨大龙爪。红莲扇动背后6道燃烧着恐怖黑红神炎的龙翼，恐怖的牵引力量随之带动着他和白神在那半空之中转动了起来。轰！在快速转动一圈的刹那，白神便被红莲那身体爆发出的恐怖肉身力量给甩向了无尽海域之中。哗啦啦！一道通天水柱随之在白神那巨大的身躯坠落冲击下，自那无尽海域平面上飞腾而起。就在白神扇动他身后的那6道光翼快速地制止住下坠无尽海域的庞大身躯，随后向上冲回去之际，轰！一道庞大璀璨的完全由恐怖毁灭能量构成的巨大黑红色真龙虚影转瞬间破开白神上方的无尽海域，向他轰击而去。那头巨大黑红真龙虚影所过之处，无数海水转眼间便被蒸发一空，将他所过之处的位置空间化为一片真空区域。眼见那来势汹汹的巨大黑红色真龙虚影将要与他自己碰撞上之际，白神却一点都未慌张，依旧一往无前地向着上方快速飞去。眼见白神即将与那散发出恐怖毁灭力量的巨大黑红色真龙虚影相互碰撞在一起之际，白神头顶上方转瞬出现了一道庞大的星空漩涡，将白神整个庞大的身躯都吞噬进了其中，消失在了那巨大黑红色真龙虚影的前方。好！一声狂暴的龙吟咆哮声响起，伴随着一道庞大的星空漩涡转瞬间出现在了红莲头顶上方的穹顶高空之上，白神随之从里面快速飞了出来。露出金银之色的红莲瞬间摆出防御姿态，其体外更是浮现出一道无数黑红色真龙虚影环绕的厚重护罩。轰！一道绚烂的宇宙涅灭神光随之自白神头顶上方的那一座庞大星空漩涡之中飞速激射而出，轰击向下方的红莲。恐怖的爆炸轰鸣声再次响彻于此方界域，哪怕是隔着数千米的距离，那下方的无尽海域更是掀起一道道滔天巨浪。体外护罩破碎，得亏及时使用压箱底的能力，将全属性增幅达到9倍。红莲此刻高低的受不小的伤。好！开了9倍全属性增幅的红莲，其怒气值此刻可以说是极为恐怖的，
使他对着高空上的白神便是发出了一声无比愤怒的龙吟咆哮声。而白神对于那发出恐怖龙吟咆哮声过后，便煽动着席卷天地间黑红色毁灭火焰6翼，向他不断席卷而来的红莲却是依旧沉稳的一批。只见本就璀璨绚烂的白神，其体外瞬间绽放出无尽星光的绚烂璀璨流光，一道道庞大的宇宙星空漩涡随之出现在了其头顶上的穹顶高空之上。轰轰轰！一道道绚烂恐怖的宇宙灭灭神光，转眼间便自同样力量增幅了9倍的白神身后，那一道道庞大的宇宙星空漩涡之中喷涌而出。体型庞大红莲煽动背后无数黑红色火焰翻涌的6翼，一道庞大的空间破碎的火圈随之显现。瞬间速度增幅了数倍的红莲，转眼间撕裂层层空间，便要试图穿过那一道道宇宙灭灭神光的攻击，一拳攻向白神。但是白神呐，能够灭灭宇宙的宇宙灭灭神光，怎么可能是那么容易就躲开的？伴随着白神心念一动，那万千宇宙灭灭神光便随之同样破开层层空间，遮天盖地般的向着红莲围剿轰击而去。轰轰轰！一道道恐怖的爆炸轰鸣声，不久后便不断响彻于那片高空界域之上。咔嚓！于一声响彻的宛若玻璃破碎般的声音，自红莲体表外再度凝聚，且更加厚重数十倍的护罩上响起。此刻庞大身躯的红莲神情瞬间越发愤怒，一杆庞大的黑红色长戟随之出现在了其手中。就在愤怒力量不断侵蚀着理智的红莲打算再度提升自己全属性力量，与白神展开交战之际，观战了那么1-2秒的方远随之愤怒地对红莲以及白神下达了命令道：忘记我交代给你们的任务了吗？在还没有完成我交给你们的任务前，就在这里解决你们的私龙恩怨，你们还不把我放在眼里？原本还想也打算使用无尽星门与红莲一战，一举将之击溃的白神顿时收起了先去心中的想法，随后与红莲一起向方圆表达他们的牵引以及想要验证他们间实力真正如何的想法。对于白神他们所给出的解释，方远并未多说什么，而是再次强调了下任务纪律性的问题后，方远便让白神和红莲尽快查明那外域的实力，然后回到领地领罚。想到方圆所说的惩罚，白神和红莲不由皆是心中一惊，流露出了一种沮丧害怕的神情给方远看。实际上他们内心深处则不由浮想联翩起来，猜测方远到底要如何惩罚他们。在结束与方远的相互交谈后，白神和红莲随即便向着其他百域的各个界域快速飞去，完成他们的任务。至于方圆所布置的任务完成速度，对于此刻全力以赴的白神和红莲来说，那简直不用太快。第108章暴兵1000亿巨龙将士。为了保证各界域的大陆完整性和资源消减毁灭笔直的缘故，原本只需要1天时间就能将那上百界域给彻底毁灭的白神和红莲，足足用了5天时间才完成方圆所交代的任务。按照方圆所猜想的速度来看，白神和红莲两龙完成任务的速度依旧比他所想的要快得多。在白神和红莲以及其他负责监管他们别又打起了的众龙一一回到苍兰域的无上龙域内后，方远调出自己如今附庸领地的地图，看着包裹苍兰域四周的辽阔界域，不由思考着到底要不要蓝星人族众人派往那些界域进行发展，为他开垦维护生态，源源不断生产领地所需的资源。在思索再三之后，方远心中有了决断。虽然我的宗旨是不养废物，但那些人的兵种实力终归是差了龙族生灵很多，对于各界域的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的治理都不占据优势，因此还是让效率更高的那些具备不同属性的龙族生灵进行各域界的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治理比较好。这样想着，方远再将现有的领地升级资源全部投入进领地和无上龙巢，将之同步升级到90级后，方远面前随即调出了达到90级的无上龙巢的属性面板，对着兵种一栏中 A 级以下的那些巨龙兵种，直接就是召唤数量拉满进行召唤。无上龙巢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 LV90， 兵种 S 级无极飓风龙40000500亿， S 级九霄雷霆真龙40000500亿， A 级青眼白龙500亿500亿， A 级6翼红龙500亿500亿， B 级黑龙500亿500亿， 碧蓝龙500亿500亿， 碧铂金龙500亿500亿， B 级炎龙500亿500亿。每日刷新一次 S 级品质等级的龙，非重要性的龙省略不介绍。下一兵种随机召唤倒计时10日。功能根据当前兵种建筑无上龙巢的等级以及镇国特性的能力，每10日无上龙巢都将自行召唤出一头必定不低于 SSS 级品质的真龙，并解锁该真龙兵种召唤信息。镇国特性1，所有兵种生灵在召唤出来时无需消耗元晶进行提升，其等级便是无上龙巢等级数的一半。2，无上龙巢当前等级所能大概率刷到的品质等级的兵种将会直接提升一个品质等级刷新概率。3，召唤出的兵种生灵会觉醒出与其品质等级相同的半生神兵。4，召唤的兵种生灵数
将不再受无上龙朝等级决定。5. 召唤出的兵种生灵，其半生神兵的品质等级将与其自身品质等级相同，达到1000亿领地子民已解锁。下一镇国特性达到10000亿领地子民后将自动解锁。天地绝技：1. 天地万象生；2. 天地劫灭掌；3. 逆天改命；4. 天地尽断；5. 苍蓝影；6. 斗转星移，消耗天地气运之力，可将领地内的任何事物进行不同位置的瞬间调换。7. 星穹坠，消耗天地气运之力，可将一方大片星穹区域压缩凝聚，攻击敌人。看完面前在消灭百域生灵天地气运之力暴涨且等级达到 LV90 的无上龙巢属性面板后，一声声宛若浪涛海洋般呼啸而起的龙鸣声，随之自不断从无上龙巢中飞出的那些巨龙口中响起。方远抬头往前，便见领地上空出现了一头头各式各样的巨龙幼崽，铺天盖地的飞舞在那天穹之上旋转着。调出兵种属性面板，找到它们对应的种族属性面板，将所有该种族龙众生灵全部选中进行升级，全部提升至60级后，消灭百域生灵所获得的元晶很快大半都被消耗一空。作为这些后，只见天穹上原本只有数米大的那一头头龙崽们，在此刻一道道金光笼罩他们全身的情况下，伴随着一道道比之先前要嘹亮恐怖了数百倍的龙吟声响起，方远便见到一头头比之先前要庞大了数百上千倍的巨龙，遮天蔽日般的飞翔于领地外的广阔天穹之上。这一幕景象瞬间将本就刚复活不久震惊不已的一众蓝星人族给再次震惊的无以复加。所有 A 级以下的龙众生灵听令，去苍蓝域外的所有界域开采木料石料。至于部分拥有种植和滋养大地能力的龙众生灵，则负责恢复那个界域当中的生态环境，以待重复开采。伴随着方远的命令，通过天地气运之力传达进天空上所有龙众生灵的脑海之中。好，如同山海倾覆般的龙吟声，随之自天穹高空上那向着苍蓝域外110界域的上千亿众龙口中响起。第109章时空跃迁之门入侵雷欧娜所处界域。上千亿只巨龙，而且还是等级都在 LV60 的情况下，开拓比之苍蓝域大不了多少的110界域，那所用的时间必然不需要多久。3日过去，方远看着面前领地面板中资源一栏内普通石料和普通木料的数据，不由笑道：果然还是开域，不断拓展资源上限的基本盘，积累资源，方才能让我最快的提升领地等级，跻身到亿万种族领主等级排行榜当中的前100之列。感慨一声，方远随之将领地等级提升的面板调出，直接将之提升等级拉满至150级，方才停止。当确认升级的那一刻，方远看着笼罩领地外那不断扩散的金光，只想说一句：连升60级，还有谁？嗡！磅礴璀璨的金色光辉笼罩着方远的领地无上龙域，不断向外扩散着，拓展着无上龙域的领地面积。由于提升等级比较多，那领地提升所显现的法则之力，如同实质一般显现于方圆领地内四周，融入进其领地中每一处角落之中。待到笼罩方圆领地无上龙域的那璀璨金光，伴随着领地内的那万千法则之力一同消失之后，方远面前随之出现了等级达到 LV150 级的领地属性面板。领地名称：无上龙域，领主方远，半生灵物混沌元晶，领地等级 LV150，面积1000万亿平方公里，建筑无上龙巢 LV90 SSS 级，诸界归墟剑阵 LV90 SSS 级，时空复生之门 LV90 SSS 级，大千世界树 LV90 SS 级，筑气塔 LV90 A 级，日月华光池 LV90 A 级，跨域交易阁 A 级。领名100100 亿。粮食省略。资源 SS 级，无尽星门 LV95，白神已装备绑定，弑神魔剑 LV95 SS 级，英雄转职水晶2，天堂圣光元晶。S 级 S 级英雄转职水晶2，堕星魔眼 LV95，暗蓝已装备绑定，黄龙戟 LV95，红莲已装备绑定，九天冰玄关堕渊千手观音神像，次元超闪战神机甲 LV95。A 级寒渊星铁100吨2，空间元16，泰坦元12，暗影魔铠 LV34，奇鬼魔镜。B 级 B 级英雄转职水晶2，普通木料1亿吨，普通石料10亿吨，元晶9万亿余。看着先前几日将各种建筑武器提升至90多级，以及今日提升领地等级所需的元晶一栏中那仅剩下的先前1/10的元晶数量，方远的目光在扫到资源一栏中跨域交易阁的时候，脑海中瞬间灵光一闪。先前那张3火能够跨域来搞我，我为什么不能跨域去搞其他高级一些的域界呢？那样获得的领地升级资源岂不是更多？这样想着，方远当即便使用混沌元晶的力量，
消耗1000亿元金，将之品质等级提升到了 SSS 级神话品质。在一道纯粹的9色神光笼罩下，跨域交易阁转瞬间变成了一扇巨大神秘玄奥的巨门。一道系统提示信息随之出现在方远面前。叮 ！A 级稀有品质跨域交易阁，品质等级提升至 SSS 级神话品质，更名为时空跃迁之门。调出如今晋升至 SSS 级神话品质时空跃迁之门的属性面板，方远看着其上的属性信息，顿时一惊。时空跃迁之门，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功能1。跨域交易，可以连通无尽大陆任何一处 SSS 级品质等级及以下品质等级界域中的随机生灵进行超远距离交易。2。咫尺之间，可开启界门，一方宇宙间的最大距离皆可成为你一步之间可达之地。3. 时空超维，不再局限于只处于你当前所处的时空之中，开启超维之门，可抵达过去、现在、未来等不同时间尺度空间世界。备注：1. 使用时空跃迁之门仅仅是进行超远距离交易，将不消耗任何能量。2. 开启界门将会消耗大量能量或是元晶进行门的维持时间。3. 开启超维之门，除了消耗大量能量或是元晶外，在门的维持时间结束前，未能回归到原来世界的情况下，将会迷失于错乱的时空长河之中。看着面前升级到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后，时空跃迁之门那只能用牛逼所能形容的3个功能，方圆此刻震惊过后，只剩下无与伦比的激动了。有此时空跃迁之门在手，再加上我那可以无限复活的时空复生之门，双门在手，谁还能是我的对手？哈哈哈！大笑几声过后，方远随即便调出了时空跃迁之门当前便已经有的其他界域的坐标目录，看向那曾经与他进行过多次交易的6亿圣光天使一族的蕾欧娜。这些天使一族所处的 A 级界域，想必众天使的实力不会很高，再加上这些天使貌似格外富有，倒是很适合当我跨域远征的第一个目标。这样想着，方远随即便消耗了数千万元金，开启了一道可以维持1个月时间，通往6亿圣光天使蕾欧娜所处的界域世界的界门。时空跃迁之门打开，伴随着其内混沌光景消散，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色随之出现在其面前。没有丝毫犹豫，方远直接开启，召集所有 S 级以上6000多万头巨龙们，前往6亿圣光天使蕾欧娜所处的界域之中。至于其他1000亿头巨龙，除了部分治理那些先前被开采过的界域区域外，其余龙则在方远的命令下，横推向第3轮无尽征服灾难试炼所刷新出的那1000座界域。穿过一片绚烂的光景通道，方远与他手下的6000多万头等级达到90以上，且品质等级也在 S 级以上的巨龙兵团们，转眼间降临到了天使一族所处的 A 级界域之中。6亿圣光天使蕾欧娜自他所处的领地城堡中飞出，悬浮于半空中的他，转眼间便看到了头顶上空那自无比庞大的一道光门中不断飞出的成千上万头散发出恐怖生命气息的庞大巨龙真龙们，感受着那些庞大巨龙真龙们与自己手下已经晋升到 S 级的商安兰近乎相同，甚至更加强悍的恐怖生命气息。蕾欧娜瞬间就不淡定，内心中不由升起了一种极为恐惧的感觉。而当那 SS 级传说生灵品质等级的暗蓝和风华等龙，以及 SSS 级生灵神话品质等级的白神、红莲和殷九阳等龙自那庞大光门中出现之际，只是看了他们一眼，便被他们恐怖的生命气息锁定的蕾欧娜瞬间如受重创一般，口吐鲜血的倒飞了出去。轰隆隆，倒飞出去的蕾欧娜转眼之间便将他的城堡给从顶到底的击了对穿。不过好在商安兰及时出现，挡住了一部分的白神等龙生命气息锁定后自动展开的防窥式攻击，不然此刻的蕾欧娜恐怕已经只是一具尸体了。没错，这就是生灵品质等级远超于其他生灵所拉开的属性差距的情况下，双方间真正实力所表现出的差距。面对白神等龙，哪怕是 SS 级传说品质等级的暗蓝等龙，蕾欧娜与他们进行单挑的话，恐怕一击都发挥不出来，就会在仅仅是一个眼神的凝视攻击下被直接镇压灭杀而死。生灵品质以及他们自身的等级差距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当真是恐怖如斯。第110章超闪次元战神机甲 vs 审判天使商安兰。对于天使一族，方远的选择当然不会与其他一族有什么区别对待，一视同仁好吧。在降临天使一族所处的 A 级界域后，方远立即便下达了进攻的命令。近7000多万头等级达到 LV90， 生灵品质达到 S 级以上的巨龙真龙们，在收到命令的瞬间便向着此界四处快速飞去。至于他们身下城堡中的蕾欧娜领地内的生灵，好久没有真正动手的方远，自然是亲自上场为蕾欧娜送上一份见面礼了。方远乘坐进自己那等级在 LV95 S 级品质等级的超闪次元战神机甲之中，俯瞰着下方蕾欧娜的领地，缓缓抬起了机甲的巨大右手。只见一块块机械元件不断自那机甲的巨大右手中心扩散而出，转眼间组合成了一杆巨大酷炫的狙击枪。
背后6道绚烂的金色能量粒子光翼展开，方远随即控制超闪次元战神机甲，扣动了手中那杆巨大酷炫狙击枪的扳机。轰！只见那根巨大酷炫狙击枪的枪口转瞬间喷涌出了一道璀璨的金色能量光柱，轰击向蕾欧娜所处的那一座巨大城堡。砰！伴随着那道直径上千米、庞大璀璨的金色能量光柱轰击中蕾欧娜所处的城堡瞬间，巨大的轰鸣声随之响彻此方天地间。一道璀璨的金色光球伴随着那一声巨大恐怖的轰鸣声，亦是随之自不断崩裂破碎的山川地面上升起，并且不断膨胀扩大。当那巨大金色光球膨胀到极致，随后由内塌陷爆炸之际，随之而来的则是一道恐怖的冲击波，自那金色光球爆炸的瞬间向四周扩散，随后则是无数能量粒子宛若一道道激光般飞速向着天地四周无差别扩散冲击。天崩地裂，万物生灵陨。仅仅是一击，蕾欧娜领地内方圆数千公里内的生灵全部都在那道庞大金色光球爆炸后所释放出的冲击波和能量粒子冲击下消失一空，毁于一旦。待到那恐怖的爆炸能量冲击释放完毕消失之后，蕾欧娜原本的领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庞大无比满目疮痍的深坑，在那深坑之中，无数尘埃浓烟不断翻涌飞舞着。嗖！一道璀璨的黑金色光辉自那滚滚尘埃浓雾之中快速闪烁，一道破空声随之响起。只见6道洁白羽翼背后，一轮天秤光轮闪烁着璀璨金光的商安蓝正抱着身受重伤的蕾欧娜向着巨坑外遁去。等级 LV109， 6亿审判天使一族商安蓝。看着下方商安蓝头顶浮现出的标志，方远笑道：等级在 LV109， 怪不得能抗下我刚才的一发碎星尖能炮。轰！方远笑过之后，超闪次元战神机甲背后的驱动引擎随之爆发出一阵轰鸣，其背后6道能量粒子光翼瞬间膨胀变大了数倍，推进间恐怖的加速度随之作用在了直径高达数千米的庞大超闪次元战神机甲上。转瞬间，超闪次元战神机甲宛若突破了空间壁障一般，瞬间伴随着一道空间涟漪出现在了商安蓝的上空数百米之处。一柄由先前构成巨大狙击枪的机械元件所重新组成的巨剑随之向着商安蓝快速斜斩而去。该死！大感不妙的商安蓝暗骂一声后，其身上陡然间散发出磅礴玄奥的力量，一道巨大的金色天秤虚影自其背后的那一道天秤光轮上显现而出。砰！自方远控制的超闪次元战神机甲所展出的那一剑碰撞在那金色天秤虚影的瞬间，如同被某种玄奥的力量影响了一样，那超闪次元战神机甲竟然诡异的抬手回斩向自身的机体。砰！方远控制超闪次元战神机甲另一只手臂死死抵住那挥动机械巨剑回斩过来的手臂，一声巨大的金属轰鸣声随之响起。待到原本挥斩机械巨剑的那只机甲手臂的力量完全被抵消之后，方远看着眨眼睛已经飞离他数千公里的商安蓝，不由呢喃感慨道：审判天使将一个物体的攻击进行置换反弹的能力倒也不是不无可能，可惜只有如此实力的话，就想要从我手里逃走，那可太异想天开了点。伴随着方远的这一声话音落下，超闪次元战神机甲竟然开始不断颤抖起来。不，应该说是超闪次元战神机甲所处的空间居然开始不断颤动了起来。随之出现的变化则是一架架与方圆所驾驶的相同样式的超闪次元战神机甲于一道道空间涟漪波动中显现于此方天地之间。转眼间95座超闪次元战神机甲拱卫着方圆所驾驶的那一座超闪次元战神机甲，火力全开的向着远处的商安蓝突破空间壁障快速冲去。伴随着身体四周的空间涟漪波动宛若遮天蔽日般全方位覆盖出现，商安蓝顿时停在原地高空，然后商安蓝便看到了一个个和先前所见的一模一样的超闪次元战神机甲组成一道大阵般将他死死包围在其中。看着眼前四周的景象，商安蓝不由有些头疼的感慨道：干，怎么和影族一样会分身？而回应商安蓝的则是自那一具超闪次元战神机甲巨大掌心中那所迸射出的一道道璀璨的艰辛能量光柱攻击。审判逆转！商安蓝见此情形，当即大喝一声，巨大金色天秤虚影以他为中心再次显现于此间天地。轰轰轰！一声声能量爆炸轰鸣声伴随着商安蓝所施展出的技能所能逆转的艰辛能量光柱达到上限，于商安蓝身体四周响起。达到璀璨的爆炸能量冲击波消散之后，原本重伤的商安蓝在其怀中苏醒的蕾欧娜全身所散发出圣光治愈下，转眼间伤势全部恢复。靠，这打架还带奶妈的是吧？看到这一幕景象的方远不由破口大骂一声。就在方远打算不配商安蓝他们玩下去，直接出必杀技将他们解决的时候，蕾欧娜全身瞬间绽放出了无与伦比的纯粹光芒，化作无数金色圣光将商安蓝全身包裹，短暂献祭自身灵石，将商安蓝的生灵品质提升到 SS 级传说品质。伴随着10大洁白光翼自那金色圣光中探出，
浑身披着黄金神圣战甲的商安澜手握着一柄璀璨圣光审判裁决之剑，遥指着不远处方远真身所在的那具超闪次元战神机甲。第111章，随手一指碾死。哟，指老子干嘛？看着商安澜的动作，方远不由开启公告交流扩音器，对着商安澜就是阴阳怪气的喊了一声，然后商安澜就用他那忧郁的低音炮声音对着方远恶狠狠地说道：干嘛？当然是把你给活活打死。伴随商安澜话音落下，其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化作一道道璀璨金色流光，转眼间持剑穿过那一具庞大的超闪次元战神机甲的胸膛，将那些战神机甲给洞穿。就在那一具被方圆所在的主机超闪次元战神机甲所召唤出的异时空次元中的超闪战神机甲能量核心被一一快速毁灭的时候，方圆所驾驶的那一架战神机甲面前，转眼间出现了商安澜持剑俯视他的身影。轰！只见商安澜手中的金色审判裁决剑一震，一道璀璨的金色剑光转眼间将方远的那超闪次元战神机甲给一分为二，而那一分为二的超闪次元战神机甲随之如同泡影般伴随着一道空间涟漪消散于一脸疑惑的商安澜面前。轰！抬手一剑斩出，随意的将一发艰辛能量光柱斩断泯灭。商安澜看着头顶上空的那具庞大超闪次元战神机甲，不由呢喃道：能够掌握次元空间的力量吗？当真是难缠呢。轰！伴随着商安澜的话音落下，恐怖的力量气息随之自其身上爆发而出，他的声音随着响彻这片天地。但就算是如此，我依旧能斩你。在商安澜的那一句话音落下之际，两道无比庞大的黑金色光阵转眼之间出现在大地与天穹之上。轰！一道庞大璀璨且气息无比恐怖的金色能量光柱随之自那两道璀璨的黑金色光阵中显现，由上至下贯穿天地。轰！空间被禁锢的方远根本无法调动超闪次元战神机甲遁入进次元空间中规避商安澜这一击，转瞬间便被那道散发着恐怖力量的光柱所笼罩。咔嚓！只是 S 级品质等级的超闪次元战神机甲转眼间便被那道通天光柱中的力量给轰击摧毁，破碎出一道道裂纹。伴随着一声宛若玻璃破碎般的声音响起，方圆所驾驶的那架超闪次元战神机甲转眼间破碎成了无数碎片飞散。至于超闪次元战神机甲中的方远，在被那道恐怖的光柱轰击在身上后，则是屁事没有。究其原因嘛，那就是早在先前他的品质等级便已经提升到了 SSS 级神话品质，其次嘛便是其等级一直保持着所能提升的极限程度，当前等级为 LV155。SS 级传说品质等级的生灵，而且其等级还只是105的商安澜，他的攻击能伤到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且自身等级在 LV155 比至高了50级的方远吗？答案显然是不能的。商安澜的攻击对于方远来说，连他体表外的那层由生命气息所凝聚出的天然防御屏障的防都破不了。方远就静静地悬浮于半空之中，只是抬手之间，先前破碎飞散出去的无数超闪次元战神机甲的碎片全部都瞬间飞了回来，于方远的面前凝聚成一块方方正正的金属块，被其收回随身空间背包之中。俯瞰着下方惊愕无比的商安澜，方远以一种极为蔑视的口吻随口说道：这场闹剧也该是时候结束了。先前已经爆发出全部力量的商安澜不可置信地看着高空之上背后逐渐凝聚出一座由磅礴天地气运之力所组成的神座的方远，双唇有些颤抖，不可置信地呢喃道：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点伤都没有？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然而回应商安澜的则是自不再收束自身力量气息的方远身上所散发出的那宛若浩瀚星河般的恐怖力量气息。轰！在倚靠坐在天地气运神座之上的方远所散发出的恐怖力量气息轰击在身上的瞬间，商安澜便如同掉线了的风筝一般，向着下方大地坠落轰击而去。砰！顷刻间便倒飞撞击在地面上的商安澜，转眼间便在地面上撞击出一道宛若陨星般坠落大地所轰击出的庞大巨坑。倚靠坐在神座之上的方远俯瞰着那深坑之中重新站起的商安澜，抬起一只手指便是遥遥指去，一根天地气运之力所凝聚而成的巨大金色手指转眼间自天穹高空之上轰然坠落，轰击在了商安澜的身上。砰！大地随之轰鸣崩裂，逐渐扩散出一道道宛若星辰崩裂般的庞大裂缝。双臂抬起抵挡着那巨大天地气运之指的商安澜，他哪怕用尽全部力量都无法抗衡那天地气运手指上所传递到他身上的那股恐怖力量。咔嚓！伴随着商安澜双臂手腕上的战甲开始破碎，其全身所穿戴的那件黄金战甲随之开始出现一道道裂纹，走向破碎的道路。生灵品质等级短暂提升至 SS 级传说品质的商安澜，在其身上的那战甲逐渐全面破碎的情况下，其生灵品质等级随之开始快速下降。当商安澜身上的战甲完全破碎，无数碎片绽放出璀璨金色光辉融合一起，显现出遍体鳞伤的蕾欧娜之际，
商安蓝的品质等级随之彻底从 SS 级传说品质跌落回了 S 级史诗品质等级，其全属性力量更不用多说，随之大幅度下降了许多。自身力量衰减许多的商安蓝，自然也就无法再抵抗方远那随手一指的攻击，顷刻间便连同蕾欧娜一起，被那庞大天地气运之指如同按死蚂蚁一般，死死地按向那不断破碎崩裂的大地，向着大地深处不断下降，直到商安蓝和蕾欧娜彻底于地底之中被碾成无数碎末尘埃之后，那道庞大天地气运之指方才消散此间。先前还拿剑指着方远想教他做人的商安蓝，如今则被方远随手一击给打得身无所存，魂飞魄散，死的不能再死了。第112章天使灭绝战1。天使族领主们所处的 A 级界域之中，在方远带着6-7千万头巨龙降临此间，并将支派往各地进行生灵灭绝等惨无人道的入侵事宜之际，天使族中各个分类派系的领主们便通过交流频道中所传递的视频信息，快速全面地发觉到了有强敌入侵他们所处的界域。就在各个天使族不同派系的领主们率领着他们那品质等级最强不过 S 级的各种兵种大军，集结在一起，向着方远的众龙兵团进行全方位围剿攻势之际，6亿圣光天使一族和6亿审判天使一族的族长都在同一时刻感应到了蕾欧娜和商安蓝已经双双阵亡。6亿圣光天使一族的族长，也就是蕾欧娜的父亲，连忙联系起商安蓝的叔父6亿审判天使一族的族长商天明，我女儿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间就陨落了？你们家族的那商安蓝作为我女儿的贴身护卫，到底是怎么保护我女儿的？连通着视频通讯的6亿审判天使一族的族长商天明皱眉愤怒地回答道：保护你女儿？我家的商安蓝用命去保护她，怎么就没有保护她了？听出商天明话外之意的蕾欧雄顿时表情一滞，反问道：你的意思是商安蓝也陨落了？商天明，哼，这是我用我族神器所收集到的商安蓝灵魂碎片随逆推出的他们双双陨落的经过，你自己好好看看。说罢，在一道视频传送到蕾欧雄的聊天对话框中后，商天明便直接切断了与蕾欧雄的视频通话。数分钟过后，看完蕾欧娜和商安蓝到底是如何死亡后的蕾欧雄，此刻除了满腔的愤怒外，还有那无尽的无奈。该死，那个入侵的领主降临的地方，居然刚好就是我女儿所在的领地。那个混蛋，怎么敢就那么活活将我女儿一指头给碾死啊？为什么这次幸运女神没有再次眷顾我女儿？该死该死啊！就在6亿圣光天使族的族长不断懊恼悔恨的时候，倘若让方远知道他所悔恨咒骂的最后一句话，多半得当场大笑几声，给这蕾欧雄补个刀，告诉他女儿的幸运女神就是他方远，那个亲手将他女儿杀死的入侵他们域界的异族领主。在解决完商安蓝和蕾欧娜之后，对于异族哪怕先前有利益往来的合作伙伴的死亡丝毫没有影响的方远，随即便带着白神等龙向着千万众龙所散去方向最外围正展开的一场场激战的方远飞去。数分钟时间过去，转眼间来到一处最为激烈战场的方向，俯瞰向不远处那正在不断交战的一幅光景。只见各种不同品质等级和种族的生灵兵种大军正不断用着他们那弱小的力量攻击着方远那一头头 S 级且等级在 LV90 的那些巨龙真龙们。然后那数以亿计的不同种族的生灵兵种大军在方圆手下的那一头头实力恐怖的巨龙真龙们的反击下，全部转眼间被一招毁灭大半，进行快速清场。该死的异族，你不得好死！一位浑身散发着神圣光辉的6亿圣光天使显然注意到了降临此处的方远，当即怒吼一声，便化作一道流光向方远杀去。但那6亿圣光天使显然是有些太过异想天开了。在那6亿圣光天使怒吼一声向着方远飞去之际，一道璀璨的星光光束转眼间便出现自其眼前，瞬间将他整个身躯给捏灭成了虚无，连个渣都不剩。白痴！对于那个异想天开，在白神随手一击下死的不能再死的6亿圣光天使，方远做出了极为中肯的评价。看着眼前如同小孩过家家般的场景，方远不由吐槽道：这样打下去，估计得打个好几天才能将这方界域彻底拿下吧。伴随着方远的话音落下，红莲和暗蓝等龙立马请缨道：主人，我等出手定能更快的将此方界域所有生灵尽快全部覆灭，请允许我等出手。听着红莲和暗蓝等英雄单位的主要大将主动请缨所说的话，方远当即随手一挥，便同意了他们的决定。然后方远便见到了显化出真身的红莲等众龙，以何种强势碾压的姿态，将那天使族各派系的天使以及他们所召唤出的兵种大军全部毁灭清场。就在红莲等众龙入场，加快速度平推此方天使族领主等亿万万生灵的时候，一道道璀璨的光束自四面八方的虚空中迸射而出，轰击向方远。第113章天使灭绝战2。怎么老喜欢玩偷袭这一套呢？方远看着那向着他轰击而来的
万千道璀璨的能量光柱，嘴里不屑地吐槽了一声。随后，只见方远对着身侧的白神挥了挥手，白神连真身都没有显现，抬手之间，宇宙星河轮转之景瞬间笼罩方圆数千上万公里。那万千道璀璨的能量光柱，顷刻间便被那升起的宇宙星河之景所轮转浮现出的黑洞给完全吞噬一空。啪！伴随着那道黑洞将所有能量光柱给全部吞噬之后，方远随之打出了一个响指，一道由天地气运之力组成的玄奥之力化作一道金色波纹，随之扩散至此间天地四方。那道金色波纹所过之处，一道道背后有着不同数量羽翼的天使族各派系的族长，随之自虚空之中显现出他们的真形。可恶！你这恶魔，我等天使一族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入侵我域，杀我女儿，屠我一族亿万族人？背后6道羽翼为纯金色的6翼圣光天使族的族长磊欧雄，在显形后对着方远便是开口发出愤怒的质问。对此，方远给出的回答是：入侵其他异族领主们的界域，还要问为什么？你白痴啊，老头！听到方远回答的磊欧雄，当即胸膛一口闷血自其口中喷了出来，气，太气了！其他天使族各系的族长先是鄙夷地看了眼天使族中出了名的圣母无脑一族的磊欧雄，随后便再度杀向方远，想要联合众人之手进行擒贼先擒王之举。显然，在显化出真形后的他们，与先前那直接莽向方远的那6翼圣光天使没区别，简直是在做白日梦。只见方远看着那化作一道道流光穿梭于空中向他追击而来的各天使族的族长们，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随即缓缓地抬起了他的右手。也就在方远抬起右手的瞬间，天穹之上转眼间风云巨变，一道无比庞大的漩涡随之显现其上。轰隆隆，一声声巨大的恐怖轰鸣声中，一只散发出璀璨金光的庞大巨掌随之自那不断轮转的漩涡之中显现，覆盖向下方一脸震惊无比神色的那一众天使族各派系的族长们。快跑！此敌实力超乎我等想象！该死，这家伙的实力可比6翼审判一族的族长先前所传送给我们的那道视频中所展露出的实力要强多了。赶紧跑啊！还在废话什么？再不跑一会就得死在那一掌下！就在天使一族各派系族长们叫嚷着快跑的时候，他们陡然间发现他们根本不能移动了。怎么回事？怎么我不能移动了？该死！我们被那家伙所施展的这一招所散发出的天地气运之力给彻底禁锢。死定了，死定了！我们要是也都全灭的话，我们所有天使一族怕是要彻底灭绝了。就在那一众天使一族的各派系族长们在生死之间不断焦急嘶吼着的时候，一道洪亮的求饶声随之响彻于此方天地之间。投降！我们投降！求您饶了我们一族吧！其他天使一族的各派系族长们在听到那一声求饶声后，当即意识到了什么，连忙也一同跟风的喊道：对，我们投降！我们所有天使全部投降！求您饶我们一命！我们不想灭族啊！求您了，饶我们一命！我们为奴为婢，让我们做什么都可以！求您了，求您饶过我们一族，我们这些族长全部去死都可以，只求您给我等天使一族一条生路。听着耳边传来的那一声声求饶声，方远施展天地劫灭掌的那一只手随之落下的速度更快了几分。砰！伴随着方远施展天地绝技天地劫灭掌轰击在那一个个天使族各派系族长身上，带着他们全部轰击在大地上，一声巨大的轰鸣声随之响起，大地崩裂下沉，无数碎石尘埃冲天起，瞬间笼罩大片天穹空间。约莫数秒，那由天地气运之力所组成的庞大巨掌转眼间消散之后，方远扣了下耳朵，弹了弹手指，如释重负般的随口说道：这下耳边可总算是清静了。天使族各派系族长们的死，对于那些依旧死战着的各派系天使族的领主们来说，无异于对他们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宛若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般。天使族各派系天使领主们所集结的大军以更加快速的速度被毁灭。约莫数十分钟过后，天使族各派系天使领主们所集结的那亿万万兵种生灵大军以及他们自身，全部都被方圆手下的众龙们给毁灭的一干二净。随着时间流逝，一天时间过去之后，比之苍蓝域要大了数千倍的天使族界域彻底被方圆手下的那7000多万巨龙真龙大军给平推的不再存在任何一方此界域中的生灵。在完成此界域中的生灵清理过后，方远面前随之出现了一道系统提示信息：叮，跨域跨阶覆灭一方 A 级界域，综合评定获得一个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宝箱。看着面前的那一道系统提示信息，方远并没有急着调出随后空间背包面板去打开那屡见不鲜的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宝箱，而是先消耗大量元金，出使时空跃迁之门，打开110道传送门，降临于他先前所占领的那一个个附庸界域，将那一个个附庸界域之中的大部分隆重生灵给传送进此域之中，对此域进行各种资源开采。至于附庸界域外，
方远那通过第3轮无尽征服灾难试炼所显现出的那不同异族领主们所在的1000座界域，自然由留下的一部分，也就500来亿头 AB 级巨龙们前往那1000界域进行平推，再将数百亿头 AB 级巨龙们召唤进此方天使族曾经所在的 A 级界域之中，并对他们发布开采资源的命令之后，方远这才调出随身空间背包，查看起了面板之中的那一个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宝箱。开始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宝箱，获得 SSS 级英雄转职水晶、SSS 级倾覆暗潮元晶、SSS 级积渊母盒。看着面前确定打开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宝箱后所显现于面前的那一道系统提示信息，方远随之意念汇聚在了 SSS 级倾覆洪流元晶和 SSS 级积渊母盒这2件珍宝身上，查看起了它们随之显现出的详细属性面板。倾覆暗潮元晶，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功能1，可以使用此物给与之属性相适配的生灵进行不同层次品级的品质等级提升。2，可打造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各种武器、阵法。3，可直接调动其内极致的黑暗力量，形成一道倾覆世界一切事物的黑潮，毁灭一切。备注：使用此物的生灵，其性格将后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LV 级渊母盒，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功能1，贯穿整个宇宙世界的深渊所诞生的母盒拥有着极致的侵蚀渗透力量。2，极渊母盒显现后，任何 SSS 级或以下品质等级的生灵在被其笼罩之下，皆会被其力量所侵蚀，发生生命和灵魂形态上的变异以及扭曲。3，极渊母盒显现之后不断膨胀，可演化出一条真正的诞生出无尽深渊的母盒，吞噬世界的一切事物，供其成长。备注：此物由一方宇宙中扩展到极致，最终将整个宇宙完全吞噬毁灭的无尽深渊的前身。看完面前2件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珍宝的属性面板，方远不由思索着这2件珍宝是拆开还是一起用在与之属性相符合的暗蓝身上，以此培养出一头比肩白神和红莲2龙的第3头最顶尖的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龙。第114章，连升100级，全榜第1。数日过去，暗蓝的生灵品质等级成功晋升为了 SSS 级神话品质，其生灵名称从原来的暗绝深渊魔龙更替为了青渊魔极致尊龙。那第3阶段无尽征服灾难试炼所降临展开的1000界域，更是被方圆手下的1000亿巨龙们给直接平推一空。在最后一个界域被平推之后，方远面前随之出现了一个系统提示：叮，获得成就千域之主、千族灭绝者。意念汇聚在那道系统提示信息中的2个称号，那2个称号的详细属性面板随之显现于其面前。千域之主，品质 SS 级传说品质，功能1，乾坤腾挪，千域内可以任意移动。2，界域气运之力，千域内的天地气运之力皆可被你所调动。3，界域重构，消耗天地气运之力，可任意修改每一界域地貌环境。备注：你已经是千域之主了，距离万域之主也就不远了。千族灭绝者，品质 SS 级传说品质，功能1，异族恐惧，其他品质等级在 SS 级传说品质以下的异族生灵，在你的生命力场下将会表现出极为恐惧的状态。2，灭绝强化，每灭绝一个界域中的领主种族，你的等级实力都将得到额外的提升，可超出领地上限。每灭10域，可超上限提升1级，超限提升10级后，每灭100域可再次提升1级。以此类推，每提升10级，所需灭绝界域当中的领主种族数量将会提升10倍。看完面前的属性面板后，方远随即便将这2个功能还不错的称号给佩戴上。做完这些后，方远调出地图面板，一眼便见到了在他如今附庸界域之外那一片广阔的正等着他去征服的界域地图信息。白神，你带着除了留在各个界域之中开采资源的那些龙外的龙，去把我们如今1000域外的那万域平推了。伴随着方远头也不回的命令传入进白神的耳中，瞬间显化出庞大真身的白神转眼间飞上天穹之上，发出了一声嘹亮恐怖的龙鸣声。伴随着白神的这一声嘹亮的龙鸣声响起，一道璀璨的光波随之自其身上快速扩散出去，转眼间遍布方圆所统治的整个附庸界域。随后通过对附庸界域的全知感应，方远便见到那上千附庸界域之中数以亿计不用留下开采的巨龙们飞腾向高空。随着白神和红莲等众龙向着上千附庸界域外那新降临的等待开拓的上万界域飞速前往而去，铺天盖地的龙影随之转眼间遍布上千附庸界域的辽阔大地之上。看着感知中那浩瀚的光景，方远随之调出了领地属性面板，将最近些日子所收集到的各种领地升级所需的资源全部拉满。看着领地属性面板中最终所能提升到的等级，方远大笑道：
我看这次还有谁能在个榜单上，在我的排名上面。伴随着方远的话音落下，其意念汇聚在面板上各个事物的提升键上，随之进行了群体提升确定。在方远确定升级领地的一瞬间，磅礴璀璨的金色光辉转眼间笼罩他的整个无上龙域领地，并不断向着四周进行快速扩散。由于这一次的提升等级较多，方远足足等了数个小时之后，那笼罩他整个领地的璀璨金色光辉方才消散。一道关于如今等级的领地属性面板随之出现在了方远的面前。领地名称：无上龙域，领主：方远，半生灵物：混沌元晶，领地等级 LV250， 面积10亿亿平方公里，建筑无上龙巢 LV250 SSS 级，诸界归墟剑阵 LV250 SSS 级，时空复生之门 LV250 SSS 级，时空跃迁之门 SSS 级，大千世界树 LV250 SS 级，筑气塔 LV250 A 级，日月华光池 LV250 A 级，领名101010亿1000000亿，粮食省略，资源 SS 级，无尽星门 LV255， 白神蚁装备绑定，弑神魔剑 LV255 SS 级英雄转职水晶2，天堂圣光元晶 S 级 S 级英雄转职水晶2，堕星魔眼 LV255， 暗蓝蚁装备绑定，狂龙戟 LV255， 红莲蚁装备绑定，九天冰玄关堕渊千手观音神像，次元超闪战神机甲 LV255 A 级，寒渊星铁100吨2，空间元16，泰坦元12，暗影魔铠 LV34， 奇鬼魔镜 B 级 B 级英雄转职水晶2，普通木料100亿吨，普通石料500亿吨，元晶7000万亿余。看着面前属性面板直接升级100级后大变样了的数据，方远顿时调出了各个榜单的排行榜。方远看着那在各个榜单排行中自己全部都位居第一的排名，不由仰天大笑道：哈哈，我看这次谁还能如同那张三火一样又空降下来想要灭我，到时候真有什么不开眼的找上门来，我高低让他尝尝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无尽大陆从今天开始终将会被我完全统治，铸就我永恒不朽的无敌神作。第115章无尽大陆争霸赛最终战1。事实上，正如方圆所言，以他这开挂般拓展基本盘的实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异族与他方远之间的差距随之也将会如同蓝星人类先前所有领主们一般，与之相差越来越大。那么异族领主们有没有将领地等级提升到逆风翻盘的可能呢？理论上来说是有那么一点可能的，但也仅仅是一点而已。只要那些等级排行榜中头部那些异族领主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他们自身所处的域界统一事宜，并且在之后对于展开出的与他们品质等级相同那些不同域界中的生灵进行碾压般的姿态将之覆灭，那么这些异域领主因为他们本身所处域界等级比方远所处攻略的域界等级高的情况下，有那么一段短暂的时间完成一个逆风翻盘，将领地等级提升到反超方远的地步。至于一直超越方远乃至将方远打杀掉这一事宜，对于如今已经起势根本不缺元晶可以完全发挥出金手指力量的方远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存在并发生的。由此可以断定，方远先前所言并非虚言。时间飞逝，转眼间数月时间过去，此时的方远领地等级在其将那些攻打下来的千万域界中的资源全部消化过后，已经提升到了令所有异族领主们都望尘莫及的地步，700级了。等将那些 SS 级领主们所在的 SS 级界域以及后续第8轮出现的那一亿界域的资源全部消化后，想必我的领地等级也就能冲击下900多级了。运气好的话，想必冲击下1000级也不无这种可能。看着面前提升到700级的属性面板，方远随即调出了同样提升了700级的无上龙巢的属性面板，显现于面前。无上龙巢，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 LV700， 兵种 SSS 级9幽极光龙4000亿每千兆， SSS 级破虚轮回龙4000亿每千兆， SSS 级逍遥荒羽龙5000亿每千兆， SSS 级创世苍穹龙8000亿每千兆， SSS 级破灭星穹龙9000亿每千兆， SSS 级醉玉裁决龙5000亿每千兆， SSS 级无尽梦魇龙6000亿每千兆， SSS 级无尽超维圣龙3000亿每千兆。每日刷新一次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龙，其余品质等级或非重要性的龙省略不介绍。功能：根据当前兵种建筑无上龙巢的等级以及镇国特性的能力，每日无上龙巢都将自行召唤出一头品质等级必定不低于 SSS 级品质的龙，并解锁该龙兵种召唤信息。镇国特性：一、所有兵种生灵在召唤出来时无需消耗元晶进行提升，其等级便是无上龙巢等级数的一半。二、无上龙巢当前等级所能大概率刷到的品质等级的兵种将会直接提升一个品质等级刷新概率。三、
召唤出的兵种生灵会觉醒出与其品质等级相同的半生神兵。4. 召唤的兵种生灵数将不再受无上龙朝等级决定。5. 召唤出的兵种生灵，其半生神兵的品质等级将与其自身品质等级相同。6. 召唤出的兵种生灵，其等级将不再受领地等级限制。7. 召唤出的兵种生灵低于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生灵，其品质等级自动提升一个品质等级。8. 召唤出的兵种生灵，只要属于同一族群，便可在瞬间施展本源真龙一技，融合所有该兵种的龙众生灵，归为一体。最后一个镇国特性将于领主将领地等级提升至1000级后自动进行解锁。天地绝技：1. 天地万象生；2. 天地劫灭掌；3. 逆天改命；4. 天地尽断；5. 苍蓝影；6. 斗转星移；7. 星穹坠；8. 万物缘起，可以让任何所思所想的生灵消耗天地气运之力，一瞬间创造显现。9. 万世轮回，可以将任何生灵的灵魂投入进不同真实世界当中，进行轮回重修，磨练心性。10. 天地永恒，天地气运之力不灭，则领主本人亦将永恒不灭。11. 无尽毁灭，使用天地气运之力，可将世间任何含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在内的事物进行彻底毁灭。看着达到700级后数据极为炸裂的属性面板，方远随之调出了领地等级排名榜单，看向那拍在他身后第2的位置，等级才400级的那位领主。啧，小巴菜。方远轻蔑地笑了一声，随即对着天空抬手一指，天空上转眼间扩散展开出一道无比庞大的璀璨光门。抬头看了眼那近乎笼罩他1/10附庸域界的庞大跃迁界门，方远不由笑道：养得差不多了，也是时候开始收割了。伴随着方远的话音落下，无数道磅礴嘹亮的龙鸣声随之自那一头头品质等级在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在999级的那数以亿计体型堪比一方世界的巨龙口中响起。等我的领地突破到1000级，想必也就能打破那游戏规则，强加在我一众龙众生灵身上的那等级压制枷锁了。看着那飞向天空之上的那一头头庞大的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巨龙真龙们，方远不由发出了一声感慨。这一头头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巨龙真龙们所进入的域界，自然是那排名第2的星神族日玄所在的广阔界域。进入到那方由多处 SS 级传说品质等级界域所组成的日玄的广阔附庸界域之中，一头头恐怖庞大的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巨龙真龙们，顿时间爆发出一道道恐怖的力量，向着四周不断宣泄而出。一道道恐怖绝伦的攻击，瞬间震天撼地，破碎苍穹。也就在这时，一道汇集磅礴天地气运之力，展露出更为恐怖气息力量的日玄，笼罩着无尽璀璨大日神光，自那穹顶高空之上显现此间。在日玄显现此间之后，他俯瞰着下方那一头头体型无比庞大，浑身散发出倘若他不融合整个附庸界域天地之力，一招就能将他解决的数以亿计的众龙们，对他们开口，依旧一副蔑视的样子说道：在我的界域，就算你们全部是 SSS 级又如何？是龙得给我盘着，是虎得给我卧着，修得如此猖狂。也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一道道恐怖的令天地空间不断崩碎，化为一片片茫茫虚无的攻击，自四面八方向着日玄攻击而去。哼，雕虫小技！日玄感知着那攻击向他的那一道道攻击，不屑地冷哼一声，随即全身瞬间绽放出无比璀璨的大日神光，如同一轮能照亮庞大星河般的大日一样，向天地四方不断快速扩散而去，将所有攻击向他的攻击都在转瞬间全部消融一空。纵然个别龙使用出的力量是时间、空间这种顶级属性攻击，也依旧不能突破不断消耗着天地气运之力，爆发出远超他真正实力的日玄所展露出的那恐怖大日神光。第116章屠榜灭族，晋升1000级。也就在日玄不惜一切代价，不断大幅度消耗着他所掌控域界中的天地气运之力，准备向着方圆手下的众多 SSS 级龙众生灵大开杀戒之际，吼！一声恐怖的龙吟声转瞬间自日玄的头顶上空响起。只见一头浑身闪烁着无尽宇宙星光，体型无比庞大，宛若一方大世界的白神，自穹顶上空的一片星光漩涡之中显现出真形。在白神出现此间之后，一道道恐怖的龙吟声随之自其头顶上空那庞大的黑洞漩涡之中传出。在白神显现此间之后，本就已经因为其散发出的恐怖力量气息，神情变得有些不对劲的日玄，在抬头看到那一头头生灵品质等级绝对在 SSS 级神话品质顶尖层次的恐怖庞大的巨龙降临此间的情况下，当即心头一颤。先前还以为能将这些 SSS 级神话品质的龙大开杀戒赶走的日玄，此刻顿时心生恐惧和退意。干，那个领主怎么还有这些超标的家伙？这还打个屁！日玄心中暗骂一声，当即停止了继续释放加强版的大日神光，
随后调动所能掌控的全部天地气运之力，转头直接化作一道璀璨遁光，开始跑路。他好不容易成长到如今这地步，如今让他去送死，简直是在开玩笑。然而日玄心中所打的小算盘，简直是在白打。白神等 SSS 级神话品质顶尖存在，且还是英雄单位的众龙降临此间，怎么可能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日玄跑路成功？真要让日玄从他们的眼皮子下逃跑了的话，他们何颜面对他们的主人方远这一路以来的大力栽培？轰！伴随着白神张开其宛若星辰般庞大的龙口，并在其中凝聚出一道恐怖宇宙星空灭灭炮。恐怖的轰鸣声随着那宇宙星空灭灭炮凝聚完成，随后轰然释放的情况下，瞬间响彻此方广阔天地之中。只见一道无比庞大的散发着璀璨宇宙星光的能量光柱，转眼间自白神的口中喷涌而出，向着日玄那近乎遁入空间夹层中的身影瞬间轰击而去。干！老子御界都不要了，还追着我打！你们这样赶尽杀绝，就不怕我和你们鱼死网破吗？感知着身后那道越来越近的能量光柱所散发出的恐怖能量波动气息，被惊得心惊肉跳的日玄顿时破口大骂一声，反过头来想要威胁白神，让白神收了他的攻击，饶他一条狗命。可惜白神翼或者是方远和其手下的众龙根本不怕任何威胁，面对日玄所说的那句威胁的话语，白神直接选择无视。他们每一个都能无限复活，还怕日玄搞鱼死网破这一套路？要是方远在现场的话，高低得好好嘲笑一番日玄，骂其简直是在搞笑。轰隆隆，差之分毫，在白神那道宇宙星空灭灭炮将要轰击到日玄之际，日玄突然爆发出了一道强大的力量，加速遁逃，躲开了白神的攻击。随之恐怖的大地崩碎，空间撕裂坍塌的天地轰鸣声，顷刻间响彻此方界域天穹与大地内，传入在场的每一个生灵耳中。嗖！一道璀璨的宛若耀阳般的金光，随之自大地崩碎掀起的磅礴沙尘碎石天幕之中，快速飞出，遁向远方。好！一击并未将日玄解决的白神，顿时口中停止了继续喷涌宇宙星空灭灭神光，同时发出了一声怒吼。而在白神失手之后，美龙有一次机会的其余众龙此刻纷纷快速飞向日玄，向其展开一道道猛烈恐怖的攻击。该死，那个异域领主一开始明明如此弱小，为什么现在手下能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的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龙？在加持在日玄身上的最后一部分天地气运之力被其消耗一空之际，面对随之而来的众龙恐怖攻击，日玄心中充斥着对方远为什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得如此之强的疑惑。他甚至对于无尽争霸赛最初开始所提及的绝对公平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否定感。然后在无尽的质疑与不甘之中，日玄最终灭灭在了一道道恐怖的不同属性能量攻击之中。至此，星神族在如今一族之主的日玄被干掉后，剩下的那些星神族的弱鸡领主们被方圆手下的那数以亿计的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众龙们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清理着。数十日的时间如白驹过隙般转瞬过去，方圆手下的那数以亿计的亿万万头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巨龙所构筑的兵团，以绝对碾压的姿态将争霸赛领主等级排行榜中那先前所有上榜的百级存在的异族领主们给全部灭族消灭一空。至此方远就会停下夸张，先吸收那些被他打下的那些地盘资源吗？当然不会。方圆反而在获得大量元晶的情况下，不断暴兵增加他的发展速度，以战养战，尤其是在基本上没有战损的情况下，这套战术可以说是被方远玩出了极致的效果。在每攻打完一处界域，留下一部分龙众生灵负责开荒收集资源，其余的龙众生灵继续远征的情况下，不断收获这一个个庞大界域中领地等级提升所需资源的方远，其领地等级在他不断升级下，以极快的速度不断逼近 LV1000级。又是10来日时间过去，方远看着面前的领地属性面板的等级一栏，在资源终于积攒够的情况下，对着如今已达到 LV999等级的领地等级一栏按下了升级确定键。随后一道无比磅礴璀璨的9色神光转瞬间将方远那如今无比庞大的无上龙域给笼罩于其中。与此同时，方远面前浮现出了一道令其无比震惊的系统提示信息。第117章诸神降临。叮！你已经突破当前争霸赛版本领地等级提升上限，故自动判定您的通过第3轮无尽征服灾难试炼，奖励已自动发放于您随身背包中。叮！由于您率先通过无尽征服灾难试炼，故所有剩下的异族领主全部默认失败，成为您的附庸种族。叮！第4轮无尽大陆争霸赛诸神降临将在3日后开始，请您提前做好准备。看完面前的那3道系统提示信息，方圆很快便将其中的那些关键信息全部总结进了自己的脑海之中。第3轮无尽征服灾难试炼结束后，居然还有第4轮灾难试炼，这我还当真是没有想到。以第4轮无尽大陆争霸赛的名称诸神降临来看，想必这第4轮灾难试炼多半与曾经出现的
那在我领地外的魔神有关。想到这里，方远不由惊叹道：如此来看的话，我这突破到第1000级，当真是有些操之过急了啊！这不怪方远如此大惊小怪，毕竟倘若他先前没有突破那1000级，按照按部就班的第3轮无尽征服试炼去走的话，他所能够积累的资源，绝对不是如今仅剩下的那3天所能够与之比拟的。在没有摸清那些魔神真正实力的情况下，我的安全系数简直直线降低。方远暗骂一声的同时，其脸上并未流露出什么担忧害怕的神色。毕竟他方远可是个挂逼，再加上有着无限复活当作压箱底的底牌打底，就算是魔神降临又如何？他飞龙骑脸怎么可能输？在领地等级完全晋升，突破到1000级之后，方远随即将他手下所有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英雄单位生灵全部传送到了他的面前。随着一道道璀璨的白光从天而降，出现在方远面前的不远处，以白神为首的一众幻化成人形态的英雄单位龙族生灵随之显现于方远面前。看着面前20几位容貌绝美的龙女，知道时间紧迫的方远无暇欣赏她们的美貌，便调出了她们各自的属性面板。方远一边看着她们属性面板上的各种信息，一边对她们说道：你们的等级枷锁还有品质等级在上一层楼的枷锁已经被打破，是时候为你们进行最后已知的品质等级提升了，将你们 SSS 级神话品质突破到超 SSS 级至尊品质。伴随着方远的话音落下，混沌元晶的力量瞬间启动，一道道关于各龙突破到超 SSS 级至尊品质等级的信息随之显现于他面前。白神、红莲、暗蓝、风华、紫霄、阴九阳，你们6个先进行品质等级的提升。随着方远的话音落下，对于方远所说的任何话都无条件服从的白神等龙随即便自穹顶高空之上顷刻间显现出了他们的庞大真身。看着他们那庞大酷炫的真身，方远看着所需消耗的那庞大数额的元晶，没有丝毫犹豫的便选择了确定。伴随着无尽斑斓的绚烂华光将白神等6龙的真身全部笼罩其中，方远终于将要迎来手底下有超 SSS 级至尊品质等级存在的生灵了。时间1分1秒的快速流逝，在此刻内心激动方远看来，时间过得是那么的漫长。约莫数小时过去，待到笼罩白神等6龙的磅礴绚烂华光消散之后，一头头散发着无比浩瀚恐怖气息的超 SSS 级至尊品质等级的龙显现于那天穹之上，散发着无尽璀璨的各色神光。在白神等6龙完成品质等级升级后，方远面前也就随之出现了他们如今的属性面板信息。英雄种族名称：无尽次元宇宙涅灭至尊龙，姓名：白神，品质：超 SSS 级至尊品质，等级 LV1000 千分之1兆，好感100，成长形态完全体，心智性格好强、专一、高傲，属性体魄120426，精神120427，元力120426，技能大宇宙涅灭神光至尊永恒级，无尽次元宇宙超体至尊永恒级，大宇宙神域超 SSS 级，无尽次元宇宙超 SSS 级，无量涅灭宇宙神光 SSS 级，宝具无尽次元宇宙门 SSS 级。英雄种族名称：无尽超爆至尊龙，姓名：红莲，品质：超 SSS 级至尊品质，等级 LV1000 千分之1兆，好感100，成长形态完全体，心智性格好强、暴躁、专一，属性体魄140000，精神10000，元力125000，技能无尽次元宇宙毁灭咆哮至尊永恒级，无尽愤怒毁灭神域至尊永恒级，无尽毁灭神光超 SSS 级，无尽暴怒崩灭 SSS 级，宝具狂怒神戟 SSS 级。英雄种族名称：无尽魔渊无极至尊龙，姓名：暗蓝，品质 SSS 级至尊品质，等级 LV1000 千分之1兆，好感100，成长形态完全体，心智性格好强、冷酷、窥视，属性体魄126000，精神120600，元力11600，技能无限深渊无极母核至尊永恒级，倾覆黑潮无尽死域至尊永恒级，无量侵蚀扭曲神光超 SSS 级，魔渊无极瞳光 SSS 级，宝具无尽堕雨 SSS 级。其余3位省略。看着面前众龙的属性面板信息，方远顿时觉得面对第4轮无尽争霸赛的灾难试炼有了更大的胜算把握。以他们的实力，想必碾压那些诸神应该也不无可能吧。方远如此感慨一声，随即想到自己还有2天多的时候可以利用，顿时发现将那附庸种族全部灭掉的话，在镇国特性力量的加持下，覆灭那些附庸种族所获得的海量元晶，想必能将白神等龙的等级给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想到这里，
方远随即目光看向剩下的那些流露出羡慕眼光的众龙，想到兵贵在今，不再多这一信息。方远不由决定在没有摸清诸神实力前，先暂缓消耗大量元晶，将他们的品质等级给提升至尊级。第118章诸神擂台战第一战。3日转瞬过去，在方圆手下众龙不断猎杀各附庸域界中，那数以兆计的附庸领主和其兵种生灵的情况下，方圆以极快的速度积累到了比先前所收集到的元晶还要多数10倍的元晶资源，再将这些元晶资源全部投入给超 SSS 及至尊品质等级的白神等龙后，白神、红莲、暗蓝、风华、紫霄、阴九阳这6龙的等级比之先前要高了数倍，达到了3666级。也就在第3日过去，凌晨的初阳光辉升起之际，方远的面前浮现出一道系统提示信息：无尽大陆领主争霸赛第4轮灾难试炼，诸神降临。由于您的整体实力强于整个诸神团体，因此为了公平起见，此轮灾难试炼将采取擂台制的形式进行此轮灾难试炼的闯关。此次擂台制诸神降临的灾难试炼共分为10轮对决，率先赢得6轮的一方则为获胜的一方。诸神一方失败，将沦为您的附庸领民；您失败的话，您以及所有兵种生灵都将沦为诸神一方的奴隶，并且诸神将获得身份转换，成为此届无尽大陆领主争霸赛的领主身份继任者。看着面前的那一道道系统提示信息，方远的心情在看到最后一道信息后，瞬间变得阴沉了下去。对此，方远不由破口大骂了一声道：“干，还能这么玩呢？”也就在方远破口大骂一声之后，恐怖的轰鸣声随之响彻于方远头顶上的广阔苍穹之上。方远抬头望去，便见到了原本蔚蓝的天穹，正如同玻璃一般不断破碎万千，显现出其背后的一片广袤宇宙星空。于那广袤宇宙星空四周的中央，有着一座在方远视角中越来越庞大的、闪烁着9色神光、散发出苍茫永恒气息的古老决斗场。在那古老决斗场距离他越来越近时，方远能够看见那座庞大决斗场之中屹立着一尊尊神威浩荡、璀璨光辉笼罩他们全身的不同样貌的一位位魔神。当那片被神秘力量崩碎的广阔天穹被那座庞大的古老决斗场填上时，一道玄妙且无边强大、令方远丝毫没有反抗余地的力量瞬间包裹其全身以及其手下属性值总排在前10万之数的众龙体外。伴随着华光一闪，转眼间方远和那10万头实力不俗的众龙便被直接传送到了那天穹上的古老决斗场之中。古老决斗场内分为2个不同颜色阵容所处的区域，红方为诸神区域，蓝方则为方远和其手下众龙所在的区域。一方是散发出浩瀚神威，一方则充斥着恐怖的龙威。两者威势碰撞间，于那庞大古老的决斗场上空，那一片广袤的宇宙星空的星河都不由为之颤抖，停滞转动。由此可见，双方间的实力到底是何等的恐怖。方远端坐在一个仿若专门为他打造的散发着五光10色的水晶神座之上，看向那哪怕隔着很远依然能够感知观测到的10位如同他一般坐在一座座水晶神座上的魔神。方远能够感知到那10位魔神浑身上下皆散发着仅次于或与白神等龙旗鼓相当的恐怖生命力场。就在方圆想着一会这擂台战该怎么打，对面会率先派出谁出战的时候，一道璀璨的9色神光瞬间自那广袤的宇宙星空深处显现，转瞬间降临在那决斗场的最中央区域。当那道璀璨的9色神光的光柱伴随着一道对比在场所有生灵都要渺小的一个生物显现的消散后，一个宛若 Q 版的12亿星光龙随之出现在了在场所有生灵的视线当中。那只 Q 版的12亿星光龙在显现于那庞大决斗场中央之后，手中星光闪烁的瞬间，一个如同麦克风般的事物随之出现在了其手中。嗨嗨嗨嗨了2声，试了试手中麦克风是否完好的 Q 版12亿星光龙，环视了一番决斗场四周坐席上的一众生灵后，随之用其稚嫩的声音开口说道：大家好，我叫星洛斯，此次的无尽大陆领主争霸赛第4轮诸神降临擂台至灾难试炼将由我主持。接下来我会说几项比赛对决的规则，请诸位遵守规则进行比赛，不然一旦违规将直接视为那场比试对决默认为弃权投降。在说完这些后，星洛斯扇动背后的12道星光羽翼，转了一圈见决斗场观众席上没有任何生灵有异议后，随即便开口公布起比赛对决的诸多规则。第一，每一场比赛对决期间，任何生灵不得以任何手段对比赛中的参赛选手进行各种意义上的实力提升或实力衰减。第二，每一场比赛对决的时间当达到以秒为单位的1年时间后，将进行短时间内的限时比赛，分出2者间的胜负。第三，所有上场者皆只有1次上场机会，请谨慎选择每一位上场者。第四，每一位上场者在上场之前都属于保密状态，所有生灵都无法使用任何手段进行窥探。说完以上这4条比赛规则后，星洛斯扇动着背后12道星光羽翼飞向高空，俯瞰着下方的决斗场，最后说道：
那么现在开始第4轮灾难试炼诸神擂台战的第一战吧。诸位主导者有10分钟的时间，选择任意一位在场的生灵进行第1轮擂台战。现在倒计时开始，最后劝诫各位一句：最先达到6胜的一方将是此轮灾难试炼的获胜方，请诸位谨慎选择上场的生灵。说完这几句话后，辛洛斯随即便将手中的那一个星光闪烁的麦克风扔向了他所处位置下方的决斗场之中。只见那个星光闪烁的麦克风在降落在决斗场中央的瞬间，化作一道庞大的能够让决斗场4面8方观众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的虚拟屏幕。在那虚拟屏幕之中显示着一个10分钟的倒计时。看着那巨大虚拟屏幕之中的倒计时，方远随即看向诸神一方势力中那10位实力不俗的被称之为主导者的魔神们。除非超 SSS 及至尊品质等级的白神等6龙能够打赢每一场对决比赛，不然以我如今元晶不够再提升其余 SSS 级龙品质等级进化的情况下，想要拿下这轮灾难试炼的胜利，想必多少有些困难。心中思绪万千，不断估算着各种可能的方远，最终选择还是先探一探那10位魔神主导者的实力如何，再做之后的出战规划的决定。因此，方远在这第1轮对决比赛的生灵选择上，按照那些 SSS 级英雄单位龙众生灵中属性值，选择了排进所有龙中前10的一龙参与对决比赛。而那龙便是有着穷宇葬生至尊龙之称的葬苍生。第119章海波坤 vs 葬苍生。英雄种族名称穷宇葬生至尊龙，姓名葬苍生，品质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 LV1000 千分之1兆，好感100，成长形态完全体，心智性格好强嗜血残酷，属性体魄60420，精神60420，元力60438，技能穷宇崩灭葬苍生超 SSS 级至尊唯一，无尽杀戮死亡超 SSS 级至尊唯一，葬生长 SSS 级生死神光 SSS 级，宝具葬与神冠半生神器 SSS 级神话品质。看着决定出战的葬苍生的属性面板，在倒计时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候，方远在第1轮比赛对决的生灵选择面板中选定了葬苍生。时间1分1秒的流逝，转眼间1分钟随之过去，伴随着一道璀璨的9色神光，将方远身后一众英雄龙众中的一副样貌宛若病娇御姐的葬苍生全身笼罩其中。转瞬间，葬苍生就从方圆所作神座身后的一片看台中的位置上消失不见，降临到了那升起一道庞大透明光幕的庞大决斗场中央内，靠近他方远这方的区域之中。在葬苍生的对面，则是那10位领导者当中的一位同样化作人形，手握一柄黄金3叉戟的金发男子。这名金色男子种族为无尽海原坤神族，其名为海波坤。决斗场的高空之上，辛洛斯见参赛者都进入赛场中后，当即便宣布道：那么无尽大陆领主争霸赛第4轮灾难试炼诸神擂台战第1战现在开始。比赛对决双方分别是海波坤和葬苍生。伴随辛洛斯的话音落下，顷刻间恐怖的力量气息自葬苍生和那海波坤身上爆发而出，宣泄向整个被透明屏障所笼罩的决斗场天地之间。唰！伴随着海波坤抬起手中的黄金3叉戟，遥指向对面远处的葬苍生，一声利器划破空间的轰鸣声瞬间响彻整个决斗场内。一道无形仿若能崩灭成千上万颗星辰的恐怖空气刃随之自那黄金3叉戟上宣泄而出，斩向远处不为所动的葬苍生。在那道令在场诸神一方大多数普通魔神都为之震撼的空气刃斩在葬苍生身上的瞬间，砰！宛若恒星爆炸般的轰鸣声瞬间化作一道道音波，冲击向决斗场他们所处战斗区域外那道将之完全笼罩其中的庞大透明光幕上。那庞大透明光幕上，一道道宛若小石子落水般的波纹随之自其上不断扩散震颤。对面冲击在他身上的那一道空气刃，葬苍生那高冷绝美的脸上逐渐流露出了一道病娇嗜血阴森的笑容。只见葬苍生随意地抬起了他的右手，在面前轻轻一挥，那道令诸多魔神震撼的攻击轻而易举的便被葬苍生崩灭，化作一道道微风吹过其乌黑长直的发丝。我靠，是我眼花了吗？我怎么看毒海波坤主神大人的攻击被那领主的手下生灵随手给抹除了？干，你可没有眼花，我刚才也亲眼看到了那家伙随手一挥就将海波坤主神大人的攻击给直接当屁一样给挥开了。六，你是懂形容的。如此看来的话，我倒是明白为什么第1轮擂台战会是海波坤主神大人直接上场了。懂得都懂，这次我们诸神一方可算是遇见了如同数十届无尽大陆领主争霸赛时那手下生灵实力位比诸位主神大人的领主了。就在诸神一方的诸位魔神看着决斗场战斗区域中的葬苍生和海波坤不断议论纷纷的时候，方远对身后的白神等龙开口问道：你们觉得谁会赢？白神等龙在思考了下后，作为猪龙老大的白神随即开口回答道：
虽然说藏苍生是我们这边的，我不应该说丧气话，但就我先前在那防御隔绝屏障出现前所感知到的那位诸神当中的主神海波坤生命立场来看，最终获胜者很大概率是那敌对方的主神海波坤。在白神回答完后，总是爱和白神唱反调的红莲这次依旧否认白神所说，对方远回道：事无绝对，藏苍生的真正实力从未展现出来过。我认为以藏苍生能被主人您派为首战的人选，其胜算概率自然是要高于那敌对方主神的。在红莲说完后，暗蓝等龙随即陆续说出了他们的想法，其中认为藏苍生能够获胜的众龙数量比例占据发表意见的一众英雄龙中的一半多一点。也就在方远听取众龙的想法的时候，决斗场战斗区域之中，海波坤和藏苍生顷刻间同时动了起来，瞬间离开了他们所站的原地。嗖嗖嗖，无数残影转瞬间便遍布了整个决斗场的战斗区域。普通诸神魔看着那决斗场中的那令他们都无法看清甚至分出真假的无数残影，挫败感不由随之浮现他们的心头。强者间的对决对于他们这等级最高不过500来级的小卡拉米神魔来说简直是看了一点。就在一众小卡拉米神魔打算要不要继续看下去还是摸鱼聊天的时候，那无数残影瞬间如同泡影一般消失在他们视线中。在那决斗场中的上空，那道显示着速度放慢数千倍的巨大虚拟屏幕正播放着藏苍生与海波坤间的不断攻击碰撞的画面。对此贴心的服务，一众看不清大佬们交战画面的诸神魔们瞬间不断赞美起主持龙星洛斯起来。第120章真身显现，巨鲲降临。砰砰砰，两者每一次碰撞攻击间都能够产生巨大的轰鸣动静，但那古老决斗场却出奇的结实耐造，仅仅是震动了下，并没有其他任何破损的现象。这决斗场的等级必定很高，其品质等级肯定是 SSS 级乃至超 SSS 级至尊级的层次。方圆仔细观察了番那决斗场后，随即心中便做出了极为中肯的评价。也就在这时，原本正不断碰撞攻击的藏苍生和海波坤突然间分开极为宽广的距离，双方停留在原地注视着彼此。看着远处那身穿一身黑色狰狞战甲、面容高冷绝美的藏苍生，海波坤不由对他感慨道：你很不错，纵观之前那数届以来的领主手下的兵种生灵来说，你的实力足够让我认真起来。而回应海波坤的则是藏苍生那病娇的笑容，以及抬起的手上那对着海波坤举起的那一根中指。开什么玩笑，他配不配让那海波坤认真起来，用得着他来评价吗？看着藏苍生对着自己比起的那根中指，海波坤面色阴沉的冷哼一声道：哼，希望你一会在见识我真正的实力后还能够如此的嚣张。伴随着海波坤的话音落下，笼罩整个庞大决斗场战斗区域的一道庞大的蓝色玄奥法阵随之出现在了那决斗场战斗区域的大地之上。就在藏苍生预感到不妙，飞向半空之际，轰！伴随着那一道充斥整个决斗场战斗区域空间的庞大水柱从那蓝色玄奥法阵中灌射而出，恐怖的轰鸣声随之响起。星辰重水流，海波坤所施展的这一技能，每一滴水都宛若星辰般的沉重，由那堪比星辰般沉重的一滴滴水所组成的庞大水流冲击在藏苍生身上，便宛若一颗颗星辰一同撞击在他身上一般。藏虚，面对那沉重狂暴的力量冲击，藏苍生在体表外所凝聚出的一道力量护罩破碎前，双手间快速结印，一道名为藏虚，可将一切事物藏于虚无中的技能随之被他释放而出。哗啦，伴随着一道黑色的光波自藏苍生的身上快速扩散，一声水流被截断的哗啦声随之响起在藏苍生的耳旁。决斗场观战台上的万千生灵，只见在那道自藏苍生身上扩散的黑色光波覆盖整个决斗场战斗区域内的一个横向截面后，一道漆黑的黑洞漩涡随之自刚才黑色光波所扩散的截面瞬间显现展开。在那道漆黑的黑洞漩涡出现的瞬间，那由一滴滴堪比星辰般质量所组成的庞大水流转眼间被吞噬一空，放逐进那黑洞漩涡中一片广阔浩瀚的虚无空间之中。待到海波坤所施展出的星辰重水流这一技能所产生的所有星辰水全部被放逐进那黑洞漩涡的无尽虚无内后，高空之上的藏苍生，其原本身穿着的狰狞光滑的铠甲，此刻早已遍布一个个细小的坑洞凹痕。藏苍生低头看了眼自身所穿的那套由他龙鳞所化的狰狞铠甲，随即藏苍生手中黑色华光闪烁，在他双手对着身上的铠甲一抚之后，其身上所穿的那套铠甲转眼间那些坑洞凹痕便消失不见。做完这些后，藏苍生这才俯瞰向下方大地上以仿若在酝酿着另一招数的海波坤。藏苍生并未打断海波坤的蓄力，不是他傻脑子有病，而是因为在海波坤体外所显现出的那一道道天蓝色宛若浩瀚星河般的护罩，并不是他短时间内就能够将之破开的。与其浪费力量去破开那护罩，不如等海波坤主动出击，届时从其护罩打开的瞬间抓住时机进行反击。就在海波坤手中的黄金三叉戟
在一道天蓝色浩瀚的力量包裹下飞快旋转，随后转瞬间自打开的护罩向着藏苍生贯穿而去之际，藏苍生瞬间身形一动，顷刻间破开决斗场战斗区域内的空间壁障，向着那打开护罩的海波坤便杀了过去。见此情形，海波坤的神情不仅没有震惊之色，居然还显露出了一丝狞笑。只见那原本激射而出的那根黄金三叉戟，裹挟着磅礴恐怖的力量，顷刻间倒转方向，向着不设防的藏苍生背后便飞速贯射而去。就在海波坤幻想着下一瞬间，藏苍生就被他的黄金三叉戟贯穿之际，只见藏苍生背后不知何时，居然转瞬间就出现了一口威势浩荡的黑棺，抵挡向那飞速贯穿而来、声势浩大的黄金三叉戟。砰！在那海波坤的黄金三叉戟与藏苍生那口黑棺碰见，一声洪亮恐怖的巨大轰鸣声随之响彻整个决斗场中的庞大战斗区域。以那黄金三叉戟和黑棺碰撞一起的地方为中心，一道恐怖的黑蓝色能量波随之瞬间扩散而出。轰隆隆！在那道恐怖的黑色能量波扩散的瞬间，决斗场战斗区域内，那先前扛过海波坤和藏苍生一次次碰撞交锋力量的大地和空间，转瞬间开始大面积的不断崩碎。空间崩碎显现出一片片广阔的星空之景，大地崩碎则显现出了一片宛若无底深渊般的光景。嗖！黄金三叉戟在海波坤抬手间与藏苍生的黑棺瞬间拉开距离，回到其手中。悬空于那无底深渊和浩瀚星空之中，手握闪烁着磅礴神光的黄金三叉戟的海波坤瞬间抬手向着面前不远处的藏苍生连连刺去。然后决斗场的观众席上，万千观众们便见到了哪怕是放慢了数千倍的直播屏幕，其内显现出的画面再次出现一道道由黄金三叉戟上所散发出的璀璨光辉在超光速移动间而显现出的一道道绚烂的残影。对此，作为主持人的星洛斯为了观众们的体验感，再度将直播屏幕中的显现的画面播放速度给降低了上千倍。而此刻决斗场战斗区域中的藏苍生面对那宛若滔天江海般汹涌席卷而来的一道道攻击，却并未有其他任何躲闪的动作。只见原本悬浮于他身后的那一口黑棺顷刻间打开，直接将藏苍生给封进了其中。然后海波坤那如滔天江海般汹涌澎湃的一次次蕴含恐怖威能的刺激，随之轰击在了套在藏苍生体外的那一口黑棺之上。砰砰砰！一声声如同刚才崩碎决斗场战斗区域内天地的恐怖轰鸣声，转瞬间如雨般响起。待到一瞬间刺出数千万击的海波坤见到包裹藏苍生的那一口黑棺居然没有任何破损之处的情况下，他瞬间停下了毫无意义的攻击，发出了一声恐怖的仿若能震碎星河般的兽吼，顷刻间人形态的身体开始不断膨胀变异。也就眨眼间的时间过去，一头宛若一方大世界，如同星河般庞大身躯裹挟着无量星辰重水的巨鲲显现于在星洛斯控制下瞬间变大了数千上万倍的决斗场战斗区域之中。第121章万物葬灭神域。好！显化真身的海波坤怒吼咆哮一声，一道庞大的星辰重水流注顷刻间自其口中喷涌而出，轰击向下方依旧龟缩于黑棺藏与神棺中的藏苍生。轰！转瞬间那道庞大的星辰重水流注便轰击在了在藏苍生体外的那口藏与神棺上。一声恐怖的轰鸣声随之自响彻于那一片浩瀚星空和无底深渊的环境之中。只见那浩瀚星空中远处的一颗颗繁星都在那一声恐怖的轰鸣声中不断的颤抖起来，甚至有些繁星更是直接崩碎万千，飘散向那广袤无垠的宇宙星空深处。处于能量冲击扩散产生恐怖爆炸轰鸣声中心的藏苍生所在的那口藏与神棺，于那道比之先前要强了不下100倍的星辰重水流注的冲击下，都不由逐渐晃动颤抖起来。伴随着那道星辰重水流注的不断冲击，将藏苍生护在其中的那口藏与神棺，藏与神棺在不断晃动颤抖中，终究逐渐浮现出了一道道裂纹。也就在那藏与神棺上浮现出一道道裂纹之际，璀璨却又深邃的黑金色光辉自那一道道裂缝之中不断迸射而出。那一道道黑金色光辉所过之处，质量无比恐怖的星辰重水流注，转眼间如同走向其存在意义上的灭亡一般，转瞬间全部凭空消散一空。轰！一声爆炸轰鸣响起，原本笼罩在藏苍生体外的那一口藏与神棺，顷刻间化作无数碎片爆炸开。一道黑金色的充斥着衰亡灭绝力量的能量冲击波，随之不断以藏苍生本身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在那黑金色能量冲击波所扩散的范围上，无数世界万物、天地星辰衰亡的恐怖意象显现其上，散发出一道道恐怖的气息。万物葬灭神域，这一技能在先前躲进藏与神棺中的藏苍生完成基础施展术式之后，在此刻终于显露出了其恐怖的威能。万物葬灭神域，所过之处被其笼罩波及的事物必定衰亡毁灭消失。面对那恐怖的万物葬灭神域，海波坤瞬间心头一震，停止了继续喷涌星辰重水流注。煽动庞大的一双宛若金鱼般的鲲翼
海波坤转瞬间便飞向了万物葬灭神域，所不断扩散笼罩区域的高空之上。还是有些小觑他了，没想到实力竟然如此之强，看来我要想胜他，不牺牲一些代价的话，是不太可能的了。俯瞰着下方万物葬灭神域中的藏苍生，心中并不平静的海波坤不由如此想到。也就在海波坤快速思考着下一步该如何规避那万物葬灭神域攻击藏苍生的时候，吼！一声与他先前所爆发的咆哮声相同恐怖的龙吟咆哮随之响起。只见那显现出无数万物世界繁星衰亡的万物葬灭神域之中，一头与海波坤近乎相同庞大体型的狰狞黑色九爪真龙，闪烁着无尽黑金色神光屹立其中。显化真身的藏苍生，其背后无数藏羽神冠的碎片在此刻不但膨胀变大，随后在其身后重组成了一轮散发出无尽藏天藏地藏万物气息的光轮。只见藏苍生在显化出真形之后，顷刻间藏苍生狰狞的龙爪一握，一道黑金色的黑洞漩涡自其龙爪掌心中显现。那道扩散广阔区域的万物葬灭神域随之不断快速收缩扭曲，旋转着融入进那道不断膨胀的黑金色黑洞漩涡之中。俯瞰着下方藏苍生狰狞龙爪中那一颗散发着磅礴衰亡气息、流溢出恐怖威能的黑金色黑洞漩涡，海波坤不由心头一颤，一种生命受到威胁的感觉瞬间涌上其心头。当海波坤反应过来时，只见一道黑金色的光柱瞬间自藏苍生龙爪前的那一道庞大的黑金色黑洞漩涡之中轰然间释放而出，轰击向他。那道充斥比先前更加恐怖的衰亡力量的黑金色能量光柱，在迸射出那道庞大的黑金色黑洞漩涡的瞬间，所过之处，哪怕是宇宙空间都为之战栗，随后轰然崩碎，显露出一片片庞大的虚空乱流肆虐其中的宇宙空间裂缝。面对那转瞬间跨越数十上百光年区域冲至面前的恐怖黑金色能量光柱，海波坤仰天长鸣咆哮一声，一道碧蓝色的神域自其身上扩散而出，充斥着海之法则力量的神域之中，如同一发庞大银河般的星辰重水海洋，随之显现他的神域之中。轰！那黑金色能量光柱与那庞大的星辰重水海洋相互碰撞间，除了爆发出洪亮恐怖的轰鸣声外，恐怖的能量爆炸冲击波顷刻间向着那广阔的宇宙星空和无底深渊冲击而去。看着身下那星辰重水不断翻涌的磅礴海洋，在与藏苍生所施展出的那一招不断碰撞对消，即将消融见底的情况下，海波坤体内世界的黄金三叉戟在其磅礴力量加持在其上后，轰！伴随着海波坤张开其巨大鲲口，膨胀变大了很多倍，宛若一方恒星系般大的黄金三叉戟顷刻间自其口中飞出，轰击向其身下的那一道恐怖的黑金色能量光柱。在那蕴含海波坤近乎大半力量的黄金三叉戟在碰撞到那藏苍生所施展出的能够将一切事物给衰亡毁灭的黑金色能量光柱的瞬间，那原本无物不衰无物不崩的黑金色能量光柱在此刻黄金三叉戟的轰击下被顷刻间从中分割断裂开。只见那不断将藏苍生所施展出的黑金色能量光柱给一分为二，轰击向他藏苍生的那一杆庞大的黄金三叉戟转瞬间便轰击到了藏苍生的面前。面对那近在咫尺般的蕴含恐怖力量的黄金三叉戟，藏苍生竟是做出了让在场所有观战的生灵都为之疑惑惊叹的一番操作。第122章，被逼燃烧生命力的海波坤。只见藏苍生龙吟咆哮一声，其庞大的真龙之身瞬间蜿蜒盘旋起来，背后那一轮藏羽神冠在此刻陡然间绽放出无尽璀璨的黑金色光辉。那无尽璀璨的黑金色光辉笼罩藏苍生整个庞大真龙之身，顷刻间便在其身上凝聚出一套庞大狰狞的龙铠。轰！盘旋着的藏苍生在整个真龙之身覆盖上那狰狞黑金色龙铠之后，瞬间化作一道黑金色流光弹射而出，向着那迎面而来的庞大黄金三叉戟冲去。就在两者碰撞在一起前的刹那，藏苍生竟然前身一侧，双爪向前一探，直接抓住了那庞大的黄金三叉戟的杆身。砰！一声巨大的轰鸣声随之瞬间炸响。就在决斗场上那万千观众震惊的眼神中，藏苍生以一种恐怖的力量居然硬生生地制止住了贯射而下的庞大黄金三叉戟。然而也就在那一刻，海波坤控制着黄金三叉戟瞬间将其内蕴含的恐怖力量爆发而出。轰！恐怖的力量在宣泄而出的刹那，一道磅礴的覆盖向四面八方的能量冲击波随之飞速迅猛地扩散而出。那如同宇宙一片广阔银河爆炸般的能量冲击波所过之处，宇宙星空不断崩碎，显露出一片片广袤无边的空间裂缝。于那些空间裂缝之中，无尽地撕裂着进入其中任何事物的空间乱流，毫无规则可言地肆虐着。被那恐怖的能量冲击波以及那无尽的空间乱流撕扯冲刷着的藏苍生，纵然全身笼罩着那能够衰亡任何事物乃至能量的黑金色神光的情况下，在那攻击在他身上的那些能量和空间乱流达到那护体黑金色神光的衰亡抵消上限后，其身上的那一套狰狞龙铠逐渐开始破损。伴随着那一套笼罩藏苍生全身的狰狞龙铠
逐渐破损出一道道裂纹的情况下，不一会，伴随着那龙铠一片片崩碎，其真龙之身的血肉开始崩碎炸裂，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口在直播屏幕的放大下映入在场观众眼前。见此景象，诸神一方的士气瞬间高涨了起来，一声声叫嚣声从方远对面的那决斗场看台上传入他的耳中。就这啊，我还以为这叫藏苍生的家伙有多牛呢，先前居然敢硬接我海波坤主神的一击，真是不自量力。就是海波坤主神的那一击，轻易就可让我等魂飞魄散，生死道消。那叫藏苍生的，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够硬接下那一击？纯就是在装逼。终归是被召唤出来的生灵，存在真实世界的时间太短，再加上他天赋本就出众的原因，在实战上对于自己的力量过于自信，属实很正常。看了眼身后对那些诸神魔虎视眈眈，大有一种只要他一声令下，就把那些诸神魔全部宰了的重龙一眼。方远随即安抚了下他们，随后将那些噪音摒弃掉，专注地看向场中情况，好像有些逆转的直播。只见决斗场那扩大了许多倍的战斗区域内，藏苍生双手紧握的那一杆黄金三叉戟，在释放磅礴力量的同时，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神性光辉。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那杆黄金三叉戟本身逐渐出现劣质化，从原本的黄金色逐渐快速化作灰色。好，感受到自己本命神兵受损，乃至危在旦夕的海波坤，俯瞰着下方藏苍生的他，瞬间发出了一声急迫的无与伦比的怒吼声。煽动庞大的昆旗，怒吼咆哮着的海波坤顶着狰狞面容，裹挟着磅礴星辰重水，便直接对着下方的藏苍生冲了下去。而此刻的藏苍生在见到海波坤直接冲过来后，心中却是一喜。只见藏苍生面对威势浩荡凶猛撞来的海波坤，竟然不躲不闪的依旧停留在原地，死死地握住那杆想要遁走的黄金三叉戟。咔嚓！就在那根黄金三叉戟全部化作灰色之际，伴随着藏苍生龙爪紧握一下，瞬间崩裂万千，化作无数灰色尘埃，消散于此间。嗨嗨哦！只见那原本坠落撞击向藏苍生的海波坤，顷刻间将他那庞大的身躯停滞在那撞击路径上的半空上，随后在剧烈的咳嗽中吐出了一口如同江河般磅礴的深蓝色神血。俯瞰着下方，像是使用了某种禁术，方才将他那本命神兵给彻底毁灭的，如今全身龙鳞破旧，散发出一股浓郁衰亡气息的藏苍生，他开口一字一句，充满怨恨与愤怒地对藏苍生说道：“你是我坐上10大主神位置以来唯一的一个能将我逼到如此地步的对手，我将会拼尽全力将你杀死，并将你吞噬，化作我再度变强的养料。”伴随着海波坤的话音落下，一道璀璨的黑金色流光瞬间出现在了他的视线范围中。只见原本还在他下方宇宙空间中的藏苍生，竟然转瞬间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蜿蜒绵长的真龙之身顷刻间将他的身躯给死死地缠绕住。该死，你要做什么吗，混蛋！感觉不妙的海波坤当即便发出了一声惊恐的怒吼咆哮，其庞大的身躯更是不断剧烈地挣扎起来，想要挣脱藏苍生的束缚。然而面对海波坤的怒吼，藏苍生却是置之不理，其蜿蜒绵长的真龙之身更是对海波坤的身躯束缚又是紧了一紧。在藏苍生不断收缩着身躯，将海波坤那方正庞大的身躯挤压得不断变形的同时，藏苍生那真龙之身的全身各处皆是如同不断透支着藏苍生的生命力一般，不断散发出磅礴恐怖的衰亡力量，侵蚀着海波坤的全身乃至灵魂。感受到自己的身躯乃至灵魂都在以一种极快的速度衰老死亡的海波坤，联想到藏苍生如今的变化，终于明白藏苍生这是在献祭自己，也要将他给搞死的情况后，顿时心头一惊的同时，求生的本能自他心底不断浮上心头，这迫使海波坤也不觉燃烧起生命力，以此换取更加强大的力量。然而也就是海波坤这一遵循求生本能的举动，奠定了他之后输给了藏苍生。第123章胜者藏苍生。为什么会说海波坤会输给藏苍生呢？究其原因，便在于海波坤燃烧他的生命力，去换取力量，以此想要挣脱藏苍生的束缚。藏苍生的能力便是衰亡一切事物，而一个生灵的生命力自然包含在其衰亡目标的范围之中。在海波坤燃烧他的生命力换取力量的时候，再加上藏苍生的力量侵蚀之下，其生命力所消耗的量级是其原来的2倍乃至数倍之多。因此只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只要海波坤不能速度将藏苍生干掉的话，最终死亡输掉比赛对决的则一定是他。当然是无绝对，万一海波坤还有什么后手，再施展出来引起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故的话，最终孰胜孰败那还真不好说。好，感受着体内那消耗大量生命力所换取来的磅礴力量，海波坤当即便发出了一声力量依旧在不断膨胀下的怒吼声。伴随着那一声令远处的万千星辰都为之颤抖崩碎的怒吼声自其口中吼出，海波坤那被藏苍生给紧紧束缚乃至变形的庞大身躯在顷刻间不断膨胀变大起来。那副景象宛若想要将藏苍生给直接硬生生的撑破一样，不但向外膨胀变大，反向挤压起，
藏苍生那本就遍布起一道道伤口裂纹的真龙之身。最终，藏苍生在不堪身体撕裂重负，在即将身体被撑爆前的情况下，解放了身躯，与海波坤瞬间拉开距离。体型比之先前庞大了1倍之多的海波坤，见藏苍生与他拉开距离，想要溜风筝一般将他给耗死的一幕，当即面目狰狞，愤怒咆哮一声，磅礴的力量自他体内涌动，其庞大的身躯瞬间向着藏苍生追去。纵然是身体比原来膨胀变大了1倍之多，在体内磅礴力量涌动之下，海波坤的速度却是丝毫不慢。不过瞬息之间，海波坤便轻易地追上了藏苍生，张口起遍布狰狞锋利锯齿的大口，向着藏苍生的那真龙之身便直接俯冲，下口咬去。知道自己跑不掉的藏苍生，在海波坤那巨口落下，咬在他身上前，一道庞大的黑金色法阵自其身后，那藏与神官所化的光轮后显现而出。只见那道庞大的宣泄出无尽恐怖的衰亡葬灭一切气息的黑金色法阵，在显现的瞬间，藏苍生在身躯乃至神魂都不断衰亡的情况下，其真龙之身上陡然间绽放出磅礴的力量，化作一轮黑金色浩洋，融入于那道黑金色法阵之中。也就在海波坤那遍布狰狞利齿的巨口距离藏苍生越来越近的时候，伴随着藏苍生施展出他的最强一击穷宇崩灭藏苍生，一道令所有生灵目之所及的宇宙星空都为之颤抖，逐渐模糊虚化的恐怖黑金色能量光柱，顷刻间自藏苍生身后那光轮上的黑金色法阵中轰然向着海波坤灌射而去。由于力量膨胀以及见藏苍生全身重伤，猜测其已经是强弩之末的海波坤，在此刻根本面对那迎面灌射而来的令他全身乃至灵魂都颤抖的黑金色能量光柱，根本没有规避的余地。心中惊愕无比的他，最终只得选择更加猛烈地燃烧起他的生命力，凝聚出由无数凝固成实体的星辰重水所组成的一面金壁，抵挡那道轰击而来的黑金色能量光柱。轰！宛若宇宙大爆炸初开时所绽放出的那一道绚烂的光辉，瞬间自两者力量碰撞间绽放而出。那道绚烂的光辉伴随着不断扩散下，逐渐变成了黑金色。也就在那黑金色的光辉越来越盛的时候，海波坤面前那凝聚其全部力量所构筑出的防御金壁，随之轰然破碎万千，化作无数星辰重水洒落。也就在那无数星辰重水坠落向下方时，那彻底转化为黑金色的光辉瞬间向宇宙四方不断扩散，将所有的星辰重水全部吞噬，使之衰亡消散此间。轰！面对那势不可挡自那璀璨黑金色光辉中迎面灌射而来的恐怖黑金色能量光柱，海波坤最后看了眼那身躯正不断消散的藏苍生一眼，随后宛若如释重负般放声哈哈大笑一声，接着被那迎面而来的黑金色能量光柱瞬间淹没，笼罩他的全身。黑金色能量光柱笼罩海波坤的瞬间，恐怖的衰亡世间万事万物一切的力量便随之不断侵蚀着他那庞大身躯以及灵魂。数息时间过去，待到藏苍生那快速化作无数尘埃，庞大的真龙之身即将消散之际，时刻监控着决斗场战斗区域内一切变化的星洛斯，在彻底检测到海波坤彻底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后，绝对遵循对决比赛规则的他，当即便对在场所有观战的生灵宣布道：第一轮对决比赛，获胜者是藏苍生。在星洛斯宣布这一结果的时候，全场不论是诸神魔一方嘛，还是方远这一方的生灵，全部都震惊不已地看向了那决斗场中整个身躯都消散了，如今只剩下头颅正在逐渐消散的藏苍生。干，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海波坤主神怎么会败？怎么会就这样败了呀？可恶，一定是那家伙使了什么阴谋诡计，不然最后海波坤主神怎么会在那里不分场合的狂笑一声？刚才说话的不要太无脑，哪怕是那家伙使用了什么阴谋诡计，只要监察者那位自居主持人的星洛斯大人不出手，那就是藏苍生的本事，我们只能愿赌服输。愿赌服输？我不服怎么了？我就是不服怎么了？也就在那位神魔甚至其他几位身为海波坤忠诚属下的神魔发出这样的抗议声的时候，只见璀璨的星光自星洛斯的身上爆发出，顷刻间化作一道道恐怖的星空巨爪，将那一尊尊叫嚷着抗议的神魔们给直接原地捏爆捏灭成无数尘埃飘散。位居决斗场高空之上的星洛斯俯瞰着下方惊颤不已的诸神魔，开口问道：还有谁对于我的判决有意见吗？说出了，让我看看还有谁。在环视一拳，见没有任何生灵说话后，星洛斯随即便用充满毋庸置疑的语气说道：既然没有的话，那么我接下来说的就请你们记住了，我是绝对遵循比赛规则进行判决，所以我说谁胜，谁就是胜利者。再有对我的判决有异议者，全部一律杀无赦。伴随着星洛斯的话音落下，恐怖的杀意瞬间弥漫整个决斗场，令在场中的生灵包括白神都不由有一种随时被灭杀的感觉。第124章精灵主神 vs 神霄镇域至尊龙。全场静默许久之后，在方圆眼中头顶等级全部是问号的星洛斯
这才将那恐怖的杀意收回体内，俯瞰着决斗场中的所有生灵们，接着说道：“现在你们有半小时的时间选择第2轮擂台决斗比赛的参赛选手，请尽快做出你们的选择。”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他的目光不由透过决斗场看向了方远无上荣誉的领地内，那从时空复生之门复活的藏苍生。看了眼那 SSS 级神话品质等级的时空复生之门几眼，辛洛斯随即将目光放在方远身上，细细打量一番，同时心道：怪不得刚才那藏苍生敢这么拼呢，原来是能够复活啊！绚烂神光闪烁的神座上，方远不明所以的抬头看了眼那一直盯着他看的辛洛斯一眼，与之对视了一番，在对方转移视线后，方远不由心中嘀咕道：靠，这家伙刚才一直盯着我干嘛？不会对我有什么奇怪的想法吧？就在方远和辛洛斯思绪不断浮想联翩的时候，诸神魔一方那如今仅剩下的9位主神则互相灵魂意识汇聚一起，交流着下一轮擂台对决比赛谁出场。圣灵主神，我们已经输了一场擂台对决比赛了，倘若接下来还输的话，我们最终想要反超的可能性并不大，毕竟对方也有几位生命力场与无相当的存在。在10位主神级生灵当中，实力能排进前3的圣灵主神说出这句话后，其余主神顺着他这句话，思绪便开始思考起接下来如何才能扳回一胜。虚空主神，按照对方先前如同我们一样，只派出了他手下实力前10末尾的存在来试探我的等的实力的情况下，下一场大概率他会让那些实力前5的龙出战。商祭主神，因此下一场擂台对决比赛，我们最好还是要从我们实力排名前5的主神中选择那位参赛选手。至眠主神，我的实力排在第4，那就让我上场吧。倘若连我上场第2局都输了的话，第3局一旦输了，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比下去。精灵主神，倘若你没有抱着必死的决心去进行比赛对决的话，不如还是让我上场吧。毕竟我们众位主神的排名，除了能够碾压其他主神外算准确，其他邻近的主神排名真要拼命进行比试的话，谁排名在前可不好说呢。以我之前第5的排名身份，我敢说真要拼命来一场对决的话，你至眠主神怕不是我的对手吧。伴随着风水木光空5种法则力量充盈其身的精灵主神的话音落下，不服输的至眠主神当场便和精灵主神吵了起来。实力最强的时空主神见他们吵了数分钟也不见消停，便开口一言制止道：都闭嘴。伴随着时空主神那强悍的令所有主神都心惊的灵魂力量，于那灵魂交流空间中发出这么一声暴喝，那其他主神的灵魂意识只觉得一阵眩晕感突然袭来，震荡着他们的灵魂意识。在所有主神都安静后，作为最强的时空主神这才开口说道：倘若不想之后我们输了，给那领主当第5轮灾难试炼的炮灰，那么就一定要从一开始就拼尽全力的去想方设法的获胜，不然就会像海伯坤一样被对方那悍不畏死的手下给活活消磨一番，最后釜底抽薪搞死。因此吾认为第2轮对决比赛试炼就让精灵主神上场比较好。伴随着时空主神的话音落下，一道第2轮参赛选手的投票面板便随之出现在了一众主神面前。众主神见老大都发话了，遵循着谁拳头大谁有理的规则，他们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反对的话可说。于是众主神便极其一致的将票投给了精灵主神，让其成为那第2轮擂台决斗挑战赛的选手。而就在诸神魔这一方确定出场选手不久后，方远在经历数番深思熟虑过后，终于确定了第2轮擂台决斗挑战赛的选手由子霄来担当。时间飞快流逝，转眼间那半个小时便过去了。在那决斗场中心巨大屏幕上的半个小时的倒计时结束后，辛洛斯随即便掏出一个星光璀璨的麦克风，对着决斗场中的一众生灵开口说道：双方都已选择好第2轮擂台对决比赛的选手，分别是诸神魔一方的精灵主神达利亚，无上荣誉领主一方的神霄镇狱至尊龙子霄。那么选手入场，比赛即刻开始。在辛洛斯最后一句落下后，2道绚烂的光柱瞬间笼罩精灵主神达利亚以及达到超 SSS 级至尊品质等级的神霄镇狱至尊龙子霄。伴随着那2道绚烂光柱瞬间收缩消失于无形，精灵主神达利亚和子霄便瞬间消失在原地，进入到了决斗场中的那片恢复如初的战斗场地之中。陡夷降临决斗场战斗场地之中的精灵主神达利亚以及子霄，如今皆是普通人形态的他们，皆是瞬间便向对方发动了攻击。只见精灵主神达利亚抬起手中的一柄闪烁着5色神光的长弓，拉开弓弦的瞬间，亿万道不同属性的箭矢便向着远处的子霄射去。而紫色长发飘舞，身穿一身紫金色龙鳞战铠，风姿绝美飒爽的子霄，在瞬间爆发出恐怖的力量，一道道紫金色的恐怖雷霆化作一头头雷霆真龙，向着那亿万道迎面来的能量箭矢扑击而去。轰隆隆，一声声爆炸轰鸣转瞬间弥漫整个决斗场之中。在那一道道爆炸轰鸣声中，一道道快速闪烁的身影不断进行着你追我赶的追逐。随后在精灵主神达利亚与子霄不过入场战斗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原本恢复如初的决斗场再次空间大地全部崩碎毁灭，
显露出了那片广袤的宇宙深空和无底深渊之景。第125章5元素巨精灵真身。决斗场上空的星洛斯咂巴了下嘴，便控制着决斗场内的战斗区域空间的边界，比之藏苍生他们战斗的时候变得更加庞大了数千倍。也就在决斗场内的战斗区域膨胀变大数倍之后，原本激战中的精灵主神达利亚和紫霄瞬间拉开了宽广的距离，分居两方。轰！也就在两者分居两方，紧紧盯着对方注视那么一瞬间，比之先前更加激烈的战斗随之展开。只见精灵主神抬起手中的那柄散发着五色神光的长弓，瞬间拉动了5下弓弦。随后5道代表风、火、水、光明、空间属性的5道箭矢转瞬间自那长弓上迸射而出。那5道箭矢在射出之后，以一种绝无仅有的速度疯狂膨胀变大，转眼间便碰撞变大至宛若星辰一般大的直径，如同一道道庞大能量光柱一般，向着远处身前浮现出一大巨大紫金色法阵的紫霄，以一种恐怖的磅礴之势席卷而去。就在那5道蕴含各种属性力量庞大箭矢，不现在应该说是光柱，距离紫霄越来越近之际，紫霄面前的那道庞大的紫金色法阵，也就在此刻瞬间绽放出无数雷光，一头由无数雷霆交缠的庞大雷霆真龙，转瞬间自那法阵之中翻涌而出。好！在那颗如同一颗恒星大的雷霆龙首出现的瞬间，一声洪亮的龙吟咆哮声随之响彻此方宇宙空间之中。那头全身紫金色雷霆缠绕的巨龙在不断翻涌而出之后，其庞大身躯快速飞出，向着远处的那5道迎面而来的各色能量光柱直接势不可挡地冲撞了过去。轰轰轰轰轰！5道不同属性的能量光柱在撞在那头庞大的雷霆真龙身上的瞬间，恐怖的能力爆炸轰鸣声随之响起。伴随着爆炸轰鸣声的响起，一道道恐怖的能量冲击波向着那广袤的宇宙深空和那无底深渊快速扩散而去。那道火属性能量光柱在爆炸后，火焰汹涌澎湃，瞬间便掀起一片广阔的火海。风、水属性的能量光柱在爆炸后，与之相同，飓风、大海随之降临此间，与那庞大雷霆真龙身上所释放的恐怖雷霆不断进行着碰撞消磨。至于那剩下的2道光明和空间属性的能量光柱，在与那庞大的雷霆真龙碰撞的瞬间，爆发出恐怖的能量冲击波之后，一轮璀璨的金色浩洋随之出现在撞击的那雷霆真龙的身上四周，不断与之身上所释放的磅礴雷霆之力进行消磨。一方庞大的虚空裂缝显现，化作一道不断轮转的黑洞，牵引撕裂着那庞大雷霆真龙，将之逐渐分解吞入其中。在那庞大的雷霆真龙被束缚之后，紫霄和精灵主神达利亚可没有在原地就那么静静地观望着。对决比赛分秒必争。只见在那一道道耀眼的能量光辉不断扩散的时候，紫霄先发制人，身形瞬间化作一道紫金色闪电流光，转眼间出现在了精灵主神达利亚的面前。其手中一柄黑紫色的长剑，裹挟着磅礴的崩灭世间一切事物的雷霆剑意，向着精灵主神达利亚那美丽的面庞直接就是一剑斩去。面对那迎面斩来的蕴含恐怖雷霆剑意的一剑，精灵主神达利亚美丽绝美的面容不由眉头一皱，直接选择了暂避锋芒。只见精灵主神达利亚的身躯在被紫霄那一剑斩中的瞬间，其身躯便随之化作了无形之风。那无形之风无色无形，飘散万千。纵然紫霄那一剑快狠准恐怖万分，但在斩在那无形之风，终究有些软绵无力。见此情形，紫霄暴喝一声，其手中握着的那一柄黑紫色的长剑，顷刻间便迸发出了恐怖的一道道雷霆，全方位的向着他所处的空间四周席卷而去。面对着 AOE 的范围性攻击，纵然是化作无形之风，飘散于向那宇宙星空各处的精灵主神达利亚，都不由在此刻心神动荡。恐怖的夹杂着崩灭一切的雷霆之力，转瞬间便将那快速飘散向各处的精灵主神达利亚所化的那些无形之风给笼罩在了那庞大的球形雷霆大狱之中。轰！在那庞大的球形雷霆大狱凝聚成型之后，恐怖的轰鸣声伴随着无数雷霆绽放出璀璨的光辉，瞬间向着广阔宇宙深空和无底深渊。同时恐怖的封印力量气息自那雷霆大狱上宣泄而出，将其所覆盖的广阔区域外的空间给死死地锁住。一道如同星环般的能量冲击波随之自那不断轰鸣的球形雷霆大狱向着四周快速扩散出去。那道宛若星环般的能量冲击波所过之处，被其撞击到的一颗颗行星恒星都在瞬间崩碎万千，发出一声声恐怖的爆炸轰鸣声。如此恐怖的光景顿时让决斗场中观战的所有生灵都莫名热血沸腾起来。他们全神贯注地看着那战斗区域上空的只显示于他们视线中的巨大虚拟屏幕，生怕错过每一个画面。就在诸位主神以及方远和手下众龙猜测着紫霄这一击会对那精灵主神达利亚造成怎样的伤害的时候，决斗场战斗区域之中，被那无数恐怖雷霆力量 AOE 轰击到的化作无形之风的精灵主神达利亚，在被短暂轰击到的刹那，便使用空间力量遁入进了空间夹缝之中。
而时刻感知着雷域之中变化的紫霄，在察觉到那空间波动的瞬间，体内雷元力疯狂涌动进手中的长剑，比之先前更加恐怖雷霆浪潮，随之瞬间遍布向整个雷域之中。那些恐怖的与之先前紫金色雷霆、颜色微能皆不同的黑紫色雷霆浪潮所过之处，宇宙空间转眼间层层崩碎，而遁入那空间裂缝之中，凝聚出真形原本想要越狱的精灵主神达利亚，在此刻面对那比先前更上一层楼的恐怖雷霆攻击，最终只能选择与之硬抗。只见精灵主神达利亚的全身四周瞬间显现出一道道弥漫着各种玄奥铭文的光明护罩，那些光明护罩在显现出不过瞬息间，一道道恐怖的黑紫色雷霆便轰击在了其上，爆发出一道道恐怖的轰鸣声和能量冲击波。于那神圣的光明护罩之中，原本只有普通人类般大小是精灵主神达利亚，其体型逐渐元素化膨胀变大，化作一尊庞大的有着飘渺绝美的五元素环绕的巨精灵。只见那精灵主神达利亚的巨精灵真身在显现此间之后，其周身外的那一层光明护罩随之破碎。在那无数雷霆向此刻的精灵主神达利亚席卷而去的时候，伴随着他抬手打了一响指，顷刻间那无数向他席卷的恐怖黑紫色雷霆如同被拖入一片未知之域一般，全部消失一空。第126章无极雷元天剑12爪真龙现。只见无数恐怖的雷霆在精灵主神达利亚显现出真身随后打的一个响指所引起的大范围空间坍塌传送放逐消失后，浑身五色神光闪烁的达利亚对着远处的紫霄便是摇摇一指，一道深红的巨大法阵随之自他那一指尖处不断膨胀变大，如同万千恒星爆炸的高温火焰压缩于一起的恐怖力量，顷刻间自那巨大法阵中化作一道恐怖的炎流光柱迸射而出。那道绽放出一颗颗耀阳般光辉的璀璨炎流光柱所过之处的宇宙空间皆在转瞬间被灼烧消融崩坏，甚至有不断蔓延之态。面对如此恐怖的一击，紫霄不仅不退不躲，其高冷英姿飒爽的面容上还浮现出了兴奋的笑容。只见紫霄双手抬起手中那柄方远曾经开宝箱打造到 SSS 级送给他的无极雷元天剑高举过头顶，那柄黑紫色的长剑随之瞬间膨胀变大，化作了一柄数万丈的黑紫色巨剑，巨剑之上无数玄奥的流溢出一道道恐怖雷霆的符文，绽放出璀璨的黑紫色雷霆光辉。亿万雷龙碎星破界斩。紫霄手握那柄庞大的雷霆环绕闪烁的黑紫色巨剑底部，施展其剑本身具备的杀招，一剑向着那扑面而来的炎流光柱以及远处面色动容变化的精灵主神达利亚斩去。巨剑斩落瞬间，无数雷霆自那巨剑之上疯狂翻涌而出，不断纠缠凝聚出了亿万头庞大的雷龙。亿万雷龙缠绕巨剑，在巨剑与那炎流光柱碰撞上前，同时爆发出了一声声洪亮的恐怖龙吟咆哮声，威势浩荡，势不可挡。在那巨剑斩落在那炎流光柱上的瞬间，绚烂的火焰和雷霆绽放的能量光辉顷刻间充斥广阔的宇宙深空和无底深渊之中。只见在那绚烂的火焰和雷霆肆虐的能量光辉之中，紫霄斩下的那柄巨剑亿万雷龙咆哮间化作一头庞大雷霆真龙剑芒虚影，将那炎流光柱顷刻间一分为二。那斩落的巨剑所迸发出的恐怖雷霆剑势，在将那炎流光柱顷刻间一分为二后，向着表情诧异的精灵主神达利亚便席卷了过去。轰！在那恐怖的雷霆剑势裹挟着磅礴的雷霆法则之力，化作一道开天辟地般的黑紫色能量光刃，转眼间就要斩在精灵主神达利亚身上之时，精灵主神达利亚身前的宇宙空间瞬间如同被不断凝固了成千上万倍般，浮现出一层厚重的空间金壁，抵挡那斩击而来的恐怖黑紫色能量光刃。砰！如同工程锤撞击在巨门上一般的轰鸣声随之响彻整个战斗区域的内的广阔宇宙深空。咔嚓！就在精灵主神达利亚以为自己的空间金壁能够挡住那一剑的攻击的时候，如同玻璃般的碎裂声随之响起。只见那面厚重的空间金壁以一种极快的速度不断分裂崩解。不好！精灵主神达利亚惊呼一声，打算向其他地方遁离的时候，砰！一声巨响过后，那面裂纹遍布的空间金壁随之破碎万千，露出了其背后一脸惊愕的精灵主神达利亚。璀璨绚烂的一剑顷刻间斩在了精灵主神达利亚的身上。就在决斗场外的大多数观众以为精灵主神达利亚要在那恐怖一剑下被重伤的时候，只见那被一剑砍中瞬间被无数恐怖雷霆给笼罩全身的精灵主神达利亚，其原本惊愕恐惧的面孔逐渐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哗啦！那被紫霄一剑砍中的精灵主神达利亚在无数恐怖雷霆的侵蚀下化作了无数水流被蒸发消散。分身！见此情形，紫霄不由眉头一皱，心中疑惑了一声。唰！在背后不远处，一道璀璨的金色光辉袭来的瞬间，紫霄挥动着手中的巨剑便策斩了过去。当！一声金属膨胀在一起的声音响起，那道璀璨的金色光辉下显露出了一柄庞大散发出光明气息的长矛身影。那杆庞大的光明长矛
被紫霄手中的那巨剑一斩，发了个声响后，便化作无数光粒，消散于那宇宙深空之中。就在紫霄对着刚才出现轻微空间波动的一处隐匿的宇宙深空处的角落发出一声轻蔑的问候的时候，嗡！一声空间剧烈震动的嗡鸣声瞬间自紫霄所在那片空间四方响起。随后决斗场内的万千观众便见到了那直播的虚拟屏幕上一杆杆散发出神圣金色光辉的长枪自一道道空间漩涡之中迸射而出，自紫霄所在的四面八方向着他密集迅猛地灌射而去。原来还有这有手啊！可惜就这等程度的攻击就想伤到我，真是太异想天开了。紫霄不屑地轻语了一声，其手中的那柄巨大长剑伴随着他的心念一动，转眼间缩小化作一道流光进入到了体内。好！与此同时，在那柄剑回到紫霄身体中的瞬间，一声比之先前响彻起来的要恐怖不知道多少倍龙吟咆哮随之响起。轰！于那声恐怖龙吟咆哮声响起的刹那，一道9色绚烂迷离的能量光波瞬间自将紫霄全身包裹的那道光团上绽放而出。9色绚烂迷离的能量光波在不断扩散下，转瞬间便扫过了那成千上万杆向紫霄席卷而来的神圣金色光辉所包裹的长枪。那成千上万杆神圣金色光辉笼罩包裹的长枪，在被那9色绚烂迷离的能量光波扫过的瞬间，全部被恐怖的9色神雷之力给碾碎崩裂成了万千光粒，消散此间。感受着那席卷而来的蕴含恐怖雷霆之力的9色雷霆的精灵主神达利亚，身体化作水流不断分化万千，撕裂空间分散遁去的他，心中不由惊骂一声：该死，我比他的等级还高数百级，为什么他的实力会这么强？也就在精灵主神达利亚不断逃遁，远离那无数恐怖9色雷霆扩散之地之际，一头庞大无比庞大的精灵主神达利亚的巨精灵真身，在其面前就如同小孩一般的9色雷霆神光笼罩的12爪真龙，自那笼罩广阔宇宙深空区域的9色雷霆域之中腾飞而出，显现此间。第127章精灵主神的舍命一击。亿万神霄震域9雷剑。施展出此超 SSS 级至尊技能的紫霄，其身下那片广阔的9色雷霆域转瞬间扭曲凝聚成亿万柄9色雷霆神剑。亿万9色雷霆神剑环绕周身，此刻的紫霄宛若宇宙雷霆主宰一般，气息恐怖浩瀚，威严无比。紫霄心念一动之间，那亿万9色雷霆神剑便向着精灵主神达利亚所逃遁离开的各处方向击射而去。亿万柄9色雷霆神剑击射划过宇宙空间时，所过之处皆是留下一道长长的9色雷霆流光。转眼间，于那深邃的宇宙星空中留下一张遍布四方的密集9色电网。所有分身都抵挡决斗场内战斗区域边界的精灵主神达利亚，见辛洛斯这位主持人并未再次拓展决斗场战斗区域的大小，面对身后那席卷向各个分身和他本尊所在的亿万散发着恐怖威能气息的9色雷霆神剑，当即心头一跳，知道自己避无可避的精灵主神达利亚，随即便力量归回本尊，于一处决斗场战斗区域内的宇宙深空角落显化出了他的5元素巨精灵真身。只见精灵主神达利亚双手不断结印，恐怖的5种属性法则力量随之不断自其身躯乃至所处区域内的宇宙深空中那一颗颗群星上涌现而出。风、火、水、光明、空间5种体量极为庞大的力量不断交错融合下，于精灵主神达利亚全身四周一座庞大朦胧的世界居然不断显示此间。那亿万柄散发出恐怖威能的9色雷霆神剑在进入那不断凝实的世界之中后，转眼便被一股更加恐怖磅礴乃至伟岸世界之力轻易的给灭灭一空。远处的紫霄见此情形，9色流光闪烁，如同一颗恒星般达到龙瞳，不由流露出一抹惊讶之色。有意思，这才配做我的对手，让我使出全力吗？紫霄心中这样感慨一声，随即便控制着他那庞大的真龙之身，顷刻间化作一道9色雷霆神光，向着精灵主神达利亚所凝聚的那方不过数息间便与真实世界无二的那方庞大世界冲去。在紫霄冲去的同时，无尽9色雷霆力量不断自其身上迸射而出，在紫霄那本就庞大的身躯外凝聚出了一头比之要庞大了数倍的9色雷霆虚影真龙。在被一头无比庞大的9色雷霆虚影真龙所笼罩的紫霄将要撞击在精灵主神达利亚所凝聚出的那方世界的时候，一只无比巨大的5色巨掌伴随着精灵主神达利亚抬手之间自那庞大世界之中凝聚显现，向着紫霄便镇压拍了过去。面对那来势汹汹裹挟着磅礴天地之力的一掌，紫霄不仅不避让，其冲击前进的速度反而还更快了几分。轰！那一只裹挟着磅礴天地之力的绚烂流光闪烁的巨掌，在轰击在紫霄真龙之身外庞大9色雷霆虚影的瞬间，恐怖的轰鸣声随之爆发响起。那方由精灵主神达利亚5元素法则之力不断交错演化而出的庞大世界，转眼间便在两者力量碰撞在一起后所产生的恐怖力量冲击下，崩坏了5/6的广阔世界。各种磅礴的属性法则力量碰撞下所绽放出的能量璀璨能量光辉，
在决斗场上的绝大多数观众的眼前，就如同无数霓虹灯在他们眼前闪烁一般。一种本不应该存在于如今他们这些层次存在的感知，正不断地通过他们紧盯着的那直播虚拟屏幕向他们进行攻击。也就在那虚拟屏幕上璀璨的光辉在主持人辛洛斯的控制调节下显现出去光污染的画面后，一众观众们便见到了原本笼罩于紫霄身上的那庞大的9色雷霆真龙虚影。此刻已经暗淡到了极致，于一声恐怖的轰鸣声中炸散成无数9色神雷，向四周迸射扩散而去。身上的9色雷霆真龙虚影破碎，紫霄却反而更加亢奋了许多，体内的元力疯狂涌动，牵引场地内的所有不同属性的雷霆法则之力转化成磅礴浩瀚的9色雷霆法则之力。那磅礴浩瀚的9色雷霆法则之力瞬间自紫霄的口中不断压缩凝聚，一道璀璨的蕴含恐怖威能的9色雷霆光柱顷刻间自紫霄的口中喷射而出。轰！一声天崩地裂的轰鸣声随之响起，转瞬间那原本镇压在紫霄身上的那庞大巨掌随着那道璀璨的9色雷霆光柱将之洞穿，瞬间消散于此方天地之间。而那道9色雷霆光柱却是去势未减，在紫霄的控制下向着此方世界中心处那精灵主神达利亚的巨精灵真身轰击击射而去。面对那轻易便将他耗尽绝大部分力量所凝聚出的攻击击破的9色雷霆光柱，在上场前心中便有了赴死决心的精灵主神达利亚，在此刻差不多彻底摸清紫霄实力的情况下，他也没有什么顾忌，准备最后的放手一搏了。心念一动，只见原本环绕精灵主神达利亚所展开的那庞大世界在瞬间以精灵主神达利亚的掌心为标准不断进行收缩。那道原本轰击向精灵主神达利亚的9色雷霆光柱，由于其发射的轨迹是在他所创造的那方世界之中，因此随之受到恐怖的空间之力影响，随之如同那方庞大世界一般，连同发射他的主人紫霄一起被不断的压缩凝聚于他的掌心之中。见到这顷刻间将一方庞大世界给收缩于掌心之中的决斗场中，那些一众观众们皆不由震撼不已。不长记性的绝大多数诸神魔一方的神魔们，以为胜券在握的他们，在此刻皆是不由再次对方远一方发出了嘲讽唏嘘的叫喊声。面对那嘈杂毫无意义的叫骂声，方远自然不会理会那群只会叫的蝼蚁。毕竟有着极大信心获胜所有擂台对决比赛的他，何必与那些今后注定被清算的诸神魔计较如今的这些口舌之力。画面回到决斗场战斗区域之中，将那一方世界连同其中的紫霄一同凝聚成一颗光球，虚握于手中的精灵主神达利亚，在其浑身尽显苍老之态，白发翩翩飞舞之际，他将全身从未达到过的那股恐怖的力量凝聚于手掌之中，随即便向那手掌之中的世界光球便狠狠地握了下去。顿时无量璀璨的5色光辉充斥于整个决斗场战斗区域之中。第128章，无极造化阴阳至尊龙阴九阳。宛若随手将一片星河捏碎的精灵主神达利亚，其生命力随之透支到了一种恐怖的程度。伴随着生命力的不断透支，此刻的精灵主神达利亚巨精灵真身已经虚幻到了一种模糊的程度，仿若随时都可能消失的无影无踪一般。就在决斗场战斗区域内的空间全部化为齑粉，演化成一片虚无之境。大多数观众们基本上认定紫霄肯定死在这一击下的时候。好！一声恐怖的，哪怕隔着决斗场结界都让诸神魔心头一颤的龙吟咆哮声瞬间响彻他们耳边。意念到战斗结局可能出现翻转的一众观众们，瞬间将目光死死地定向那虚拟直播屏幕上，生怕漏下哪怕任意一帧画面。随后所有观众们便看到了原本5色流光充斥着的整个决斗场战斗区域内的广阔空间，顷刻间便被恐怖的9色雷霆神光遍布。于那无穷无尽般汹涌澎湃的9色雷霆神光之中，一头庞大浩瀚的9色雷霆真龙翱翔其中，在所有观众的注视下，一口将本就生命力近乎耗尽的精灵主神达利亚给吞了。好！一声独属于胜利者的恐怖龙吟咆哮声，在这一刻回荡于在场一众震惊无比的观众们的脑海之中。决斗场高空之上的主持人辛洛斯，在仔细感知确定精灵主神达利亚彻底死亡后，随即便抬起爪子一挥间，将决斗场内的战斗区域恢复如初，看了眼浑身伤痕累累但盘旋于空屹立不倒的紫霄，开口对一众震惊无比的观众们公布道：此次擂台决斗比赛第2轮获胜者是领主一方神霄镇域至尊龙紫霄。伴随着辛洛斯这一声公布本轮获胜的话音落下之后，方远这一方的众龙全部一同向着诸神魔一方发出一声声洪亮高昂的龙吟声，以此回应对方先前的那一声声嘲讽唏嘘。也就在这时，浩瀚磅礴的天地气运之力涌动，漫天星穹转眼广阔区域覆盖上了一层璀璨金流。就在诸神魔以为天地异变要出什么事的时候，那覆盖广阔宇宙星空区域的天地气运之力顷刻间便落向屏障打开的决斗场战斗区域之中，将伤痕累累的紫霄全身笼罩住，使之全身深可见骨的伤势快速的恢复。待到其不过数息间全身伤势痊愈化成人形后，
方远抬手之间便将他给传送回到他的身前，摸了摸子潇的脑袋，并给他了一个拥抱，以示夸奖后，辛洛斯的声音随之再度响彻全场。第4轮灾难试炼擂台对决比赛，第3轮将在1个小时后进行，请双方势力尽快挑选参赛选手人员，为下轮对决比赛提前做好准备。伴随着辛洛斯的话音落下，全场原本惊骇于身为领主的方远，居然也拥有着极为恐怖实力的一众诸神魔，纷纷陷入到了交流之中。此次的交流内容虽然与上一轮对决比赛无疑，仍然是猜测哪位主神会上场参战，但在猜测的过程中，诸神魔们的担忧却高到了极点。毕竟擂台对决赛他们已经输了2场了，第3场再输的话，想要逆风翻盘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然而不论这些诸神魔怎么想，对于最终做出决策的如今仅剩下的8位主神们来说，那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此刻8位主神们在灵魂意识交流场中聚化出灵魂体，对于第3轮的参赛人选进行着激烈的讨论。有的说让最弱的上，把对方很可能派出的战力较强的那龙族手下换掉；有的则说让最强的上，不论对方上强手还是弱手，起码胜利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有的说不如让实力排名中间的那几位上，这样不论胜利还是失败的可能性都在5-5开。对于一众主神们的谈论，由于此处擂台对决比赛无法窥视未来的情况下，时空主神最终司再三拍板决定道：让最弱的上吧，反正还有4场比试，只有第3场能换掉对方一个实力靠前的龙族手下的话，我们其实最终的胜算反而更高一些。在最强主神时空主神发表他的看法后，其余主神觉得言之有理，便选择了同意。当然，为了确保各主神心理平衡，时空主神对那些较弱的上去和对面换血的主神，允许他们面对比他们强太多的龙族生灵，选择直接投降弃权，保全生命。虽然说最终10轮比试他们输了6轮，很大概率会被领主一方给清算，但只要还有活着的希望，那还真没必要如此早的就去硬刚送死。对于最强主神时空主神所言，一众主神，尤其是那些实力排在末尾，马上要上去送的几位主神们来说，都表示极为的赞同。也就在诸神魔一方商量好对此的同时，方远那一方对于第3轮对决比赛的人选也就确定了下来。那个人选便是实力能够排在子霄后面的第5的无极造化阴阳至尊龙阴九阳。是的，方远派出的就是他手下实力能够排名第5的存在。至于为什么不如同诸神魔一方一样，选择派出最弱的或者最强的出场，那便是因为他已经胜了2场了。最后只要再胜4场，方远便能够成为这第4轮灾难试炼的最终获胜方。因此只要他手下前5都能够胜利，哪怕是输1场，最终的获胜方都将是他。至于方远为什么能这么肯定自己手下众龙能够获胜诸神魔一方，究其原因便是在他观察中，诸神魔一方的众位主神，除了最强的时空主神等级显示的是问号外，其余主神的等级比之他的一众至尊级品质等级的众龙来说，不过高个最多100-200级罢了。因此剩下5轮，哪怕最终只输1轮给那时空主神，那么获胜的必然是他方远这一方。时间飞逝，转眼之间1个小时过去，辛洛斯随即如同先前一般再次开口宣布道：双方都已选择好第3轮擂台对决比赛的选手，他们分别是诸神魔一方的蜘蛛主神坤坤子，无上龙域领主一方的无极造化阴阳至尊龙阴九阳。那么有请2位选手入场，第3轮擂台对决比赛即刻开始。第129章主神战力榜2，商祭主神登场。不出意外，在两者进场进行战斗后没多久，阴九阳便在那蜘蛛主神的主动投降下取得了胜利。第3轮擂台对决比赛，方远一方随之再次获得胜利，达成3连胜。完成3连胜的方远这一方，所有龙都士气高涨，而反观那连输3局诸神魔一方，除了那高高在上的众主神外，其余诸神魔他们仿若都看到了悲惨的未来一样，士气极为低迷。第4轮擂台对决比赛，诸神魔一方依旧派出了末尾的主神参战，然后不等那主神投降，便死在了方远手下众龙实力排在第3的暗蓝手中。在方远这方取得第4轮胜利之后，诸神魔一方除了哪怕是一部分主神外，全部都不太镇定起来。圣灵主神，不能再输下去了，再输下去的话，我们就真的一点翻盘的机会了。虚空主神，确实如此，接下来的2场对决比赛我们必须赢，不然真就一定赢的机会就没有了。商祭主神，所以下一轮对决比试谁上？至眠主神，按照对面的那众龙的出场顺序来看，只能是我们这里实力排在前3的存在出场，方有赢的可能。伴随着至眠主神的话音落下，一众还活着的主神们的目光顷刻间便全部汇聚在了圣灵主神以及商祭主神的身上。最终在圣灵主神和商祭主神2个互相对视了一番后，实力排名位居众主神第2的商祭主神随之选择了出战。对此，众主神在最强主神时空主神的点头示意下，便全票选择了商祭主神作为第5轮擂台决斗比赛的参赛选手。而方远这边按照顺序登场的自然是无尽超爆至尊龙红莲。
时间飞逝，辛洛斯在等候时间结束后，当即便向决斗场的一众生灵们宣布道：双方都已选择好第5轮擂台对决比赛的选手，他们分别是诸神魔一方的商祭主神明尊，无上龙域领主一方的无尽超爆至尊龙红莲。那么有请2位选手入场，第3轮擂台对决比赛即刻开始。伴随着辛洛斯的话音落下，2道璀璨的光柱顷刻间便笼罩住了商祭主神明尊以及红莲，将之传送进了决斗场内的战斗区域之中。第5轮的决斗场内的战斗区域与之先前的那一方古老大陆相比，如今在辛洛斯的控制下扩展成了一方庞大的由宇宙深空和无底深渊所组成的世界。降临那方世界当中的商祭主神明尊，在降临的一瞬间抬手的刹那，一道恐怖的蕴含极致纯粹能量的光柱便向着同样陡移降临的红莲轰击而去。SSS 级技能能爆。只见面对那蕴含恐怖能量波动的攻击，身穿深红遍布玄奥符文龙铠的红莲当即施展技能，抬起猩红光辉闪烁的指尖便前一指点去。只见其闪烁猩红光辉的指尖顷刻间迸射出一道猩红流光，撞击在了那迎面而来的如同星河般璀璨的能量光柱上。砰！两者完全不成比例的光柱在撞击在一起的瞬间，一道磅礴的能量冲击随之显现，轰击向四周，将一片片广阔的宇宙空间震碎万千。随后决斗场上的一众观众们便见到商祭主神明尊所发射出的那一道一看就蕴含恐怖能量的光柱，在顷刻间便被红莲指尖所射出的那道猩红光柱给从中间直接洞穿。随之在某种玄奥的力量引动控制下，那道星光闪烁的能量光柱随着那道猩红光柱的不断递进而自爆溃散。面对那席卷而来的仿若给他一种天生克制他的距离他越来越近的那道猩红光柱，商祭主神明尊心神一动之间，一道道比之先前他所发射出的那一道能量光柱更加恐怖庞大的能量光柱自其身后那一道道涟漪漩涡之中轰然间灌射而出。那起码上千道，每一道都可以摧毁一番银河系的恐怖能量光柱，在此刻全部向着那不断灌射而来的猩红光柱而去。轰轰轰！一声声恐怖的能量碰撞所爆发出的恐怖轰鸣声，随之震占大面积的广阔宇宙星空和无底深渊的空间，将之瞬间破碎万千，甚至乃至化为一方虚无之境。随后，那原本势如破竹，将一切能量事物给分割自爆的拇指般粗的猩红光柱，被那一道道能量波动浩瀚的璀璨能量光柱给直接消融泯灭一空。那上千道恐怖的能量光柱，在将那自红莲指尖迸射出的猩红光柱泯灭后，并未就此消散，而是不断纠缠融合，凝聚成了一道比之一开始那道能量光柱，不论是体型还是威能，都要庞大了近1000倍能量光柱。看着面前那道近乎占据了他整个视野的散发出恐怖能量气息的庞大能量光柱，好！红莲龙吟破晓一声，一道黑红色的光波顷刻间笼罩其全身，不断向着宇宙深空和无底深渊的天地四方飞速膨胀扩散，如同一颗恒星临近爆炸坍塌般的光波，转眼间便膨胀到了一方银河般的大小，随之与那一道星光璀璨的散发着恐怖气息的能量光柱碰撞在了一起。轰！宛若天地初开般的让那决斗场的防御屏障都为之颤抖的恐怖轰鸣声，瞬间自那恐怖的能量冲击波上响彻起。如此恐怖的一幕，尤其是一些眼尖的诸神魔，在看到那直播虚拟屏幕上的屏障伴随着一道能量冲击波的扩散冲击后，逐渐出现一道道裂纹的情况下，都不由担心起那防御屏障会不会被决斗场战斗区域中的那2位的攻击余波下给打碎，波及到他们自身的情况下，星洛斯随之龙爪一挥，一股玄奥磅礴的力量随之作用在了那裂纹不断出现的防御屏障上，将其上的裂纹转瞬间抹出，恢复如初。随后一道道绽放出璀璨星光的玄奥符文出现在了那屏障上，为之进行加固。作为这些后耗费了不少力量的星洛斯，这才看向决斗场内战斗区域中正在对轰的商祭主神明尊和红莲，然后被接下了他们的所作所为，着实给震惊了一番。第130章，诸神投降，冠冕领主之王。只见决斗场战斗区域之中，原本与红莲显化出真身所扩散出的磅礴能量碰撞的那道璀璨庞大的能量光柱，不过瞬息间便在那黑红色能量风暴的席卷下瞬间解构瓦解，发出一声声坍塌式的恐怖轰鸣声，响彻于战斗场中。至尊永恒级神技，无尽次元宇宙毁灭咆哮。也就在这时，一声无比恐怖蕴含着将无尽次元宇宙都给毁灭的龙吟咆哮声顿时自显化出真身的红莲口中吼出。咔嚓！原本被星洛斯加固的防御结界以远超先前破碎的速度再度崩溃万千。不等星洛斯打算施展全力重新加构结界，商祭主神在那一声恐怖的龙吟咆哮中不断施展其全部的商祭之力，试图将那仿若有着无尽次元宇宙毁灭的力量抵消。可惜其品质等级终归比红莲差上一大等，在近乎全力以赴的红莲攻击下，实力自然也要弱上不知道多少倍。不等感受到死亡气息的商祭主神提前喊出投降的话语，
红莲再度施展出一道至尊永恒级神技——无尽愤怒毁灭神域。只见猩红的光辉陡然间自红莲庞大的龙躯身上绽放，转瞬间笼罩整个竞技场。一方猩红充满烈焰与毁灭，以及让世间一切生灵都陷入愤怒渴望厮杀环节的浩瀚神域世界显现此间。于那无尽愤怒毁灭神域之中，除了方远这方的猪龙外，其他所有的诸神生灵皆是被愤怒占据心头。杀杀杀！只有杀戮才能缓解他们心中愤怒的诸神，顿时间向着他们周边的其他诸神展开了全力的厮杀。甚至连作为裁判的星洛斯都不由在红莲的那股恐怖力量下，心中为感到愤怒，渴望厮杀一番。但星洛斯终归是裁判，其实力自然非同一般，甚至绝对强于诸神中的全部主神。仅仅是刹那间恢复过来的星洛斯，在见到如此从未发生过的失控的情况下，当即便决定叫停此轮的决斗。可是还不等星洛斯调动无尽大陆的本源力量，强行镇压所有场中的生灵，原本想要求饶的商祭主神，不知何时在一股无比恐怖的烈焰焚烧下，真灵泯灭全身，化为了无数灰烬飘散此间。擂台自动识别机制在此刻随之宣告道：第5轮擂台对决比赛，获胜者是无尽超爆至尊龙红莲。也就在听到那一声宣告后，浑身散发着无比恐怖气息的红莲，这才将所有释放出去的力量收回其体内，从新化为人形态回到方远身边。先前在红莲神域力量的影响下战成一团的诸神，此刻这次恢复正常的理智，用无比震惊的乃至恐惧的眼神看向那先前险些让他们直接陨落，如今却人畜无害地站在方远身后的红莲。其中作为诸神实力最强的时空主神，对于先前红莲所爆发出的力量可谓是最有感触。此刻的他心中慌的一批，看了眼比之红莲从基本气息下还有更强的白神一眼，不等同样心中震撼无比的星洛斯宣布第6轮擂台决斗比赛进行准备。时空主神直接大声宣告道：第6轮擂台决斗比赛不用比了，我代表诸神一方直接选择投降，请求成为方远领主的附庸领民。听到时空主神的代表诸神的宣告，星洛斯先是诧异的看了眼这曾经几届最为强大骄傲的他一眼，随后见没有诸神反对，便转头看向另外一侧的方远，仿若是想听听他的意思是什么。对于诸神或者说上位神以及那几位主神来说，相对于自己手下的数头守龙外，他们的实力还是很值得认可的。因此方远在考虑了一番得失后，便点头道：可以。既然参赛的双方都达成了协商共识，作为裁判的星洛斯自然没有反对的意思，随即便通过无尽大陆世界本源之力宣告道：此届领主争霸赛最终获胜者为地球人族方远。为了给无尽大陆的领主之王加冕，自此刻起无上荣誉将融合无尽大陆的世界本源，成为此届的中心。无尽大陆不灭，则无上荣誉不灭，恒古长存，生生不息。也就在星洛斯的这一声宣告声落下后，星洛斯瞬间化作了一柄星辰万千铭刻其上的长剑，随后又化作一道流光铭刻于方远的右手背之上。通过右手背上的剑印，方远瞬间便明白了星洛斯的真实身份——无尽大陆世界本源之灵。同时也就在这一刻，方远彻底成为了无尽大陆的无冕之王，登顶领主之巅，世界之主。这方世界从诞生到至今的所有浩瀚信息，顿时间毫无保留地显露于方远的神魂中，可供其查阅。然而这还没完，无尽大陆更是结合无上龙域的特性，从今以后，此方世界在诞生的种族都将有着龙之血脉。之后，只要随着时间的流逝，无尽大陆改名成无尽龙界，只是个迟早的事情。当然，最让方远感到震惊以及颇具危机感的事情，则是那源于可能覆灭整个方远所处宇宙的危机——多元宇宙异域中焉之战。简单的来讲，那就是在方远所处的这方宇宙的其他层，存在着其他的宇宙，共同组成一个多元宇宙。每个宇宙的最强者都是那个宇宙的领主之王，一些统治多个宇宙次元的领主之王，则被称之为次元宇宙霸主。然后，在这个领主之王和次元宇宙霸主所称霸的多元宇宙外，则有着一群虎视眈眈、实力极为强大的势力。那些黑暗势力每过一个纪元或数个纪元，便会来收割此方世界的一座座次元宇宙中的资源。为了抵抗这些异域势力的入侵，多元宇宙异域中焉之战也就随着时代应运而生。选拔培养每个宇宙中的宇宙领主之王，也就成了多元宇宙意志影响下每个宇宙世界之灵的首要任务。而从这些信息当中，方远却是发现了滑点。倘若我带着此方世界的生灵，将其他次元宇宙世界攻下占为己有，只要占据的主够多的话，那岂不是说今后多元宇宙便是我的领地？我将成为那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多元宇宙至尊。而我只要做到这一点，面对还有数万年才会到来的多元宇宙异域中焉之战，以多元宇宙诸多宇宙世界资源供养的有挂的我，还能怕那些异域的小点心不成？心中思绪万千，确定未来主要方向的方远，随之嘴角不由露出了一抹对未来无比憧憬的笑容。
第131章混沌之主。无尽龙界创世龙祖历100年。当初在成为领主之王后，方远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将无尽大陆这座本质为此方宇宙之心的世界本源，给大部分转化成了元晶。世界本源所转化的海量元晶，则被方远全部拿来提升品质等级，全部是问号，暂时已经无法提升的白神等至尊品质龙的等级。加点只是一瞬的事情，在完成加点提升猪龙的等级后，其余近乎 99.99% 百分号的100年时间里，方远除了和众龙过着假期，享受着没羞没臊的好日子外，还将整个宇宙世界中那些并未获得玩家资格的那些劣等种族给统统清理，转化成了不菲数量的元晶。当然，作为仅次于大量世界本源所转化成的元晶体量的深渊母核，才是方远的额外大收获。随后的一些年岁时间里，方远则是将整个宇宙世界的文明打造成了以他为尊为祖的泛龙文明。待到100年后的今天，文明体系虽然依旧还只是个锥形，但倾尽整个宇宙的资源，白神等龙的等级都比当初翻了整整1倍还多。别小看这1倍，要知道，哪怕是寻常品质等级的生灵，只要达到3000级以上，那些位格称之为中位神的神奇，每提升1级，其实力都有着明显的提升。对于天赋品质等级远超他们的白神等龙，他们的每1级提升，其实力自然要远超那些与他们同级的存在。如今基本上都达到6000多级，白神近乎7000级的情况下，已经享受了100年，有些枯燥无味的方远，终于将目光锁定向了其他的宇宙世界。浩瀚星空之下，伴随着坐在白神龙首之上的方远一声令下，一道无比璀璨而又庞大的宇宙通道瞬间在白神的力量下打通，显现于此方宇宙空间之中。早就交代好让暗蓝留守看家的方远，随即便带着数以亿计的巨龙和真龙大军，向着早已暗中探查清楚对面宇宙世界实力情况的宇宙通道之中快速蜂拥而去。方远所入侵的宇宙世界是一方以天使为主种族的世界，他们的宇宙领主之王便是一位18亿的始祖天使。面对方远这明目张胆的入侵，那位始祖天使自然不会耐头就拜，不服就是干。然而这一场仗还没打多久，伴随着方圆手下一头头比之那始祖天使还有强大的各龙族的龙神出场，大半个天使宇宙都被打崩的情况下，心有不甘的始祖天使随即便向方远这方商议割地赔偿求和的宇宙协议。可惜的是，完全处于大顺风的方远自然不可能眼睁睁看着马上要到手的一块肥肉被别人割上一刀再给他，因此方远果断地选择了拒绝。被方远拒绝走投无路的始祖天使直接不惜消耗大量世界本源之力，打通了另外一方宇宙世界的通道。那一方宇宙通道后的宇宙世界是一个名为泰坦族，无数强大巨人所统治的宇宙世界。在天使始祖和那泰坦族宇宙世界的领主之王第9代泰坦之王达成互利互惠的宇宙协议之后，本以为能达到三方鼎立，他天使一族夹在中间当小弟，暂且苟活一段时间的天使始祖，完全没有想到方远竟然还敢硬刚开战，一方独占他天使宇宙族和泰坦宇宙族。直到那些先前入场的各龙族的龙神使出他们的真正实力之后，于最终之战即将陨落得天使始祖对坐上闭关的方远这样说道：你早说，你手下这样牛逼，我不就直接就败了吗？带着不甘与怨恨，天使始祖直接被红莲一拳给轰成了渣渣，连复活的机会都没有的那种。至于打到后期就有些损耗不起的泰坦一族，见方远这方越打越强，甚至还能无限复活死去的手下的情况下，直接在天使始祖被干掉后，主动向方远选择了投诚，愿意向其进献出泰坦宇宙世界，成为其主宇宙的附属宇宙牧场。对此打了好几年仗的方远自然是不同意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都打了这么多你说停就停，我岂不是很没有面子？于是伴随着天使始祖的死亡，对两方宇宙世界彻底探底结束的方远，直接让红莲使用其全部实力将两方宇宙中的所有种族给灭了，而他则是将两方宇宙世界的本源尽数转化成了元晶。雪球一旦滚起来，除了遇到极大坎将其拦下，那么它便是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不断滚下去。无尽龙界创世龙祖历1万年，时间就如同白驹过隙一般，转眼飞逝而过。自从覆灭天使宇宙和泰坦宇宙，将两方宇宙世界的所有资源尽数转化为元晶，投入到他的主宇宙世界还有众龙族的龙神身上后，方远便会每隔一段时间带领诸龙宇宙大军向着其他宇宙世界进行入侵，以滚雪球的方式不断让其手下的所有龙兵快速变强，积累了无与伦比的强大底蕴。有着混沌元晶作为外挂的方远，这1万年的征途可谓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一帆风顺。没办法，毕竟都是普通宇宙领主之王的情况下，谁能和方远这个越打越强的家伙打？
哪怕是那些起初比方圆底蕴强大的宇宙霸主，在方远那近乎不死不灭的自杀式消耗下，最终依然的败下阵来，最终成为方远消磨数百上千年时间，最终弥补时间损耗的资粮。无尽龙界创世龙阻力100万年，历时100万年的时间，方远成功将整个多元宇宙的所有宇宙世界攻略下，化为了他无尽龙界以及诸龙神们成长的恐怖资源。伴随着方远彻底成为此方多元宇宙之主，登顶至尊之后，混沌元晶的最终奥秘也随之被方远解开。混沌元晶，此方正在涅槃进入下一轮轮回的无尽混沌核心，一旦彻底将之掌握，将会成为此方混沌的混沌之主，可以随时阻止或提前将此方混沌进入轮回重塑之的阶段。于是需要集合整个无尽混沌中所有多元宇宙力量方能彻底掌握混沌元晶的方远，不等那些早就和他交锋的混沌游牧势力再度卷土重来入侵他的无尽龙界，方远便带着白神等至尊龙主动出击，向着浩瀚的混沌中其他多元宇宙世界攻了过去。无尽龙界创世龙阻力1万年，这一日，方远终于将无尽混沌中最后一座多元宇宙世界给攻略转化成功，完成了对混沌元晶掌控的最后一个阶段。体内衍生出无比庞大的无尽多元宇宙世界，装载着不知其数的生灵数量的方远，正站在浩渺无垠的混沌中心之处。伴随着方远抬手打出一个响指，本就处于收缩状态步入轮回阶段的混沌顷刻间不断收缩，被方远直接加速了不知道多少倍轮回的混沌，转瞬间便收缩为了一道黑灰色的混沌光轮。落于混沌收缩退去，处于一片虚无空白的无垠之地的方远背后，抬头望着空白一片混沌起源的无垠之地，方远嘴角轻笑道：“也是时候和那位创造我的执笔者见上一面了。”伴随着方远的话音落下，像是回应方远一般，整个空白的无垠之地瞬间扭曲起来，一道背后有着一座座高楼大厦的世界通道随之显现于方远的面前。一步踏出，方远转瞬间消失在了此间。至此，属于方远的传奇一生也就告一段落了。